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贵为魔尊的他会成为6界最美的废物，只因10年前他被正道围攻重伤垂危，无奈夺舍了一枚破石头。可这枚石头乃6界争夺的鸿蒙石，最后被正道第一人慈渊剑尊降服，并收入落剑峰。10年后，男人化形成功，一声惊呼声响彻整个归元宗，快去禀告剑尊，鸿蒙石化形了！宁清堂沉睡10年，好不容易苏醒，差点被那惊呼声吓死。他慌忙地从滋养鸿蒙石的灵池中起身，心里疯狂吐槽着，这地方一看就是正派宗门，他一个魔尊待在这根本就是找死。他刚想动手打破结界跑路，就见一个白衣墨发的男人站在结界外打量着他。宁清堂傻眼了，慈渊怎么在这？还有什么比最落魄的时候遇到死对头更让人窒息的事吗？两人无声对视着，宁清堂屏住了呼吸，应该不会被认出来吧？当年他做魔尊可是一直戴着面具，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为了装得更像刚化形的石头，宁清堂状似好奇地歪了歪头，然后身体猛地一僵，跳进灵池沉了底。这时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跑过来，归元宗宗主陆风玄最先来到面前，剑尊可看到那化形的鸿蒙石了？慈渊面无表情地盯着灵池，被你们吓到了，躲在了池底，我就说不让你们来。慈渊的大徒弟宣尘满脸嫌弃，都让开点，我下去把鸿蒙石抓上来。话音未落，结界轰然碎裂，一道白光沉入池底，裹着拼命挣扎的宁清堂浮了上来。宁清堂只觉一阵好闻的沉香味扑鼻，刚想抬起头就被一只大手按住了头顶，鸿蒙石出化人形，不谙世事，被围观太过惊慌，都散了吧。剑尊都发话了，其他人纷纷行礼目送他离开。此时这块石头已经生无可恋了，被慈渊带走，这跟进了贼窝有什么区别啊？宁清堂愁得不行，不自觉地晃悠着两只脚，衣袍晃开，露出一截细长的玉腿，白的晃眼。慈渊盯着看了片刻，将人抱进殿内，放在床上。可会穿衣服？宁清堂沉默了，他也没见过先天灵体啊，是该会还是该不会？慈渊歪头盯着人，看不出声，又问了一句：听不懂吗？果然是受惊吓影响了灵智开化。慈渊抬手在他头顶摸了摸，睡一觉，明日便能好转了。虽然宁清堂把慈渊当作死对头，整个修真界也都知道他们水火不容，但两人交手次数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因为慈渊是出了名的冷漠，主修无情道，向来冷心冷情。可没想到大冰块竟然对他这个先天灵体这么有耐心。他正感慨呢，突然身上一凉，只见慈渊缓缓俯身，一把拦住了他的腰肢，别乱动，给你穿衣。慈渊动作生疏，宁清堂僵硬着一动不敢动，不能打，不能打，打了就暴露了，会死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也不知道是我，不就是穿个衣服吗？都是男人，不是什么大事。估计是高高在上的剑尊头一回伺候人，所以手碰到哪里都特别慢，弄得像故意占便宜似的。宁清堂偷偷嫌弃着，啧，笨死了。穿完了衣服，慈渊就守在殿内盯着他，导致他也没找到机会跑路，最后实在没忍住，沉沉睡了去。次日，宁清堂醒时已是日上三竿，确认慈渊不在后，当即下床往外奔去，可迎面差点撞上端着药碗的慈渊。宁清堂心里暗道晦气，疑惑发问：你是谁？你不是石头，我不认识你，我要出去找同类玩了。宁清堂装疯卖傻，企图蒙混出去，奈何刚迈步就被灵力强行拉回。先拜师，拜师大典昭告6界后便带你出去玩。我不拜。宁清堂撒腿就跑，让他一个魔尊拜死对头为师，他这张脸还要不要了？要么拜师，要么……慈渊指尖微动，瞬间移动到了他眼前，要么做回你的鸿蒙石，封了灵智，再不可化形。果然这冰块剑尊一如既往的讨人厌，合计都是为了让他乖乖拜师。宁清堂两个都不想选，没有别的路了吗？有。慈渊长剑抵在他脖颈，声音冰冷，你也可以选择死。宁清堂真想给他一巴掌，果然正道没有好人，全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竟然拿性命逼迫，简直无耻至极。好汉不吃眼前亏。宁清堂缩了缩脖子，小声道：师尊。话音未落，长剑便化为一把折扇附在他眼前。乾坤扇。见面礼，宁清堂不止一次听过乾坤扇，那可是传说中的神器，没灵力的普通人都能用它轻松斩杀金丹期的修士。大冰块这么大方的吗？早说给这种宝物他早就答应了。宁清堂一把抱住折扇，多谢师尊。他这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敛财，没办法，想称霸6界就得家底够厚啊。慈渊见他眼神狂热，继续说道：日后安心修炼，我门下弟子阅历皆是丹药法器，若你表现得好，藏宝阁中的宝物随你挑选。宁清堂狠狠地心动了，不走了不走了，先留在这片够了丹药法器再说，想东山再起总得先攒家底啊。对于拜死对头为师这件事，宁清堂想通了之后毫无心理负担，他这叫卧薪尝胆，等他恢复到巅峰时期也攒够了家底，到时再趁其不备直接一剑将慈渊斩杀，从此他便能称霸修真界了。他要把6界第一美人抢过来做道侣，英雄当然要配最美的美人了。他正幻想着，头顶突然被打了一下，宁清堂愤怒抬头，竟然敢打我，日后本尊定然将你剜心剥皮剔骨抽筋。慈渊仿佛看不到他的愤怒，语气平静，可有中意的名字？若是没有便取鸿蒙二字，我叫。宁清堂开口就要说名字，觉得您这个姓太敏感，他做魔尊时的称号就是宁沙，一块石头要姓宁太容易被怀疑了，于是改口清堂。不知道是不是他太过谨慎，名字一说出口就觉得慈渊看他的眼神幽深了一瞬，宁清堂身体瞬间紧绷起来，是发现了吧？要开打了吗？我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啊？他心都快跳出来了。结果慈渊站到他身边，摸着他的头，那便叫清堂。之后一向懂得享受生活的大魔头彻底放飞自我了，他揪着衣襟，满脸都写着嫌弃。慈渊，我要换身衣服，这个颜色我不喜欢。长幼尊卑，规矩礼数，后日前要尽数学会。慈渊拿出2本书给他，通读一遍，有不解之处便来问我。既然答应拜我为师，直呼名字便是没规矩不懂礼数，可能记住。宁清堂偷偷翻了个白眼，接过书，记住了。师尊，那我的衣服呢？宁清堂可没被糊弄过去，还惦记着换了身上的丑衣服。你既然是我师尊，为何连件好看的衣服
服都不愿给我。归元宗弟子皆为白衣，一整个宗门都跟你一样成天披麻戴孝，你觉得很骄傲？宁清堂烦死了正道中人崇尚的仙气飘飘，明明一个个心都是黑的，还非要穿白色装高高在上的仙人，我就要换，你不给我换我就换了你，我去拜别人做师尊了。宁清堂放下狠话转身就走，突然被控制着迈不开腿，先去看书，一个时辰后来选衣服。宁清堂呆愣原地，这就答应了？正道第一人这么好威胁的吗？这也太厉害了吧！一个时辰后，慈渊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堆衣服供他选择，各种颜色全有，也不知他是打劫了几家衣铺才能搜罗这么齐全。宁清堂做魔头时就整日一身红衣，为了不被怀疑，他特意试了几件其他颜色的衣服，最后选中那件大红色，就这件了。这件好看，以后我都要这个颜色的。红衣艳艳，本就是张扬美艳的宁清堂勾唇一笑，整个内殿都跟着亮了起来。慈渊盯着他也不说话，突然抱起宁清堂放到椅子上，抓住脚踝。宁清堂一脸懵逼，片刻后他脚踝多了个红绳，上面还挂着2个灵气萦绕的铃铛，这是什么？宁清堂直觉这不是什么好东西，跟拴不听话的灵宠似的。引魂绳、归心灵。慈渊的目光从他的脚踝移到脸上，引魂绳可引我找到你，至于归心灵，你与我有2心之时，无风自动。这一刻那响亮的叮铃声听得宁清堂想死，怎么会有这种法器啊？能不能让人有点隐私了？别想了别想了，大魔头也是要脸的。宁清堂疯狂组织语言找借口，我其实没有2心，就是你当我师尊不疼我，我才有点伤心，不疼你。慈渊古井无波的眼神仿佛要把他看透似的，是乾坤扇没给你还是衣服没给你找来？对啊，乾坤扇都给我了，要求也满足了，暂时没什么不满意的了。刚一这么想，铃铛瞬间停了，一时间殿内安静的诡异。呵呵呵，宁清堂尬笑2声，这铃铛还挺好用的，是吧，师尊？慈渊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又拿出一双红靴放到地上，衣冠整齐也是礼数，日后不穿鞋不能出门。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师尊。宁清堂一边道谢一边笑得乖巧，安心读书学礼数，拜师大典之前不得出落剑锋。慈渊留下一句嘱咐就走了，宁清堂老实应下，转头就扔了书跑出去晃悠，让一个大魔头读书大冰块怕不是疯了。他在半山腰逛了一圈，最后选了棵果子灵气最充裕的树，直接躺在树上现吃现摘。宁清堂晃悠着2条腿边吃边看风景，好不惬意，还把吃完的果核随手扔着玩。突然树下传来一声怒喝，何人胆敢偷盗师尊灵果？宁清堂美人红唇微张，一张美得让人失语的脸上满是懵懂，手上拿着吃了一半的灵果，2只玉足在空中轻晃，仿若不谙世事的下凡仙子。宣沉到嘴边的呵斥硬生生噎住了。骆剑锋何时有了外人？还是个无视门规不着白衣的美人，难不成是师母？一想到这，宣沉当即收回目光，不再多看。在下慈渊见尊首徒宣沉，敢问阁下是？宁清堂几口吃完剩下的灵果，把果核扔在宣沉脚边。我是你师弟，就是化形的那个红蒙石，想起来了吗？宣沉瞳孔地震，看着他精致漂亮的脸蛋，根本无法和一块石头联系起来，愣了好一会儿才醍醐灌顶一般。难怪师尊说要收你做徒弟，小师弟果然天资聪颖，刚化形就与人族一般无二了。哦，宁清堂还没吃够，不是很想理他。那我现在可以继续吃果子了吗？小师弟，那灵果是师尊留着炼丹用的，平日里都不让人碰，不能再吃了。宣沉皱眉盯着那块要被他吃光了的一个枝丫，你快下来，被师尊发现了要罚的，等师尊问起来你就说不知道。初次见面，师兄没准备什么，姑且先替你顶个罪吧。慈渊几百年不曾收徒了，宁清堂既是先天灵体，又是这般天资卓绝的大美人，宣沉对这个小师弟简直不能再满意了。宣沉看了一眼他那白的晃眼的皮肤，怎么看怎么完美，满眼都是疼爱，摇头感叹，小师弟你身子娇，切记不要惹师尊生气，正道中人就是麻烦，就爱定一堆没用的破规矩装清高。宁清堂心里直翻白眼，嘴上答应的比谁都痛快。知道了，大师兄放心吧，不过你也不用怕，只要你勤奋好学，师尊不会为难你的。师尊的无情道已然大成，平日甚少理会修道之外的事，上次下山还是10年前6界争夺鸿蒙时，大多时候都在闭关。宁清堂死前可没见到慈渊来夺宝，闻言终于提起了一点兴趣，追问道，那就是师尊将我抢回来的了？也不能说是抢，算是制服吧。当时魔尊宁沙好不容易被铲除，心头血却溅在了你身上，导致你也染了魔气，师尊赶去时你的原身鸿蒙石已然不受控制了，是师尊将你带回来净化了魔气，顺便将那大魔头的尸身也带了回来。大魔头的尸身，那不就是我？我死了以后面具碎了吗？慈渊有没有看到我的真实容貌啊？宁清堂有点慌，努力维持好奇的语气问他，师尊把大魔头的尸身带回来做什么？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当时师尊把我们都赶出去了，不过听说魔头身上魔气纯粹，堪比天才地宝，该是炼丹了。炼丹？宁清堂声音都有点抖，我就说慈渊是个变态。宣沉还是摇头，都只是听说，许是那大魔头作恶太多，师尊从不让我们过问和他有关的事。你二师兄问过一次是否真的将尸身炼丹了，结果被师尊打出了落剑锋，养了2个月才养好伤。听到这，宁清堂几乎可以确定了，慈渊绝对是炼完丹直接吃了，不然怎么会提都不让提，肯定是要保全名声啊。正道第一人用大魔头炼丹还自己吃了提升修为，坐实了传闻，那就是留下了一个大污点啊。一路上宁清堂基本没再说什么，全程在心里骂慈渊。等2人见到慈渊，他也没问好，反而是宣沉撩袍朝慈渊行了大礼。师尊，山腰处的赤源果徒儿摘了几颗拿去练习炼丹，见师尊闭关便忘了禀告，还请师尊责罚。宁清堂站在旁边看他跪得笔直低头请罪，心里啧啧称奇，这师兄不白刃，有罪他真的给顶。练习炼丹，慈渊语气听不出喜怒，那丹药在何处？丹药。宣沉头更低了，徒儿学艺不精未曾练成，最后一个字落下，连宁清堂都感受到了来自慈渊身上的威压，这变态修为是真的高的离谱，还好有人给我顶罪，大魔头没有良心，反正受罚的不是自己。宁清堂在旁边偷乐着，可等了一会儿没等
等到发落的话，反而慈渊把目光落在他身上。宁清堂不明所以，正要开口装无辜，只见慈渊指尖轻点，店外陆续飞进一堆被啃得干干净净的果核，落在了他脚边。不是吧，这都能发现？不光是他，连宣晨都变了脸色，只有慈渊还神色如常，指着果核。这就是你说的拿去炼丹？宣晨先给了宁清堂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然后才开口回答：确实是小师弟吃了。徒儿看他刚刚化形懵懂无知，便自作主张替他顶了罪责。小师弟不知那是师尊的灵骨，还请师尊网开一面。你身为大师兄，爱护师弟是责任，但也不该为其欺师。念你是初犯，回去跪香吧。宁清堂看着宣晨领了2炷比他人还高的香回去，不由膝盖一凉，那么高的香，跪完了腿还能走路吗？慈渊可真不是人啊！哦对，我也挺不是人的，人家是替我顶罪来着。宁清堂默默感慨了一句，等宣晨走远了，才想起来只剩下他和慈渊了。顶罪的都被罚那么惨，那自己这个罪魁祸首不会被打死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魔头当即变成了委屈脸，语气可怜又无辜。师尊，那个果子太香了，我不知道不能吃。慈渊朝他走了过来，面前还悬浮着一堆灵果，日后想吃便来找我，在自己偷摘还被人抓到，绝不轻饶。后面这句宁清堂自己理解了一下，所以是只要不被别人发现，我就可以随便吃了吗？慈渊没回答，掏出一方锦帕地就消失原地。宁清堂觉得刚才那个问题应该是被默认了，狠狠咬了一口果子，等着吧，等本尊东山再起之时，定要把你的虚伪嘴脸昭告天下，以报你拿本尊炼丹之仇。慈渊的无情道确实修得不错，真的大多时候都在闭关。宁清堂一个人待在落剑峰实在无聊，索性漫无目的的到处转。他现在灵力尚未恢复，强行动用还会触发魔气暴露身份，只能靠着2条腿一步一步的走。看了后山的仙鹤，又去看山脚的花花草草，还追着2只兔子跑了半天。等兔子跑没影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了。明明是春夏交际之时，周围却遍布盛开的红梅。宁清堂喜欢这种艳丽的颜色，顺手折了一只拿着玩，又研究起了几步之外的结界。光是离这么远看着都能感受到结界上的灵力，应该是慈渊亲手设下的，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能让慈渊这么宝贝。他不好闯进去，但又实在好奇，最后忍不住铤而走险，悄悄放出了神石去窥探。神石放进去，他才发现那地方不止一道结界，里面还有好几道，却没看到什么宝物，只有一块墓地。他正想看看是谁的墓，却突然察觉到有人靠近，立刻收了神石，装作好奇的往里看。小师弟，身后传来一道女声。宁清堂转头去看，那是一个娉娉婷婷的白衣美人，莲步轻移，正朝自己走过来。宁清堂对美人向来怜香惜玉，刚往前迈步去迎，那美人突然拔腿飞奔，冲过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果然如大师兄所说，是个倾国倾城、美艳绝伦的大美人。小师弟，你真的太美了，这皮肤，这脸蛋，你不修无情道吧？想不想要个道侣？名门正派的大家之风呢？刚才的优雅美人呢？这是什么？奔放程度都快赶上魔界的魔女了。宁清堂尴尬又不失礼貌的轻轻抽回胳膊，你是？我忘了介绍自己了。美人收了花痴的表情，又恢复了初见时的端庄，连笑容都温婉可人起来。小师弟，我是你怀玉师姐。怀玉。宁清堂觉得这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刚要仔细想一想，突然觉得右手有些痒，抬起来一看，半个手掌都变成了青紫色。我中毒了。宁清堂一脸懵逼，怀玉抓住他的手腕，抱歉的笑笑，不好意思啊，小师弟，师姐身上都是毒，刚才太激动忘了收起来再拉你。说话间，他指尖在那只手上轻轻点了点，也不知道是做了什么，手上的青紫肉眼可见的慢慢褪去，最后彻底消失不见。怀玉毒。宁清堂猛然想起一个人，五绝谷那个医毒双修总是戴着面具，枕惊天价的谷主是不是也叫怀玉？都不等他继续试探，怀玉自拉着他满眼热切，小师弟别怕，师姐医毒双修，这世上很少有师姐治不好的人，日后被师尊罚了就来五绝谷找师姐，保证什么伤都给你治好。你二师兄每次挨揍都是师姐给治的，还真是他。宁清堂狠狠磨了磨牙，有一次他伤得太重，经脉碎了几处，去了五绝谷就是他给治的，枕经漫天要价就算了，最后竟然还想摘他的面具，幸亏他跑得快，不然这张脸就被看见了。师姐好厉害啊！宁清堂一脸崇拜，我听说一休有好多厉害的丹药，师姐也有吗？有啊，当然有。怀玉随手从储物戒里拿出几瓶丹药塞进他怀里，这些都是有助修为的，小师弟你拿着吃，吃完了再找师姐要。光是在怀里没打开药瓶都能感受到里面丹药的灵气，那丹药至少得有5瓶，要是拿出去卖一颗大概要几百块零食。宁清堂是想骗丹药的，但他万万没想到能这么好骗，这简直就是散财童女啊！谢谢师姐，师姐真好，难怪书上说越漂亮的女人心肠越好，认了，这师姐必须认，以后能骗多少丹药全看我嘴有多甜了。小师弟嘴可真甜，被这么个大美人夸漂亮。怀玉笑得合不拢嘴，当即拉着他往回走，我们去师尊那再聊，这地方是禁地，师尊不许人靠近的。禁地。宁清堂想起了自己用神识感知到的墓。师姐，禁地里面有什么？师尊为什么不让靠近？估计是什么宝贝或者危险的东西吧，具体是什么除了师尊没人知道。10年前师尊突然就弄出来这么个地方，严令禁止我们靠近，弄个墓当作禁地，那大冰块到底在里面藏了什么？难不成是绝世功法？宁清堂的好奇心达到了顶峰，决定以后一定要搞清楚。两人一路说说笑笑朝慈渊住的清源殿走，还没到山顶，怀玉突然停下脚步，一脸无奈，小师弟，我感受到你二师兄的气息了，你有点心理准备。话音未落，身后一阵疾风袭来，宁清堂直接被人按着肩膀强行转过身去，让我看看小师弟是什么绝世大美人，竟然被大师兄夸得跟神仙下。卧槽！来人盯着宁清堂的脸，眼神狂热，还真是神仙下凡，你赶紧放开，别吓着小师弟。怀玉一把推开他，
还不忘安抚宁清堂：“小师弟你别怕，他不是变态，是你二师兄严琦，看见漂亮脸蛋就迈不动步，但是不会对你怎么样，他就是单纯的喜欢看。”这话不用他说，宁清堂也知道，因为这个二师兄他也认识。6届谁不知道梧桐楼楼主严琦啊？梧桐楼拿钱办事，无论多离谱的事，只要钱到位就给办，但也有例外，如果你长得好看，分文不取也给你办。楼主严琦只为美色折腰，据说看到长得丑的人会眼睛疼。宁清堂看着眼前的2个人，精神都有些恍惚了。他以为慈渊那大冰块的徒弟都跟宣尘一样君子端方，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俩货，一个比一个不靠谱，一点不像名门正派出身。小师弟，小师弟，你笑一笑，笑一下，你要什么都行，师兄什么都有。梧桐楼你要不要？师兄送给你也行。严琦盯着他的脸已经快疯了，要不是怀玉拼命拦着，早就直接扑上来近距离欣赏了。那眼神是真的不带一点欲望，只是单纯的欣赏，还是能连家底都往出送的欣赏。宁清堂礼貌微笑：“二师兄好啊，好，真美啊，这张脸简直太完美了。”严琦已经看醉了，一路上眼神都粘在他脸上。等见到慈渊，直接撩袍跪下：“师尊，徒儿有一事相求，可否将小师弟许配给徒儿？小师弟那么美的一张脸，徒儿此生若不能时时相见，人生将毫无意义。日后徒儿定然待小师弟万般好，绝不会。”他的承诺还没说完，一道磅礴的灵力直接把他打得倒飞出去。慈渊冷着脸看向旁边的怀玉，不许给他医治，让他多疼些时日，好好清醒清醒。宁清堂打了个冷战，默默往怀玉身后挪了挪。怀玉也是一脸懵，严琦的性格师尊应该清楚啊，绝对没有冒犯小师弟的意思，怎么下这么狠的手？严琦扶着门框咳了2口血，晃晃悠悠的重新走进门，边走嘴角边往出一血：“我就是说说，你不同意就算了，至于下手想直接打死我吗？”慈渊脸色还没缓和，冷声道：“清醒了吗？”见他是真的发火，严琦愣了一下，很快便收了那副不正经的模样，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清醒了，徒儿以后一定谨言慎行，再不与小师弟开此等玩笑。”这是真的够疼爱，看来以后小师弟万万惹不得。心里这么想，但他的眼睛根本不受控制，一个劲往宁清堂脸上盯。怀玉提醒几次也没用，眼看慈渊表情越来越严肃，最后只能对着宁清堂说道：“小师弟，师尊在后山养了许多仙鹤，那仙鹤亲人的很，你要是无聊可以去跟他们玩。”本来宁清堂就有点怵慈渊的冷脸，生怕发起火来牵连自己，现在他都这么说了，哪能不就着这个借口离开？宁清堂转身就走，出门时刚好听到慈渊嘱咐店内的2人：“你们小师弟不谙世事，日后需静心爱护。”宁清堂只觉得自己好像对慈渊挺重要的，他拿石子扔仙鹤时都心不在焉的，脑子里全是慈渊到底要先天灵体有什么用，只做徒弟应该不至于这么过分爱护。他这几个徒弟已经够厉害了，不差他这一个，而且那大冰块也不像什么惜才之人，难不成是要留着炼丹？一想到这个，可能宁清堂脸都白了。慈渊找到他时，看到他惨白着脸对着仙鹤发呆，眉头微微皱了皱：“怎么了？”宁清堂正想得出神呢，冷不防被问了一句，转头看到是他心里的想法脱口而出：“不能拿我炼丹。”慈渊正愣一瞬：“我何时说要拿你炼丹了？我听说你把大魔头的尸身都给炼成丹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宁清堂索性试探到底：“那你收我做徒弟是不是也想？”慈渊眸光幽深了些许，上下打量他一遍才开口回答：“不会拿你炼丹。至于你说的大魔头尸身，可是魔尊宁杀。”宁杀2个字，慈渊盯着他说的极其缓慢，宁清堂也没注意，只认真点点头：“对，就是那个大魔头，没有炼丹。”慈渊的语气带了些宁清堂听不懂的复杂：“我只是将他带回安葬。”他脸上总是没什么表情的冷淡模样，宁清堂一时间也分不清真假了，纠结了一会儿，索性当作是真的，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我听说大魔头面具下是青面獠牙，容貌丑陋到能吓哭孩童。”慈渊目光一寸寸扫过他的脸：“不知道，他是没看吗？”宁清堂强忍激动继续追问：“你不是说把他带回来安葬吗？怎么会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慈渊沉默了，等宁清堂忍不住想再问一遍时，才说道：“尸身带回来时已然随风而散，化作灵气归于天地，只留下衣冠立了衣冠冢。太好了，幸亏当时伤得够重，连尸身都留不下，不然这大冰块肯定得摘他的面具。难怪他不怀疑我现在的容貌，看来不是装的。”宁清堂彻底放心了，声音都跟着欢快起来：“那师尊，你给一个大魔头立衣冠冢做什么？正邪不两立，无恶不作的大魔头难道不该横尸荒野吗？”他是真的好奇，在他的认知里，慈渊代表正道不给他开个鞭尸大会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这么好心？正邪不两立有时候并不那么绝对，至于正邪之分，慈渊顿了顿：“未经他人苦，不劝他人善。”慈渊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似乎来找他就是为了跟他说说话而已，根本没说正事。宁清堂一脸迷茫：“大冰块什么意思？嘴里有一句真话吗？正道中人就是又虚伪又爱故弄玄虚，烦死了。”他是真的烦。洛剑锋虽然环境好，但他带不惯，逛遍了就想出去玩，奈何慈渊不许他出去。宁清堂只能赶仙鹤追兔子，傍晚时又摘了一大堆灵果回去吃。他做魔尊时不爱与别的魔来往，嫌他们吵，可现在已经憋了10年，难免想听听人声。结果偌大的洛剑锋只有他一个人，慈渊神出鬼没，他想找都找不着。大冰块怎么不来教我修炼啊？有他这么收徒弟的吗？收完就不管了。虽然宁清堂修魔不会学正道功法，但他就想有个人陪他说说话。大魔头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受不了正道追求的安静祥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魔头实在憋不住了，开始在清源殿里大声喊：“师尊，师尊啊，师尊，师尊，师尊！”他都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还真把人喊出来了。慈渊现身后先确认了他没出什么事，这才问他怎么不睡。我睡不着。宁清堂直接坐到了台阶上，无精打采的。慈渊倒是没嫌他闹腾，反而认真询问：“那你想做什么？想下山？不行。”宁清堂脸上的期待一僵，朝他翻了个白眼：“那你还问？先天灵体现世会引发争抢，你现在出去很危险。明日拜师大典过后，6界皆知你是我徒儿，心思不纯之人才不敢再对你有所图谋，真威风啊！”宁清堂狠狠地羡慕了，并且十分嫉妒。正道第一人了不起啊，
啊，还不是被大魔头骗了，收了个大魔头做徒弟，等本尊称霸修真界，第一个收拾你。他不出声了。慈渊也不是话多的性格，一时间店内安静的连风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过了许久，宁清堂才再次听到头顶传来的声音。很晚了，宁清堂头都没抬，手支着下巴看地上的纹路。你走吧。等店内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宁清堂叹了口气，无比怀念一到晚上就喧嚣热闹的魔界。要是在魔界，现在他就该享受美食美酒，看美人跳舞。哪个正经的大魔头会睡觉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这归元宗真是一日也待不下去了。他坐在那长吁短叹，没一会儿面前突然多了只被拎住了耳朵的兔子。宁清堂眨巴眨巴眼睛，仰起头看着又回来了的男人，有点懵。给我兔子做什么？你不是想追上他？慈渊把兔子塞进他怀里，拿去玩。玩什么？当我是小孩吗？我追他是想把他烤了吃，你现在把他给我，我又不敢吃，这不是给我添堵吗？宁清堂更没精神了，抱着兔子看起来比那失去自由的兔子还要萎靡。慈渊并不能理解他的心情，也不懂为什么给了他兔子他又不喜欢了，在旁边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又把他下午追着打的那几只仙鹤抓来了，喜欢跟他们玩，可以养在店前的空地上。宁清堂眼泪差点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来，我不是喜欢跟他们玩，我是想吃。懂？这几只仙鹤又肥又灵气十足，烤了一定特别香，还是不了吧？我想找他们就去后山，没必要换个地方养，天天看见却不能吃，他怕是会成为修真界第一个馋死的大魔头。宁清堂对魔界的思念又翻了一倍，叹了口气站起身，我还是去睡觉吧。师尊，你记得拜师大典之后带我出去玩啊。慈渊应了一声，伸手拉住他的胳膊，衣服脏了。宁清堂低头看了一眼，刚才坐下时身后确实沾了尘土，这么晚了他也懒得换，索性直接把那红色的外袍给脱了，顺手往地上一扔就回寝殿睡觉去了。慈渊盯着他只着了一件里衣的背影，视线划过隐约能勾勒出形状的蝴蝶，又落在不应一握的腰身上，直到他彻底消失在视线里才收回目光。宁清堂从前做魔尊被人伺候习惯了，压根就没想到衣服扔在那里怎么办，还以为会有侍女给他收拾呢。等第二天睡醒了，他才想起来这不是他的魔尊殿，循着记忆去找那件外袍，却里里外外找了3圈也没找到。奇怪了，我衣服呢？仙鹤叼走了，还是让兔子叼走了？大魔头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正道真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一群没开灵智的小玩意都这么烦人，早晚全给你们抓来烤了吃。小师弟，小师弟。宁清堂正拿着新衣往身上穿呢，听到偏殿传来怀玉叫自己的声音，快速穿好衣服应了一声，师姐，我在这。他都迎出去了，怀玉才满脸诧异地走到寝殿门口，身后还跟着宣尘和颜齐，那两人表情也有些奇怪。怎么了？宁清堂被看得莫名其妙。小师弟，你为何住在师尊的寝殿里？宁清堂被问懵了，这是慈渊的寝殿吗？我不知道啊，师尊带我进来的，这里还有别的地方能住吗？对面的3人沉默了一瞬，宣尘指了指两侧，两边的偏殿皆可住人，我们留宿时便住在那里啊。那我要搬过去吗？宁清堂一点也不想搬，偏殿哪有主殿住的舒服？宣尘被他给问住，还是颜齐看得比较开，师尊都让小师弟住了，那就住呗，反正师尊总闭关也不住着，小师弟怎么能住偏殿受苦？他边说边往宁清堂跟前凑，走了2步又龇牙咧嘴的退回去了，捂着肚子把手里的衣服给了怀玉，师妹你帮我给小师弟吧，实在是太疼了，师尊可真狠心，昨日的伤都在脸和四肢，他却捂着肚子。宁清堂疑惑不已，二师兄他这是怎么了？他昨日冒犯了你，被师尊下了禁止。宣尘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现在他离你太近就腹痛不止，等我适应了就好了。颜齐因为疼痛有些苍白的俊脸上扯出一抹笑，小师弟你快试试师兄给你准备的衣服，用的可是最好的天蚕丝，我让人连夜赶制出来的，正好给你今日拜师大典穿。宁清堂看了看怀玉手里的白衣，想说自己不喜欢白色，又听颜齐说道，小师弟你这张脸不穿这世上最好看的衣服简直是暴殄天物，师兄已经重金收买了天蚕一族，以后最好的天蚕丝都留着给你做衣服。宁清堂呆愣原地，难怪有传闻说他曾经差点被美人骗得倾家荡产，确实是有做败家子潜质的，他有病。小师弟你别理他。怀玉把那身1寸布料就价值上千灵石的白衣塞给他，快去换衣服吧，拜师大典前要先见见宗主和各位长老。宁清堂不太愿意换，正犹豫着，慈渊迈步走进来，都聚在这里做什么？师尊。宁清堂眼睛一亮，我不想穿白衣。那看到救星师的模样都把颜齐给逗笑了，拜师大典哪能不穿白衣啊？宗门弟子正式场合都必须穿的，这是我们归元宗的门规，代代传承的。小师弟你忍忍就过去了。宁清堂在旁边也不出声，就用一种谴责的目光盯着慈渊，你不是说了允许我不穿白衣吗？骗子。慈渊准确领悟到了他的潜台词，走过去拿起他怀里的衣服还给颜齐，先天灵体不喜拘束，遵循天性即可，他不用穿白衣。若是有人责问，那边让他们来找本座。这下宁清堂终于满意了，欣慰的直点头，红色多喜庆，红衣好看。说完高高兴兴的跟着慈渊走了，留下怀玉等人站在原地一脸懵逼。我觉得不太对啊。怀玉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再看看宁清堂睡的寝殿，被自己的猜测惊到嘴都合不上了。确实，颜齐煞有其事的点点头。怀玉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你也发现了是不是？师尊他，小师弟不喜欢白衣，我得让人全给他制成红衣才行啊！滚滚滚！怀玉推开他，转头看向宣尘，大师兄你觉得呢？是有些不太对。宣尘面色凝重，我身为大师兄，竟然让师尊亲自为小师弟这些琐事费心，实在是不该。怀玉皱眉看着二人，这是重点吗？师尊修无情道，何时对人这么纵容这么伤心过？你们好好想想，小师弟身娇体软美若天仙，师尊多爱护一些合情合理。颜齐一脸的理所当然，长成小师弟那样，你忍心看他难过吗？宣尘也不赞同他的想法，无情道也并非冷酷无情，我也是无情道，平日里对你们未曾爱护有加吗？当年你们初入师门都是我养大的。两人这么一说，怀玉也开始怀疑自己了，难道真是我想多了吗？可是师尊对小师弟真的有
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像对徒弟那么简单。宁清堂作为当事人，压根就没觉得有一丝一毫的不对，只以为先天灵体对慈渊过分重要，心安理得的享受各种优待。他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说不定哪天就被发现挫骨扬灰了，凭什么不能多享受当下？师尊，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以为是要带他去参加拜师大典，结果走了半天也不是下山的路。宁清堂看着面前待了10年的灵池，不明所以。取法袍，慈渊边说边在手中结印，池水随着他的灵力向两边分开，露出池底灵气逼人、白光耀眼的法袍。一本同源的气息，宁清堂十分敏感，只一眼就认出了那法袍是由鸿蒙石溢出的灵力淬炼而成的。制成这一件法袍怎么也得几年时间，大冰块可真会享受，连穿在身上的法袍都这么讲究。宁清堂羡慕又嫉妒，却不敢抢，只能在旁边偷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大冰块怎么还在淬炼？那白袍颜色越来越深，好像变红了。1刻钟后，慈渊把完全变为艳红色的法袍从池底取出，亲手披在他身上，连两旁的带子都仔细系好放平。这法袍水火不侵，也可抵御灵力袭击，如非必要，任何时候都不要脱下。给我的。宁清堂眼看那法袍在自己身上隐了身形，仿佛与自己融为一体，整个人都是猛的，穿在你身上还能是给谁？花费几年时间制成的法袍，世间只此一件的宝贝，就这么给我了，妙啊！宁清堂看见宝物就迈不动步，在自己身上东摸摸西摸摸，高兴得合不拢嘴。谢谢师尊，大冰块人品不怎么样，但是真的大方，这师尊可以多叫几声，以后看见他有什么宝贝我就张嘴了，不给就闹。先天灵体吗？天性顽劣也是天性，是他亲口说让我遵循天性的，他一个做师尊的总不能太过跟徒弟计较吧？嘿嘿嘿，等本尊榨干他的宝贝。慈渊眸中万年不改的冷意悄然散了些许，走过去将他拦腰抱住，让他坐到了自己身上，正对着水面。宁清堂笑容僵在了脸上，你做什么？束发。慈渊解了他的发带，重新帮他梳理那一头如瀑的青丝。见他要挣扎，又沉声道：不要乱动，脏了衣服还要再换，会误了时辰。宁清堂不动了，所以是怕我弄脏衣服才让我坐在他身上的吧？看情况先天灵体应该是不会束发的，他嫌浪费时间就直接帮我束了。大冰块还真是没耐心，教都懒得教。不过这样正好，这里没有侍女，以后束发的活就都交给他了。这么想着，宁清堂彻底放松了身体，坐在人家怀里，还惬意地晃悠两只脚。灵池让他觉得异常亲切，下意识想要触碰，索性脱了鞋袜去踩水，水波荡漾，他也看不清映出来的画面，只觉得过了许久，身后的人才开口：好了。真笨啊，束个发都这么慢，还越抱越紧，抱得我都有些热了。宁清堂心里嫌弃，表面却开开心心的，直接起身往前走。走吧，终于可以去落剑峰之外的地方看看了。他刚迈步，一只手又从身后揽住了他的腰身。穿鞋。哦对，我忘了。宁清堂转身回去穿鞋，手还扶着男人的胳膊借力。慈渊就站在那里让他扶，视线落在他白皙的脚上，直到他穿好了鞋才收回目光。在外面不许光着脚到处跑。知道了。真烦啊，怎么这么多规矩？我在魔界都做教撵的，从来不穿鞋。宁清堂急着去看外面的世界，也没注意到自己头上的发带和之前的不是一个，迫不及待地往山下跑。慈渊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路上遇到宣尘等人结伴行。宣尘上去帮宁清堂温习一会儿的流程，言其一门心思欣赏宁清堂的脸。只有怀玉看着自己仙风道骨的师尊暗暗心惊，他好像在师尊身上察觉到了小师弟的气息，虽然很淡，但以师尊的修为，能留下一点气息就说明是很长时间的接触了，至少得是十分亲近的肢体接触。师尊可是从不让人近身的，他自己是想的太多，产生了错觉。怀玉准备更仔细的感受一下，还没来得及动作，一道冷冰冰的目光就落在了身上。何事？没事。怀玉讪笑着，紧张的舌头都要打结了。我就是看看师尊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慈渊停下脚步，你少时脾气火爆，为师教导过你什么？那不容忽视的压迫感让怀玉下意识低头行礼。师尊教导徒儿谨言慎行。压迫感消失，怀玉已经震惊到失语了。这是师尊的警告吗？让我谨言慎行，知道了什么也装作不知道，不要乱说。是这个意思吗？怀玉简直不敢细想，眼观鼻，鼻观心，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大步追上前方的颜齐。拜师大典各个宗门每年都会举办，但拜慈渊剑尊为师的，上次还是300年前的怀玉，更何况这次拜师的是个万年难得一见的先天灵体。消息一出就轰动了整个修真界，一大早就有不少宾客提前到访，归元宗弟子都忙着迎接宾客，个个行色匆匆。直到落剑峰山脚下结界开启，一道红色的身影极为突兀地出现在宗门弟子统一的白衣中，一时间周围的弟子都停住了脚步，目光不受控制的被那张挂着天真懵懂的美艳脸蛋吸引了。从前宁清堂还初出茅庐时，这张脸就没少惹祸，灵气最为养人，夺舍鸿蒙石重修人形，被鸿蒙石和慈渊的灵池滋养了整整10年。现在这张脸比之他做魔尊时少了张扬锐利，多了纯情灵动，美艳不减，但气质明显更符合正道的审美。更何况他装得好，被围观先是紧张的愣了一下，然后做足了懵懂的姿态，
怯生生地露出一抹笑。你们好啊，连声音都是悦耳动听，还带着些又态纯情的。这一出声，差点把众人魂都勾没了。不知道是谁感慨出了声，她好美啊！话音还没落，强劲的威压席卷全身。刚入门不久的弟子瞬间呼吸困难，双腿发颤，眼神惊恐地看向宁清堂身后的白衣剑尊，慌忙行礼赔罪，弟子失礼，请剑尊责罚。自行去执法堂领罚。慈渊的目光扫视全场，最后落到宁清堂身上，这是本座新收的小徒弟，日后若再有人冲撞冒犯，一概逐出宗门。是。众人纷纷回神，恭敬行礼。这排场把宁清堂羡慕坏了，又开始怀念自己做魔尊的神仙日子。当年他出门也是众魔朝拜来着，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做了魔尊，可千万别动本尊金碧辉煌的魔尊殿啊！那里面每一寸都是本尊费尽心思积攒的宝贝。他正祈祷呢，眼前突然一花，视线就这么变得模糊了。宁清堂一脸懵逼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帷帽，想要伸手掀开，手腕却被按住了。带着？为什么？我看不清路了。慈渊不回答，但就是不许他摘。最后还是旁边的颜启给他解释，小师弟你还是遮一遮脸比较好，不然路过的弟子们都看你，会耽误正事的。师尊也是为了大局着想，一会儿到了主峰就让你摘了。哦。宁清堂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偷偷用眼睛去瞪慈渊，多说一句话会累死你啊，不愧是大冰块，嘴留着也不用，日后落在本尊手里一定给你缝上。手腕突然又重了一下，宁清堂看着男人抓住自己手腕的手更气了。我不摘了，就这么带着还不行吗？慈渊没看他，只这样拉着他继续往前走。不是说看不清路啊？宁清堂都忘了自己刚才说过什么了，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就这么任由他拉着了。怀玉盯着慈渊的手，努力降低存在感，不让自己哭出声。真的不对劲，救命啊！我知道的太多了。颜琦羡慕的直叹气，宣尘则是一脸不赞同。小师弟过于活泼了些，怎能这么一点小事都缠着师尊？还是我去带小师弟？别！怀玉一把拉住他，别去，就让师尊和小师弟多培养一下师徒情谊。小师弟初入师门，这方面还是要多培养的，以后也好更加尊师重道。你说的有理，是我疏忽了。宣尘认真的点点头，没再上前，甚至眼神还有些欣慰。先天灵体就是好啊。近10年，师尊性子越来越冷了，小师弟来的正是时候，连带着给师尊都添了些鲜活气息。距离鸿蒙石化形已经过去了足足3日，宗主和各位长老想见先天灵体想得望眼欲穿，尤其是听宣尘说先天灵体确实天资非凡，不过几日就已与常人无异之后，一个个早早的就等着慈渊带人来了。结果等到拜师大典要开始，人也没来。风玄，剑尊可曾说遍了时辰？一位太上长老闭关了80多年，出来这一次就为了看先天灵体，忍不住又确认了一下。宗主陆风玄也很无奈，剑尊深居简出，不起热闹，怕是还要再等。他正说着，一红一白2道身影就并肩来了。最受瞩目的并不是宁清堂的红衣和帷帽，而是他手腕上的那只手。陆风玄怀疑自己看错了，揉揉眼睛发现看到的景象还是没变，转头看向站在自己身后的徒弟文彻，徒为师上了年纪，似乎眼神出了问题，你帮为师看看剑尊的手。师尊，应当不是你的问题。文彻手动合上被惊掉的下巴。剑尊确实大庭广众之下拉着个人，此处是主峰的议事殿，虽说不是招待6界宾客的地方，但从太上长老到长老和各峰峰主，再到这些人的徒弟徒孙，加起来人数可不少。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个眼神都聚焦在自己被拉着的手腕上。宁清堂都觉得再被拉着不太合适了，可他把手往回抽了一下，发现根本抽不动。身边的男人不仅不放开他，反而更用力了。外面不比落剑锋，不得胡闹喧哗，跑跳玩乐，要守礼数。宁清堂，你拉着我手腕不放，到底是谁不守礼数？我他娘的是你养的灵宠吗？出个门还得拴着。拜见剑尊。整个大殿的人上到白胡子老头，下到未及冠的小弟子，随着慈渊的到来，纷纷起身行礼。身后的宣尘等人也对着他们行礼，只有宁清堂站在慈渊身边，腰都没弯一下，看着比慈渊都坦然，显得格格不入。礼数，慈渊又提醒了一遍，抬手摘了他的帷帽，示意他看去正前方唯一一个没有起身行礼的老者，这是子虚真人，按辈分你要叫师伯。说完又微微提高了一点声音，这是本座新收的小徒弟，鸿蒙石所化的先天灵体清堂。宁清堂一听，这是要让我去行礼认人啊，当即大步走到子虚真人面前，干脆利落的行了一礼。清堂见过师伯，然后一点停顿都没有，直接手心朝上伸过去。原本众人还盯着他的灵动美艳的脸失神呢，现在硬是被他的这个动作给强行回神了。尤其是子虚真人根本没反应过来，这时宁清堂一愣，感觉自己被骗了，转头就去找慈渊要说法。师尊，你不是说有见面礼？
我好歹从前也是魔尊。叱咤风云的大魔头降了辈分给白胡子老头弯腰行礼，结果什么宝贝都不给，全是骗我玩的。你们正道中人还要不要脸了？本尊可要闹了。他的不满都写在脸上了。魔族向来随心所欲，但这一幕在正道宗门中出现实在太过离谱。宣城赶紧上前阻拦，小师弟不可如此胡闹的闹还没说出来，身后就传来了自家师尊极为认真的回答，自然是有的。慈渊眸中闪过一抹无奈，对着紫虚真人微微点头，师兄，清堂性子率真了些，莫要见怪。他这么说显然就是有意纵容了。宣城迷茫了一瞬，随后又觉得师尊一定有师尊的道理，退下去没再多管。紫虚真人和慈渊并非同门，只是入宗门比他早，辈分上大了些许，相识数千年还是头一回见他对谁这么纵容维护。惊讶之余，抬手从储物戒中拿出一块紫气萦绕的玉牌，用灵力送到宁清堂面前。此物乃是我早年在一处灵脉中寻得，可惜气运不够，未曾生出灵智，但与鸿蒙石同为天地灵气孕育，待你引气入体后慢慢炼化，于修为大有裨益。明白了，就是能吃的。宁清堂伸手接住，宝物到位礼数也跟着周到起来，多谢师伯。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接下来的人都不用宁清堂自己伸手要，行礼到谁那里，谁就主动给见面礼了。太上长老有师伯师叔，长老们有师兄师姐，在座的长辈一个也跑不了。到了陆风玄那里，宁清堂行礼比对紫虚真人还要认真。见过宗主师兄，他早就听说归元宗宗主陆风玄跟他喜好相同，也爱收集各种宝物了。既然是同道中人，见面礼肯定不会让他失望。看得出慈渊对这个小徒弟异常重视。陆风玄没拿之前准备好的中规中矩的见面礼，而是先问了一下慈渊，剑尊，清堂日后可是也要修无情道？慈渊眸光幽暗一瞬，他不适合无情道，那我便放心送了。陆风玄笑着拿出2枚同心结，清堂他日若寻得两情相悦之人，与之以血节气印在这同心结之上，彼此若有一方遇险，只要心意相通，另一方便可有所感应。若修为足够高深，甚至可以留下一缕神魂在这同心结之上，护彼此周全。宁清堂认真听了半天，听完之后大失所望，就这东西根本没用好吗？我哪有两情相悦之人？而且哪家娇滴滴的姑娘能修为高深到分出一缕神魂？我巅峰时期才勉强能做到，就算这是保命神器也跟废铜烂铁没区别啊。他没把这当好东西，接过来随便往袖子里一塞，反而是慈渊微微颔首，看起来很是满意。宗主有心了。陆风玄捋了捋胡子，满眼欣慰。短短几日，清堂便如此灵动活泼，可见先天灵体天资确实奇高，免不得要受其他宗门嫉妒，多些法器傍身，有备无患。两人交谈之际，宁清堂的目光准确落到陆风玄身后长身玉立看着就很正派规矩的文彻身上，上前虚行了一礼，这位师兄好。文彻一愣，赶紧回了大礼，小师叔。文彻乃宗主亲传弟子，比您低了1辈。哦，没事。宁清堂姿态自然的伸出手，你的见面礼呢？文彻，我不是晚辈吗？这一幕自然也落在了旁人眼里，只是慈渊专心品茶，不言不语，完全一副放任小徒弟胡闹的姿态，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陆风玄尴尬的轻咳一声，徒儿，还不快给你小师叔见面？还不快孝敬你小师叔？可怜文彻一个晚辈，有了前面那些长老的见面礼做对比，不敢太过寒酸，硬是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宝物，双手奉上。宁清堂原本也只是想试探一下慈渊的底线，万万没想到这大冰块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纵容徒弟，瞬间就心安理得了。又轮番去搜刮了下方的各个封主，在一声声小师叔中收获了一堆孝敬。等他转的都快拿不动了，才站回慈渊身边，一本满足的笑着说道：师尊，你果然没骗我。慈渊淡定点头，拿出一个新的储物戒，把那些宝物都给他装起来了。多谢师尊，慈渊的东西哪有不好的？又白拿一个储物戒。宁清堂嘴角上扬的弧度更大了，嘴也越发甜。师尊你真好。慈渊听到后面这一句，递给他储物戒的手顿了顿，用指尖抹撒了那储物戒好几下，才放到他手心里。刚才还肉疼不已的一众晚辈看着宁清堂脸上明艳动人的笑，一时间心里都宽慰了不少。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金博美人一笑吧，连剑尊都对他格外疼宠，何况我等俗人，拜师大典前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接下来的流程宁清堂配合的相当积极，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连那5指后的门规都笑盈盈的捧着，一点不嫌弃了。时辰到了，规规矩矩的在宣城几人的陪同下走上大殿，6届宾客分坐两边，慈渊坐在主位。清晰的听到宁清堂踏入时，周围响起了明显的抽泣声。巴掌大的脸精致如琢玉，一双狐狸眼顾盼生辉，肤如凝脂，背齿红唇，明明有些男生女相的柔美，却又不似女子般柔弱，兼具了男子的俊美。俊美和美艳2个词在同一张脸上出现，
却意外的相得益彰，一颦一笑简直要勾了人魂魄。美色容易迷人眼，尤其是宁清堂这样的美人，容貌或许有人能与之比肩，但那由内外散发的灵动，从骨子里透出的惑人气质，这世上无人能及，万年难得一见的先天灵体，占尽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才是能让这些修真界的大能也控制不住被美色吸引的原因。现在的宁清堂对修士的吸引力如同这天地间的灵气一般，甚至比灵气更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堪比天然的炉鼎。所以慈渊把他看得紧，宁可设下结界封了洛剑锋，也不许他这几日往出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钱权和美人向来都是世人最向往的东西，不过也有例外，在强大到警告意味十足的威压下，再惊艳的美人也不足以吸引全部注意了。众人原本集中在宁清堂身上的目光，纷纷隐晦地转向那威压的来源，主位上端坐的慈渊。直到这时候才有人意识到，或许这拜师大典并不是向六界炫耀归元宗收了个先天灵体，而是慈渊剑尊在光明正大的警告六界，这是他的徒弟，任何人不得冒犯觊觎。一时间众人神色各异，宁清堂对慈渊的威压毫无察觉，只觉得原本落在他身上或贪婪或危险的目光纷纷收敛了，只剩下几道隐晦的目光还在流连。他暗暗记住了其中一道最明显的目光来自哪里，想着一会儿一定要看看到底是谁。大魔头一边记仇，一边双手捧着拜师帖走到正对着慈渊的殿下，声音端正，弟子清堂拜见师尊。拜师帖隔空落入慈渊手中，按照规矩下一步就该焚烧上表，慈渊却突然化指为剑，在他食指上割了一道血痕，又如法炮制取了自己的一滴血，结印后将2滴血都印在了拜师帖上。宁清堂捂着食指一脸懵，什么情况啊？这是拜师大典，又不是道理大典，取血节气算是怎么回事啊？不光他懵，慈渊身侧的陆风玄也被吓了一跳。剑尊，你这是？清堂是本座最后一个亲传弟子，日后本座不会再收徒弟。拜师帖悬空而立，慈渊对着天地行了一礼，今日特以血气上表，告慰师门。雨落，拜师帖焚烧成灰，正式宣告宁清堂拜入他门下。慈渊剑尊活了几千年，昔日师门只剩下他一人，连不再收徒这种事都要以血气告慰师门长辈，如此尊师重道，着实让人钦佩。众人震惊过后，纷纷拱手称赞，场面相当壮观。宁清堂本来是要上去敬茶的，现在也不好直接去了，只能在殿下干站着，心里偷偷翻白眼，怪不得他是正道第一人呢，除了修为高，道貌岸然的本事也无人能及。结了血气，再烧了印着血气的拜师帖，那不就相当于无事发生吗？血气都烧没了，对两人都不会有影响了，可真会博好名声。大魔头看不上正道这种无用的虚伪做派，闲得无聊，索性把手伸进袖子去扯那2个同样没用的同心结，结果猝不及防摸了个空。唉，同心结呢？我明明是顺手塞袖子里了。宁清堂摸了个遍也没摸到，不信邪的又用神识去查看，结果还是一样，袖子里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啊，要是掉了我肯定能发现，难道是一起装进储物戒了？这种场合他也不好翻储物戒去找，最后索性不管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丢了也不心疼。修为高深到能分出神魂先不谈，愿意跟自己结道侣血气的姑娘就十分难遇。血气牵动神魂，那可是一生一世的羁绊，受天地法则保护，一般人在道侣大典都不会选择结道侣血气，毕竟日后要是合离了这东西可是斩不断的。所以说慈渊这王八蛋是真下本啊，结血气博取了好名声，再以灵力焚烧殆尽，放眼整个修真界也就只有他敢这么玩。修为高就是好，怎么他就能有那么高的修为呢？不是都说无情道难修，搞不好就要走火入魔吗？大魔头最讨厌有人修为比他高，越想越气，等终于能上去敬茶时，全程严肃脸，走完流程立刻把目光转向自己之前记住的位置。打不过慈渊，这个王八蛋本尊肯定打得过。视线越过半个大殿，落到分属魔界的区域，看到正中间那一身黑衣气质邪似的男人，以及那张阴柔似女子的脸，宁清堂表情猛地僵住了。于墨，怎么会是他？当年两人为了争夺魔尊之位打了3天3夜，宁清堂清楚地记得，最后自己亲手把于墨打入魔界血池内，加了7749道封印镇压，所以他为什么还活着，而且还顶替我做了魔尊？几乎是瞬间，宁清堂醍醐灌顶，终于明白了自己去争夺鸿蒙时为何暴露行踪，被人埋伏围攻，且除了他的亲卫和护法，魔界再无一人支援营救。他娘的，老子绝对是被偷家了！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于墨见他愤怒地盯着自己，只当他是察觉到了自己对他的兴趣，不仅没收敛，反而勾起一抹轻佻的笑。宁清堂差点被恶心吐了，要不是场合不对，自己也没完全恢复，都想冲下去直接撕了他那张脸。没有什么是比看到仇人还不能动手更难受的了。宁清堂狠狠咬了咬牙，估计是情绪外露太多，很快就引来了一声询问：怎么了？
听到那没有情绪起伏的声音，宁清堂眼睛一亮，当即回头抓住慈渊的胳膊，表情和语气都委屈的不行。师尊，那里有人调戏我，我好害怕。边说边伸手去指，被准确指中的于墨笑容僵住了。大庭广众的，这种状也是能告的吗？他们正道宗门不是最要脸面吗？不光于墨猛，在场众人就没有不猛的。倒不是因为于墨调戏美人，他什么德行坐上魔尊位置的这10年，大家有目共睹，好色是出了名的。主要还是震惊于宁清堂明目张胆的告状，隔空用个眼神调戏什么的，犯得着当场就告状吗？你哪怕私下里偷偷告也行啊，这根本就不是2个人的事。这种场合说出来就直接上升到魔界和人界的2界和平的高度了。宁清堂可不管那么多，全场寂静的诡异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只管推慈渊出去当冤大头。师尊啊，仗着自己换了身份，大魔头毫无心理负担的撒娇卖萌装委屈，2只手抓着男人的胳膊一个劲晃悠。师尊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好怕，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本来他突然撒娇告状就让一向八风不动的男人不怎么淡定了，现在还哭得可怜兮兮，虽说一滴眼泪也没流吧，但没流眼泪就不算哭了吗？慈渊动作生疏的伸出手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冷到快要结冰的眼神直戳于墨，公然调戏本座徒儿，魔尊这是当本座软弱可欺吗？于墨表情尴尬，本尊只是心。轰隆，他的借口都没机会说完，面前的桌子就被一道灵力砸了个粉碎。谁也没想到慈渊会直接动手，宁清堂想继续哭诉的话都噎住了，张了张嘴，默默抱紧男人的胳膊。这师尊认的也太他娘的直了，有架他是真打啊！他满意了。陆风玄傻眼了，生怕人魔2界就此开战，声音颤抖着开口试图阻拦。剑尊，说好的邀6界前来观礼，哪有在自己家里开打的道理啊？归元宗数千年的基业可不能毁在我手上啊！慈渊剑尊便是如此待客的吗？众目睽睽之下被驳了面子，于墨脸上也带了怒意。本尊不过是朝你那小徒弟笑一笑，如此小题大做，难不成是想趁机与我魔界开战？本座徒儿化形不过几日，不谙世事，胆子又小，魔尊将其吓到啼哭不止，本座不过是心疼徒儿，找魔尊讨个说法而已。慈渊语气平静，嗓音中的压迫感却不容忽视，一点小事就要提起2界开战，本座倒是不知，如今这一届首尊竟是能当得如此儿戏了。魔尊怕是忘了10年前你如何与我人界大小数十宗门合作，又是如何坐上这个位置。于墨这个魔尊做的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宁清堂在实只是刚做魔尊那一年大开杀戒，后来除了爱夺宝算起来也没别的恶行了，甚至还签订了休战文书，难得的保了人界魔界数十年和平。虽说自身引正道追杀，但宁清堂相比于墨确实在魔尊的位置上做得更好。10年前因为于墨与那些宗门合作，出卖宁清堂行踪，才换来魔尊的位置，说到底还是仰仗过人界之力。旁人对此事避而不谈，慈渊却不避讳，你能做的事难保你魔界其他人做不到。上一次本座闭关不知情，这一次本座不介意送个顺水人情，这就算是明晃晃的威胁了。他能出卖宁清堂，别人就能出卖他，也能像他取代宁清堂一样取代他。慈渊剑尊不问俗事，但如果他想扶持谁，旁人哪能与之抗衡？于墨脸色变了又变，虽说里子面子都丢尽了，但魔尊的位置和面子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的，最后只能灰溜溜的离席了事。什么叫上一次本座闭关不知情？宁清堂准确的抓住了重点，正道围杀我，这大冰块身为正道魁首会不知道吗？不太可能，但好像又在情理之中。毕竟慈渊不问俗事是真的，只是当时到底有没有归元宗的人？生死攸关的时候，宁清堂只管乱杀一通，根本没细看都有谁。慈渊知道他听到那句话时有一瞬间的愣神，见他一直若有所思，眼底的笑意一闪而过，转头对着陆风玄说道：清堂有些累了，本座带他回去休息。陆风玄连连点头，心想赶紧走吧，先天灵体哪都好，就是太能惹祸了。剑尊也是，平日里修身养性，怎么今日如此暴躁？恰逢子虚真人还未回去闭关，又听闻此事，半路叫走了。慈渊说是有要事相商，让他单独前去。慈渊心知他要说什么，碍于情分不得不去，只能让宣臣先带宁清堂回落剑锋，切莫让他乱跑。师尊放心。宣臣对着他离开的方向行了一礼，等起身后转头要带人回去，身边哪还有人？慈渊刚动身，宁清堂就跑了，倒不是要离开这里，只是急需找个人打听一下当年的事。问宣臣，他怕控制不住情绪暴露身份。这位师兄，他也不认识路，一不小心跑去了后山，还好遇到了个正在挑水的弟子，当即十分嘴甜的凑过去：师兄，我今日刚入门，可否向你打听些事？他那一身红衣就够特立独行的，一般人看到就能想起今日拜师的先天灵体。可惜这个弟子本就因为品行不端被罚来后山打理灵职，看到他那张脸哪还能想到别的，立刻笑着点头。
师弟问吧。师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话间便起身靠过来，眼底带着毫不掩饰的色。宁清堂忍着恶心后退一步，抓紧时间问他：师兄可知10年前围剿魔头宁杀？听说我们宗门也去了，当时去的都有谁啊？围剿魔头，我们归元宗并未参与。师弟，你是听谁说的？真的没参与啊？宁清堂有些不懂了。归元宗身为修真界第一大宗门，为何不参与？他正出神呢，腰上突然一沉，竟是那弟子直接抱了上来。宁清堂吓了一跳，正要伸手去推，却听到了那弟子猥琐的笑声：师弟，我劝你还是不要反抗，此处只有你我二人，若是惹怒了我，快活过后将你剥皮抽筋都不会有人知道，这辈子最恨被人调戏，更何况他还威胁自己性命。宁清堂冷笑出声：好啊，那你就试试。说完一脚把人踢开，见他要动用灵力，宁清堂赶紧在储物戒里翻趁手的兵器，结果除了一把乾坤扇，再没有别的能用了。动用乾坤扇肯定要被发现，大魔头纠结一瞬，最终还是在人扑过来时伸出了手，修长白皙的手指径直穿过胸口，在那弟子惊恐的目光下缓缓收紧，很快又慢条斯理的收了回来。砰！人倒在地上没了气息，眼睛还瞪得溜圆。宁清堂手里抓着还在跳动的心脏，表情玩味。我也不想从 CAO 就业的，可谁让手边没有别的能用呢？这种人的心也是红的。宁清堂摇头感叹了一句，习惯性的舔了一下指尖的血，舔完之后自己都愣住了。这也没人，我装变态符合大魔头形象给谁看啊？世人都说大魔头宁杀吃人心喝人血，可惜没人知道都是装的，压根就没吃过喝过，全是摆个造型骗人的，跟戴面具一样，为的就是更像个大魔头，更符合威风形象，也更能在魔界立威。呸呸呸！大魔头一连吐了好几口口水，将手里的心脏化为粉末后直奔落剑锋，扑通一声跳进了灵池。脏死了，脏死了！以后能不自己动手就不自己动手了，跟大冰块撒个娇就能让他出手的事，没必要麻烦我自己。原来在正道这里，嘴甜撒娇和告状竟然这么好用，以后多用用。慈渊一踏入殿内，就看到子虚真人笑着朝他招手：师弟，方才人多没机会跟你叙旧，听闻你提前从大典上离开，便自作主张派人去请你了。你我已有数十年未曾见面，快来与我对弈一局。棋盘上已经落了白子。慈渊落座后边执黑子边说道：师兄想说什么便直说了吧，你我的交情不必如此迂回。你这性子啊！子虚真人笑着摇摇头，我看你对新收的小徒弟颇为疼爱照顾，还以为你修身养性有了成效，看来也只是分人罢了，对旁人依旧如此不近人情。慈渊不语，只专心对弈，等到黑子将白子杀得几乎片甲不留才停手。师兄安心闭关突破便好，宗门内大小事宜都有风玄处理，他不绕弯子，非要摆到明面上说。子虚真人也就不费心措辞了，直截了当的问他：你那小徒弟也归陆风玄管？清堂是我徒弟。慈渊执棋子的手微不可察的顿了顿，我自会好生管教。你啊，还是不死心。子虚真人语重心长的看着他，据当年你去凡间界立情劫已过了300余年，情劫已破，你就算钻研出了起死回生之术又能如何？凡人一生不过短短数十年，你在凡间界以凡人之身战死沙场，几百年过去，他早已转世轮回将你忘却，只有你一人不肯放手。天雷之下九死一生，堪堪度过情劫，却又妄生心魔，苦苦寻他。世人都说慈渊剑尊不问俗事，无情道修的道心迷奸，却少有人知道他早已动摇了道心，唯一人生了心魔，甚至一度魔怔到想要寻得起死回生之术与那人团聚，宁差的尸身炼制丹药没用，你又盯上了鸿蒙石。天地至宝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只是万年前的传说，根本无从考究，何况鸿蒙石已然化形成人。子虚真人只当他对宁清堂另眼相待是想利用宁清堂，还对起死回生一事不死心。你愿当年我与师尊师叔联手封存你记忆，可你挣脱了封印，不也只是徒增烦忧？日夜受心魔煎熬的滋味有多痛苦，你自己心里清楚。慈渊剑尊，师弟放手吧，也放过你那小徒弟。子虚真人收了棋局，连连叹气，将他交于我，或是陆风玄教导皆可。你寻那姑娘几百年，别说是转世，连一缕魂魄都寻不到，也是时候放下了。姑娘，慈渊想着某人长身玉立，红衣烈焰的模样，心中苦笑。知情之人都以为他寻的是位姑娘，包括曾经的他自己也是，所以才几百年便寻无果。谁能想到当年娇娇弱弱又爱艳色衣裳的小姑娘竟是个男人，甚至还传出了他带回那具尸身是为了炼丹的谣言，每一个人都深信不疑。还有那鸿蒙石，谁说起死回生的功效只是传说？这不是已经能满山乱跑，还能找师尊撒娇告状了吗？师弟，无情到动情本就是逆天而行，天道不容。他不出声，子虚真人只能继续规劝，将你那小徒弟送来我这吧，我替你。
不必，师兄闭关突破要紧，我会好生教导他。慈渊什么都没有解释，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宁清堂的存在，徒增不必要的危险，冷言拒绝后，正要起身离开，却突然察觉到了些许不寻常的气息。魔气，子虚真人也变了脸色，高声询问。魔族已然离开，又都是在主峰，后山怎会有魔气出现？殿外立刻有弟子进门行礼，禀真人，后山有一受罚的外门弟子遇害，似乎是魔族作乱，宗主和各位长老已然前去查看，怕是你落了魔尊于墨的面子，他便用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泄愤。子虚真人摆摆手，你去看看吧，我这把老骨头就不去折腾了。慈渊应了一声，出门后直接撕裂空间去了后山。寻常魔族哪能在宗门内随意走动，就是于墨也没胆子在归元宗杀人，胆子这么大的也就只有踏出虚空，看到那弟子被剜心而死的惨状。慈渊暗暗叹了口气，果然如此，胡作非为胆大包天，手法都毫不掩饰。剑尊你来的正好，陆风玄带着文彻正发愁呢，看到他瞬间两眼放光，你看这剜心的手法如此干脆利落，娴熟狠辣，跟当年宁刹那大魔头一模一样。慈渊眼皮一跳，嗓音微沉，命刹已然身死道消，怎能入我归元宗杀人？那还有何人能潜入宗门，如入无人之境？行凶过后，来去自如。陆风玄眉头紧锁，就是现任魔尊于墨也没这个修为，难不成魔族又出了一个能与宁刹比肩的大魔头？虽说只是死了个品行不端的外门弟子，但身为第一大宗门，数千年基业让一个魔族到家里行了凶，这要是传出去了，归元宗的面子往哪搁？剑尊你修为高深，可能察觉到些许外人的气息。慈渊指尖微动，不动声色地收了地上无人察觉的发丝，淡定摇头。过了太久，气息早已散尽。唉，陆风玄愁得直叹气。师尊，我已让人去调查此人生前有无仇家了。门内弟子结了私怨，恰逢今日魔族前来观礼，一时糊涂与魔族勾结也是有可能的。文彻逻辑清晰地宽慰他，听闻此人极为好色，油好男色，受罚就是因为哄骗强迫了几个容貌清秀却未能进入宗门的普通人与其欢好，行径如此恶劣，平日对他不满的弟子定然不少。那便顺着你这条路去查吧。陆风玄捋了捋胡子，满眼欣慰，对自己这精心培养来做下一任宗主的弟子很是满意。高兴之余，忍不住提醒了一下慈渊，剑尊，外门弟子不似内门选拔的这般严格，道心不坚者不少，可千万看好你那小徒弟，他那张脸要是去外门晃一圈，弄不好也是要闹出人命的。慈渊准备离开的脚步顿了顿，十分怀疑他无意中戳中了真相，估计死的那个就是因此丧了命。师尊，宣臣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宁清堂，只能匆忙来寻慈渊，离得老远就高声请罪。师尊让我带小师弟回落剑锋，我突然动不了嘴，说不出后面的话了。宣臣一脸懵逼，莫要打扰宗主正事，随本座回落剑锋再说。原来如此，宣臣点点头，快步跟上。过了许久，终于发现自己又能说话了，赶紧继续说，弟子没能看好小师弟，到现在还未找到，请师尊责罚。无碍，他性子活泼，与你玩闹罢了，早已回到落剑锋了。原来先回去了。宣臣松了口气，听说有魔族行凶，我还怕小师弟乱跑有危险，还好没事。慈渊指尖绕着那捡来的一丝墨发，心道你该怕的是这满宗门的弟子有危险。慈渊找到宁清堂时，人正躺在树上没心没肺的吃灵果，果核扔了一地，完全看不出暴露了魔气和剜心手段刚行了凶的是他，也不知是自信没人怀疑到他头上，还是已经做好了跑路的准备。要是前一种还好，若是后一种，慈渊光是想想都觉得头疼。好不容易找到人了，若是留不住，怕是要逼他用些特殊手段把人锁在身边了，到时候还不知待在山上就整天吵着无聊的人要闹成什么样。让你随你师兄同行，为何自己乱跑？宁清堂早就察觉到他靠近了，吃完最后一口灵果才停了晃晃悠悠的一双腿，起身看着树下的男人，满脸无辜。师尊，我没有乱跑啊，我想吃灵果，怕被师兄发现就自己先回来了。不是你说在吃灵果不许被人知道的吗？慈渊重点看了一眼他脚上的铃铛，发现没有要动的趋势才放心下来，看来是没打算跑，下次不许独自乱跑，有事先与我说。想想那被他剜了心的弟子，还有他粗心落在现场的头发，慈渊又加重了些语气，任何事都要与我说，我会帮你，一次两次能帮忙遮掩，次数多了难免惹人怀疑，况且这种事也没必要脏了他那一双手。宁清堂打的就是以后有事都让他上的主意，听他这么一说，瞬间笑弯了眼。那有人欺负我师尊也会帮我吗？自然，不管谁欺负我你都会帮所有人。慈渊语气坚定，我护你便是护你，无关于你为难的是谁。修为高就是底气足啊，护短起来真他娘的霸气。原来做大冰块的徒弟这么好啊。宁清堂有点羡慕他那三个真徒弟了。师尊你真好，得了便宜的人嘴马上就变甜了。笑盈盈的卖乖，日后我一定尽心给师尊养老。
比师兄师姐还要殷勤。听到前一句，慈渊心里刚高兴一瞬，后一句一出来，直接沉默了。活得太久，已然算不出具体年纪，但自己大概是有4800多岁了。再看他，就是算上在鸿蒙石中沉睡的那10年，至今也凑不齐400岁，连自己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就算修真界鲜少有人在意年纪，此时此刻，慈渊想着那4000多岁的差距，也很难不心里堵得慌。以他对宁清堂的了解，这年纪定然是要被嫌弃的。又不穿鞋，那些规矩都白与你说了，下来。宁清堂，什么情况啊？我说好话他反倒生气了，这么喜怒无常的吗？果然是变态啊！不行不行，以后还指望他给我当打手呢，必须得拿捏他。师尊，我害怕，仗着自己现在声音又太少年感十足的嗓音，稍微装一装就委屈出了些奶音。宁清堂自己听着都觉得可怜，于是装得更卖力了。我不敢往下跳，师尊你接住我好不好？那一脸我很柔弱，我很依赖师尊的表情让慈渊相当受用，当即就缓和了语气。跳吧，我接着你。搞定。撒娇大法果然对他们正道中人超级好用。宁清堂1秒都没耽搁，直接纵身往下跳，红衣飘荡，跟飞落的蝴蝶一般，稳稳当当的被慈渊接住，面对面抱了个满怀。温热的怀抱让宁清堂不受控制的有些恍神，恍惚间好像觉得自己曾经也这么被谁接住过，却只有模糊的画面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快得像是他的臆想。奇怪，我没经历过啊，这明明是第一次。倒是这个大冰块动作如此熟练，怕是他那几个徒弟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吧。听说都是从小就在他身边长大的，有个师尊好像还真挺好的。可惜自己当年从凡间界飞升到修真界，根本不知道还能认师尊的事，直接一头扎进魔界闯荡去了，不想被看出自己的羡慕。宁清堂赶紧找了个话题，师尊，宗主师兄送我的那2个同心结不见了，我翻遍了储物界也没找到，你帮我找找好不好？他不提要下去，慈渊自然不会放开他，就这么抱着他回答道，同心结从你袖中掉落，我便替你收着了。说完直接取出一枚，用灵力挂在了他腰间。你刚化形，容易被人诓骗，另一枚先存于我这里。那谨慎的语气都把宁清堂给逗笑了。我一个男人怎么会被人诓骗啊？要骗也是我去骗别人家的姑娘才对。慈渊抱着他的手僵了僵，一定要是姑娘吗？那当然了。宁清堂认真点头。虽然我本体是鸿蒙石，但我已经化形了，总不能去找块石头做道侣吧？这话说的又离谱又好像挺有道理。慈渊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好在宁清堂也没多注意，正低头看腰间的同心结呢，觉得红艳艳的还挺好看，就是看着看着突然觉得有一处地方很突兀，这里颜色怎么有点深，像是沾了血在上。哎，他想拿起来仔细看看，结果一拿起来就看不到了，哪还有什么深色的地方？怎么没有了？林中光线不好，许是你看错了，不是说要出去玩吗？拜师大典已过，现在便可以带你下山。一听说这句话，宁清堂哪还记得什么同心结，立刻点头如捣蒜，对对对，快走快走。他太兴奋，从男人怀里跳下来就往山下跑，完美错了慈渊腰间一闪而过的艳红色，一模一样的同心结隐隐可见，正中间沾了血迹，在那白衣上飘荡一瞬便隐了身形。若是有心之人用神识查看，还会看到已经印在上面却并未生效的道侣血迹。倒不是慈渊不想让其生效，只是心意并未相通，即便是他也无法强行控制。师尊，你快点啊！前方传来宁清堂欢快的催促声，光听语气都能想象到他有多向往外面的世界，又有多讨厌待在这里。慈渊无奈的摇摇头，觉得自己任重而道远。罢了，这么多年都等了，不差再多等些时日，找到人就已经成功一半了，还是许许图之的好，免得把人吓跑了。宁清堂满心欢喜的要出去拥抱自由，结果走到一半又被帷帽给遮了脸，遮一遮容貌，免得引人围观，多生事端。这回慈渊解释了，出了后山杀人的那件事，宁清堂也理解了他的担忧，但并不是很能接受。帷帽的那一层纱不止遮脸，还遮了大半个身子，看路朦朦胧胧，连走动都受限。宁清堂无拘无束惯了，对这限制自由的东西很是不满。没有别的方法了吗？他一只手掀开帷帽，一只手去扯身边人的袖子，这样我不习惯。师尊，你想想别的办法吧。师尊，撒娇这种事宁清堂从前也没做过，但意外的有天赋。尾音一拉长，他明显看到面无表情的男人眼神柔和了些许，他在心里佩服自己的撒娇天赋。慈渊却看着他那熟悉的表情和动作，不自觉地晃了神。300余年过去，除了将自己忘得干干净净，眼前的人似乎哪里都没变，一颦一笑都有过去的影子，连从树上跳下来要人接，撒娇就扯袖子的小习惯也还留着。清堂，慈渊下意识叫了他一声，嗓音不似以往的无波无澜，而是透着不易察觉的缱绻意味。宁清堂根本就没注意，满脑子都是要靠撒娇彻底拿捏他。闻言嗓音更娇更软了，师尊，我不想带那东西，你给我想别的办法。想吗想吗？话音还没落，
慈渊突然伸手靠近他嘴边，不知喂了个什么东西给他，入口还有些甘甜的味道。宁清堂如临大敌，你给我吃了什么？听说慈渊剑尊素来喜静，这个变态不会是嫌我烦要毒哑我吧？易容丹，他的防备和恶意猜测都写在眼睛里了。慈渊只能取出一面铜镜放到他眼前，你师姐炼制的丹药，修为在他之上可以看到原来的容貌，否则肉眼所见皆为镜中模样。宁清堂看到的就是一张清秀白净的脸，像个文弱书生。这几日他不敢动用太多灵力牵动魔气，一直无法判断自己现在还剩多少修为。这下算是有了参考。普通人修炼，引气入体后筑基、金丹、元婴、出窍、灵虚、化神、大成、渡劫、炼心、无欲、河道飞升、怀玉一毒双修，修为上并不算高，也就只有灵虚期。10年前被围杀时，宁清堂虽然还未度过9天雷劫，但也是个迈入渡劫期的大能，一朝身死，修为生生少了一大半，竟是连灵虚期都不如了。就算日后还有机会恢复，但也不知需要多少时日。大魔头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一身修为，此时此刻这种打击简直让他肉疼的心都在滴血，那都是他累死累活修炼来的修为啊！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个修为更高的死对头。据说300多年前慈渊剑尊就渡劫期大圆满，度过了让无数大能生死道消的9天雷劫，问鼎正道魁首。这么多年过去，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境界了，不过看着挺像无欲期，那张冰块脸就差写着无欲无求了。宁清堂认真的猜测着，然后更肉疼了。本来就打不过，现在更打不过了，老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慈渊也服了易容丹，在抬眼时发现他咬牙切齿地盯着铜镜，一时间有些愣住了。要求都满足了，这又是怎么惹到他了？可是有哪里不妥？宁清堂猛地回神，对上他那张易容过后平平无奇的脸，心中所想脱口出：你怎么变这么丑了？其实并不丑，甚至算得上端正，但和慈渊原本的容貌一比，那就是实打实的丑了。虽然把他当死对头，看他各种不顺眼，但宁清堂从未对他这张脸有过任何微词，因为是真的过分俊美，高贵如神祇，清冷如明月。这世上若真的有神有仙，大概也就是他那般模样了。数千年前就是6界有名的美男，据说想嫁慈渊剑尊的女修多如牛毛，连男修都有不少人为之疯狂，终身不娶。慈渊也是第一次被人说丑，还是被他。表情不受控制的一僵，很快又平静地解释道：这样更方便些，走吧。说完自己先迈步往前走了，宁清堂赶紧跟上，本来想跑到前面再看一眼他难得一见的狼狈模样，却猝不及防对上了一张俊脸，虽然不及原本的容貌，但却是只看一眼就能让人印象深刻的美男。哎，你怎么又变了？宁清堂有些失望，很快又笑出了声，是因为我说你丑吗？原来你也会在意皮囊啊。慈渊压下眼中的不自然，继续默默往前走。皮囊他并不在意，他只是在意某人的评价罢了。本就年纪上大了那么多，又不是心上人想要的娇美姑娘，要是再被记住了一张丑脸，那就真是要彻底被嫌弃了。宁清堂哪里知道他平静的表情下藏着这么多想法，一进山脚下的小城中，就完全把身边还有人的事忘了个干净，直奔路边的一口酥和各种甜甜的小零嘴。大魔头就2个爱好，一个收藏宝物，一个吃。10年没吃过零嘴，看到就迈不动步了，站在那小摊前迫不及待的拿起一口酥咬了一大口。哎，这位公子，您还没付钱呢。摊主哪见过这么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客人，不由惊呼出声。宁清堂习惯性的要招呼侍女付钱，一转头看到身侧的男人，猛然想起他堂堂魔尊已然落了难，今时不同往日，哪还有侍女给付钱，差点被还没咽下去的一口酥呛死。还可慢些吃。慈渊一手放到他背上给他顺气，一手拿出几块零食给了摊主，算上他吃的那块，其余的几样都给他包起来吧。好嘞。摊主接过零食开始忙活，宁清堂这才顺过气，美滋滋的朝慈渊笑，演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先天灵体。师尊，那东西真好吃，那是什么呀？慈渊乐得配合，拉起他的手一个一个的指给他，教他认。你吃的这个是一口酥，左边是桂花糕，右边是藕粉糖糕。等全认了一遍，慈渊才放开他的手，都买些回去，你慢慢吃。师尊你真好。宁清堂嘴角都快上天了，哄人的话张嘴就来。师尊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师尊，能拜你为师我可真有福气。说完都不等慈渊回应，从摊主手里接过那些糕点就开始吃，边吃边走向下一个卖零嘴的小摊。慈渊到了嘴边的话就这么硬生生咽了回去，这是真的开心。可惜是因为有吃的和有人给买吃的，跟买的人是谁没关系。堂堂剑尊拿着一堆糕点无奈的摇摇头，眼底却满是宠溺。小没良心的，师尊这个好香，师尊我想吃那个，师尊这个能多买一点吗？宁清堂在前面走，慈渊一路跟在后面付零食，就这么买遍了路边所有的小零嘴。买完，宁清堂还指着城内最大的酒馆，一脸天真的问：
师尊，这是什么地方？里面好香。他就插在脸上写着想进去吃几个字了。慈渊走到他身侧拉住他，里面人多，不要乱跑。知道了，我一定跟紧师尊。进门后，慈渊要了个楼上的雅座，还未坐定，便递给小二一袋零食。所有菜都上一份，够吗？小二拿着袋子眉开眼笑，够，您稍等，马上给您安排。说完一路小跑着去了后厨。宁清堂看着那鼓鼓囊囊的袋子，都替他心疼。那么多零食，别说是吃饭了，就是买这半个酒馆都够了。大冰块可真有钱啊，活得久就是好，家底一定相当殷实，富得流油。要是能再多骗点零食就更好了。大魔头越想越觉得可行，做足了乖巧天真的模样，靠过去。师尊啊，这一路真是辛苦你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要不你给我一点那个石头吧，我自己付钱，就不麻烦师尊如此劳累了。他一开口，慈渊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了，无视他眼底的期待，拒绝道：不必，一点小事算不得麻烦，鱼饵就是要放在自己手里才有用，都给出去鱼就跑了。那我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也需要啊，师尊给我一点吧，一点点就好，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加倍孝敬师尊。宁清堂不死心，又抱着他的胳膊晃。慈渊淡定的喝了口茶，你不会一个人出门，日后下山我都会与你一起。宁清堂傻眼了，为什么？这是看徒弟还是看囚犯啊？总跟着我以后怎么找机会跑路？你性子过分活泼机灵，自然是怕你在宗门内待不住，偷偷跑了。被戳中心思，宁清堂表情僵了一瞬，很快又粘上去继续纠缠。怎么会啊？师尊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师尊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想离开师尊呢？肯定要日日陪伴师尊左右才。慈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宁清堂犹豫着闭了嘴，随即周围的嘈杂声也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串清脆悦耳的叮铃声。你方才说？慈渊低头看向他带着铃铛的脚踝，不想离开师尊，要日日陪伴左右啊。宁清堂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这破铃铛怎么这么厉害？我是说我肯定不会偷偷跑掉，我000。宁清堂这个变态到底从哪弄来的破铃铛，还让不让魔活了？刚才还一个劲耍小聪明的人，渐渐变得一脸菜色，低着头不出声了，看起来相当沮丧。慈渊撤了阻挡外界声音的结界，铃铛声很快便被淹没。雅间内一阵沉默，恰逢小二来上菜，慈渊用灵力进了碗筷放到他面前，指尖轻轻点了点桌面，尝尝，若是喜欢吃，日后便带你常来。那语气那声音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一副疼爱徒儿的好师尊模样。宁清堂试探着抬起头叫了他一声师尊。还能答应，应该是不跟我计较吧。大魔头最会能屈能伸，当即可怜巴巴的抬眼看他，师尊你会不会不要我了？我不是故意。不会，说的这么干脆，都把宁清堂给整不会了。大冰块这么好说话的吗？不会吧，当年交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第一次跟他打架，我都逃回魔界了，他还追过去把我本命剑打出2道裂痕。大魔头相当记仇，到现在还记得那裂痕在哪里，是什么形状。真的吗？宁清堂不太信，就是对徒弟也有点过分宽容了吧。我既是你师尊，又怎会与你计较？先天灵体本就是要细心教导，性子顽劣些也是常事。慈渊说着，还把他一直偷瞄的叫花鸡往他面前推了推。吃吧，借口他都帮忙找好了。宁清堂一听，瞬间放心了，拿起筷子就开始吃。慈渊在旁边看着他脸上满足的笑，心里又庆幸又心疼。庆幸他太过好骗容易安抚，又心疼他这性子是如何独自一人在魔界度过300多年，从一介凡人修炼到渡劫期，成了世人口中天资卓绝的大魔头。那时他不知宁刹便是他苦苦找寻的清堂，数次交手都不曾留过情面。虽说宁清堂靠着一身修为和自身机灵未曾受过重伤，但他知道真相的这10年没有一日不后悔，所以也怪不得宁清堂防备他，还想算计他。若是此时恢复了修为，以宁清堂的性子，不伺机要杀他才奇怪。宁清堂吃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他一直盯着自己，被看得有点猛。师尊你不吃吗？问完了，他才后知后觉的想起来，正道修炼只在修心，辟谷后便要戒了口腹之欲，怕珍馐佳肴影响到心。一想到这件事，宁清堂直接夹了肉往他嘴边送。师尊你也吃，这个很好吃的，给老子吃。道心不稳好啊，最好是生出心魔折损修为，到时候看你还怎么整天仙风道骨高高在上。他正想再多劝劝，万万没想到慈渊就这么张了嘴，慢条斯理的用他的筷子把那肉给吃了。宁清堂一脸懵逼，看看他再看看自己手上的筷子，整个人都僵住了。不是你真吃啊？这筷子我用过的，我刚才还叼在嘴里过。慈渊把他的震惊和不知所措都看在眼里，一本正经的点点头，确实味道不错啊。师尊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宁清堂干笑2声，收回筷子，纠结的头都大了。这筷子还能继续用吗？可是他就这么看着我，换了筷子是不是不太好？他都没嫌弃我，
我这么明显的嫌弃他，有点说不过去吧？还得指望从他那片宝物让他伺候，我给我当打手呢。他眼里的纠结都快溢出来了。慈渊拿了新筷子递过去，语气严肃，日后不可再如此与他人同食。说完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师尊可以。慈渊不介意，宁清堂也就懒得装了，换了新筷子继续吃，还时不时给他加点。本来是使坏让正道魁首尝尝满足口腹之欲有多快乐，结果他给了慈渊就吃，不给人家就依旧朗月清风的坐在一边看，眼神平静如水，完全看不出一丝一毫对美食的向往。宁清堂这都不上瘾，果然他们正道修炼都修傻了。拼命修炼是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过得更好啊！享受生活都不会，天天说什么正邪不两立，顺应天道灭人欲，装得一个比一个清高。修真界迟早要完。宁清堂一边腹诽一边偷偷翻白眼，最后他也懒得投喂了，就自己埋头苦吃。慈渊在旁边看得眉头越皱越紧，几次想开口拦一拦，却在看到他放光的双眼时放弃了。怎么说，如今也不是凡人之躯了，又有修为傍身，不曾满足口腹之欲，多吃一点应当不碍事吧。于是宁清堂一个人吃完了大半桌的菜，满足的长叹一声后，扶着肚子瘫在椅子上不动了。师尊，我们找个地方睡一觉吧。慈渊给他添茶的手抖了抖，表情肉眼可见的有些僵硬。找个地方做什么？睡觉。宁清堂打着哈欠，眼睛半眯着。我有些时困，走不动了，睡一觉再回去吧。意识到他说的睡觉就真的只是困了要睡觉。慈渊沉默了一瞬，那便去睡吧。宁清堂连连点头，还不忘继续说好话哄他。我就知道师尊最心疼我了。明知道他都是随口一说骗人的，慈渊眼底还是不受控制的染上了笑意，盯着他的肚子柔声询问，可有不舒服？就是特别困。宁清堂起身，慢慢悠悠的走了2步，表情逐渐古怪起来，好像还有些酸痛。不应该啊，我从前吃再多都不会不舒服，难不成是先天灵体的问题？慈渊紧张的拉住他的手腕，探了脉象，又用神识查看了他的肚子，最后语气平静的下了结论，只是积食而已。先天灵体为天地灵气所化，不宜承受太多五谷。太多2个字他还加了重音。宁清堂看着桌上没了大半的饭菜，耳尖慢慢染上了红，小声嘟囔着婉尊，谁知道先天灵体会这样？我第一次吃到这些好吃的，又那么香，我怕以后吃不到了，才多吃一点的。啊，丢死人了！这具身体也太坑人了，我一个大魔头竟然贪嘴吃鸡食了，传出去还怎么活？他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从耳尖到脖子都透着一层薄红。慈渊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才压下笑意开口，怪不得你又不懂，是我考虑不周，没有及时阻拦。说着直接俯身把他横抱起来往出走，边走边承诺，日后常带你出来吃，不必担心吃不到，即便看不到自己现在的模样。宁清堂也能感觉到脖子和耳朵都热得发烫，想强行压下又不敢动用灵力暴露魔气，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索性破罐子破摔，眼睛一闭，把头埋进了男人怀里。看不到，大冰块肯定看不到我脸红，要是看到了，日后本尊恢复了修为，就先挖了他的眼睛。不知道是不是他太过紧张出了错觉，竟然感觉到男人胸口颤了颤，像是在笑，不过很快就被他否定了。大冰块整天顶着一张冰块脸，怎么可能会笑？慈渊是真的笑了一下，心上人主动投怀送抱，还乖乖往怀里埋，任他修为再高也承受不住这种甜蜜，嘴角上扬起来根本不受控制，也不是完全没机会的，至少他不排斥与我亲近。若是换了娇弱女子，哪里抱得起他？一个自欺欺人装鸵鸟，一个努力压着上扬的嘴角尽量放慢脚步，两人就这么去了隔壁的客栈。慈渊要了一间房，把人放到床上后也没走，手上加了些灵力，轻轻放到他肚子上，慢慢的揉一揉会好些，下次不可再贪嘴，想吃随时都可以吃，身体要紧。哦，宁清堂闭着眼睛不肯面对现实，过了一会儿才抓住重点，眼巴巴的去看他，真的随时都可以吃吗？随时能吃那些饭菜，不就等于随时都可以下山？当年死得太惨，本命剑都碎了不知多少段，想要恢复全盛时期的修为，还是要找回碎片重铸本命剑的。若是能经常下山暗中寻找，再好不过。自然，慈渊微微颔首，不过你要听话，不可偷跑，更不可肆意妄为，四处惹祸。明白，惹祸不让你知道不就行了？宁清堂甜甜一笑，我一定会听师尊的话的。师尊让我往东我便往东，让我往西我便往西，都听师尊的。慈渊应了一声，心道他要是真这么听话就好了，可惜那漂亮的狐狸眼里全是鬼机灵，怕是一时看不住就要惹祸。师尊你揉得好舒服啊。宁清堂本来就困，他手上带着灵力热乎乎的，力道又正合适，揉着揉着眼睛就有些睁不开了。睡吧，睡一觉便好了。大魔头也不客气，十分适应被人伺候，让睡就睡，没一会儿就闭着眼睛睡熟了。慈渊手上动作不停，一边看着他的睡颜，一边继续帮他揉肚子。
直到基石都被先天灵体化解为灵气散于他体内，才准备收回手。只是刚动一下，袖子就被抓住了。熟睡的人抓了他的袖子，动作熟练地往怀里抱。这熟悉的场景让慈渊愣了许久。撒娇抓袖子，睡觉要人陪也抓袖子，这习惯还真是一点没变。昔日又穿着女装，举止娇气，动不动就要背要抱，也难怪自己从未怀疑过他是男人。被骗得分不清男女，就一头栽入情结之中。慈渊就坐在床边，任由他抱着自己的袖子睡，另一只手试探着抚上朝思暮想了几百年的脸。他惊醒他，又舍不得放开，若即若离的流连，满眼宠溺。也不知这小骗子何时才能想起自己。宁清堂睡醒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体内灵气充裕，这一觉睡得过于舒服。睁眼时颇有些不知今夕何夕的意思，刚要开口叫侍女进来，冷不防被怀里抱着的胳膊吓了一跳，眼底杀意乍现。清堂，耳边传来有些熟悉的嗓音。宁清堂汇聚灵力的动作一顿，杀意缓缓被心虚的笑容取代。我以为是被子，就抱了一下，边说边放开怀里的胳膊，暗暗观察男人的表情。从前被人追杀惯了，有些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也不知道这大冰块有没有发觉我身上转瞬即逝的杀气。慈渊一直在守着他，哪里会错过他一丝一毫的动静，却并未戳破，还替他找足了借口。可是做了噩梦啊，对，我有点吓到了。宁清堂赶紧顺着他的话往下说，还做出一副害怕的模样。师尊在，别怕。慈渊轻身把他抱住，手掌轻轻在他背上拍了拍。下意识的反应骗不了人，睡醒时防备本该是最弱的，他却眨眼间便起了杀心。可想而知从前他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又在相似的时候经历过多少次九死一生的危险。慈渊心疼的把人抱紧了几分，无论何时都有师尊护你安好，你安心便是。宁清堂领悟不到他那话里的深情，只当他是关怀徒弟，是之前照顾那3个徒弟留下的习惯。见他没发觉不对，就又开始毫无心理负担的哄骗。还好有师尊在，不然我肯定会吓死的。师尊，你有没有什么能安神的东西啊？做噩梦好可怕。这么明显的暗示，慈渊哪会不懂，直接到储物戒里拿了条大红色的珠串戴在他手上，这上面都是极品护魂玉，不只有安神的功效，还可养护神魂。你拿去戴吧。本来颜色就正中宁清堂的喜好，一听说是极品护魂玉，他两眼都快冒红光了。老子当年为了抢一块上品护魂玉都得拼命，极品的他竟然有这么多，还不好好珍藏，给做成了手串。暴殄天物就不说了，他娘的他为什么这么富？一块极品护魂玉就能在魂飞魄散时护住一缕残魂，这可是绝对的保命神器。宁清堂万万没想到自己一骗就骗来个这么贵重的，一边羡慕嫉妒恨，一边爱不释手。原本那些护魂玉就是给他准备的，可惜一直没用上，也是最近慈渊才亲手串成了手串，还尽数淬炼成了他喜欢的红色。见他这么喜欢，慈渊心里便有了数，这些年为他积攒的宝物不计其数，日后都改成红色，时不时拿出一件给他，定然能讨他欢心。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好啊，现在就走吧。得了宝物的宁清堂相当好说话，当即起身拉着他往出走。只不过说是一回事，真出门了，看到晚上街边热闹的各种小摊，有人又走不动路了。师尊，你看那个花灯是不是挺好看的？他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疯狂暗示，哪里有半点魔尊的样子，比孩童稚子还要纯真几分。慈渊嗓音里不自觉多了些纵容，喜欢便买。多谢师尊。宁清堂毫不走心的道了谢，立刻伸手去拿花灯。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还有这个，一口气拿了10几个，到手就往身后的男人怀里塞，最后自己手上只留了一个红狐狸样式的，美滋滋的继续往前走，完全忘了后面还有人。慈渊抱着花灯无奈的叹了口气，挥手全收进了储物戒。说好的回宗门他也不走回去的路，自己想去哪就往哪跑。慈渊不紧不慢的跟在后面，眼看他要踏入夜里最热闹的花街柳巷，瞬间变了脸色，赶紧瞬移过去将人拉住。此处不可。小师弟，师尊。颜齐正要走进巷子，看到两人先是一愣，随后强忍着腹痛慢慢靠近，笑着问道，这要巧，师尊你也是带小师弟来喝花酒？慈渊本就透着冷意的脸上彻底覆了一层寒霜，可惜旁边的两人谁也没注意，宁清堂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颜齐的话吸引了，凑过去贴在颜齐耳边偷偷询问，二师兄，师尊是这里的常客吗？慈渊见尊不近女色，我就说他是个道貌岸然的虚伪小人，难怪把护魂玉做成手串，怕不是本来准备要送哪个红颜知己的。正道魁首是青楼常客，这么大的秘密要是传遍修真界，嘿嘿嘿。不等颜齐回答，他就被人扯着后领扯走了。一道冷冰冰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本座从不出入烟花之地。宁清堂懵了，不可能，他没来过，颜齐怎么会那么问？颜齐也懵了，我就随口一问，小师弟是怎么听出师尊常来的？不是，师尊你为什么那么看着我？啊疼疼疼！和慈渊对视的瞬间，颜齐捂着肚子，疼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哀嚎着求饶：“师尊，师尊，我可是你亲徒弟，这真会疼死人的。”你刚嚎了一句就被下了禁言术，颜齐只能龇牙咧嘴的无声喊疼，对着慈渊又是行礼又是讨好的笑。慈渊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语气冷漠，举止无状，口无遮拦：“回去再找你大师兄跪香2个时辰。”说完拉着宁清堂就要走，却反被抱住了胳膊：“师尊，你看，你也没去过，我也没去过，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宁清堂疯狂放射眼底的期待：“来都来了，去看一看吧，我看进去的那些人都好开心啊，去看看吧，没去过没关系，本尊带你去，让你去一次就流连忘返。正道魁首沉迷烟花之地，醉倒温柔乡。我再用留影石留下影像，在6界广为流传，光是想想就好刺激。不去，你也不许去。”慈渊严厉拒绝，直接揽住他的腰，不由分说的把人带走了，嘴上还警告道：“若是被我发现你敢偷偷去，绝不轻饶。”知道了。宁清堂嘴上答应的痛快，实际上根本没往心里去。你不去还不许别人去了，去了又能怎么样？不就是跪香吗？又跪不死人，就是累了点。不过还是找个人一起去更好，出事了得有人扛啊。宁清堂眼睛一转，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在了颜齐身上，就他了，他常去，熟门熟路还傻，是个背锅的好人选。下山一次带回了一堆吃的玩的，宁清堂的好心情一直持续到了第2天，然后猝不及防被宣尘泼了一盆冷水：“小师弟，你该抓紧时间背门规了，入宗门1个月后就要考核门规的，考核不过不只是给师尊丢人，还要被关禁闭，直到背下来为止。背门规是指……”宁清堂表情僵硬的指了指他手里那无纸厚的书：“背这个。”“正是。大师兄你开玩笑的吧？”宁清堂拿起那本门规比划了一下，这么厚的一本书，几千条门规，1个月怎么可能背下来？所以才叫做考核。宣尘认真的给他解释，这是最基本的考核，修道一途勤奋至关重要，1个月严于律己，卯时起床背诵，子时休息，背下门规绰绰有余，那不就是1日只休息2-3个时辰？有那么一瞬间，宁清堂真想把那本破门规砸慈渊脸上，然后直接跑路。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告诉他还有这种规矩？这不是骗魔吗？把本尊骗来做徒弟就不管了，谁要背你们正道的门规？今日已经耽误了3个时辰，小师弟快些开始背吧。宣尘把门规放在书案上，还贴心的帮他准备好笔墨，见他呆在那里不动，嗤笑一声，直接把他拉过去坐下：“小师弟你如此聪慧，定然能顺利通过考核，不必担忧。”说完便走出去帮他带上了门，还设了结界隔音，认真为他创造舒适的背书环境。大魔头万事随心，行事从不守规矩，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门规，简直堪比看天书，一个字也不往脑子里去。呆坐了1刻钟后，终于压不住内心的愤怒了，生生用指尖折断了上好的白玉笔：“师尊，不是说什么都能帮我吗？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事帮了，本尊马上认别人当师尊去。”宁清堂吼完就怒气腾腾的坐在原地等。片刻后，门外果然有了慈渊的气息，大魔头秒变委屈脸。慈渊进门时看到的就是他委屈巴巴将哭不哭的模样，可怜极了。师尊呜呜，我要死了。虽然不知道他这是做什么妖，慈渊还是快步走过去耐心询问发生了何事。大师兄说要背门规，还要考核，我背不下来。宁清堂拼命往出挤眼泪，可惜还是一滴也没有，但并不耽误他越哭越伤心。师尊你一定要帮我啊，我会累死的。慈渊锦帕都拿出来了，正准备帮他擦眼泪，看到他一滴眼泪也没有的小脸，沉默一瞬，又不动声色的把锦帕收回去了。尽力而为就好，若是考到你未曾背会的部分，可怜慈渊剑尊活了几千年也没做过弊。憋了半天才继续说道：“到时我可传音于你。”宁清堂一听，瞬间就不假哭了：“我就知道师尊不会忍心看我累死的，师尊真好，日后清堂一定好好报答师尊。大冰块还真挺靠谱，不背了不背了，晚上找颜齐喝花酒去。报答吗？”慈渊眸色幽深的盯着他：“师尊记下了。”宁清堂一点没当回事：“记吧记吧，反正你等不到的，到时候本尊恢复修为早就跑了。”他想找颜齐，颜齐却不知道跑哪去了。平时总想方设法靠近他，今日一整日也不见人，反倒是下午宣尘又来了一次，见他在后山斗仙鹤，语气颇为无奈：“小师弟，门规背会了吗？”“会了会了，我心中有数，大师兄放心吧，你师尊会帮我作弊的，就不劳你操心了。”宣尘不疑有他，还欣慰的直点头：“小师弟果然聪慧过人，这是师兄新得的暖灵玉，夜里寒凉，小师弟背门规时可抱在怀中。寻常暖灵玉都是手掌大小，再大也就2只手那么大，他送的这块足有半人高，得是从哪个极品灵脉里直接挖出来才能有这个体积。果然是慈渊那大冰块的徒弟，一脉相承的大方啊！多谢大师兄，大师兄你真好。”宣尘越发欣慰了，又给了他几颗清心静气的丹药：“你安心背门规，师兄明日再来看你，有哪里不懂尽管问师兄。”
离开时正好碰到慈渊，宣臣上前行礼，还不忘夸奖宁亲堂：“师尊，小师弟勤奋好学，乖巧听话，还天资卓绝，比另外2个刚入师门时好了太多，实乃师门之幸啊！他日定能成为正道中流砥柱。”他这一顿夸，除了天资卓绝以外，哪个词用来形容宁亲堂都离谱极了，更别说是成为正道的中流砥柱。慈渊头一回面对徒弟有些语塞，另外2个徒弟都性格跳脱，只有这大徒弟循规蹈矩，一心向道。他日看清宁亲堂的本性，怕是不太受得了打击，也不必太过寄予厚望，顺其自然便好。师尊教导的是，徒儿未曾给小师弟太多压力，对外也低调得很。师门内知晓小师弟是何等天骄便够了，免得徒增外人嫉妒。慈渊罢了，他还是太过年轻，以后自己慢慢经历打击也算是一种修行了。徒儿还有一事相求，见他心情似乎还不错。宣臣试探着说道：“昨日延齐回来后，腹部和口舌疼痛不止，2个时辰的香已然跪过了，他也知错了，师尊可否给他解？疼够了才能长记性。”慈渊从他身边走过，晚些时候会自行解除，不必理会他。想到昨日宁亲堂对那花街柳巷跃跃欲试的眼神，慈渊就脸色越来越冷，心知他肯定会找机会再去，便忍不住把人看得再紧些。等他在后山找到宁亲堂，正看到人靠坐在树下，怀里抱着一大块暖灵玉，迫不及待地低头咬了一大口。慈渊，亲堂。慈渊瞬移过去阻拦，直接把手伸进了他口中，及时取出了要被他吞吃的暖灵玉，语气严肃：“昨日不是买了好些吃食，为何要吃这灵玉？好口腹之欲也不是什么大事，多买些吃的满足了便是，吃灵玉算是怎么回事？怎可拿这副来之不易的身体玩闹？”宁亲堂也知道这行为离谱得很，但他已经忍了许久了，还是忍不住，只能弱弱地回了一句：“就是，我说我真的只是饿了，你会信吗？你饿了，先不说他有修为傍身，就是没有修为，光是先天灵体这一点也不可能让他像凡人一样会慈渊对这个理由完全不能理解，确实是很离谱，宁亲堂也这么觉得，但他是真的觉得就是我看见这个就觉得饿了，特别想吃，倒忍不住，本来是先打算咬一口试试，还没吃呢。宁亲堂扬着下巴朝他手上的一小块暖灵玉示意了一下：“你就来了。”2人对视着，双双沉默。先天灵体喜欢吸收最纯净的灵气，慈渊是知道的，但都是炼化，直接用嘴吃简直闻所未闻。慈渊低头看了看手上那块暖灵玉上整齐的牙印，但是能这么轻易咬掉暖灵玉是不是也不太对？除了还有没有别处不是？宁亲堂摇了摇头。慈渊盯着他的嘴沉思片刻，张嘴做神。猝不及防，宁亲堂一脸懵逼。慈渊不语，只表情严肃的继续动作：“应当无碍，先吃一点试试。”其实慈渊觉得应该是他的魔气和先天灵体融合后才会出现这种怪象，连牙齿都变得锋利坚硬到适合咀嚼灵石了，只是不方便说与他听。宁亲堂倒是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他声音有点奇怪，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可惜没看出来什么。那我真吃了。我不会死吧？一直走野路子修魔的大魔头知识储备几乎为零，再看不上他们正道，这种时候也不得不指望他。现在倒是知道怕了，刚才准备吃的时候也不知道先问问。慈渊俯身把手里那块暖灵玉直接喂给他：“我守着你，不会有事。”他这么说，宁亲堂就放心了，当即嘎嘣嘎嘣的咀嚼起来。能用来炼气的灵玉被他吃的跟糖豆一样，没一会儿就咽下去了。可有哪里不是？应该没有，就是。宁亲堂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这里好像有点发热，不是特别热，暖乎乎的感觉。慈渊也伸手在他肚子上摸了摸，起初是隔着衣物，最后直接伸了进去，一寸一寸细致的抚摸。宁亲堂等得着急，忍不住追问：“怎么样？摸出是怎么回事了吗？”“摸出了，肤如凝脂，触手生香。”慈渊心里默念了一句，收回手，一本正经道：“应当是灵玉内的灵气在被你吸收，意思就是我吃石头也没事，可以继续吃了，对吗？”慈渊话音还没落，宁亲堂又抱着那半人高的暖灵玉开始啃，看得出来是真的饿到受不了了，嘎嘣嘎嘣，咔嚓咔嚓。看他吃的这么香，慈渊忍不住问了一句：“好吃？”宁亲堂疯狂点头，他忙着埋头苦吃，丝毫没发现身边的男人听完这句话脸色微微有些难看起来，比昨日买的糕点零嘴还要好吃。不是一样的感觉。宁亲堂认真想了想，糕点零嘴是很香，这个是忍不住想吃，总之就是特别好吃。慈渊脸色更难看了，以为已经精准投其所好了，结果竟然比不上一块普普通通的暖灵玉。你干什么？吃的正欢，突然被抢走了灵玉。宁亲堂当场炸毛：“你抢我吃！”面前多了一堆小山丘似的红色灵石，大魔头眼睛都移不开了，当场改口：“你抢我吃的抢的对，抢的特别好，建议以后多抢一点。这些都是极品灵石，比那暖灵玉灵气充裕数倍，
慈渊随手把暖灵玉往自己的储物戒里一扔，既是要靠吃吸收灵气，自然要吃灵气充裕的。宁清堂疯狂点头，师尊说的对，这些都是给我吃的吗？多谢师尊，果然还是师尊对我最好。慈渊不动声色地勾了勾嘴角，看他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吃零食，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比你大师兄还好？那当然了，嘎嘣嘎嘣，师尊最好，在我心里谁也比不上师尊。慈渊满意颔首，一挥手又在他脚边堆了一大堆极品零食，全是他最爱的红色，本来是特意淬炼成红色，想日后慢慢送给他的，现在给他吃了也一样。宁清堂彻底被零食迷了眼，连带着看他都双眼放光，还是师尊最疼我。世上怎么会有修为这么高，这么俊美又这么疼爱徒弟的师尊？能做师尊的徒弟真的太幸福了。慈渊被哄得眼底的笑意压都压不住，盯着他嫣红的嘴唇，眸色渐深，嘴这么甜，想尝尝。宁清堂吃零食的速度堪比风卷残云，没一会儿那一堆零食就吃了一大半。慈渊见他速度越来越慢，还以为他是吃累了，想让他休息一会儿慢慢吃，结果一走近就看到他双颊酡红，眼神也迷离得很。清堂，宁清堂动作缓慢的转头，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他的脸，表情一致，满眼都是疑惑。大冰块，你这人怎么不笑啊？天天顶着张冰块脸，以后就叫你大冰块吧。大冰块，你总盯着我看什么？没见过这么高的姑娘吗？我天生就这么高。大冰块，你什么时候来给我送藕粉糖糕啊？我就剩最后一块了。听到这跨越了300年时光的熟悉称呼，慈渊瞳孔骤缩，你可是记起了什么？什么？记起了什么啊？宁清堂嘟嘟囔囔的吐字都不太清晰，随手捡了块零食砸他，烦死了！正道的王八蛋大冰块竟然入本尊梦境，平时打不过你，梦境不可能打不过，砸死你！慈渊愣愣的看着他，摇摇晃晃的朝自己走过来，手上还一副要召唤本命剑的手势。不得不认清一个很离谱的现实，宁清堂吃了太多零食，醉了。旁人醉酒，他醉的竟然是灵气，估计又是先天灵体的缘故。否则宁清堂要是知道会醉灵气，一定不会吃那么多零食。慈渊心知此等机会千载难逢，当即手上快速结印，在他扑过来打自己时给他用了迷魂术。虽然效果比不上摄魂术，但胜在不会损伤神魂和身体，寻常时候这种术法根本奈何不了他。好在他如今醉得足够迷糊，只刚开始挣扎了一下，想要用灵力阻挡，奈何反应有些慢，很快就沉浸在迷魂术中，有问必答。清堂，慈渊抬手在他眼前划过，发现他眼神确实迷离的足够呆滞空洞，这才放心的询问，清堂，你可还记得我是谁？声音听起来与平常无异，却紧张的指尖都在不断收紧，暗暗祈祷他哪怕神魂深处还记得自己一点点也好。你是大冰块。宁清堂回答的很快，几乎毫不犹豫，这称呼让慈渊又惊又喜，不等做反应，却又听到他继续说，慈渊剑尊，死变态，正道第一大王八蛋，仗着修为高见面就打本尊，等本尊修为超过你了，定然狠狠捅你几剑，废了修为抓你回去作为奴为仆。即便是被迷魂术控制，他那表情都恶狠狠的，一看就是真心记恨着，还记恨了许久，也难怪醉了之后以为在梦境中都还想要打架。我不是有意。堂堂剑尊被骂得心虚不已，正事都要忘干净了，连忙解释，却因为太过紧张说得磕磕绊绊。那时我不知是你，若是早知道宁莎便是清堂，哪里会？解释到最后，慈渊都有些失笑。现在说清楚又有什么用？他清醒了也不会记得，就是清醒时赔礼认错，也不见得能被原谅。魔尊宁莎在位137年，两人交手19次，他没有一次没将其打伤过。若不是宁莎逃得快，又确实天资奇高，怕是早已被他斩杀都未可知。世人都说他们是死对头，正邪不两立。从前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事，也没想过去了解宁刹，遇见了便想速战速决，一心把时间都花在寻找他的清堂上。谁知心心念念的人便是与他见面就打得你死我活的死对头。慈渊看着此时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人，脑海里闪过的全都是当年见到他尸身的模样。鸿蒙石现世引起6界纷争，到魔尊宁莎身死他都不曾理会，是后来鸿蒙石不受控，他才不得不赶去降服，却在那鸿蒙石上感受到了他苦寻300余年的一缕残魂，而那残魂的源头正是魔尊宁刹落在鸿蒙石上的心头血。那一刻他心魔发作，却未曾被任何人知晓，只平静的收服鸿蒙石，又带走魔尊宁刹尸身，撕裂空间回了落剑锋。青面獠牙的面具下果然是他魂牵梦萦几百年的脸，可那张脸的主人却并不是梦中那活泼粘人的小姑娘，而是个男人。慈渊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都忍不住苦笑，当时他有多震惊，肆虐的心魔都硬生生被心上人是个男人的事实惊到安静了。小骗子！慈渊抬手在那白嫩精致的小脸上捏了捏，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天生就过分高大的女子，整日骗吃骗喝，当真是骗惨了我。
说着又重重叹了口气，日后说清楚了陈年往事，在修真界这100余年的新仇，又要如何求得你原谅才好？本来就是记仇的性子，心里怕是恨死我了。慈渊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恨不得倒转光阴回去，让他重伤自己19次。日后我将身家性命都交于你，也不知你能不能原谅我。慈渊深觉自己追妻之路必然困难重重，暗自平复了许久情绪，才终于开始问正事。清堂，你是如何从凡间界来到修真界？宁清堂直勾勾地盯着他，眼神迷离的没有焦距。修炼飞升，在凡间界修炼飞升到修真界，这种情况确实有过，但也是万年难得一见。毕竟凡间界灵气稀薄到接近于无，那又是何人教你修炼？是。宁清堂张着嘴，突然没了声音，很快又痛苦地捂住头，疼，好疼。慈渊眸光一凛，赶紧用灵力安抚。看来不只是被人封印了关于自己的记忆，还被加了禁术，不能透露师从何人，且那人修为不低。好不容易等他平静下来，慈渊犹豫许久，最后还是试探着问道：你当年为何要将那20几个宗门灭门？做魔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人界大开杀戒，这才是宁清堂后来成了人们口中十恶不赦的大魔头的原因，也是最后被正道围杀的因果。宁清堂眼神有那么一瞬几乎要恢复清明，却在慈渊的灵力压制下没能挣脱迷魂术，但声音明显与方才不同，带着彻骨的恨意。因为他们该死，当年活泼善良的小姑娘不会滥杀无辜，定然是那些人做了什么事才会被灭门。这一点慈渊早就猜到了，只是查了10年也没查出一点线索。闻言继续追问道：为何该死？就是该死，他们都该死。宁清堂始终没有说出具体原因，身上也隐隐有魔气浮现，这一次无关封印，就只是他自己不愿说，因为触及到了他内心深处最不愿再被提起的事，甚至引得他无意识想冲破迷魂术。好，该死，他们都该死，不要讲了，我不问了。慈渊把他抱进怀里，放柔声音，加强灵力安抚。睡吧，睡一觉就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在，无论何时我都会护你周全。话音落下，怀里的人沉沉睡去。慈渊抱着他回了寝殿，把人放到榻上后，盯着他的睡颜看了许久，最终还是忍不住俯身凑近，偷偷做了之前就想做的事，蜻蜓点水的吻一触即分，却足够对他心心念念了300多年的男人抚平多日来的躁动。慈渊上扬着嘴角，满眼都是在自己床上安睡的人，心中不停回味刚才那个吻，确实是甜的。宁清堂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2日清晨，睁眼时本来满心迷茫，结果看到床边守着好几个人，瞬间被吓精神了。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那一个个的，除了宣城委婉一点，剩下2个就差眼冒绿光了，仿佛在看什么怪物一样。颜齐疼到表情扭曲，嘴唇都打颤，硬是靠着毅力凑到了他身边，声音颤抖，但并不影响语气中的赞美和激动之情。冲击都要吃灵石灵玉，小师弟，你果然是个神仙妙人，难怪如此貌美。师兄日后定然为你做画像万幅，供6界欣赏传颂。宁清堂，大可不必，万一以后被戳穿身份，你是生怕追杀我的人找不到我吗？他吓得眼都瞪圆了，正要开口拒绝，后面的怀玉直接一脚把颜齐踢了出去。怎么没疼死你呢？滚远点，别在这犯病吓小师弟。冲着颜齐吼完，怀玉在面对宁清堂声音温柔的简直能滴水。小师弟啊，能不能给师姐表演一下吃灵石？当然了，要是能让师姐研究一下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吸收灵气就更好了。虽然表演吃灵石什么的好像有点傻，但这要求比颜齐可正常多了，宁清堂勉强能接受。接茬问道：师姐你是想怎么研究？怀玉不好意思的笑笑：你别怕啊，师姐不是变态，真的是医者的正常研究，就是需要你脱了衣裳。脱衣裳是指外袍？怀玉笑得越发温柔，我要是说需要全脱了，小师弟你能接受？不能。宁清堂裹紧了被子，瑟瑟发抖。这叫什么研究？分明就是女登徒子。小师弟，怀玉拖长了尾音，试图继续跟他商量。宁清堂裹着被子捂紧耳朵，嘴里不停重复：不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宣晨在旁边看着他们闹腾，头疼的揉了揉眉心，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帮谁了。怀玉是真痴迷医术，想要研究，宁清堂不肯脱衣裳也无可厚非，似乎谁都没错。僵持不下之际，慈渊缓步从门外走进来，看到床边混乱的景象，刚要开口，一道火红的身影直接扑了上来，抱着他便往他怀里钻。师尊救我，师姐要让我给他研究。刚才还只是微微皱眉的男人瞬间黑了脸，嗓音冷若寒冰：怀玉，你要你小师弟做何事？怀玉终于从对医术的痴迷中清醒了，吓得腿都软了。是师尊我。砰！他话还没说完，人就被慈渊扔了出去。去思过崖，面壁3日，清心经超10遍，好好清醒清醒。宁清堂一看他连女子都照罚不误，当即来了精神，一指门外想靠近又怕腹痛的颜齐：还有二师兄要给我做画像万幅，供6界欣赏。
师尊，我害怕。慈渊转头看向颜齐，颜齐都不用他动手，直接自己腾空而起，再往地上一摔，嘴里还念叨：我明白，撕过牙我也面壁3日，就不劳师尊开口了。宁清堂看得出来，确实是经常挨罚挨揍了，真熟练啊。状都告完了，他正要从慈渊身上下来，却听到慈渊叫了一声宣尘，你身为大师兄，为何由着他们闹？宣尘一脸懵，这师妹和小师弟，一个是女子，一个年纪和辈分都最小，徒儿实在不知道该帮。还在地上躺着的颜齐高声打断他，你是不是修炼修傻了？当然是帮小师弟啊，师妹就是个母老虎，一言不合就下毒，哪有小师弟柔弱娇美需要人保护？宣尘看看一脸无辜的宁清堂，再看看未曾反驳的慈渊，终于醍醐灌顶，明白了，日后到底该偏宠谁？徒儿知错，日后徒儿定然尽心爱护小师弟，不让小师弟再受分毫惊吓。师尊修无情道，眼里哪有男女之分？师妹虽是女子，在师尊眼中自然也比不过先天灵体金贵。虽然他分析错了，但答案是对的。慈渊微微颔首，这才放开怀里，柔弱需要保护。得大魔头还轻声安慰道，莫怕，日后他们不敢再闹你了。宁清堂点点头，放心了。突然想起好像有什么不对，昨日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自己在吃零食，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你体质特殊，一次吃了太多零食，吸收不完那么多灵气，醉了灵气便睡了。几乎是慈渊刚一解释完，袖子就被抓住了。那剩下的零食呢？小师弟，你难道不该问问自己的身体，或者吃零食还需要注意什么吗？宣尘不解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宁清堂一愣，那些哪有零食重要啊？师尊，我剩下的零食呢？你说了都给我的。宣尘，自己的身体还不如零食重要。慈渊，这贪财的毛病还真是刻进了骨子里，都给你留着呢，稍后你放进储物戒便是。宁清堂终于放心了，迫不及待的让他拿出零食放进自己的储物戒，还没忘要回吃了一半的暖灵玉也收起来，这才松了口气。宝贝还是得在自己手里才踏实，就是有一点不好，颜齐思过去了，还有谁能带我逛青楼喝花酒啊？首先排除慈渊那个大冰块。宁清堂默默把目光移向唯一一个还能自由走动的宣尘，等慈渊一走，立刻天真无邪的朝他笑，大师兄，我被门规背累了，你能带我下山玩一会儿吗？带我去禀报师尊一声，师尊应允了便带你。不行，他反应太大，直接吼出了声。宣尘都被他吓了一跳，小师弟你怎么了？我不能告诉师尊，师尊他。宁清堂秒变委屈脸，师尊不准我出去玩，让我每日只睡1个时辰，剩下的时间都要看书背门规，他知道了会罚我的。宣尘震惊不已，师尊竟对你如此严厉吗？对啊，这样下去我不累死也会被憋死的。大师兄你就带我出去玩一会儿吧，就一会儿。可是师尊那么严厉古板，还不近人情，大师兄你忍心看我萎靡不振，日渐消瘦吗？宁清堂一副马上就要不行了的模样，我还以为大师兄最疼我，这世上大师兄对我最好，原来大师兄说要尽心爱护我都只是说说而已。罢了，当我什么都没说吧。我只玩一会儿。宣尘表情纠结，不可贪玩晚归，也不能乱跑，更不。知道了知道了，都听大师兄的。他话还没说完，宁清堂就先跑出去了。宣尘隐隐觉得后背有些发凉，又想不出缘由，最后只能归结为是自己太紧张了。师尊对小师弟太过严厉了，偶尔出去玩一会儿不碍事的。这个时间师尊一般都在闭关，赶在被发现之前回来就是了。师尊又不能时刻知晓小师弟在何处。小师弟你不要乱跑，说好了下山会乖乖听话，结果一出门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宣尘人都傻了，又不方便动用灵力，只能追在他后面拼命喊，大师兄你快点啊。宁清堂头都没回，离得老远催他，还不忘严严实实捂住自己的帷帽。他又不傻，跟慈渊出门怎么样都没事，反正出事了慈渊会解决，跟旁人出门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这个傻师兄可没有慈渊修为高深能托付性命。两人一个跑一个追，宣尘光想着不能让小师弟跑丢了，不知不觉追进了一条从未到过的街巷。大红灯笼遍布楼阁，胭脂水粉的香气扑鼻，到处都是穿着大胆的姑娘，不停招呼路人进去玩。大爷来玩啊！死鬼，你都多久没来找人家玩了？那一声声柔媚如水的招呼声中，宣尘呆若木鸡，不得不怀疑宁清堂和他说的玩跟这里的玩是不是一个意思。小师弟，这下宣尘也不管能不能当街动用灵力了，快速锁定宁清堂的位置，直接瞬移过去拉住即将进门的人。小师弟，此处不可踏入。为什么啊？宁清堂一脸天真的疑惑。可是他们都进去了，我听说里面可好玩了。这里面是小师弟不谙世事，这让我如何与他解释？宣尘表情纠结，努力斟酌措辞，日后你多了解俗事便懂了。总之这里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快些随师兄回去，师尊知道了要发火的。正道的呆子。
都让慈渊那大兵快给浇傻了。宁清堂憋着坏，稍微动点手脚，就让门口的几个姑娘把宣城围住了。喝花酒的快乐你是想象不到的，体会了就食髓知味了。这位爷第一次来嘛，让奴家伺候您吧。爷，我们这的姑娘各有各的好，您进来就知道了。宣城仿佛进了盘丝洞的唐僧，手脚不敢动，眼睛也不敢乱看，就这么被几个姑娘推搡着进了青楼。宁清堂看他那没见过世面的模样，都快笑岔气了，边笑边挑了几个合眼缘的姑娘，熟练的要了间房，让姑娘们弹琴唱曲。进了房中，宣城慌的额头全是冷汗，又要躲避姑娘们往身上扑，又要忍着不敢伤人。宁清堂却好似回了自己家，听曲赏舞，还有人喂酒，好不惬意。终于对苏醒后的日子有了些真实感，这才有几分魔界的样子，是本尊该有的待遇。在魔界就整日被美人簇拥伺候，宁清堂也不是对人家动手动脚，他就是单纯的享受生活。逛青楼也只是说说话喝喝酒，就是显得纨绔又不正经了些。宣城好不容易摆脱那些姑娘，一抬眼看到他一副轻车熟路的常客模样，当场愣住。小师弟你为何如此熟练？我看外面那些人都这样。宁清堂无辜眨眼，大师兄快说说，我学的像不像？宣城无语住了，憋了半天才磕磕绊绊的憋出一句话，小师弟，我知你聪慧非常，但也不用什么事都学得这么快。完了，带小师弟下山，竟让他学会了喝花酒，待师尊知晓了，可如何是好？见他面露担忧，右眼含悔恨，宁清堂不用想都知道，他是怕慈渊知道，又用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和语气说道，还是大师兄最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告诉师尊，大师兄果然尽心爱护我，还带我来这么好玩的地方。不可！宣城彻底慌了，一张俊脸都吓白了。此事万不可让师尊知晓，否则如何？房中骤然出现一道冷若寒冰的声音，宣城脸更白了，当场对着那声音的方向跪了下去。师尊！宁清堂也吓得不轻，身体僵硬的看着慈渊凭空出现在房中，都来不及变换了惬意享受的表情，就被一道灵力束缚住，眨眼间便被抓去了男人身边。他为什么找来的这么快？以为至少要回去才能东窗事发，结果意外来的猝不及防。大魔头关键时刻反应相当快，一把抱住男人的胳膊，先发制人。师尊，是大师兄带我出来玩的。宣城，虽说确实是我带小师弟出来的，但是小师弟是不是忘了些什么？比如是他求我带他出来，也是他非要走进这烟花之地的。屋内的姑娘们都被慈渊亲了出去，甩锅也没得到回应。男人身上的气息依旧过分危险，宁清堂只能继续胡说八道。我原本下山之前是要禀告师尊的，但大师兄说不必打扰师尊，我便没有禀告。宣城，小师弟是不是说反了？他从小学的就是正道之风，奉行君子端方，做事更是循规蹈矩，实事求是，不可妄言狂语，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一时间满眼迷茫。大魔头哪管什么正道风范，秉承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原则，持续颠倒黑白。大师兄还说此处好玩得很，一进门就找了好多姐姐陪我玩。宣城欲言又止，眉头都皱得要打结了。慈渊盯着嘴里没有一句真话的人，沉默了许久，冷脸用灵力散了他那一身的酒气和脂粉味。哦对，喝酒还没解释。宁清堂绝不放过任何一口锅，也不管宣城受不受得住，都不用打草稿，就直接往他头上扣。拿起酒壶，眼神懵懂的看向慈渊。师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大师兄说很好喝，我尝了，真的是好喝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宣城还有什么不明白？眼神复杂的看了看他那乖巧听话的小师弟，叹了口气，跪直身体。师尊，弟子知错，本想带小师弟见见风尘之事，免得他日后被人诓骗，不曾想惊扰了师尊，请师尊责罚。这下轮到宁清堂傻眼了，不是，你倒是跟我对峙啊，我还准备了好多对峙的话呢，给你锅你就背，你是脑子有急吗？见他这时候愣着不出声了，宣城小心的传音给他，小师弟，师兄一人受罚便是，若师尊还要问其他罪责，也一并推给师兄吧。宁清堂彻底不会了，事情发展的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宣城不与他对峙就算了，怎么还主动要求背锅呢？明明正道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虚伪小人，怎么会有？不对，他一定是装的。正道哪有好人，不都是装的仙风道骨、悲天悯人，背地里却做尽杀人越货、屠戮满门的烟杂事吗？一定是这样，都是装的，只是他装的比那群人更好而已。休想骗本尊再上当一次。眼底唯一的一点触动和良知被宁清堂尽数压下，他装的表情更无辜了。师尊你看，就是师兄带我来的，你为何对我这么凶啊？眼神好吓人。他方才的反常情绪慈渊都看在眼里，也早就猜想到了他对正道中人过分抵触厌恶，似乎是经历了什么事。奈何这些年查遍了他做魔尊宁刹时的所有事，也查不到一点线索。看来只能等日后他敞开心扉自己说了。宣城，你回去跪香，这一次的责罚意外的轻。宣城面露不解，却也不敢多问。
慈渊在他出门时不动声色地往他袖中放了一瓶丹药，传音提点：身为大师兄，有责任有担当，甚好，但也长些记性，下次莫要再被你小师弟骗了。徒儿记住了，多谢师尊。师尊的意思应当是我一人承担责任，爱护小师弟爱护得很好，所以才小惩大戒，还奖励我一瓶高品丹药。已经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也被刷新过3关的人了。宣尘几乎瞬间就翻译明白了，然后忍不住陷入了新一轮的怀疑人生。师尊对小师弟如此宠爱，当真会严厉到每日只让他睡1个时辰？两人暗中有什么交流，宁清堂哪里知道，还以为自己就这么躲过去了，美滋滋的继续装受害者。原来这里是风尘之地啊，我还以为大师兄带我来玩好玩的呢。那师尊你带我换个地方玩吧，难得下山一次，昨日我便带你下山玩过。宁清堂表情尴尬一瞬，我的意思是下次下山不一定是何时了。慈渊并未跟他继续这个话题，只盯着他衣领上比他衣服颜色还要艳红的一处痕迹，语气低沉：为何要换地方？我看你在此处玩得颇为的趣，怕是乐不思蜀了。宁清堂顺着他的目光低头一看，发现不知何时蹭上了姑娘的口汁，心里咯噔一声。明明他只是喝酒，并未占人便宜，也是可以甩锅的事，但他就是莫名的感觉很危险，后背发凉的那种危险。这大冰块休无情道，要是误会我轻薄了那些姑娘，怕不是要当场打死我。不，此处一点也不好玩，那些姑娘总挤着我，我想自己独坐，她们也不许。还是吗？我踏入时看你被人簇拥喂酒，惬意得很。小事慈渊都顺着他，这种事直接一针见血的戳穿他的谎话。怎么会？师尊一定是看错了。宁清堂心虚的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却还硬着头皮死不承认。我当时不知所措，幸好师尊及时赶到，不然。这么说你很期待我来替你解围？看到我来也很高兴。宁清堂疯狂点头，那是自然。师尊一来我心中就有底了，不然一直十分害怕。见到师尊就铃铃铃，脚踝上归心铃的铃声被放大数倍，声音飘荡在屋内，经久不息，也精准传入耳中。宁清堂真的无语住了，这该死的铃铛！本尊修为恢复了，一定第一个砸烂你。他光顾着愤愤咬牙，丝毫没有发现身边的男人越发靠近，直到耳边被喷洒了男人温热的呼吸。你方才说很期待我来替你解围，见到我来很高兴，这种时候当然要拉满求生欲，说些好听的。但宁清堂实在是做不到，他一说违心的话，那破铃铛就响了。大魔头这辈子也没这么怂过，只能耷拉着脑袋，语气诚恳的认错。师尊，清堂知错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这才好奇，又贪玩了些。他以为他要屈辱的再求个几次，万万没想到只说了一句，男人就点头了。为师的清堂乖巧听话，就只是好奇而已，能有什么坏心思，对吗？什么情况？这就没事了。宁清堂觉得不可思议，但也不敢放过这个机会，赶紧附和：对，就是这样，无妨。既然好奇，那亲自探个究竟便是了。慈渊单手揽住他的腰身，乖徒，既然好奇，为师便好好教你。宁清堂，他要教什么？是我想的那样吗？宁清堂脑袋一阵阵发懵，好不容易才找回被吓到快离家出走的神智，一把按住男人的手。你做什么？自然是好生教导徒儿。宁清堂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大魔头感觉这是过于荒谬了，觉得什么乖徒儿也不能再装了，正要调动灵力跟他正面开打，面前突然多了一本书。大魔头再次愣住，下意识收了调动灵力的手。注意到他的动作，慈渊微不可察的松了口气，还真是被他给气糊涂了，险些引他撕破伪装与我动手。罢了，下一下让他尝尝记性便够了，若日后再犯，再真切的给些教训也不迟。时机未到，万不可把人吓跑了。就这么把自己给劝消了气，慈渊没收回放在他腰间的手，一本正经道：好奇的话，为师可详细为你讲解其中要点与心法。反转来的猝不及防，大魔头嘴唇颤了颤，憋了半天愣是没憋出来一个字。你们正道中人是不是全都脑子有疾啊？这种事是能当成修道一样详细讲解的吗？他娘的，果然是死变态。气氛一下从不可描述转到勤学苦修，宁清堂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无语。偏偏慈渊也不说话，就盯着他看。沉默蔓延，宁清堂把自己身上还压着个人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认真思考到底该怎么才能暗戳戳的折腾某个变态泄愤一下。隔壁传来莫名的动静，头一回听这种墙角的大魔头当场呆住。慈渊正要带人离开，见宁清堂脸色薄红，还呆呆愣愣的，险些被逗笑了。逛青楼喝花酒，看着轻车熟路，像是风流浪子，结果却只听到一点声音就羞得不成样子。这反差让单相思了几百年的剑尊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愉悦。说他不谙世事，他满嘴混话；说他通晓风月，他又单纯的如同稚子，半点不曾多想。慈渊不会回答了，
也没办法对牛弹琴似的跟他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最后只能冷脸将人抓回洛剑锋，罚他背了2个时辰门规。其实真不怪宁清堂言行举止如此矛盾，魔界就是比正道开放的多，他虽然不好这些，也敬而远之，但在那种环境下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而且慈渊又是修无情道，他觉得慈渊一定不会像那些龌龊之人对他有别的心思，这才放肆讨论。本来还想休养一段时间再去寻本命剑碎片，这下宁清堂算是坐不住了。第2日又要往山下跑，趁着慈渊没有露面，一大早他就出了洛剑峰，结果刚到归元宗山脚下，被看守结界的弟子拦住了。为何拦我？宁清堂一脸懵，这结界不能轻易让外人进，我不是外人，我还是要出去，凭什么不让？师叔祖看门的弟子恭敬地朝他行了一礼，剑尊有令，不许师叔祖私自离开宗门。不可能，昨日我还出去，剑尊昨晚下的令，宗门上下全都知晓了。小弟子又是一礼，诚惶诚恐，生怕得罪他。师叔祖您请回吧。好啊，好你个大冰块，这跟软禁有什么区别？还传令给整个宗门的人，连人身自由都限制，哪有人这么养徒弟的？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连归元宗大门都出不去。宁清堂气得不行，正要回去找慈渊理论，余光却看到了守门的弟子们都在偷瞄自己。大魔头醍醐灌顶，怎么给忘了呢？他们正道中人现在可喜欢我这张脸了，慈渊那变态我都能迷惑，还搞不定这几个小喽啰。可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啊！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大魔头秒便柔弱不能自理，仿佛下一秒就要委屈哭了。你们也知道我师尊经常闭关，我还没有辟谷，已经连着2日滴水未进了，再不出去吃点东西我会饿死的。这几个守门的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全都是同款的为难。慈渊剑尊确实闭关就见不到人影，4个徒弟2个去了撕过牙，大徒弟更是忙得很，剩下这小徒弟没人管，着实太可怜了些。我也没有衣服穿了，觉得有戏。宁清堂当场偷偷把衣角撕坏一处，指着破烂的衣角，声音越发可怜，你们看，师尊只给我这一件衣服，脏了坏了都没得换，你们若不放我出去买，那我很快就要衣不蔽体了。这么大的归元宗怎么也不至于凑不出一件衣服给他，但美人欲哭欲泣的画面实在让人移不开眼，哪还有人去想合不合理，只想着把他哄高兴了才是正事，可不能让大美人委屈哭了。师叔祖，您别难过了。几个弟子对视一眼，偷偷给他开了结界。您快去快回，莫要让人知晓。搞定。宁清堂千恩万谢的出了结界，走出他们的视线后彻底憋不住笑了，果然全都很好骗啊，早知道这张脸这么好用，做了魔尊之后就不该再戴面具，那样说不定就没有被围杀的事了。大魔头满意的在自己脸上摸了好几把，美滋滋的下山找本命剑碎片去了。按理说去当时生死道消的地方找到线索的几率最大，但宁清堂实在不太方便去，他还没忘自己脚上带着个破铃铛，挂铃铛的引魂绳是真的能带慈渊找到他。话说这铃铛摘下来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吧？觉得这方法可行，宁清堂赶紧找了棵树坐上去，脱了鞋袜就去解脚踝的铃铛，然后铃铃铃铃铃铃，还没有指甲大的铃铛，硬是想出了气壮山河的架势。宁清堂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一阵熟悉的檀木香破空而来，转眼间他就进了那铃铛主人的怀里。慈渊看看他脚上被解了一半的铃铛，嗓音悠悠，徒儿这是想做什么？宁清堂被问得头皮发麻，又被困在怀里，紧紧揽着腰身动弹不得，只能强行解释，我发现他有点松了，就想重新系一下。对他谎话张嘴就来的本事已经有了深刻了解，慈渊也懒得戳穿他，放眼看了看周围景象，昨日罚你背门归前，你保证过不会私自下山，不如徒儿帮师尊看看，此处可还是归元宗，这个出宗门的结界有弟子轮流看守，你又是如何跑出来的？宁清堂悔的肠子都青了，怎么就手那么欠，非得去动那破铃铛呢？距离放那美若天仙又分外可怜的师叔祖出门已经过去了1刻钟，看守结界的弟子还在不停感慨，世上怎会有如此貌美之人。正说着，被谈论的人突然凭空出现在了眼前。师叔祖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弟子们吓了一跳，不等他们多加关心，身后就传来一道寒冰似的嗓音，本座下令禁止他私自离开宗门，他却说无人拦他，尔等可有什么想说的？几个小弟子一脸懵逼，不可置信的看向宁清堂。宁清堂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以为随便甩个锅能少挨罚，谁知道这大冰块竟然跑来找人跟他对峙了。你堂堂剑尊这么平易近人的吗？连看门的弟子都要亲自盘问。大魔头无语死了，眼睁睁看着弟子们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他如何骗人，如何蒙混出了结界，还得生无可恋的站在一边承受几人的眼神控诉。年纪最小的弟子还没习惯，说着说着眼泪哗哗往下流，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诉，师叔祖您怎能如此欺骗我等？我还担心您吃不饱穿不暖，您把我骗得好苦啊！
宁清堂哪见过这种架势，从前都是一言不合就开打，常人见了他这样的大魔头，要哭也是被吓哭。突然有个小孩被他给骗哭了，着实把他给哭懵了，憋了半天才破罐子破摔的憋出一句话：我狗咬吕洞宾，我不要脸，我一肚子坏水行了吧？大魔头一边烦躁不已的说着，一边拿出2块极品灵石塞进他手里。行了了，别哭了，下回不骗你了，还不行？烦死了！说完转身就走。小弟子哪见过这种好东西，捧着2块极品灵石傻眼了，颤颤巍巍的不敢动，求救似的看向旁边，剑尊，既是他给的，那便收着。慈渊嘴上回复着，眼睛却始终盯着某人别别扭扭的背影，眼底满是笑意和无奈。明明本性不坏，却非要装什么无恶不作的大魔头。储物界中有那么多东西，偏偏选了如此珍贵的极品灵石做赔偿，心虚和愧疚都藏着，还故意装作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这性子哪里做得了魔尊？还是留在这做我宠着护着的清堂吧。大魔头心里不是滋味，又心疼那2块极品灵石，回了落剑峰就跑去了后山，边用石子打仙鹤，边恶狠狠地啃灵石。哭，名门正派的弟子哭什么哭？烦死了！正道中人都一样烦人，就会道貌岸然的装好人，小孩也装得这么好。精心养了几百年的仙鹤被他打落了一地羽毛，慈渊看都不看一眼，只盯着那闹脾气的人叹气。最后走过去拿出1袋极品灵石，师尊给你补上就是了。宁清堂一把抓过袋子塞进储物戒，然后才抬头用力瞪了他一眼。就你最会装，本尊是不会信的，正道没有好人。慈渊被瞪得哭笑不得，看他气呼呼的模样，也不知自己给灵石又怎么给出错了，最后只能俯身去抱他。好了，不气了，师尊带你去摘灵果。大魔头气呼呼的表情一顿，沉默片刻后在他怀里瓮声瓮气，我要年份最大的。慈渊失笑，好，刚成熟了2颗1000年份的，都摘了给你吃。1000年份，那可都是用来炼膏品丹药的天材地宝。宁清堂惊呼出声，真的给我吃吗？慈渊应了一声，直接瞬移带他去摘。几颗灵果而已，哪有把我的清堂哄高兴了重要。慈渊说给摘是真的给摘，不止亲自带他摘了1000年份的，还顺手指了棵将近1000年的灵果树。这树上的灵果也快成熟了，你自己多留一些。宁清堂算是盯上了那棵树，早上刚看过，下午又要看一遍，连晚上睡前都得看一眼有没有成熟才放心。以前得来灵果全靠抢，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囊中取物的感觉，一边觉得新奇的很，一边疯狂羡慕。大冰块真的家底好厚，光这满山的灵果就堪比好几处秘境了，要是能都骗来就好了。一想到骗，他就又想起了那个被骗哭的小弟子，拼命压着的良心开始找存在感，弄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假的，都是假的，任何一个正道的人都不能相信，小孩也不行。本来就因为这事脾气不顺，一日宣臣竟然又来看望他，还给他带了新的暖灵玉。宁清堂不以为意，想着一定要拆穿他的真面目，于是又让他带自己下山玩，等着看他发火。结果宣臣只是表情纠结的看着他，语气还带着些无奈，小师弟，师兄知道你性格活泼，想多出去玩，但是师尊不许，若是再带你下山，定然要惹怒师尊了。他为什么不生气？不提昨日我把祸事推在他头上？不对，肯定是他还在装。大魔头打死也不相信正道中真有他这样的好人，软磨硬泡的继续怂恿他带自己下山。没想到刚磨了几句，宣臣竟然犹豫着答应了，还极为认真的反复嘱咐他，师尊下了令，不许你私自出宗门，师兄偷偷带你出去，不过不许去烟花之地了，若是中途再被师尊抓到，你便还把责任推给师兄。宁清堂下山的脚步顿住了，你为何不计较我昨日今日还这样？都是同门师兄弟，有什么可计较的？宣臣不甚在意的笑笑，你是小师弟，我身为大师兄，受罚这种事自然要主动些，尽数揽下，哪有让小师弟去受师尊责罚的道理？况且我入师门多年，跪相思过抄书或是挨些打，这些我早已被罚出经验了，没必要让小师弟你去受罪。大魔头死去的良心疯狂在胸口闹腾，觉得他真的不像装的，却又不敢相信。直到2人又被慈渊抓个正着，他不信邪的继续甩锅，宣臣一句也不曾反驳，全都认了下来。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止一次，宣臣是真的把他当小师弟疼爱，次次被坑，次次主动背锅，彻底把大魔头坚定了300多年的信念给冲击出了裂痕。正道好像也是有那么1-2个好傻子的，慈渊是眼看着他一点点改变的，从最初的毫不犹豫坑人，到后来越来越不忍心，最后甚至偷偷帮宣臣求了一次情。师尊你这次就饶了大师兄吧。宁清堂低头扯着他的袖子晃，好师尊，今日别罚了。慈渊哪能不应，虽然不是对自己，但这却是宁清堂肯接受旁人善意的征兆，他高兴还来不及。这也是他放任3个徒弟亲近宁清堂的原因，都是经受过他所有考验的徒弟，本性如何他再清楚不过。
一个个都对自己人掏心掏肺，假以时日，定能让满心戒备的清堂重新学会相信别人。宣晨知道求情的事之后，还特意带了他喜欢吃的零嘴来道谢。宁清堂这下真的相信了，相信宣晨不是装的，是真的傻真的呆。明日你二师兄和师姐便会从思过崖回来了，到时他们会每日轮流来看望你。你被门规时有哪里不懂就问他们。哦，宁清堂吃着桃酥漫不经心的点点头。那大师兄你要去做什么？师兄去除一个专吃童男童女增进修为的魔头。宣晨提起这件事语气都严肃了。那魔头近日越发猖狂，已有100余孩童被他生吞活剥。听到和魔有关的事，宁清堂认真想了想，那魔头是不是有一半脸没有血肉，只有白骨？宣晨一愣，小师弟你怎么知道？废话，怎么说我也做了那么久魔尊，对魔头们还能不了解？我是那日在青楼听曲时听一位姑娘说的。宁清堂编得有模有样，那位姑娘也是听客人们说的。听说那魔头就在魔界和人界交界的小城内，藏身在城主府中。姑娘当时还当笑话讲与我听，说城主府哪有他的藏身处，怕不是藏在了地下的暗牢里。宣晨不疑有他，毕竟谁能想到一个曾经的魔尊会给正道透露手下魔头的藏身处呢？反正追查多日也没查到那魔头的踪迹，当即决定动身去碰碰运气。宁清堂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继续啃桃酥。去吧去吧，肯定能抓到。这几日替我背锅的人情，我可就算是还完了。本尊从不欠人人情。宣晨走得急，根本没来得及见怀玉和颜启，在路上才想起来给他们传音。明日起，你们轮流照看小师弟，除了要尽心爱护，有2件事一定要牢记，切莫听信小师弟任何说师尊对他严厉的话，也不要心软带小师弟下山玩。怀玉和颜启答应的痛快。第2日一出思过崖，颜启首当其冲，进了落剑峰不到1刻钟，就被宁清堂骗着带他下山玩去了。小师弟你要去哪玩？逛青楼去不去？颜启问完还没等到回答，又自己否决了。算了算了，花魁都没你1/10好看，师兄还是带你看戏听曲，享受美酒佳肴去吧。如果说宣晨是被坑的，那颜启就是主动往坑里跳。带宁清堂玩比宁清堂本人还积极，被慈源赶来抓到了也一点不慌，还有心思跟宁清堂说悄悄话。小师弟你离远点，师兄要去受罚了，别溅你一身血。说完直接往地上一跪，一脸的视死如归。我就带小师弟下山玩一会儿，小师弟不来我硬拉来的，师尊你要罚就赶紧罚，别耽误我养伤。他都这么说了，连宁清堂都觉得慈渊要是不揍他，那就实在是手太懒了。果然罚宣晨是跪香，罚他就是一顿揍。回了落剑峰，颜启还一瘸一拐的往宁清堂身边凑。怎么样，师兄仗义吧？小师弟你放心，有师兄在，挨揍这种事绝对轮不到你。什么偷偷下山挖，打碎丹炉啊，反正你闯祸找师兄就对了，师兄全给你顶替的明明白白。他在笑嘻嘻的拍着胸脯保证。宁清堂脑子里却只有一句话，这个也是个傻的。第2日到了怀玉更离谱，不仅一求就带他出去玩，他一个女子还全程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给他买吃的，带他买玩的，隔一会儿问一句小师弟你还要不要再买点别的。对了，这个易容丹小师弟你也拿着，易容丹外界千金难求，怀玉一塞就给他塞了5、6瓶。这丹药不仅能骗过守门的弟子，也方便你在外面走动，省得你总戴围帽遮脸。等被慈渊抓回去之后更离谱，他都不好意思把责任推给一个姑娘家，结果怀玉自己就把锅给背上了，还不忘安慰他。小师弟你别怕，师尊肯定不会为难你，毕竟师尊他对你，搞不好以后小师弟你就要变师母了。他主动请罚，颜启还在旁边跟他抢，你一个姑娘家逞什么呢？明明是我让你带小师弟去玩的。滚滚滚！怀玉一脸嫌弃，我要带小师弟玩关你什么事？师尊罚我，跟师妹没关系，师尊罚我。两人你争我抢，宁清堂站在一旁，藏在袖子里的手紧紧捏着一瓶易容丹，神色复杂。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好？不是，是都这么傻啊？师尊你觉不觉得？宁清堂憋了半天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那2人走了之后认真问慈渊，你觉不觉得师兄师姐他们都有点傻？说什么有点傻？明明就是被几人的真诚爱护打动了，觉得他们是真心对他好，却强撑着不肯承认罢了。慈渊看得明明白白，但也不戳破，只微微颔首。他们不及我的清堂聪慧。宁清堂无语住了，你是以为我让你夸我呢？你养的徒弟都是傻子，你自己心里真的没数吗？还说什么你的清堂，我呸！老子要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先天灵体，最后也得让你给养傻了。大魔头一个劲在心里朝他翻白眼，你们正道迟早要完，什么剑尊和3个天骄徒弟，根本就是一个老王八蛋带着3个傻子。吐槽完也骂完了，等怀玉和颜启跪完香回来，又跑来找他，还柔声问他有没有吓到。一个一股脑给了他一堆压惊的丹药，一个变戏法似的给他变出一堆好看又价值连城的红衣哄他。
宁清堂整个人都快别扭死了。别给了，别给了！你们这群傻子，早晚要被本尊骗得裤衩都不剩。小师弟，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真让师尊给吓着了。颜琦看他那张脸带着烦闷的情绪，心疼坏了，挤眉弄眼的悄悄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待在这无趣的很？师兄带你下山玩去不去？对对对，让他带你出去玩一会儿。怀玉赞同的点点头。今日他带你，明日我带你，我们俩错开挨罚，总能有一个人带你出去玩。这俩是真的不靠谱，宣晨也对他好，但身为大师兄，经常关心他背门规，督促他勤修苦学，他们倒好，从来不问什么门规，就一心哄他玩。宁清堂是想答应下来，然后再在心里嘲笑他们傻的，可话到了嘴边，不知怎么就变了。那个，你们说要画画像和研究我吃零食，还要吗？要！颜琦当场拿出纸笔，小师弟你放心，师兄定然能将你的美貌完美画出来。怀玉也激动的不行，但想想某人对他的心思，硬是不敢点头。小师弟啊，要不还是算了吧。师姐想了想，脱衣服确实有些太……不脱衣服？开什么玩笑？你让我脱我还不乐意呢。宁清堂把手腕在他面前晃了晃，我边吃你边诊脉，能研究出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虽然效果不及，但他肯配合就已经很不错了。怀玉连连点头，行，辛苦小师弟了，你快吃吧。于是，一整个上午，宁清堂都倚在美人榻上，慢慢悠悠的吃零食，一只手被怀玉翻来覆去的诊脉，手腕都快磨着火了。旁边还有个颜启，直勾勾的盯着他画，大魔头不能走动，甚至连动一下都要受限，都快耐烦死了，但最后还是全都忍住了，就当关爱傻子了。反正以后还要骗他们宝物，让他们带我下山玩的。慈渊隐了身形，远远的看着这一幕。虽然怀玉放在宁清堂手腕上的手极其碍眼，但和宁清堂终于愿意相信和接受旁人的善意比起来，他也就勉强忍了。这几个师兄师姐都愿意接受了。他这个做师尊的，虽说往日有些过节，但只要真心相待，尽心宠爱，多送些宝物哄一哄，也还是有机会被接受的。于是接下来的1个月，宁清堂过得舒心极了。师兄师姐轮流带他下山玩，虽然都没少因为他被慈渊罚，但他事后不是给他们透露作恶的魔头行踪，就是让其画画像和研究吃零食，同门关系越来越和谐。慈渊就更不用说了，罚师兄罚师姐，就是不罚他这个罪魁祸首，还变着法的送他各种宝贝，把宁清堂哄得每日脸上笑容就没断过。转眼间到了考核门规那日，宗主陆风玄事务繁忙，这种考核都是由亲传弟子文彻代为安排。新入门弟子一共128名，5人一组排队接受考核。宁清堂是慈渊剑尊的徒弟，身份尊贵，辈分也高出众人好几倍。文彻特意把他安排在了最后只有3人的那一组，防止有心术不正之人作弊闹事。考核都是在执法堂正殿，考核不过或被寻衅滋事者直接由执法堂处理。文彻坐在主位，下方是执法堂的几位长老。临近考核开始时，有弟子清点人数，却发现少了一位，文师叔，还缺落剑锋的那位师叔祖没有来。文彻开始头疼了，迟到了就算考核不过，这是历年来的规矩，但是那位小师叔着实不好惹啊。当时宁清堂骗守门弟子，还让其背锅的事传得沸沸扬扬，最初还有宣臣帮忙遮掩一二，后来宁清堂直接放飞自我，逮着谁骗谁，仗着一张漂亮无辜的脸蛋，和小弟子们都得尊称一声师叔祖的身份，轮流守门的弟子都被他骗了个遍。这事整个归元宗都知道了，也有长老想让陆风玄出面管，但陆风玄全给推脱过去了。谁敢管？慈渊剑尊都对此事不闻不问，这偏爱和纵容的姿态还不够明显吗？自己师尊都不敢得罪的人，文彻哪敢说话？一时间愁得不行。要是那位小师叔真迟到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到底该如何睁眼说瞎话的偏袒？殿内象征考核开始时间的香都快燃尽了，文彻只能假装看不见，时候还早。小师叔许是受剑尊教导，忘了时辰，你们派人去落剑锋请我吗？我来了。执法堂入口处传来一道散漫又欢快的声音，文彻终于松了口气，赶紧抬眼去看，然后硬生生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人是来了，但为什么来的不是一个人？红衣美人含笑漫步，一举一动都美得人移不开眼，但谁也不敢不移开，因为他身侧就是表情和周身威压都暗含警告的慈渊剑尊。这还不算完，后面还跟着慈渊剑尊那3个年少成名的徒弟，一个修为与宗主能过百招，一个梧桐楼楼主手段通天，还有一个让人连近身都不敢的异毒双修。文彻人都傻了，他们这真的是来考核的？要是在我手里考核不过，就算是师尊来救我还有机会留个全师吗？拜见剑尊。满殿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起身恭敬行礼。文彻更是连主位都不敢再沾边，剑尊您请上座。不必。慈渊随便在宁清堂身侧找了个位置，本座只是来陪徒，你们该如何考核便如何考核，无需顾及本座。文彻俯身行礼，不敢再多说。新到您老人家
往那一坐谁敢不顾忌？他甚至都不敢让剑尊久等，硬是把宁清堂那一组放到了第一组，让宁清堂在第二个。小师叔，劳烦您背一下门规第76条。宁清堂也不出声，就默默等着某人给他传音。周围鸦雀无声，文彻还以为他没听清，又认真重复了一遍。小师叔，门规第76条，劳烦您背一遍。哦，知道了。宁清堂应了一声，然后目光不经意的扫过慈渊的位置，偷偷瞪了他一眼。给我传音啊，说好了帮我作弊呢。慈渊这才反应过来他是不会背，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皱。1月时间连第76条都没背到，觉得有些离谱，但那人毕竟是宁清堂，慈渊也没说什么，立刻传音给他。宁清堂认真听着，边听边复述：宗门内不得寻衅斗殴，同门切磋点到为止。不止这一条，后面每一条他都全指望慈渊。慈渊说一句他背一句，不得胡妄出言，摸空吃打。刚开始文彻还频频点头，听到这一脸懵逼，这两句门规上有吗？不只是他，在座众人都是同款迷茫。头一回帮人作弊的某剑尊眉心狂跳，表情都有些僵住了。什么胡妄出言，什么摸空吃打，自己传音的明明是不得胡妄出言，目空吃打。怎么了？察觉到气氛不太对，宁清堂一脸疑惑，我背的不对吗？说完还重点看了一眼慈渊，眼神满是质疑。你传错了，该不会你也不会背吧？慈渊，那个小师叔可能是背太久背累了，再考最后一条就结束吧。关键时刻还是文彻的求生欲出来救了场，为了让他顺利通过，也是豁出去了，就差明着给他放水了。小师叔，您背一下第一条。慈渊松了口气，觉得这回应该是没问题了。然后某人又眨巴着大眼睛看了过来，满眼都写着期待。慈渊剑尊修了几千年的淡定，自若在这一刻险些被冲击的粉碎。不死心的传音过去3个字：第一条。宁清堂无辜眨眼，我知道是第一条，你快传音给我啊！咔嚓，众目睽睽之下，慈渊剑尊的座椅扶手不知怎么突然碎了一个，文彻吓得腿都软了。剑尊，我可没为难小师叔啊，我都让他背第一条了，第一条还有谁能不会背吗？您一个字都没背。清堂，无事。慈渊收敛心神，盯着那还等着自己传音作弊的人，一字一顿的把第一条传了一遍，嗓音比平时沉了不知多少倍。完了，大冰块好像要发火。宁清堂一紧张，又驴唇不对马嘴的复述错了好几个字，听得满店气氛达到了冰点，谁也不敢出声。文彻更是眉头皱的机遇打结，还真有人能连第一条也背不对，错了2处就不能通过了，这让我怎么说啊？大庭广众的，这么多新入门的弟子都看着，他想徇私都不好办，毕竟他代表的可是宗主陆风玄，一宗之主哪能有失公允？他不出声，执法堂的人看着慈渊剑尊不愉的脸色也不敢动，头一个比一个低，后悔死了，今日来领这份差事，结果如何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只是迟迟无人宣布，再僵持下去也只能更加落人话柄，总得有人出面解决这件事。可怜慈渊剑尊德高望重了一辈子，刚经历了众目睽睽之下悄悄帮人舞弊，现在又要公然罔顾门规去徇私，心里无奈到了极点，表面却丝毫不显，依旧仙风道骨淡漠出尘。即使考核未曾通过，本座便带清堂回落剑锋受罚了。不管是带回去受罚还是不了了之，他说受罚那就是受罚，根本没人敢质疑或者反驳。文彻还连声附和，生怕殃及池鱼。快带走吧。剑尊，您要是把小师叔留在这受罚，那简直就是要我的命啊。宁清堂也以为慈渊只是说说场面话而已，根本不会真的罚自己，压根没当回事。宣臣等人却吓坏了，一回落剑锋赶紧替他求情。师尊，念在小师弟是初犯，您饶了他这一次吧。宣臣第一个站出来，紧接着就是严琦。我觉得小师弟情有可原，那门规冗长无趣，谁愿意背啊？他一个先天灵体贪玩不爱受拘束，不是挺正常的吗？师尊你得是多狠心才能下得去手罚小师弟。两人一个比一个嘴快，怀玉想拦都来不及。你们可闭嘴吧，师尊能罚小师弟就有鬼了。他们跟着瞎掺和。宁清堂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要挨罚，当场不干了，直接跟慈渊理论。是你说遇到我背不下来的就传音帮我作弊的，我没通过你就没责任吗？宣臣，师尊帮忙作弊。严琦，啊这是可以真实存在的吗？怀玉，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真的不对劲。慈渊盯着他气呼呼的表情，嗓音悠悠，胡言触语。摸空吃打。宁清堂尴尬住了，憋了半天才憋出来嘟嘟囔囔的一句话。我当时听到了，以为就是这几个字啊，早知道这样我就看那门规一眼了。他还挺委屈。慈渊叹了口气，罢了，门规一事姑且不追究，日后新法见招定要用心学。一听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宁清堂赶紧点头应下，等他糊弄着说几句好话走了，慈渊才表情严肃的看向剩下的3人。明日起你们每人轮流监督他，1日至少2炷香，若是谁让他少学了1刻钟，那便自己去跪1炷香。
宣城和颜齐纷纷领命，觉得作为师兄监督师弟合情合理。只有怀玉一边行礼一边腹诽：师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怕小师弟记你的仇，日后不与你亲近，所以让我们去当坏人监督他？我要背心法。第二日一大早就被宣城叫起来看书，宁清堂眼睛都瞪圆了。我一个修魔的大魔头，被你们正道心法有什么用？背心法是好事，不是不教你修炼。宣城还以为他误会了，认真跟他解释，引气入体前需先平心静气，稳固道心，背些心法是最合适的方法，日后这心法还能用在修炼上，一举两得。宁清堂听得直皱眉，修炼还有这么多讲究，不是日日拼命跟人打架，真功法偷剑招，抢宝物夺灵脉，打着打着修为就上去了吗？大魔头的修为都是拿命拼出来的，真心觉得他们正道这些穷讲究不靠谱，一个字都懒得背。奈何宣城铁了心要教他，目光几乎一刻也不离开他，就盯着他背。而且这种事上他撒娇卖乖也没用，哄骗宣城也不听。要出门，行，背下来，这夜再出。想下山玩，没问题。今日规定的夜数背完了才能去。总之就是一句话，必须得背，背不下来就什么也不让做。我不背了，我要见师尊。大魔头还没受过这种委屈，把书一扔，嚷嚷着要找师尊告状。宣城把书捡起来，哄小孩似的哄他：小师弟，背熟了心法，对修炼大有裨益，算师兄求你，把剩下的午夜背完，你想做什么都行。我不背。宁清堂坐在桌子上嘎嘣嘎嘣的啃零食，边啃边嘟囔：我要告诉师尊，说你虐待我。大冰块对先天灵体金跪着呢，你敢逼我背心法，回头我告了状，他一定罚你跪香。宣城哭笑不得，就是师尊让。清堂，发生了何事？怎么如此委屈？辞渊的到来打断了宣城没说完的话。宁清堂看着走进来的人，眼睛都亮了，直接从桌子上跳下来扑上去：师尊，大师兄逼我背心法，背不出来他就不许我出书房。宣城老父亲似的看着他，无奈的笑着摇摇头。等他被下了这命令的人打破幻想，哪成想没等到想象中的公道，反而等来了师尊对小师弟的纵容轻哄。你大师兄确实过分了些，在房中憋久了，想出门。一听就是向着自己的，宁清堂疯狂点头，抱着他的胳膊不撒手：师尊，我快憋死了，我不想背书，师尊带你出去走走，我就知道师尊会救我的，师尊你真好。两人都走远了，宣城还保持着笑容僵在脸上的姿势，对着他们的背影怀疑人生。就带走了，不是师尊你下令让我等监督小师弟的吗？我督促小师弟勤奋背书，你一来就把人带出去玩了。下山时他还百思不得其解，到精神都有些恍惚。正巧遇到怀玉，看他备受打击的模样，赶紧上前询问他怎么了。宣城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经过，以为他听完也会跟自己一样怀疑人生，结果却收获了一个他根本看不懂的表情和满是同情的眼神。怀玉甚至还叹着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师妹，你这是何意？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怀玉哪敢把自家师尊那点心思往出说，只能尽可能的让他不要打扰师尊好事，免得无辜受罚。大师兄，我劝你对小师弟不要太过严苛，绝对不能像当初对我和颜齐那样。总之，先天灵体跟常人不同，师尊都对小师弟格外疼爱，我们跟着师尊学就是了，别的事就别想太多，顺其自然吧，听我的准没错。宣城认真反思了一下自己，最后赞同的点点头：师妹你说的对，小师弟是比你和颜齐都娇气的多，他又是先天灵体，应当加倍疼爱，以哄为主，怎能像今日这般严厉？师尊言传身教，我却未能领悟，实在不应该啊。怀玉尴尬的笑了笑，反正你这么理解也行，过程不重要，结论对了也是一样的。翌日颜齐有事来不了，怀玉就排在了他前面，负责监督宁清堂。他可不是宣臣，说是监督，实际上宁清堂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负责陪着。师姐，我不想背书。那就不背了，师姐教你点别的。怀玉拿出一堆瓶瓶罐罐，果然吸引了宁清堂的注意。师姐，这都是什么？有毒也有药。怀玉见他感兴趣，终于松了口气。小师弟，你想不想学炼丹制毒？师姐都可以教你。炼丹就算了，宁清堂曾经钻研过，但他天生跟火犯冲，没有控火的天赋。制毒倒是可以，大魔头就该学这种阴险狠毒的东西。学，师姐你先教我制毒吧。宁清堂盯着那些瓶瓶罐罐，眼神火热。师姐你制毒的水平如何啊？怀玉一听他问这个可来劲了，满眼都是自信的光芒。师姐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世上少有师姐毒不倒的人，宗主你知道吧？师姐连他都毒倒过，他那么高的修为，硬是一连3日站不起身。那你能毒倒师尊吗？毒谁？怀玉下巴都要惊掉了。师尊啊，怕他猜到什么？宁清堂又找补了一下，师尊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我就是想知道修炼到师尊那么高的境界，还会不会被毒到？觉得他只是好奇。怀玉想了想，指向右手边一个通体雪白的瓷瓶。师尊的境界除了一些上古奇毒，别的毒对他已经没用了。
也就这种药应该还有点用。不过，哎，小师弟，你听没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铃铛声。啊，什么铃铛声？没听见啊？宁清堂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脚踝上的铃铛，另一只手趁着他到处寻找声音源头，快速拿起那瓶药塞进袖子里，然后转身就跑。哎，小师弟你去哪啊？我饿了，去找师尊要点吃的，很快就回来。宁清堂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直奔后山的冷泉。他记得每日差不多这个时辰，慈渊都会在里面调息。师尊，果然冷泉里有人。宁清堂嫌冷，站在不远处喊了一声。慈渊正在例行压制心魔，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心神一晃，抬手用力按住胸口，结印封了心脉，才敢起身去见他。不是怕冷，怎么找到这来了？当然是要给你找点事了。宁清堂拼命压着眼底邪恶的小火苗，雏鸟归巢似的跑过去抱住他。师尊啊，我想吃灵果了，师姐看着我不敢去摘。嘴上撒着娇，手上一点没耽误，那一瓶不知道什么药全都洒在了慈渊身上，应该沾上就有效果吧。上次师姐碰我一下，我就中毒了。慈渊对他太放心，只顾着给他去储物界里拿灵果了。等发现不对时，抓住他的手，手里那瓷瓶都已经空了。宁清堂一脸无辜，师姐说师尊修为高深，百毒不侵，我就想试试嘛，被老子坑了吧，活该。毒不倒你，浑身痒一痒痛一痛的反应总该有吧。慈渊确实百毒不侵，也没当回事，正无奈的想要换身外袍，突然察觉到封住的心脉要被心魔突破，身体也莫名起了阵阵燥热，当场变了脸色。那药怎么了？他反应似乎过于大了，宁清堂不明所以，正想再问一问，眼前的人突然推开他瞬移跑了，而且明显气息十分不稳。什么情况？气息都不稳了？难不成那药能封了他的修为？不行，我得去看看，万一他修为被封，嘿嘿，那就别怪本尊抓你去魔界了。一路追着慈渊的气息而去，最后竟然追到了之前去过一次的禁地。宁清堂犹豫片刻，想想里面那座让他好奇的墓，最后还是铤而走险的进去了。本尊倒要看看那大冰块到底藏了什么秘密。禁地内与其说是墓，不如说是一处地下宫殿，皆是灵石灵玉建造，极尽奢华，而且装饰摆件全都以红色为主，喜庆的像是谁要大婚似的，意外的很符合大魔头的审美，吸引力太大。宁清堂拼命控制着想要洗劫一空的手，好不容易摸进了主殿，一眼就看到了正中间的冰棺，不像普通棺材大小，大的足以容下2个身高8尺的男子。此时那冰棺中正背对他坐着一个人，一个白衣的男人，气息紊乱，依稀能感觉到与慈渊相似，但又并不是完全一样，好像带着点邪气，身形也和慈渊很像，却有一点不像，满头皆是白发，而那男人怀里还抱着一个红衣人，或者不能算作人，没有一点气息，该是一具尸身。红衣尸身，宁清堂隐隐有了一种不好的猜测，不受控制的往前迈了一步，脚步声引得那白衣白发的男子身形一顿，缓缓回过头，四目相对，宁清堂呼吸都有了一瞬间的停滞。那是慈渊的脸。大魔头僵住了，如果他是慈渊，那他怀里的尸身是师尊将你带回来净化了魔气，顺便将那大魔头的尸身也带了回来。没有炼丹，我只是将他带回安葬。曾经听宣尘和慈渊说过的话齐齐在脑海里回荡。宁清堂死死盯着慈渊怀里的那具尸身，满眼都是不可置信。如果那是自己，慈渊为什么要用一座这么奢靡的宫殿藏着？光是那千年寒冰制成的冰棺就要耗费无数灵力维持，既要保尸身不腐，又要保寒冰离了极寒之地经久不化。他不明白慈渊的目的，或者说想不出这正道魁首到底有什么阴谋，但他知道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他的真实身份慈渊必然清楚，却出于某些原因一直在骗他。这一刻的宁清堂满身防备，嗓音也全无平日卖乖撒娇的娇软，比那寒冰还要冷上几分，甚至隐隐染了杀意，又成了那在尸山血海里滚过的大魔头宁杀。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慈渊没有回答，只用一种他看不懂的眼神盯着他，表情极为古怪，像是努力忍着什么苦楚一般。难道那药真的对修为有损？想到慈渊有可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再想想从前每一次都差点被他打死，宁清堂默默拿出了那把当作拜师礼的乾坤扇。这机会千载难逢，我一个大魔头跟死对头讲什么仁义？趁他病要他命，否则等他恢复了我就难活了。脚上铃铛声响彻整座宫殿，宁清堂闭了闭眼，周身魔气翻涌，身上红衣无风自动，墨发飞扬。清堂，宁清堂一心先下手为强保命，并没有看到男人无声念了一遍他的名字，眨眼间便将灵力尽数注入乾坤扇，以扇为剑，腾空斩下，砰！全力一击撞上男人身前刚刚撑起的结界。宁清堂瞳孔骤缩，根本无法相信这一下竟然只在那结界上留下一道细微的裂痕，就算自己还没恢复，也不至于连结界都……难道他修为无碍？一想到这种可能，大魔头转身就跑。巅峰时7都打不过人家，
这时候还想着打架，那根本就是找死。清堂见他要走，被心魔折磨的几乎没了神智的慈渊顿时红了眼，瞬移到他身后，一把将人拦腰抱住。你技不如人被抓回来，宁清堂不惊讶，毕竟他本来就打不过人家，但是现在这个姿势他真的无法理解。这王八蛋抱这么紧做什么？还有就是，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头发也白了？你他娘的是练了什么邪功？男人不语，只盯着他，眉头紧锁，像是努力压制着什么一般，表情隐忍。要杀就杀。宁清堂以为他是顾念这些日子的师徒情分，顿时语气变得嘲讽起来。也是难为你一个正道魁首，整日与本尊虚与委蛇了，最好别再给本尊留下一缕残魂的机会，否则今日之仇，本尊必定。狠话放到一半，突然被堵住了嘴。宁清堂人都傻了，他在做什么？这个王八蛋他娘的到底在做什么？给老子滚！拼命推了半天，才让男人退开些许。宁清堂得了自由，疯狂用衣袖擦嘴，眼睛狠狠瞪着还抱着他不撒手的人，恨不得用眼神直接把人给杀了。士可杀不可辱，你要剥皮抽筋，老子都认了。这算什么？这辈子第一次受这种屈辱。宁清堂也是豁出去了，直接动用了神魂，宁可自爆神魂，也要拉他同归于尽，报这一吻之仇。然后神魂被强势镇压，人也被压在了身下。疯了，一定是疯了。这王八蛋怕不是练什么邪功走火入魔了。慈渊，你敢！宁清堂被围杀时都没怕过，这一刻是真的怕了。明明身体在抖，嘴上却强撑着不饶人。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你一个正道魁首，做这等龌龊阿杂之事就不怕？你滚！慈渊，你个王八蛋，死变态！大魔头已经气疯了，动不了，全靠嘴上输出。给老子滚！老子杀了你！老子一定要杀了你！将你剥皮抽筋，剔骨剜心，打碎神魂，永世不入轮。又亲啊！慈渊，你不是人，大魔头就能这么折辱吗？老子是男人，跟你一样是男人。刚强行耗尽灵力，又动了神魂，他本来就还没恢复，算是重伤未愈，现在又气急攻心，最后硬是被气得吐出一口血昏了过去。方才被又打又骂，也没唤醒一点点神智，现在他吐了血，慈渊几乎是瞬间就清醒了。几百年了，他心魔完全发作后，压制心魔就从未这么快过。一头白发一寸寸恢复墨色，眸中的猩红也尽数散去，一清醒就看到心上人这么香艳的画面。活了几千年的剑尊竟是当场流了鼻血，一手止住鼻血，一手用外袍将人裹住。慈渊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刻就是当下了。等查看完宁清堂的情况，更是愁得眉头紧锁。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这气急攻心，着实是有些要命。被心魔左右时，他并非全无记忆，做了什么荒唐事他记得清楚。别说是有违君子之道，就是登徒子也没有这么无耻的。但是却千真万确的是顺应了他的本心做出来，那就是他想对宁清堂做的事。想着方才宁清堂那一句句骂声，显然是半点也接受不了自己的，慈渊满心惆怅，最后在唇齿间徒留一声叹息。清堂做了轻薄之事，又被发现了这墓中的尸身。等清堂醒了，定然是千方百计要跑了。宁清堂做了一个梦，梦中满是都是大红的喜绸，他穿着一身喜服被捆在喜床上，周身灵力被封，无论怎么喊叫都无人理会，更是挣脱不开束缚。不知过了多久，同样一身喜服的人缓缓走近，看身形竟也是个男人。一步两步，男人越走越近，容貌也逐渐清晰起来，走到近前，直接俯身朝他吻下。宁清堂也终于看清了那人的容貌，俊美如神奇，仙风道骨，淡漠出尘，分明就是慈渊。宁清堂猛地惊醒，额头冷汗连连，怎么会做这种梦，简直离谱的。等等，慈渊，你个下作无耻之徒，王八蛋死变态，本尊与你拼！他娘的根本打不过，这仇现在报不了。大魔头差点又生气晕过去，思来想去，只能先跑路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后他一定拼命修炼，有朝一日让那死变态也尝尝被人折辱的滋味。他掀开被子就要下床跑路，一直暗中注意他动静的慈渊默默叹了口气，果然是要跑。清堂醒了，可有哪里不是？罪魁祸首迈步走了进来，却一派若无其事的模样，还撑着那作为师尊的虚伪关怀，仿佛折辱自己的不是他一样。宁清堂知道自己现在这状态不可能在他眼皮底下跑了，为了稍微保住一点所剩不多的颜面，也不说话，就用一种愤怒中又充满嘲讽的眼神瞪他。慈渊全都假装看不见，指尖微微动了动，很快殿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一红一白两道人影先后踏入，一人手上拿着灵嘴，一人拿着丹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个人跟慈渊长得一模一样。宁清堂人都傻了，看看床前的人，再看看刚进门的那两个，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们吓着了。慈渊从那两人手中接过灵嘴和丹药，语气淡定的解释道，这两个都是我的分身，
平日从不见人，昨日你闯入禁地，正巧遇上他们与魔族缠斗，这才误伤了你。神？什么分身？什么魔族？宁清堂严重怀疑自己的记忆出了什么问题。修为到了我这般境界，可以画出分身供自己驱使，容貌与本体无异。慈渊盯着他眼中的震惊和怀疑，继续慢条斯理的胡说八道。昨日禁地中混入了魔族，魔气滔天，想来修为不低。我被你贪玩误用了你师姐研制的媚药，原本是回去闭关将那药效转于分身之上，却不想分身与魔族缠斗，误伤了你。我找到你时，你已重伤吐血昏迷。宁清堂听得一愣一愣的，要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都要以为他说的才是事实了。不对吧？我那时见到的你，就是那个分身，他明明是白发，是此番模样吗？慈渊微微抬手，那白衣分身的墨发便缓缓化为一头白雪。平日让他以白发示人，只是为了区分本体罢了。今日为了照顾你太过匆忙，一时忘了，还能这样？宁清堂目瞪口呆，完全没有注意到男人为了维持分身那头白发而隐隐颤抖的指尖。慈渊为了骗他，那本该一次只能画出一句，且少说也需要7日时间的分身，硬是连夜画了2句出来，本就有些透支灵力。心魔又虎视眈眈想要作祟，若不是怕他跑了，现在早就闭关去了。但是清堂，师尊也有一事想要问你。想要追问却被打断。宁清堂眼看着面前的男人，缓缓沉了脸，冷声问他：禁地结界重重，你为何会出现在其中？又是如何进入？我果然被这么一问，宁清堂瞬间就不再怀疑质问了。别说是追问，他连自己想问什么都忘了，满脑子都是自己要玩。这没法解释啊，我直接打碎结界进去的。气氛一时间安静的诡异。宁清堂无比后悔自己追进禁地，自以为暴露身份发现了秘密，结果被占了便宜不说，现在还真面临要暴露身份的险境了。他正要胡说八道一通，先拖拖时间，只听刚才质问他的男人语重心长道：你贪玩些师尊不怪，但也不可如此不顾危险。那魔族打碎了结界，闯进去被你看到，你就算好奇也不该独自一人追上去。此次还好，只是吐血昏迷，若是伤及性命，师尊赶去救你都来不及。宁清堂，我还没编出来呢，他都已经脑补出前因后果加画面了，要不怎么说这王八蛋能教出傻子呢？果然全是他的问题。师尊教训的事，清堂以后一定不再犯了。见他不仅不追问了，还想赶紧息事宁人，慈渊微微颔首，知错了就好，你好生修养，尽快去闭关压制心魔才是正事。慈渊转身要走，却刚迈步就被叫住了。师尊，他们能留下来一个吗？宁清堂指的正是那2具分身，以他的性子，昨日被轻薄了，此刻要留下那背了锅的分身，定然不能做什么好事。慈渊眉心跳了跳，试图找借口拒绝。他们昨日也耗尽了灵力，待休养之后再。我不用他们做什么，就是没见过，太好奇了。宁清堂一脸的无辜和期待，指了指白衣白发的那具分身，我只要这一个就好。师尊你就借给我看看吧。这下可以确定了，他就是想报仇。清堂，他，师尊。宁清堂扑过来，抱着他的胳膊就开始晃。师尊你借给我吧，不要那么小气嘛。我知道师尊对我最好了，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师尊，求求你了。他一撒娇，慈渊硬是一个拒绝的字也说不出来了，留下那具分身紧锁着眉头出了门，几乎是刚踏出店门，嘴上就猛地一痛，啪，让你亲，我让你亲，啪啪啪。一般这种情况下，分身和本体的感官联系都是会切断的，偏偏慈渊现在全部精力都忙着控制心魔，暂时还断不了那联系。这一巴掌一巴掌的疼他全都得受着。宁清堂以为是药效转移在分身上，让分身干出了那般下作混蛋之事，哪知道这都是某人甩的锅，最后又阴差阳错的都报应在了正主身上。堂堂剑尊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被人轻薄的一天，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再一想做这事的人是宁清堂，顿时呼吸都乱了。别说是调息压制心魔，心魔都快掌握这具身体的主动权了。一头墨发缓缓变白，又在变到一半时被他强行压制住，如此反反复复，偏偏宁清堂只顾着撒气，下手没个轻重，不依不饶，硬是逼得他周身都染了一层薄汗。昨日亲的有多痛快，今日这报应就有多遭罪。慈渊紧咬着牙关，心中苦笑，清堂，你怕是想要了我的命啊。1刻钟后，宁清堂终于泄够了愤，滚滚滚，别打扰本尊睡觉。分身没有慈渊的控制，就只能勉强像人一样活动，提线木偶似的不会反抗，刚才面无表情，现在依旧是，还让滚就滚。另一边的慈渊牙都快咬碎了，察觉到触感消失，用力吐了一口浊气，回来。不多时，饱受蹂躏的分身便出现在身侧，除了头发有些凌乱，别处倒是看不出什么异常。慈渊都不知道是该欣慰宁清堂还知道用灵力给分身消肿，还是该吃这分身的醋。醋他能被宁清堂这般主动亲近，身侧的冰棺中，魔尊宁杀的尸身完好无损，安然的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慈渊伸手在那心心念念了几百年的脸上摸了摸，眼底满是偏执和有些病态的占有欲。若不是怕将你吓跑了，慈渊轻叹一声，翻身也入了那冰棺，如同过去的每一个日夜，将那尸身揽入怀中，嗓音缱绻：清堂，我的清堂。一声声呢喃中，身后墨发尽数化为白雪。修为深不可测的慈渊剑尊心魔发作，却因为怀里有心心念念的人聊以慰藉，将自己困在冰棺中不肯踏出半步，画地为牢。这是慈渊最大的秘密，从来就没有什么闭关潜心修炼，从前是寻他的清堂，甚至不惜逆天而行，钻研起死回生之术。近10年便是如现在这般，守着了无声息的尸身，等他的清堂苏醒。唯一人疯魔，一日一早，宁清堂是被怀玉的鬼叫吓醒的。小师弟，小师弟，你快醒醒！怀玉惊慌的发髻都有些松散了，直接站在床边把他薅了起来。那药呢？那药是不是你拿走了？宁清堂还没睡醒，脑子也不清醒，不耐烦的挥挥手，给师尊用了。你找师尊赔去。给师尊。怀玉僵在了原地，话都说不利索了。你师尊，这一想到慈渊用了会是什么反应，他都不敢在这待了，撒腿就跑。然后刚跑到半山腰，就被一道结界挡住了去路。那灵力他可太熟悉了，当场就把腿吓软了，颤颤巍巍的转身。师尊。慈渊面色冷凝，语气更冷。解药。怀玉欲哭无泪。没有解药啊。慈渊深吸了一口气，手上灵力涌动。怀玉一看情况不对，扑通一声给他跪了。别，师尊别打，我将功补过，我戴罪立功，我给你行针缓解，熬过7日就好了。那快要打出的灵力果然停住了。行针？对，怀玉点头如捣蒜。银针刺入穴位，以灵力疏导，药性能够缓解1、2。只要师尊脱了衣服，容我用银针。脱衣服？慈渊脸色更冷了。天可明鉴，怀玉绝无亵渎师尊的意思。怀玉赶紧解释，不脱衣找不准穴位，也影响效果。医者仁心，我怎会带着龌龊心思去亵渎？罢了。慈渊转身就走，显然是不肯脱的。怀玉一脸懵逼，他正要感叹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耳边突然传来一句话：这几日你与宣臣言齐不得再入落剑锋，换一个品行端正不会被你小师弟骗的弟子来陪他背心法。明白了，这是怕我们带小师弟出去玩。师尊忙着压制药性，不能下山抓人了。怀玉看透了一切，正要领命，一道灵力直冲而下，硬生生把他轰出了落剑锋，四仰八叉的摔在山脚下的小路上。呸！怀玉龇牙咧嘴的抬起头，吐了好几口灰尘，才哀嚎一声：师尊，你对我是真下得去手啊！是小师弟偷的药给你用，别说是打，你敢说他一句吗？你敢吗？哟，这是怎么了？正巧严琦路过，看他趴在地上起不来，就差把幸灾乐祸4个字写在脸上了，笑得直颤。平日都是我挨揍，今日怎么轮到你了？笑，你给老娘等着！你怀玉挣扎了2下也没爬起来，狠话都不放了，彻底躺平了。你是真抗揍啊！我啊一下就不行了。哈哈！严琦边笑边伸出手，把他拉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身上，行不行啊？还能走吗？走不了了。怀玉直摇头，我感觉我要死了。二师兄，你得救我啊！平日一口一个严琦的叫，又打又骂，还下毒，这时候知道叫二师兄了。严琦背起他去找宣臣，嘴上不停念叨，看见没？关键时刻还是你二师兄，我最靠谱，以后给我客气点，不然啪！后脑勺挨了一巴掌，随之而来的还有怀玉的怒吼：给老娘闭嘴，不然毒哑了你！严琦默默闭了嘴。师尊要闭关几日，让我们这几日不得踏入落剑锋，怕我们带小师弟出去玩，耳边清静了。怀玉终于想起了正事，还说找个品行端正不会被小师弟骗的人替我们去监督小师弟。我感觉这整个宗门都没有符合条件的人，谁去了都得被骗。你听师尊的做什么？谁去了都得被骗，还不如找个靠得住但是最好骗的，给小师弟省点事。看到前方迎面走来的人，严琦脚步一顿，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你看，这不就有了吗？就他了，让他去。文彻走到跟前行了一礼，见过2位师叔。怀玉师叔，这是怎么了？没事，让师尊给揍的。怀玉说的坦然极了，他们几个挨揍都是常事，宗门里几乎人尽皆知。文彻表情尴尬了一瞬，硬是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了。对了，师尊方才还提起你呢。严琦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明日起让你每日去落剑锋照看小师弟，这可是个好差事，我们几个抢都抢不到，便宜你了。知道慈渊剑尊对那小徒弟有多疼爱，文彻一点没怀疑他的话，又恭敬的行了一礼。文彻记下了，一定好生照看小师叔，绝不辜负剑尊信任。严琦憋着笑朝他点点头，不愧是宗主的亲传弟子，有你照看小师弟，我们就都放心了。师尊啊，师尊。慈渊，你人呢？头一回一整天看不到慈渊人影，宁清堂找了冷泉也没找到，插着腰站在慈渊的清源殿正殿，直皱眉。
什么情况啊？慈渊的王八蛋不见了，他那3个傻徒弟也不露面，这是准备把我憋死在洛剑峰吗？你出不出来？不出来，我可要把你这清源殿砸了。还是没有回应。宁清堂单手拎起一个花瓶，我可真砸了，我跟你说，我绝对不会赔的。你，小师叔。文彻离得老远就看到他拎着花瓶要砸，吓得都破音了。小师叔不可。你是谁啊？宁清堂看他抢下花瓶，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眼里全是对他突然出现在洛剑峰的质疑。我是宗主的亲传弟子文彻。文彻恭敬地对他行了一礼。小师叔，我们见过2次的，拜师大典上，还有考核门规那日，我考过你第1条门规啊，我想起来了。宁清堂点点头。考核门规你没给我通过。文彻身体一僵，这个不是这么算的啊，小师叔，我也是按规矩办事，错了2处本就不能算通过。行了行了，知道你没有实权了。宁清堂不耐烦地打断他，你来做什么？听说他不追究，文彻终于松了口气。剑尊让我这几日代为照看小师叔。师尊让的，他在哪？剑尊的行踪不是我能打听的。哦，找不到慈渊。宁清堂兴致缺缺，随便坐上个桌子，晃悠着腿，继续问他，那我师兄师姐呢？怎么让你来了？文彻哪知道，他就是个听命办事的，斟酌了半天才敢回答，几位师叔大概都有要事要忙吧，这也不知那也不知，那让你来有什么用啊？宁清堂上下打量他一圈，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带我下山吧。啊！文彻一脸懵，我说你带我下山。下山2个字，宁清堂咬得极重，声音也大了几倍，眼神还四处看。文彻甚至都怀疑他这话不是对自己说的，但这殿内也没有第3个人了。小师叔，剑尊有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带你出宗门啊。耳边听着文彻为难的话，宁清堂还在四处看，最后终于确定了慈渊是真不打算管他了。他说要下山都不来抓他，不管我就算了，好像本尊愿意理你似的。宁清堂翻了个白眼，在抬眼时脸上表情委屈的都快哭了。可是师尊和师兄师姐都不管我了，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文彻哪见过这阵仗，吓得脸都白了。别，小师叔你别哭啊，剑尊和几位师叔可能只是有些忙，明日或许就有空见你了。那今日怎么办？我要见师尊。宁清堂又添了点哭腔，我想见师尊。剑尊，这我也联系不上啊。文彻已经懵了，也没人告诉他这先天灵体的小师叔还会哭闹着要师尊啊。那你带我下山。这个也不带我见师尊，还不带我下山，你也欺负我。美人将哭不哭，眸中含泪，又娇又嗔的一眼彻底把文彻看傻了。啊，这还真不怪上到剑尊疼宠偏爱，下到看守宗门结界的小弟子一而再再而三私自放他出宗门，谁能忍心看大美人在你面前哭啊？那就2个时辰，我带小师叔出去2个时辰，2个时辰后必须回来。好。宁清堂当即从桌子上跳下来，抹了一把根本不存在的眼泪，朝他灿烂一笑。你可真好。文彻直接看红了脸，晕晕乎乎的走在他身后。大美人朝我笑爱。一连5日，文彻彻底被宁清堂忽悠傻了，有求必应，日日带他下山玩。至于监督小师叔背心法，什么是心法？不光是他，那些小弟子听说最近美若天仙的师叔祖不被慈渊剑尊看得那么严了，一个个全都变着法往出宗门的必经之路跑，就为了远远的看宁清堂一眼，看看那让慈渊剑尊当眼珠子疼爱的先天灵体到底有多美。等到第6日，慈渊终于彻底熬过了折磨，看到空无一人的清源殿，脸色比那被宁清堂随手扔在桌上的墨块都要黑上几分。不用想都知道，肯定又是下山玩去了。慈渊正要去抓人，突然察觉到有2道气息入了洛剑峰，已经是日落时分。文彻求了半个多时辰，才把宁清堂求回来，让他赶在日落之前回到洛剑峰。一整日，宁清堂都在外面疯玩，还要不断用神识去搜寻周围有没有他本命剑的气息，整个人都十分疲累，看着那望不到尽头的山路，直叹气。终于问出了一直都让他很困惑的问题：你们上山为什么都不御剑啊？他来了快2个月了，就没见过有人上山御剑，全是靠一双脚往上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都是凡人呢。小师叔不知吗？文彻也很疑惑。门规上写着，寻常弟子是不许在宗门内御剑的，这里则是所有人都不许御剑。此处名为洛剑峰，是慈渊剑尊的居所，洛剑2字便是规矩，任何人上山都不得御剑，既是磨练心性，又是锻炼体魄。说了那么多，还不是慈渊那大兵快排场大，规矩多。宁清堂对这些毫无意义的破规矩十分鄙视，越往上走越念越深，索性停下脚步不动了。文彻也跟着停住了，语气关切：小师叔怎么了？走不动了。宁清堂理直气壮：我既是你小师叔，孝敬长辈便是你的本分吧，你背我上去。在魔界都是做教撵的，这里条件不比魔界。宁清堂只能退而求其次，凑合着让人背一下。文彻愣了一下，随后赶紧点头。小师叔说的有理，是文彻考虑不周了。说着就俯身背对他蹲了下去，
小师叔上来吧。然而身后的人迟迟没有动作。文彻正要回头询问，一道磅礴的灵力来得又狠又准，将他打得到飞出了落剑锋。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光，是威压都让他喘不过气的声音。明日让陆风玄来见本座，本座倒是要问问他这徒弟到底是如何教的。剑尊。文彻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道灵力袭来，这次直接把他打回了陆风玄所在的主峰，正摔在陆风玄脚下。陆风玄还以为有人偷袭，灵力都会在手中了，看清地上趴着的是谁，赶紧收了灵力去扶。哎呦，我的好徒儿，你这是被谁给欺负了？跟为师说，为师定然给你讨回师尊，是徒儿惹怒了慈渊剑尊啊！陆风玄扶着他的手顿了顿，又把他放回地上了，起身轻咳一声，讨一顿责罚，还是该去找剑尊讨的。你身为晚辈，怎能去惹慈渊剑尊？着实该罚。文彻。另一边，文彻一挨打宁清堂心里就有数了，都不等慈渊现身，直接往地上一坐，等面前多了道人影，才委屈巴巴的抬眼去看，一开口就是先发制人的控诉：师尊，你终于肯见我了，我还以为师尊不要我了。是吗？慈渊冷着脸，我看你这几日是在外面玩的乐不思蜀，都快忘了还有个师尊了。怎么可能？我是找不到师尊才让文彻带我出去玩的。宁清堂一脸无辜和真诚，不然总是一个人待在落剑峰想念师尊，我会哭死的。甜言蜜语虽然明知是假的，但抵不过说的人是宁清堂，着实是太过好听了些。慈渊脸色稍微缓和一点，但也没马上去扶他。这才不过6日，你与文彻倒是熟得很，方才我若不动手，你是想做什么？他这么一说，宁清堂就彻底明白了，原来关键是这个，不许我让文彻背。难怪都说这大冰块对徒弟严厉，这也太严厉了点，不就是欺负个傻师侄吗？也至于他这么兴师问罪。宁清堂心里骂他古板，又道貌岸然，嘴上越发委屈，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又没有灵力，每次上山都好累啊，我累死就见不到师尊了。慈渊不语，就这么看着他胡说八道，这场面实在是有些尴尬。最后宁清堂都扛不住了，泄了气低下头，我以后不让他背了还不行吗？再也不欺负他了，一定做好长辈该有的样子，得到想要的保证就够了。慈渊哪管他后面说了什么，俯身朝他伸出手，这几日玩也玩够了，明日我守着你引气入体，该开始修炼了，起来吧。这就是没事了吧？宁清堂看了看他的脸色，觉得应该安全了，坐在地上没去搭他的手，而是露出一个乖巧无辜的笑。上山好累啊，我不能御剑也走不动了，师尊你抱我上去好不好？好。慈渊一秒都没犹豫，当即将他横抱起来，稳稳当当的往山上走。这都不御剑，宁清堂有点被惊到了。按道这大冰块是真的循规蹈矩，说落剑就是落剑，宁可全程抱自己上山也不打破规矩，就是抱得太紧了点，那手都快粘在我腰上了。觉得他是怕自己摔下去，宁清堂也没抗议，顺手搂住他的脖子，以防他抱不动的时候把自己扔下去。慈渊脚步一顿，感受着他搂住自己脖子的手，嘴角微不可察的扬了扬。方才你说想念师尊？对啊，想师尊给我摘灵果，给我吃灵石灵玉，晚上睡不着陪我说说话，还有除了这些。慈渊开口打断他，语气多了些他不曾察觉的期待。抛开灵果灵石灵玉不说，可有想念师尊？抛开那些根本抛不开好吗？任你做师尊为的不就是这些好处吗？宁清堂心里疯狂吐槽，嘴上连连肯定，当然有了，抛开这些也有想念师尊的。他回答的痛快，听着就不走心。但慈渊却注意到了他脚上那一点轻微晃动都不曾有的龟心灵，是真的有的，真的有想念过，不然龟心灵就算不叮铃作响也不会全无动静。头顶传来一声轻笑，宁清堂怀疑自己听错了，抬头看到他眼底的笑意，一时间有些愣住了。这大冰块还真会笑，你笑什么啊？没什么，切，不说就算了，谁稀罕听啊？宁清堂又低头窝回他怀里，完全把他当工具人，就跟做教碾一样，还自己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甚至2只手各捻了一缕他的头发，无聊的摆弄。不知过了多久，头顶突然传来一道清冷却认真的嗓音：师尊也很想念你。慈渊叫来陆风玄问责，是真的大张旗鼓，不仅要整治文彻，连他自己那3个徒弟也没放过。宣臣为首，加上怀玉和颜齐，跪成了一排。陆风玄带着文彻进门，就看到这个画面，当场把文彻压了下去，让他跪到宣臣身后，自己也给慈渊行了个大礼。听闻我这不争气的徒儿惹了剑尊不快，今日特来请罪。慈渊没让他起身，只把目光转向坐在一旁的宁清堂。人都到了，那就说说吧。宁清堂突然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说什么？慈渊盯着他看了数息，到底是舍不得为难他，又默默把目光转向下方那一群人。那便你们来说，文彻，你先说，为何要私自带他下山？他气场太强。文彻又不像颜齐等人都被他罚皮实了，只被这么一问就慌得不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老老实实的回答，
回剑尊，小师叔说想下山去玩，我便带他去了。这回答先别说问的人会怎么想。陆风玄听了都觉得离谱，忍不住回头责问。清堂师弟说想去你便带他去，剑尊下的命令你不知吗？徒儿知晓，但是文彻心虚的看了宁清堂一眼。但是小师叔他朝我笑啊。陆风玄，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自家师尊眼神太过凌厉，文彻也发觉了不对，赶紧找拨，既是长辈，文彻不想让小师叔失望。小师叔说我对他最好，我便没忍住带他。放屁！他话还没说完，中间的颜齐就不干了。什么你对他最好？明明是我对小师弟最好，小师弟亲口跟我说的。宁清堂后背一凉，感觉这发展十分不妙。果然，下一秒怀玉就照着颜齐后脑勺打了一巴掌。你最好？你当老娘是死的吗？小师弟说的分明是我这个师姐对他最好，说这世上没人比我对他更好了。两人争执不下，一直没开口的宣尘表情古怪，憋了半天还是没憋住问了一句，小师弟可是还说日后要好好孝敬你们。颜齐眉头一皱，你怎么知道？怀玉也发现了有什么不对，话都说的有些僵硬了。小师弟是不是也说过，在他心里谁都比不上你们？宣尘默默点头，颜齐人都傻了，跟你们也说过？不可能，小师弟明明说我最疼他，能做我师弟特别幸福。怀玉，这句我也听过。宣尘一模一样。文彻听得都快哭了，我都没听过，我就只有一句。空气安静的落针可闻，几人齐齐看向上方的宁清堂，连陆风玄都忍不住跟着看。他活了这么大岁数，自认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但也是头一回见识这种翻车现场，不愧是先天灵体，果然是奇人啊。宁清堂已经麻了，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还能凑到一起对峙。他当时逮着好话就说，根本没想过会有今日这一出啊，又不是对同一个人能哄住骗住就行，谁还管会不会重复啊？但显然他们不这么想，一个个满眼谴责和受伤。宁清堂赶紧起身，那个我能解释，其实就是他疯狂组织语言，企图胡编乱造出点什么话来蒙混过关。万万没想到一道高大的身影缓缓来到了面前。宁清堂，糟了，忘了这还有一个了。是师尊。宁清堂赶紧露出一个卖乖又讨好的笑，可惜并没有缓和一丝一毫的气氛，反而迎来了男人语气悠悠且充满危险的质问。还是师尊对我最好，日后定然好好报答师尊。果然师尊最疼我，能做师尊的徒弟太幸福了。慈渊每说一句，语气就危险一分，最后几乎一字一顿，乖徒儿，你哄人的话当真是一个字都懒得换啊。谁说的？我明明把称呼换。宁清堂下意识要反驳，话说到一半才发现不对，迟来的求生欲让他赶紧改口，不是，我对师尊说的都是真心的，真的。我000。他越大声狡辩，脚上的铃铛响得越欢。宁清堂欲哭无泪，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朝他伸出手，拎起他的后领，把他往殿外拎。师尊，你听我讲啊，不是，听我解释啊。师兄，大师兄，二师兄，师姐啊，救我啊，救命啊！连求救都没自己的份，文彻表情更受伤了，突然觉得在座这些被骗的人里，自己才是最傻的那个。师尊，陆风玄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看到了吧，自己长点记性吧，日后别再被骗了。师尊知道你委屈，等回去给你2颗高品丹药，就当是。我是想问小师叔会不会有危险啊？剑尊的责罚他能受得住吗？陆风玄放在他肩膀上的手一僵，嘴唇颤了半天也没对他说出来一个字，最后转头怒气腾腾的看向宣尘，看看你那好师弟把我徒儿骗的都给骗傻了。宣尘眉头微皱，是他自己太过好骗，关我小师弟何事？就是我们也被骗了，我们说什么了吗？怀玉也听不得这话，横眉冷眼的瞪他。颜齐直接上手赶人，走，回你的主峰去，我小师弟不可能有错。陆风玄看着这几个人欲言又止，到底是碍于情面没有直说，他们似乎脑子有急，带着文彻快步走了出去，晚一息都怕被传染了。由于宁清堂疯狂挣扎，慈渊还没拎着他走出多远，看到他们走出来，宁清堂立刻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疯狂呼唤，宗主师兄，宗主师兄救我啊，师尊会打死我的，宗主师兄救命！他喊得实在太惨，又带着哭腔。陆风玄走了2步，还是忍不住停下了，试探着去劝剑尊，清堂师弟虽说犯了错，但也不是什么大错，从轻发落还是可以考虑一。慈渊一个冷冰冰的眼神扫过去，陆风玄默默收回目光，可一会儿还有要事，剑尊请便，告辞。人都走没影了，宁清堂还不死心的继续张望。慈渊冷着脸把他头往下按，这回走都不走了，直接拎着他瞬移去了冷泉，一言不发的把他放了进去。不行，会冻死的，真的会。好冷。宁清堂哆嗦着往上爬，还没爬上去又被一起下来的男人揽着腰捞了回去。就在此处引气入体，引气入体个鬼啊！
我有灵力有修为，只是你不知道好吗？宁清堂翻了个白眼，嘴上继续求饶。那我们换个地方引气入体，这里真的不行。师尊，我太冷了，你摸摸，我手都是冰的。慈渊抬手认真摸了摸，缓缓颔首，然后继续按着他，不给他一点往出爬的机会。宁清堂，这就完了？那你摁什么啊？我是让你测试到底手冰不冰的吗？师尊，我真的好冷，快要冻死了。这冷泉虽然灵气充裕，也没冷到承受不住，但宁清堂是一点苦也不想吃的，更何况他根本就不需要引气入体。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卖惨，师尊，我要死了，你饶了我吧。慈渊眼都没抬，自己想办法。我自己能想什么办法？我又不敢用灵力驱寒，难不成让我抱个火炉？哎，火炉！宁清堂眨巴眨巴眼睛，试探着碰了碰他按着自己的手，随后眼睛一亮，他身上这么暖和，这不就是现成的火炉？大魔头手脚并用，整个人都挂在了男人身上，嘴里还念叨：师尊，好师尊，借我抱一下吧，再不暖和一点，我真的会死的。慈渊不语，感受着他那拼命往自己身上贴的动作，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勾了勾嘴角，语气却冷淡又毫无波澜，清新静气，感受这池中的灵力。何时引气入体成功，何时才能出去？大魔头傻眼了，不可能引气入体成功召来雷劫的，那我岂不是一辈子也出不去了？不行，得想个办法糊弄过去。他陷入了沉思，手脚也放松了，变成了只靠在慈渊身上，不抱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好不容易暖和了的身体又冷了起来。宁清堂被冻得回了神，皱眉感受了一下泉水，悲催的发现泉水似乎比方才更冷了。这冷泉向来灵气越充裕就越冷。他一边羡慕嫉妒大冰块用的全是好东西，一边再次往人家身上挂，嘴里不停嘟囔：真的要冻死了，师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不放我出去，我就一直这么缠着你。某人一听还有这种好事，默默用灵力把泉水的温度又降低了些。怎么越来越冷了？大魔头实在有点扛不住，掀开外袍自己往里一钻，又动作迅速的合上外袍，再转身就整个人都窝进了男人怀里，彻底暖和了。让你罚我挨冻。大魔头恶狠狠地想着，动作更加用力地抱住他的腰。我出不去，你也别想安心打坐修炼，看谁耗得过谁。灵气充裕，他也不敢吸收来修炼，就这么待着实在太无聊。最后索性一根一根数慈渊那一头墨发，他还不在心里默默数，就在人家耳边出声数，故意捣乱，不想让慈渊静心修炼。2723 2724 2000，你别动。感觉到男人往后退了退，宁清堂不耐烦地吼了他一声，又追着贴上去了。不贴着就冻死了，这大冰块跑什么？什么静心修炼？某人分明是一直在心里默念清心咒。26005。宁清堂抓着他的头发直皱眉，刚才数到哪来着？2725。头顶传来一个精确的数字。宁清堂抬起头一脸懵，你没入定修炼，那你在这跟我耽误什么时间啊？已经快一整天了，他都要无聊死了。我真的不会引气入体，尝试多少次都没用，我在这还耽误你修炼，你就放我出去吧。宁清堂又开始趁机求他，师尊放我出去吧，我出去了你也能安静一会儿，不然我给你捣乱多耽误你啊。不耽误。慈渊按住他那不盈一握的细腰，不让他再乱蹭，一本正经的试探他的意思，为何一直无法引气入体？冷泉能帮他压制些魔气，按理说他边一边把引不来雷劫的事糊弄过去，伪装引气入体成功了不是难事，日后也好顺势名正言顺的修炼。这一步步慈渊都替他想好了，却不明白他为何不走这条路。然而宁清堂想的却是，不仅引气入体的雷劫要找借口糊弄，之后每一次突破都要费心编造借口，实在是太累了，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装没天赋，无法修炼，这样以后行事更方便。就算暗地里杀个人放个火，也不会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一个不会修炼的废物又能做什么坏事呢？我也不知道，我都按你教的做了，就是感受不到灵气，也引不到经脉里啊。宁清堂一脸无辜，还带着点难过和委屈。师尊，我是不是没有天赋不能修炼啊？没有天赋。慈渊欲言又止，放眼六界，能用300年达到他这般修为的，也就只有他一人而已。不然为何当年魔尊宁刹被那么多人忌惮？他要是没有天赋，那这世上就无人配得上天赋二字了。师尊，我要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呀？不是废物，即便他是演的。慈渊也听不得他贬低他自己，认真纠正一遍后，又坚定地说道：不会不要，永远都不会。这大冰块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人性的嘛。宁清堂满意了，又可怜巴巴地追问：那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给我吃灵果零食，有好东西都想着我吗？慈渊，这才是他关心的重点吧。心上人只惦记那些身外之物，慈渊虽然无奈，但又不由庆幸自己家底攒得足够多，连回答都底气十足。喂，清堂想要什么，师尊都会给你。这一下宁清堂彻底放心了，一连3日都泡在冷泉中吃了睡，睡了吃。最后看他是真的不想光明正大修炼，慈渊才妥协的放他出去了。
于是新入门的弟子一个个全都引气入体成功，每日都有雷劫汇聚在归元宗上空，唯独骆剑锋迟迟没有动静。陆风玄旁敲侧击地问了好几次，宣臣避而不答。言其说他多管闲事，怀玉差点直接给他下毒，最后逼得他不得不亲自去问慈渊。剑尊，后日就要测灵根了，清堂师弟他方便吗？慈渊也不知道宁清堂是怎么想的，只能把人叫来听他自己的意见。宁清堂根本没当回事，听说新入门的弟子都要一起测灵根，毫不犹豫的点头，方便啊，那就测吧，反正我修魔，用魔气护住灵根，你们正道也测不出来。见他答应，慈渊微微皱了皱眉，却也没说什么，只在测灵根那日出门前反复叮嘱他，不必在意他人说什么，万事都有师尊。以他的脾气，若是测不出灵根，被人嘲讽挑衅，慈渊真怕他在归元宗大开杀戒。知道了知道了，师尊你都说了7遍了。宁清堂满脸无奈，接下来还要说有事找师尊，师尊会给我做主，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对吧？你记得就好。慈渊动作轻柔的给他梳好头发，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对着那一头墨发亲了亲。我的清堂好香。门外传来一点细微的抽泣声，刚才还满目柔情的男人眼神瞬间变了，转头看过去，怀玉身体一僵，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感觉自己看到了鬼门关，赶紧一只手捂住嘴，让师尊他老人家看到自己的求生欲。师尊我什么都没看见，一边传音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我真的没有想偷看，但师尊你们都不管，我想看不见都拿，幸亏是我来了，要是换成大师兄怕是要当场吓死。而且师尊你要不要这么吃哈？真的离谱死了。为了狗命着想，怀玉果断装作无事发生，自然的踏进殿内。小师弟你准备好了吗？已经快开始了，宗主让我来问问。马上宁清堂回了一句，又回头去看慈渊，头发梳好了吗？慈渊点点头，放下他的头发，也收了对怀玉的威压。怀玉松了口气，赶紧找机会跑了。堂堂剑尊对徒弟图谋不轨，还偷偷吻人家头发什么的，这也就是师尊干出这种事，换了别人他肯定要骂一句禽兽。慈渊一点不觉得丢人，实际上若不是宁清堂不开窍，他哪里会管什么禽兽不禽兽，怕是都能直接举办道侣大典，亲手推翻自己的无情道。奈何师尊，我不想自己走，你抱我下山吧。看着完全把自己当人形教年使唤的宁清堂，慈渊淡定的把人抱起来，已经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叹气了。他与我多笑一笑，我都心神荡漾。我与他每日亲近搂抱，清堂怎么就生不出一点旖旎心思呢？我在他眼中当真就这么差劲？平日有人夸自己容貌慈渊还会冷脸，此时却不由得对自己的外表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虽不如清堂貌美，但有修为加持驻颜，应当算不得丑吧。清堂日后若是寻一位道侣，可有什么要求？道侣？不明白他怎么突然问这个。宁清堂认真想了想，两眼逐渐放光。我的道侣必须得是6界第一美人，姑娘家杨柳细腰，身形娇小，柔情似水，要是声音再娇软些就更好了，与我撒娇时叫一声相公，那我还不得有求必应，把他当。腰间突然一痛，宁清堂疼得直呲牙。师尊你干嘛掐我？慈渊冷着脸，嗓音阴沉，我不过试探一番你的道心，你便如此春心萌动，成何体统？说着还把他给放下来了，自己大步往前走，只留给他一个怒气萦绕的背影。既然如此向往柔情似水的姑娘，那便让那姑娘带你下山吧。啊！宁清堂人都傻了，你这大冰块怎么还带这么试探人的？一肚子坏水。师尊啊！把靠山给惹怒了，宁清堂无语归无语。为了自己的灵果灵石还是宝物，该哄还是要哄的。追上去疯狂说好话，我一时糊涂了，师尊就当我说梦话好不好？我怎会找什么道侣啊？道侣只会影响修炼，我保证我一辈子也不找道侣。他以为这么哄一定没问题了，结果眼看着男人脸色更难看了，冷冰冰的问他，一辈子不找道侣？对。宁清堂坚定点头，那东西根本没用，绝对不找。师尊你怎么走这么快？你等等我啊！他一路追出骆剑锋，慈渊的脚步也一点没放慢，脸色更是像结了千年寒冰一般，看着就十分不好惹。然而依旧有不长眼的人想往眉头上触。剑尊，娇媚的女生丝毫没有引起慈渊的注意，任由那守在落剑峰山脚下的红衣女修柔柔弱弱的行礼。慈渊始终目不斜视，大步往前走，仿佛那人根本就不存在。哎呦，明明慈渊都快走过去了，那女修突然弱不禁风似的一倒，眼看就要倒在慈渊身上。追上来的宁清堂一把将男人拉到自己身后，女修一愣，赶紧稳住身体，哪还有刚才那柔弱的模样。站好后，好奇又探究的看向他，你是那个先天灵体？我是谁管你何事？宁清堂满脸不耐烦，挡在慈渊身前，还带着慈渊往后退了退，仿佛看不到那女修美艳漂亮的脸蛋和婀娜多姿的身材，全然不见提起找道侣时的春心萌动，一副人家是什么脏东西的模样。
我师尊都没碰到你，你往他身上倒什么？跟他碰没碰到我有什么关系？女修眼睛带钩子似的往他身后的慈渊脸上盯，人家是来勾引剑尊的吗？当然要往他身上倒了。剑尊，要是往日慈渊早就动手把人扔出归元宗了，今日却只站得笔直，闻言还往宁清堂身后挪了挪，仿佛没人挡着就要被女登徒子拉走了似的，那叫一个娇弱无助。注意到他的动作，宁清堂嫌弃的翻了个白眼，我就说正道都是呆子傻子吧，被人纠缠了连拒绝都不会，还修无情道呢，越修越傻。看在灵石灵果的份上，本尊就勉为其难帮帮你吧。你死心吧，我师尊修无情道不会动凡心的。无妨，谁说勾引就是要引人动凡心了？女修媚眼如丝，当年剑尊救我一命，我便发誓要以身相许，剑尊出人就好，心便留着吧。宁清堂感情就是个单纯馋大冰块身子的，饶是慈渊也无法在这种目光下维持淡定，黑着脸呵斥一声，胡王亲妹再如此胡言乱语，本座不介意将你打回原形。100年前他因为狐族内乱险些丧命，慈渊对红衣女子太过敏感，见他身着红衣奄奄一息倒在路边才出手救了一下，没想到此后一有机会他便纠缠上来，今日还在宁清堂面前说出这种话。你是狐王啊？亲妹没被他吓到，反而是宁清堂听得惊呼一声，难怪要把大我师尊当炉鼎，讨厌，瞎说什么实话嘛。亲妹娇嗔的瞪了他一眼，人家明明是仰慕剑尊，想要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宁清堂，你是懂说实话的。两人还攀谈上了，这场景跟慈渊想的完全不一样，说好的他的清堂要簇一簇呢，明明方才还将他挡在身后，对亲妹敌意满满。清堂，他放心，交给我。然后宁清堂凑过去和狐王交头接耳一番，当真，绝无半分虚假。宁清堂看着他站过的地方，身体因为憋笑一个劲的颤。狐王他虽然今日第一次打交道，但早就听说是个好凑热闹且爱传八卦的性子，他都已经能想象到用不了多久某个消息传遍6界，被人争相谈论有多大快人心了。慈渊身上的气息太过危险，宁清堂不敢再惹他，赶紧换上无辜的表情，我帮师尊把他赶走了。师尊，我们快去测灵根吧，一会儿宗主师兄又要催了。说着直接上手拉着男人往前走，只要我反应够快，危险就追不上我。慈渊看看他拉着自己的手，再看看他那心虚的背影，眸色幽深，惩罚肯定是有的，只是不急，先把正事做了。归元宗作为第一大宗门，新弟子测灵根也是允许6界管理的，这也是狐王亲妹能来到归元宗的原因。不只是他，6界都派了人来，为的就是看看那先天灵体的灵根能有多纯净。规模虽然比不上拜师大典那日，但也算是宾客满座。当然这只是在宁清堂对着亲妹语出惊人之前，现在他和慈渊一出场，他也只能勉强吸引一半目光，另一半都在慈渊身上。剑尊真的为了修道对自己下手那么狠？我觉得有可能，修道一途道心何其重要。剑尊虽剑走偏锋，但效果显著，那一身修为便是证据。我也觉得是真的，狐王不是说了吗？是那先天灵体亲口说的。先天灵体还能撒谎不成？全场鸦雀无声，但众人的眼神已经把什么都给说了。自己被这么多人关注，任由慈渊表面再怎么淡定，心中也做不到毫无波澜，冷着脸薄唇微抿，脑海中已经想出了无数惩罚罪魁祸首的办法。宁清堂也不容易，憋笑实在太难了，他都快把大腿给掐麻木了，才勉强忍住没有当场笑出声。狐王不愧是狐王，这速度绝了，不过1刻钟就把事传了个遍，是个值得深交的。身边的男人周身嗖嗖放冷气，他脸色越冷，宁清堂心里越痛快。去测灵根都积极得很，把手往测灵根的灵石上一放，时间够了，收回手转身就回了慈渊身边。众人看着毫无反应的灵石，迟迟回不过神，这先天灵体怎么回事？就算不出个万年难得一见的纯净灵根，最常见的水灵根都没有，没有灵根怎么修炼？那不就个废物吗？陆风玄愣了半天才勉强反应过来，看看还在满脸不可置信的宣尘，最后只能自己开口了。清堂师弟，方才似乎出了什么问题，你再去测一次。怎么可能没有灵根？宣尘每日都与我说他那小师弟天资卓绝。哦，宁清堂走上去又测了一次，这次特意把手多放在上面一会儿，要收回来时还问了一下陆风玄，宗主师兄可以了吗？陆风玄人都傻了，脸上表情变了又变，最后强撑着淡定提线木偶似的点点头。那我回去了。宁清堂收回手，脸上笑容灿烂的好像没灵根的不是他一样。刚才觉得他是废物的众人沉默了一瞬，然后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是个美得过分的废物。本该是归元宗在6界赚足了脸面的日子，最后却闹出了大笑话。决定当众测灵根时，慈渊就想到了会有这种场面，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帮宁清堂挡了一大半非议，罪魁祸首还在那满脸无辜，说他不是故意的慈渊打死都不信，不光使坏，还
还光明正大的使坏，这小没良心的，怕不是想把谁气死？不论清堂天赋如何，依旧是本座徒儿。日后若有人非议欺辱，便是与本座结怨。最后一个字落下，磅礴的威压席卷全场，直到他带着宁清堂离开，那威压才慢慢消失。宣城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眉头紧锁。片刻后，声音掺了灵力，传遍众人耳边：非议小师弟者，日后除魔卫道之事，便不必再来找在下了。向来没什么正形的颜齐也是难得的表情严肃，手中折扇轻摇：我这人比较记仇，不敬我小师弟者，不论报酬几何，我梧桐楼概不效劳。五绝骨毅然，怀玉脸上带着温柔的笑，眼神却冷得像极了慈渊剑尊。若是惹了我小师弟，还想找我医治，我不仅不治，还能提前送你下黄泉。一个师尊加3个徒弟，4个人一人一番话，算是把宁清堂护得严严实实。除非是真不想在修真界好好活了，不然绝对没人敢惹宁清堂。他自己虽然是废物，但身后的师门谁得罪得起啊？慈渊和宁清堂还未走远，他们那些话宁清堂听得清清楚楚。原本没心没肺的笑容顿了顿，眼神变得复杂起来。这群傻子可真是……他又忍不住看了慈渊一眼，可真是跟这大冰块一样傻，拼命护着个大魔头，也不怕本尊日后完全恢复修为，将你们全杀。算了，那么傻，估计心都得透着傻气。剜心时可别传染给本尊，就勉强留个活口吧。慈渊一直在观察他的神色，见他如此纠结，又满眼不忍，眸中笑意渐深。距离他的清堂敞开心扉的日子，应当是不远了。师尊，小师弟，宣城等人追上来，一个个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宣城先开口了，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小师弟，不能修炼，跟你师姐学医术也是一样的，不是什么大事，不必忧心。对，怀玉疯狂点头，你想学什么师姐都教你。两人都安慰过了，转头齐齐看向颜齐，示意他赶紧说点什么。颜齐一脸无所谓，有我们护着，小师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呗，什么都不学，就每日吃喝玩乐也没事。师尊，我是个不会修炼的废物，真的不碍事吗？你真的还愿意认我做徒弟吗？回了落剑峰，宁清堂又认真的问了一遍。他现在真的看不懂了。从前他以为大冰块是看中先天灵体，想收做徒弟为己所用，可现在他都已经是废物了，成了整个修真界的笑话。大冰块为什么还这么护着他啊？不论清堂如何，师尊都会护你周全。这话慈渊不止一次说过，但只有这一次宁清堂才没有当耳旁风，而是真的听进去了一些，不只是听进耳朵里，还听进心里记下了。这大冰块好像真的不是道貌岸然，是真心实意的爱护。可是他对其他徒弟也没像对我这么偏爱啊，不是因为先天灵体更有用，那还能是为什么？疑惑间已经被拉进了寝殿。宁清堂回神后有点懵了。师尊，慈渊眸色幽深的盯着他，微微一抬手，周围景物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雾气，竟是画出一方隔绝天地的小世界，几步之外才能看到原本的景色。是，师尊。宁清堂本能的觉得危险，撒腿就要跑，却被男人毫不费力的拉进怀里钳制住。目无尊长，言语无状，该罚。不是，你真罚啊？平时被背书就算惩罚了，这还是慈渊头一回跟他动真格的。宁清堂有点害怕了，正要求饶，景色又是一变，竟然回到了他闯入禁地那一日。末发的慈渊剑尊已然消失无踪，只有那白衣白发的分身从冰棺中踏出，一步一步朝他走过来，那脚步仿佛踩在了大魔头心上，一步就是心头一颤，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畏惧到了极点。大魔头虽然修为不够幻化出自己的小世界，但他也听说过，知道此刻还在寝殿中，只是慈渊将幻境融入了这方小世界而已。但是即便是幻境，他现在深陷其中，也是即将要真切经历的。师尊，我知错了。宁清堂转身就跑，边跑边求饶：师尊，你放我出去吧。当日是灵力耗尽无法挣脱，现在则是有灵力可以试着挣脱，他却不敢。一动手，幻境外的慈渊肯定能察觉到灵力波动，那就彻底完了。大魔头果断选择了先保命。慈渊，你个变态！大魔头不戴面具也没有自保能力时，没少因为这张脸被人觊觎过，但那些人都未曾这般得逞，后来也都被他杀得一个不剩，如今跑不掉又杀不了，着实是要把他逼疯了。师尊，我再也不敢了，放我出去啊！师尊，救命，救我！呜，救命啊！师尊，今日也算是欺负够本了，再过分有人就该想着跑了。慈渊又抱着他亲了一会儿，然后才意犹未尽的停手，心念一动，周围景色便恢复了原样。大魔头身体一僵，过了许久才敢试探着睁开眼，然后猝不及防对上一道无波无澜的目光。那幻境中是你最怕的事，若迟迟不思悔改，便会不断重复经历，这回可是长记性了，日后还敢吗？宁清堂第一反应不是回答，而是先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发现完好无损后才松了口气，蔫蔫的点点头，不敢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大冰块真不是人啊，这种惩罚方式都能想出来，
真想现在就给他一剑。仗着宁清堂不知道幻境中便是自己，某个坏心眼的剑尊沉默片刻，又一本正经地问他：那让你如此惧怕的幻境中究竟有什么？我见你一直身体颤抖，呼吸急促，脸色也……什么都没有。大魔头欲盖弥彰地吼了一声，生怕这辈子最屈辱的事被死对头知晓，那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光是提起他耳尖便染了红。慈渊努力压着要上扬的嘴角，那你为何惧怕？我那是……其实……宁清堂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都感觉自己脸上发烫了，赶紧去看慈渊的表情，发现他一脸淡然才放心，暗暗想着自己应该是没有脸红，不然肯定要被看出不对。难得看他害羞一次，慈渊看得愉悦极了，不依不饶地追问：其实什么？其实幻境中我是挨师尊打了，打得我满身都是血，差一点就死了。宁清堂终于编完了，边说边煞有其事的点头：就是这样，所以我才怕，快吓死了。原来如此。慈渊微微颔首，看他暗暗松了口气，又不做人的去偷偷欺负他，师尊舍不得打你，小惩大戒，你又过于顽劣，不肯改正，那日后你犯了大错，便还入那幻境挨打去吧。宁清堂：不，我听话，我以后一定听话。大魔头吓得直接跳起来，拉住他的袖子：以后师尊让我往东我便往东，让我往西我便往西，我再犯错我也去跪香，我跪2柱比我还高的，不，我跪3柱，3柱行吗？不可。慈渊俯身在他头上摸了摸，乖徒儿，师尊哪里舍得你去跪香？幻境中既不会伤身也不会劳累，师尊是疼你，为此多耗费些灵力也无妨，就这么定了。宁清堂欲哭无泪：我求求你别疼我了好吗？我想跪香，哪怕你是真揍我一顿也行啊。不作非为的大魔头就这么被拿捏了，一连半个月都老老实实待在落剑峰，门都没出过。他这么守规矩，反倒把别人给吓着了。宣臣等人轮番开导他：小师弟，不能修炼都是小事，你总这么忧心下去，身体受不了的。就是不能修炼，也没人敢欺负你。有什么好愁的？颜齐朝他抛了个媚眼：走，师兄带你下山玩去。宁清堂赶紧摆手：不去，师尊不让私自下山。颜齐都懵了：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师尊话了？你还是我小师弟吗？你过来，我看看你是不是被夺舍了。宣臣拍开他伸出去的手，沉思片刻后认真地问道：可是师尊罚你了？现在想起受罚的场景，宁清堂还羞愤的要死，眼睛一瞪，疯狂点头：师尊打我，我要是再不听话会被打死的。他以为会引来众人同情，大家一起谴责慈渊那个变态，结果这几人什么义愤填膺的反应都没有，反而全都无奈地看着他。宁清堂一脸懵，片刻后委屈地控诉：你们不疼我了？不是不疼你，是小师弟，你不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吗？颜齐无奈地直摇头：你自己想想，你骗过我们多少次，师尊罚你不疼你，结果呢？最疼你的就是师尊了，你说我们这回该不该信？宁清堂被问住了，完了，骗了太多次，到真被罚了，他们全都不信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这回是真的，他还是不死心，力求说的更真实一点：师尊真的打我，打得我爬都爬不起来，身上全是血，我还……是吗？身后传来一道悠悠的询问声，宁清堂整个人都僵住了，过了许久才慢动作似的转身：是，师尊，我跟师兄师姐开玩笑的，师尊没有打我，师尊最疼我了。对面的3人一听这话，全都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脸上明晃晃的写着：我说什么来着？师尊能罚小师弟就有鬼了。大魔头有苦说不出，头一回真情实感的委屈，要不是还稍微要点脸面，他都想当场坐地上哭一通。慈渊看他这模样，又心疼又好笑，从储物戒中拿了块赤色灵石递给他，宁清堂接过来就啃，一口接着一口，恶狠狠的，完全把这灵石当成了某人。怀玉，明日起你开始教导清堂行医练毒，看他自己想学什么，想学你便教，不想学的也不必强求。是，师尊。慈渊嘱咐完，身侧立刻伸过来一只手，手心朝上，那手的主人也不说话，见他看过去就做了个张嘴咬东西的动作。今日吃的够多了。慈渊拿了一包糕点放在他手上，再吃又要醉了，吃这个吧，我自己有分寸。宁清堂收了糕点，又朝他伸手：再给我1块，明日再吃。慈渊转身要走，宁清堂追过去，一个劲的磨：再给1块，好师尊，再吃1块没事的。刚求了一句，灵石就被放到手上了。师尊你真好。宁清堂咬住灵石，直接往他身上扑上去就被男人动作熟练的抱住了。怀玉看着这画面，捂着嘴不敢出声，生怕一张嘴就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宣臣看得满眼欣慰，深深觉得这活泼的小师弟能给师尊带去些不一样的鲜活感，反倒是平日最不靠谱的颜齐皱了皱眉：这师尊和小师弟，我怎么感觉不太对了呢？轰隆隆，咔嚓，一大早落剑峰就乌云密布，雷劫漫天。平时慈渊炼丹引来的雷劫大多手腕粗细，
今日却比胳膊还粗，且颜色紫的发黑。宁清堂就是再不会炼丹，他也知道雷结越粗代表丹药品质越上乘。看着不远处的雷结，直吞口水，这个必须得骗来吃了，绝对是好东西。正好怀玉来了，宁清堂赶紧提前打听了一下，师姐，师尊炼的这是极品丹药啊？这个怀玉挠着头皱眉看了半天，最后犹豫着说道，这个看着不太像是丹药啊，丹药引来这么粗的雷结，现在就应该能闻到药香了，说不定是在炼气。炼气！嫉妒使大魔头面目全非，那大冰块竟然还会炼气，这世上还有他不会的事吗？不过以前还真没看过师尊炼气，我也是瞎猜的。一会儿雷结散了，你见到师尊再问问就知道了。哦，宁清堂兴致少了一半，法器什么的又不能吃，对他的吸引力哪能跟丹药比？那就不着急了，日后再慢慢骗吧，反正早晚要把那大冰块骗得倾家荡产。他不感兴趣了，连雷结都不看了，反而转过头看怀玉摆弄他那些瓶瓶罐罐。也不知过了多久，空中的雷结都散尽了，门外缓缓响起脚步声。清堂，过来看看，可还喜欢？慈渊站在殿外的空地上，面前悬着一把通体赤红灵气萦绕的长剑，连那剑穗都跟宁清堂的衣袍一个颜色。这剑是特意为谁炼制的，不言而喻。喜欢？宁清堂跑过去一把抓住剑柄，本来他就喜欢各种宝物，这件还是投他所好的红色，他怎么可能不喜欢？爱不释手的从头到尾抚摸了一遍，这才转头去看旁边的男人，是给我的吗？慈渊微微颔首，自然，其实早就准备为他练一把剑了，可前段时间他太过贪玩，每日都要下山去抓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让他安生了些，慈渊便抓紧时间，没日没夜的赶了几日，耗费无数灵石珍宝才练出这把剑送给他。宁清堂当然知道这是好东西，拿在手里的感觉就跟普通的宝物不一样，那双总是充满狡黠的狐狸眼都笑弯了，当场扑进他怀里，多谢师尊，师尊你对我真好。慈渊揽住他的腰身，见他确实是打心底喜欢这份礼物，眼底也染了笑意。此剑名为星月，是哪两个字啊？月初之时是为星月，便是此时。宁清堂还以为有什么高深的寓意呢，结果就是按时间取的，语气瞬间有些失望。原来是这个星月啊，他觉得名字不够有深意，后面的怀玉却听出了弦外之音。星月，星月，师尊这是把心意都明晃晃的送给小师弟了，一点也不背人啊。清堂，取一滴血滴在这剑上。宁清堂还在吐槽他堂堂剑尊取名品味不怎么样呢，闻言立刻从他怀里抬头，取血做什么？即便不能修炼，修道之人也该有自己的本命剑，日后星月便是你的本命剑了。这也是慈渊要为他练剑的目的，没有本命剑，日后若再与人动手，他怕是还要徒手剜人心脏，白白脏了那柔一世的手。他自认想得周到，不料怀里的人满眼抗拒。没必要吧，我不能修炼，契约了本命剑也没用的，还是不结气了。就算你这把剑再好看，本尊也不会抛弃原配的。抛弃本命剑和抛弃弃子有什么区别？慈渊当然知道他曾经有本命剑，魔尊宁莎有一把名字颇为奇特的本命剑，名为一儿，听着一点不像剑名，倒像是哪家姑娘的乳名小字，为此没少被六界谈论，甚至有人猜测那是宁莎的一笔风流债。原本慈渊只当作那些人信口胡猜，此时看着宁清堂的抵触和抗拒，不由也跟着胡猜起来，难不成真是与一个叫一儿的女子私定了终身，还是说求而不得，以此聊以慰藉？越想心越乱，任由慈渊剑尊修为再高，醋坛子被打翻了也是如何也扶不起来的，不自觉收紧了放在他腰间的手。哎，宁清堂堂的直往他手上拍，你要掐死我吗？他拍了好几下，慈渊也没放手，只是收了力气，眸色深沉的盯着他看了许久，最后什么都没说，身影缓缓消失在原地。宁清堂看着空了的怀抱，保持着抱人的姿势傻眼了，怎么走了？怀里的空气哪能给他答案？大魔头头一回经历撒娇，还没撒完就被扔下，赶紧转头去看怀玉。师姐，师尊他这是生气了吗？怀玉被问住了，我哪知道啊，我也没这么惹过，我平时都不敢近师尊身的，应当不是生气，师尊哪会跟小师弟你生气啊？他那么疼你，估计是有什么急事吧？别管是不是，不破坏师尊在小师弟心里的形象就对了，说好话绝对没错。宁清堂点点头没出声，看看手里那明显耗费了不少心思的剑，死去的良心又开始有想要活蹦乱跳的迹象，到底是不是生气了？就因为我不让这把剑做本命剑吗？可我真的不是不喜欢啊，我有本命剑，以后还要把所有碎片都找齐的，我没有不喜欢这把剑。挨骂受罚，大魔头能扛得住，这种被误解糟蹋了别人好意的事，他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一整日都心不在焉。怀玉见他这样也没教他什么，教了他也没心思学，索性旁敲侧击的替慈渊干点正事。小师弟啊，你觉得师尊容貌品行如何？容貌品行？大魔头正郁闷着呢，回答怎么可能不夹杂情绪，当即把手里的药瓶往桌子上重重一放。
开启吐槽模式。容貌还用说吗？大家有目共睹，天天板着张脸，好像谁都欠他几百袋零食似的。生气了更吓人，阴沉着脸像要杀人，哪像什么正道魁首啊？就是魔头都比他看着和蔼可亲啊！这自家师尊可是6界有名的美男，要不是太过德高望重，美男榜绝对稳居魁首。万万没想到在他嘴里就成了这样，属实是把怀玉给整不会了。品行就更差了，大魔头还在疯狂吐槽，一点小事就要记好久，小气又记仇。怀玉，小气又记仇，小师弟你确定说的不是你自己？这天算是聊不下去了。怀玉抬手收了自己那堆药瓶，那个师姐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明日再来教你啊。说完转头就跑，本来就觉得无聊，现在他还走了。平日里无聊都有慈渊陪着，今日慈渊从送完剑就没再露面。宁清堂越想越烦躁，举起那把新月，对着金丝楠木制成的书案一顿毫无章法的乱砍，硬是给砍成了一块一块的碎木。做完了坏事他也不跑，就站在原地等着。结果等了半天也没像往日那样等来某人。大魔头握着剑咬咬牙，出门就往山下走。不出来是吧？有本事你一直别出来抓我。他边走边拿剑乱砍，别说是旁边的草丛和树木，就是路过只兔子也得挨他一脚。就这么一路顺利走出了落剑峰。大魔头有点懵了，不是你真不管了啊？切，谁稀罕啊？大魔头把剑一收，撒腿就往宗门外跑。这个时间正好，喝花酒还有机会点到花魁。大冰块冷冰冰的，哪有会弹琴唱曲的花魁好？太久没出落剑峰了，从前出来遇到的小弟子都一口一个师叔祖的叫，主动跟他行礼。这次虽然也是一样的待遇，但明显有一些人开始不理会他了。大魔头向来不在意这些虚礼，但架不住神魂强大，听力比普通人好得多。那帮人说的话一个劲往耳朵里钻，不是说确定不能修炼之后被剑尊软禁了吗？怎么跑出来了？谁说的软禁啊？我听说就只是做了炉鼎，没特意关着。宁清堂脚步顿了顿，他要是没听错，这帮人应该是在说他吧？你们都是哪个峰的弟子？一声冷喝打断了宁清堂的思绪，转头一看，竟然是文彻在训斥那些弟子。目无尊长，口无遮拦，剑尊和小师叔岂是你们可以造谣议论的？都去执法堂领罚。文彻收拾完几个弟子要回主峰，才在路边看到宁清堂，以为离得远他没听见，也就没安慰他，免得引他难堪，只恭敬的行了一礼。小师叔。行完礼又看了看他要去的方向，压低声音问他，小师叔这是又要偷偷下山？本来是，但感受到他身上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熟悉气息，宁清堂哪还有心思想什么喝花酒，努力压着心里的急切，尽量自然的问道，你最近去过什么我没去过的地方吗？我也想去看看，落剑峰太无聊了。文彻认真想了想，我最近忙着筹备10年一次的秘境考核，只出入了几次宗门内的秘境，怕是没什么地方能带小师叔去玩。宁清堂心中有了数，那应该就是归元宗的秘境了，他身上有我本命剑的气息，看来那秘境中是有本命剑碎片的。你说的那个秘境什么时候能进啊？还有5日，秘境开启时便要开始考核了，那还不用着急。宁清堂点点头，认真的邀请他，我要下山喝花酒去了，你跟我一起啊。文彻身体一僵，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必了，小师叔玩得开心便好，我还有事。就先，你别走啊。宁清堂一把拉住他，用力把他往出宗门的方向拖，你不去被抓了，谁给我背锅啊？你得去。文彻差点当场哭出声，小师叔你现在都如此光明正大的找人背锅了吗？啊，我懒得骗了，麻烦你跟我去，点姑娘和喝酒的零食我都替你付。我在师尊那又骗了好多，点一条街的姑娘都没。眼前凭空出现一道人影，大魔头差点把舌头下打结了，不是不管我了吗？他不会都听到了吧？慈渊面无表情的站在他面前，微微一抬手，一道灵力踏入他的储物戒，数息后带着一座小山似的灵石堆出来，当着他的面尽数收入自己储物戒中。宁清堂仿佛听到了天塌了的声音，嘴唇颤抖了半天，才表情呆滞又不可置信的呢喃出2个字，没了。拜见剑尊。这情况一看就是要倒霉。文彻跟个被强抢的良家姑娘似的，慌忙挣开宁清堂拉着他的手，对着慈渊行了个大礼，第一时间撇清关系。是小师叔要带我去喝花酒，文彻并未答应，还请剑尊明鉴。上次回去又被陆风玄罚了一通，再三警告不许因为宁清堂得罪慈渊剑尊。文彻得了教训，谨遵师命。然而他明明坦白了，也说了实话。慈渊剑尊看他的脸色反而更冷了，念你是小辈，本座不与你动手，回去找陆风玄领罚。文彻一脸懵逼，跟我没关系啊，是小师叔他强迫于我。文彻未曾答，咔嚓，一道灵力砸在脚边。文彻看着地上的裂痕，人都吓傻了，将责任都推于长辈，陆风玄便是如此教导你的。文彻，不是我推卸责任啊，这本来就跟我没关系，是小师叔他要逼我去背锅。他心里这么想，但一个字也不敢说。
只能眼睁睁看着慈渊剑尊把罪魁祸首带走，低头盯着脚下的裂痕，反省自己。难道是因为我没有主动背锅，不向着小师叔，所以剑尊才发火？文彻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相，将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持续怀疑人生。原来如此，剑尊竟溺爱小师叔到了如此地步，难怪小师叔整日胡作非为，四处惹祸。慈渊哪管他怎么想，把要去喝花酒的某人拎回落剑峰，沉声质问：比我保证过不再踏足烟花之地，这才几日，你便要食言？大魔头满脑子都是自己累死累活攒下的灵石，两眼呆滞，灵石没了。慈渊，清堂。慈渊语气又沉了几分，屡教不改。你可知错？大魔头依旧仿佛听不到他的话，还在那无法接受现实的自言自语，一块也没给我留，我的灵石死得好惨。慈渊真是早晚要被他气死，没有灵石我会饿死。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真的好狠的心啊！大魔头嘟嘟囔囔了几句，转身就把头往男人胸口撞，也没有多用力，就一下接着一下的撞，边撞边念叨：反正也没人疼我，不如我现在就撞死了算了。他这样谁还能生得起气啊？某剑尊被完美拿捏，在他又一次撞上来时，伸手把人抱住，另一只手送到他面前，掌心缓缓出现一袋灵石。大魔头眼睛一亮，很快又把那亮光压了下去，继续在他怀里低着头往他身上撞，可怜巴巴的念叨：根本就不够吃，与其饿死还不如撞死。刚撞了一下，那掌心上便多了一袋灵石。大魔头一看真能多给，只看了一眼又继续装，说好的最疼我都是骗人的。慈渊叹了口气，又给他加了一袋，见他还不满足，又要接着撞，警告的在他腰间捏了一把，若是如此贪心，那便一块也别吃了。哦，大魔头见好就收，用最快的速度把3袋灵石塞进储物戒，然后顺手扯下他腰上挂着的玉佩，就这么在他怀里嘎嘣嘎嘣的啃，已经数不清这是这个月被他顺走的第几块玉佩了。慈渊算是彻底服了他这一点小便宜也不放过的性子，抱着他语气无奈：犯了错不认，还要死要活的闹，谁惯的你这般没规矩？还能有谁？大魔头啃着灵石翻了个白眼：你惯的都怪你，要罚先罚你自己去。他是一点道理也不讲，就差把恃宠而骄几个大字写在脸上了。慈渊又甜蜜又无奈，最后到底是没舍得再追究，就这么安静的抱着他，还在他吃完玉佩之后又给了他几颗灵果。宁清堂看看灵果，再看看他，把果子接过来没立刻吃，而是小声说了一句：那把剑我真的很喜欢，谢谢。不像平日里脱口出的那些哄人的话，这句话明显是他真心实意说出来的。慈渊心里总算有了些安慰，趁机追问道：那为何不愿让他做本命剑？我又无法修炼，他跟着我做本命剑太委屈他了。一听就是假话，慈渊眸色缓缓暗了下去。此时问他有没有心仪的女子太过突兀，他也不一定说实话，那便不问了。若是日后发现真的有，清堂就算是将你锁入那为你建造的宫殿之中，惹你记恨，我也不会让你有机会离开我半步。宁清堂哪里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莫名的觉得有点冷，又往他怀里钻了钻，随后耳边便传来一句充满了纵容的话：罢了，你喜欢就好，多依你。从来没被人这么无条件疼爱过。大魔头动作一顿，没过脑子的话脱口而出：其实我是您。说到一半猛地反应过来，他赶紧停住，懊悔的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宁清堂，你是被这些傻子传染了吗？怎么能自曝身份？真是活腻了。这大冰块现在当你是徒弟才对你这么好，知道你是魔尊宁杀，还不得一剑让你神形俱散。你清醒点。慈渊哪能听不出来他是想说什么，震惊的同时又惊喜的心脏狂跳。虽然他没有说完，但是有这么一瞬间的想法，就说明自己宠得很好，至少是让他已经有些信任了。一个暗自懊悔，一个默默欣喜。过了许久，还是慈渊先回神，努力压着上扬的嘴角问他：清堂方才说什么？我是想说，其实我也没有多想出去玩，跟着师姐学行医制毒还是挺好玩的，明日起我一定好好学。慈渊应了一声，仗着他看不到，在他头顶温柔又克制的嘘嘘落下一吻。快了，等再过些时日，应当就能与我的清堂坦白了。清堂莫怕，我知晓你的真实身份，绝不会加害于你，只会尽我所能护你周全。宁清堂难得有一句话说到做到，第二日就潜心跟怀玉学习行医制毒。不过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各种毒药，嚷嚷着先学炼毒，行医日后再说。小师弟，医毒相辅相成，师姐觉得你还是一同学习的好。怀玉耐心劝他，炼毒者中毒的几率很大，若是不能自医，日后万一伤及自身性命就糟了。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宁清堂也就不坚持了。好吧，那我就一起学。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学会炼制了最简单的毒药，下午要学习解毒时可把大魔头给难住了。师姐，这不好吧？你不是说这个毒沾上一点就疼痛难忍吗？我怎能让你一个姑娘家遭这个罪？无妨，
师姐当年学习时也是往自己身上试的，这种程度不碍事。怀玉豪迈的伸出手，来吧，小师弟，你抓紧时间，尽管往师姐手上绑。日落之前将这毒解了，今日便算是学成了。宁清堂还是下不去手，把他的手推了回去。你一个姑娘家不合适。说完便拿着那毒药朝自己身上比划，选了半天位置，也还是不忍心让自己吃苦，捏着药瓶陷入了沉思。有了。片刻后，宁清堂双眼放着光，起身就往出走。师姐，你等我一会儿，我知道该找谁试药了。怀玉看着他的背影，嘴角抽了抽。小师弟，你说的这个人不会是师尊吧？他猜中了，但是又没完全中。宁清堂要找的并不是慈渊，而是慈渊那句欺负过他的分身。上次幻境中的事，大魔头完全把账算在了分身身上。若是没有那次被分身欺负的经历，他根本就不会在幻境中再经历一次，更不用害怕日后受罚时反复经历。你要借我的分身？慈渊听了他的要求就觉得不太对劲，为何要借？我要拿他试毒。大魔头理直气壮，反正就是一具分身，疼一些也无所谓吧。我先给他用毒，再慢慢给他解，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损伤的。慈渊后背一凉，万万没想到都过去半个月了他还记仇呢。那分身被我派出去做事了，暂时回不来啊。宁清堂大失所望，又不死心的追问，那大概多久能回来啊？我也无法估算，快则月余，慢则1年半载也未可知。好吧，这么久，说不定自己都已经跑路了。宁清堂只能放弃，失望的转身。那我还是在我自己身上是吧？等等，慈渊都准备去把分身藏得更严实一点了。听到这句话，立刻叫住他。你要自己试毒？对啊，师姐一个姑娘家，我怎么好意思在她身上试？宁清堂说着，还叹了口气，哎，要是有个人能帮忙就好了。慈渊，明白了，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走吧。见男人往前走，宁清堂心里有了猜测，却还明知故问，师尊你要去哪啊？你说呢？慈渊盯着他眼中的狡黠，语气无奈又宠溺。我哪知道啊？大魔头坚决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套路，故意胡猜。师尊是要去闭关吧？我闭关了，谁来替你试毒？慈渊回手拉住他，带着他一起往书房走。若是让你自己试，回头疼痛难忍，怕是又要寻死觅活。哭诉师尊不疼你。宁清堂不自觉地笑弯了眼，这大冰块有时候还真挺好的，也不是那么特别讨人厌。看到两人远远地走过来，怀玉就知道自己猜对了。这世上敢折腾师尊，让师尊放下所有事当工具人试毒的，也就只有小师弟了。他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多余，要不是还要指导宁清堂解毒，都想赶紧溜了算了，正好给两人腾出空间培养感情。师姐，师尊非要来亲自试毒，我拦不住。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故意套路，宁清堂一进门就摊开手，满脸无辜，边说边看向身边的男人。慈渊没什么表情，只淡定的点点头。怀玉，不是我说，小师弟如此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师尊应该是要负全责的，这也宠得太过了，简直毫无底线。那就开始吧。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把毒药递过去。套路得逞了的大魔头拿着药瓶眨巴眨巴眼睛，一脸毫不走心的担忧。师尊，这个药沾上了会很疼的，你真的要试吗？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师尊疼我也是会心疼的。慈渊就淡定的看着他眼里明晃晃的写着，你猜我信吗？大魔头一点不尴尬，边往他手上倒药边嗓音娇软的，心疼他。师尊你疼的受不了，一定要说啊。手掌肉眼可见的缓缓变成了黑紫色。慈渊抬眼看他，说了你就能解？那倒不能，但是我会努力的，尽量3日之内学会解毒。慈渊旁边的怀玉根本不敢出声，按资质和聪颖程度来看，日落之前这毒肯定能解完，却非得拖成3日之内。小师弟你要不要折磨师尊，折磨的这么明显？其实宁清堂就只是说说，他还不至于这么不是人，该努力的时候还是相当努力的，都已经开始认真研究怎么解毒了。只是他刚托起那只手看了看，耳边就传来了男人平静的嗓音，不急，多久都可以，你安心解毒便是，平时怎么闹都是在外面闹腾，这次却是实打实的让他受着疼的。没想到他还这么好脾气的纵着自己。大魔头动作顿了顿，语气有些别扭，我就是说说而已，我又不是傻子，还有师姐指导，最晚日落之前就能解了，谁要用那么久了？好。慈渊语气柔和的不像话，甚至带着些轻哄的意味，我的清堂向来天资过人，师尊信你。这态度哪有一点像对徒弟？怀玉都快被自家师尊的温柔宠溺给吓到失语了，发现他那天资过人的小师弟依旧没有察觉到一丝一毫的不对，表情相当一言难尽。小师弟你真不愧是鸿蒙石化型，这反应迟钝的，石头见了你都得说一句甘拜下风。其实宁清堂也不是心太大，他就是在某些方面太相信慈渊了，毕竟是能把无情道修到大成的人，谁能想到这种人会对自己图谋不轨？事实证明天资过人真的不是慈渊盲目吹捧。不过一个时辰，宁清堂就以一己之力将他手上的毒解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些残余毒素留着，让怀玉教他如何施针。这速度快的怀玉下巴都要惊掉了。小师弟，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吗？这是什么天动奇才啊？想当年他可是努力了半日才做到。是啊，以前也没人教过我。宁清堂一脸不解，怎么了？我用的方法是你教的？每一步都一模一样，方法没问题，我是说你也太快了吧。怀玉试图证明并不是自己没见过世面，转头去看慈渊，师尊，小师弟是不是天赋高的有些离谱了？慈渊微微颔首，看似淡定非常，实则眼中都是与有容焉和骄傲。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解错了呢。宁清堂对这种事不太在意，抓着慈渊的手晃了晃，该施针了，是你先扎几针让我看看，还是你指挥我来扎，还是我先给你演示一下吧。怀玉一步一顿认真给他讲解，等慈渊的手掌彻底恢复如常才停下。小师弟，你先将步骤和位置记下来，明日再由你来解。记好了。他话音刚落，宁清堂就收了笔，写的算不上细致，但具体步骤都已经记在脑海里了。后面认药材那些事也用不上慈渊了。等慈渊走了，宁清堂才发现不对，师姐，为何不再是一遍内读，让我今日就学着施针啊？师尊也是有正事要忙的，总不能让他把今日的时间都留在这里。行吧。宁清堂遗憾地叹了口气，要是能把师尊的分身弄来就好了。分身有的是时间，那也得看分身能不能受得住啊。怀玉无奈地摇摇头，小师弟，你是不了解，师尊虽然修为高深，但一夜之间画出2具分身已然太过逆天，不仅对自身有影响，那2具分身也算不得太完美。这才过去几日，那分身哪受得住你在他身上用毒啊？宁清堂给药材分类的手一僵，你是说那2具分身是师尊不久之前同时画出来的？发现他语气不太对，表情也有些古怪。怀玉暗道自己怕是说错了什么话，赶紧找补。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前段时间我刚见过，帮师尊稳定分身来着，我就以为是一同画出了2具分身，可能是我想错了。小师弟，你是知道什么内情吗？啊，我也不知道，我跟你一样也就见过一次。宁清堂含糊着把这个话题糊弄过去了，但心里已然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怀玉算得上是这修真界中最厉害的医者了，他即便是猜测，也不太可能是看走了眼，大概率会是事实。如果真的是那大冰块一夜之间同时画出2具分身，还是几日前才做的这件事，那这其中可就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了。那墓地一样的地下宫殿，光是建造就要花费不少时日，分身是最近才画出来的，那这宫殿原本是用来做什么？而且画出分身到底是在自己闯入禁地之前还是之后？如果那日不是分身，那白衣白发和慈渊容貌相同的男子又是谁？若真的是慈渊，那些轻薄之举都是因为那瓶媚药，他想出用分身来掩饰此等丑事也可以理解，只是为何会变成白发，仿佛练了什么邪功一般？还有怀中那了无声息的红衣男子究竟是分身，还是……大魔头并不是傻，只是太过信任慈渊的无情道，一直不曾多想，如今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即便还不曾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那种子依旧不断生根发芽，几乎让他夜不能寐，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来，每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如既往的胡作非为，只是想离开归元宗的心思越来越急切。没有证据证明他的猜想，但也没有什么事能够打消他的怀疑，他又不敢贸然试探，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尽早跑路才是上策。慈渊那个变态估计真的是有什么秘密的，不能再招惹了，待他找到一块本命剑碎片，应当足以砍断脚上的引魂绳，让慈渊再也找不到他。他伪装的太好，连慈渊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直到几日后，10年一次的弟子考核正式开启，各峰前来考核的弟子都入了秘境，慈渊才在书房中发现昏睡过去的怀玉。本该潜心学习的人早已没了踪影，慈渊第一反应就是用神识笼罩住整个归元宗，结果却是完全没有宁清堂的气息，怕是又偷跑出宗门下山玩去了。鉴于某人前科太多，慈渊并没有多想，只是先叫醒了怀玉，让你教导你小师弟，怎么却是你先着了他的道？怀玉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这个我对小师弟也没有防备啊，他叫我就回头，谁知道他竟然直接把一罐迷药都给我用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就晕了。他斗不过宁清堂也算是正常，慈渊也没过分责怪他。何时的事？怀玉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大概有1个时辰了。慈渊脸色又冷了几分，也顾不上跟他多说，当即准备去下山抓人。晚一夕都怕某人已经点了一屋子的姑娘开始喝花酒了。然而借着引魂绳一感应，却发现人还在宗门内，在宗门内却感应不到清堂的气息。以他的修为，这宗门内根本不可能有他神识覆盖不到的地方。慈渊微微皱了皱眉，子虚真人可曾继续闭关？应该没有吧。怀玉认真想了想，昨日我还听文彻提起，说是子虚真人那里要正常供应月历，有月历供应，应当是近期都不会闭。哎，师尊，他话还没说完，慈渊就凭空消失了。怀玉看得直挠头，不是应该去抓小师弟吗？怎么问起子虚真人的事了？
慈渊直接撕裂空间去找了子虚真人。这宗门之内会为难宁清堂，还能将人藏起来躲过他神识查探的，也就只有子虚真人了。师弟，子虚真人见他来访，还有些惊讶，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慈渊面无表情，一个字都不与他寒暄，开门见山的质问道：清堂在何处？你那小徒弟？子虚真人面露不解，他不是该待在你的落剑峰，怎么还来与我要人了？师兄当真不知？慈渊正要发难，殿外突然传来宣沉急切的声音：师尊，宗主方才来寻我，说小师弟入了门中弟子考核的秘境，他入了那秘境中，我哪里能知晓？子虚真人笑着摇摇头：师弟，你何时学会平白无故冤枉人了？慈渊不语，只眼神平静地扫了他眼，眼底暗含的警告尽数落在他身上，眨眼间便消失在殿内。他一走，子虚真人便收了笑，口中喃喃自语：师弟啊，300余年过去，你还真是半点不曾长进，那便怪不得师兄了。谁让你放他进去的啊？陆风玄捋着胡子，愁眉不展，气得眉毛都要立起来了。你个小兔崽子，非得这么找死吗？文彻笔直地跪在地上，低着头，语气懊悔不已。小师叔说是要进去逛一逛，剑尊也应允了，还会有怀玉师叔陪着，我便给了他2块入秘境的考核木牌。谁知今日怀玉师叔并未出现，我询问之时，小师叔竟然趁我不备跑进去了。他满口胡诌，也不是1日2日了，你见他胡作非为的事还少吗？都被骗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陆风玄抖着手在他脑袋上拍了一巴掌，你都因为他得罪剑尊多少次了？这事若是剑尊追究起来，为师想保你都难。你可真是，哎，都是徒儿的错，师尊莫要气坏了身子，此事徒儿甘愿受。啪嗒，文彻原本是想伸手扶他一下，一抬手却从衣袖中掉出来2瓶丹药，瓶子还未打开便药香扑鼻。这是7品丹药，陆风玄捡起来仔细看了看，一瓶疗伤圣品，一瓶提升修为，如此高品的又功效卓绝的丹药，徒儿你从何处得来的？这不是我的。文彻一脸懵，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是小师叔。小师叔拍过2下我的袖子，说是沾了灰尘，定是那时放进去的。陆风玄看着那2瓶丹药，神色复杂，他这是知道害了你，怕你被剑尊责罚，所以连疗伤的丹药都给你准备好了，怕你被打得太狠损伤修为，又特意多放1瓶提升修为的。感觉自己猜到了真相，他说着说着表情更愁苦了，那无法无天的主竟然都给你补偿了，这里面很可能还有别的祸事，徒儿你这次怕是要被罚惨了。他们哪里能猜到宁清堂只是良心发现了，觉得总坑傻子不太好，准备进秘境寻得本命剑碎片就跑路，所以才提前给傻子留了些补偿。不只是他，宣沉几人他也留了东西。然而大魔头做梦都想不到，正派宗门远比他想象中还要讲究得多，弟子们入秘境考核都是由水镜传送秘境内景象的。于是慈渊一踏入观看考核的现场，不只看到了跪地请罪的文彻，还透过水镜看到了某人在秘境中对着一众弟子笑颜如花的画面。剑尊，此事陆风玄正想替自己的傻徒弟求情一番，看到慈渊剑尊盯着水镜，脸色冷得如同寒冰一般，硬生生把后面的话给咽回去了。在场的众人鸦雀无声，只有水镜中一道充满笑意的动听嗓音清楚地传入所有人耳中：竟然能御剑，你们好厉害啊！那是灵兽吗？好凶啊！你竟然能一剑就将其斩杀，剑法真好，你们修为都好高，我一点灵力都没有，好羡慕你们啊！大美人笑意盈盈，满眼崇拜，几句话就让一众考核的弟子找不着北了，一个个拍着胸脯保证：师叔祖放心，你跟着我们走，这秘境中我等定然护师叔祖安然无恙。真的吗？大美人肉眼可见的欣喜起来，脸上还带着些不好意思，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我什么都不会。美人羞怯的模样更添风情，那些弟子眼都快看直了。不麻烦不麻烦，对对对，一点也不麻烦，能保护师叔祖是我等的荣幸。大庭广众之下，慈渊就这么眼睁睁地看他用美貌将这群人忽悠得为他鞍前马后，身上气息越发危险。剑尊，陆风玄壮着胆子叫了他一声，示意他去看满场直不起腰的人，你身上的威压要不还是稍微收一收。恐怖的威压退散，面色不愉的人迈步朝秘境入口而去。陆风玄见状脸都吓白了，剑尊不可。慈渊回头看了他一眼，虽然没说话，但陆风玄在那眼神中看到了明晃晃的几个字：你活腻了。不是我不让剑尊进去，而是这秘境承受不住啊。陆风玄都要哭了，抿着眉头给他解释，这只是内门普通弟子的考核秘境，能承受的修为上限还不到化神期，以剑尊的修为，怕是刚踏入这秘境便要坍塌了。慈渊闻言停了脚步，但也没有离开，而是做了陆风玄的主位，紧紧盯着那水镜中的画面，准确的说是盯着里面到处对人笑，将美貌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引得弟子们争相保护他的某人。宁清堂哪里知道外面有这么多人看着，一心想不费吹灰之力的
在这秘境中行走，伺机搜寻他本命剑的气息。师叔祖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赶路？师叔祖渴吗？前方有一处泉眼，我去给你打些水来。师叔祖坐一会儿吧，这大场是灵兽皮毛所制，柔软又不会脏了衣裳。一群人把大魔头伺候的舒舒服服，哪里都好。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帮弟子真的太菜，修为最高的也才堪到达元婴期，而且相当不扎实，100米外潜伏的灵兽都察觉不到。眼看这样下去，肯定会有人受伤拖后腿。宁清堂只能费点力气继续演。你们看那边草丛里是不是有什么在动啊？我看到草一直在晃，好可怕。师叔祖莫怕，我去看看。几个离得近的弟子立刻上前查看，这一看果然惊动了草丛中埋伏的灵兽，两方当即缠斗起来。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巧合，但每次有灵兽埋伏，宁清堂都能第一个发现，然后说自己看到动静就觉得害怕。次数多的陆风玄都觉得不对劲了。清堂师弟毫无灵力，怎么对危险却察觉得如此之快？关键时刻慈渊是真的靠谱，一开口就把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先天灵体乃天地灵气孕育，自是对这沐天席地的灵兽比旁人更敏感些，觉得有道理。陆风玄微微颔首，结果没一会儿又看到宁清堂第一个发现了吃人的灵植。有了自主意识的灵植跟灵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更擅长伪装，别说是那些弟子，就是放文彻进去都难以这么快发现。这灵植也是承天地灵气滋养，算起来与清堂也算是有些渊源了。陆风玄闻言先是羡慕了一瞬，随后又是一阵惋惜。先天灵体确实占尽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惜就是不能修炼，否则必定又是一代让人望尘莫及的天骄啊。别看慈渊反应的这么快，解释的也天衣无缝，但没人知道他心里有多担忧，生怕宁清堂不清楚外界情况，什么时候突然动用灵力，甚至当众暴露了魔气，结果怕什么来什么，越往前走灵兽等级越高，一只4品灵兽就让那些弟子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保护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看灵兽的巨爪拍向宁清堂，不知怎地，那爪子突然一顿，随后猛地转了个方向，狠狠拍在旁边的树干上。这一幕打斗中的弟子们没有注意，外面这些人却看得真真切切。陆风玄都有些懵了，剑尊，这慈渊眼皮狂跳，一时间脑海中闪过无数帮忙遮掩的方法，最后高深莫测的扫了他一眼，声音大的足够让周围人听清，清堂不能修炼，本座自然要给足能让他自保的宝物。这话一听就是宁清堂身上有什么不能被外人知晓的宝物。陆风玄哪能不懂分寸，点点头不再追问了。还好后面没再出什么意外，也没有给宁清堂亲自动手的机会，不然慈渊就真的只能施法给在场所有人都洗去一段记忆了。然而秘境中岁月静好，享受一众弟子保护伺候的大魔头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正有人在替他负重前行。好不容易终于感受到一点本命剑的气息，当即来了精神。那边是什么地方啊？看着好漂亮，100米外的花花草草确实更加艳丽，树木也更郁郁葱葱，但一众弟子却没有一个人敢去近距离欣赏。师叔祖，那是此处秘境的最深处，算是禁地了，里面危险重重，每次考核宗主与各位长老都要嘱咐一遍，是万万不可踏入的。这样啊，那我再走过去一点看一看，可以吗？宁清堂一脸的期待和无辜，那里面的花真的好漂亮啊，只看一看自然无妨。离他最近的几个弟子带着他往前走，我们陪着师叔祖，不过切记只能看，否则出了什么危险，我等怕是难以保护师叔祖周全。放心吧，我就只是看看。宁清堂边走边朝他们笑，你们可真好，都是大好人。几个弟子被他哄得都快飘了，一个个晕晕乎乎的跟在他身边，正要说些什么回应，原本还闲庭信步的人突然快步跑了出去，几步便进了那秘境深处。师叔祖，师叔祖快回来，里面危险。宁清堂回头笑着朝他们摆摆手，这里好多漂亮的花，我去采花了，怕他们跟进来耽误事，他还特意随口扯了个谎。你们不用管我，我有危险师尊会救我的，都努力考核去吧。说完转身就跑没了影。我的本命剑啊，小燕儿我来了。水镜的画面到不了秘境深处，画面中只剩下一堆弟子，或满眼焦急，或频频叹息。谁也没想到宁清堂会这么大胆，毫无灵力就敢不要命的往里闯。陆风玄脸都吓白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身旁的人突然起身，快的都出了残影，直直冲入秘境入口。人进去了，秘境还好好的，并没有任何要坍塌的迹象。陆风玄看着入口处倒吸了一口凉气，剑尊竟是将修为压到化神期之下去救清堂师弟了。师尊，没来得及阻拦的宣尘也震惊不已，片刻后竟是也朝着那入口而去。宣尘，陆风玄叫了他一声，想要阻拦，一直跪着反省的文彻离得近，跳起来就往上扑，硬生生把宣尘扑倒在地，面对面压在他身上，不止身体密切相贴，连两人高挺的鼻梁都撞在了一起。文彻当场撞出了鼻血，陆风玄一脸的不忍直视，甚至都不太想拉他起来。
着实他觉得太丢人了些。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虽然形容狼狈，但好歹是及时阻挡了宣臣踏入秘境，也算是将功补过了。慈渊反应得快，进了秘境便立刻通过引魂绳锁定了宁清堂的位置。踏入秘境深处之时，甚至刚好看到了宁清堂的背影消失在烂漫花丛中。只是那花丛对宁清堂来说如入无人之境，只需迈步便可进入。待他追到近前，却是一阵景色变幻，中间还夹杂着丝丝微弱的魔气，眨眼间便形成了一道繁杂的阵法，将他困入其中。慈渊面色凝重了几分，他压制了修为，才得以进入。此时定然不能放开灵力，强行破了这阵法。若是引起秘境坍塌，那进了深处的清堂怕是要与这秘境一同。无奈之下，他也只能静下心来，仔细寻找阵眼，一点一点破阵。想到宁清堂还不知会在里面遇到什么危险，眉头越皱越紧，思绪也诸多疑虑。清堂只是贪玩了些，绝不会如此胡闹。此处必定有什么是清堂想要的。如此微弱又飘忽不定的魔气，竟然会出现在宗门考核秘境内，到底是何物能让清堂不惜以身涉险？他被困在阵法之中，宁清堂自然也察觉到了身后的路在自己踏入时便已被堵死，立刻警惕地停了脚步，抬眼仔细观察周围景色。方才从外面看着无人敢踏入的秘境深处时，便觉得此中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煞是好看。真正身处其中，他才发现树木还算正常，这朵朵繁花却是好看的过了分，甚至算得上妖艳。乍一看是繁花似锦，争奇斗艳，可若是仔细看，就会发现那些娇艳欲滴的花朵大多是艳红色，偶尔有些不一样的颜色，也能看出有在朝红色靠拢的迹象。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变成红色。事出反常必有妖，大魔头的修为可都是通过实打实的实战经验拿命拼来的，对危险的感知相当敏锐，多一步都不再往前走。心念一动，乾坤扇出现在手中，站在原地轻轻唤了一声妮儿。他能确定本命剑碎片就在这里，只是气息太弱，时有时无，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微风习习，四周安静的诡异，没有任何回应。本命剑竟然无视召唤，宁清堂不信邪，正想稍微放出些魔气让伊儿认一认自己，眸光猛地一凛，飞身在空中一转，快速朝右侧躲避了2步远。破空声擦着腰身而过，几米外传来吭的一声，宁清堂抬眼看去，竟是一片红艳艳的花瓣插进了树干，树干都能被插入，可想而知，若是方才那花瓣刺中自己会是什么景象。容不得宁清堂多想，一道道破空声接踵而来，周围的花朵全都像活了一般，一寸寸尽数变为颜色一致的艳红色，火红的花瓣漫天飞舞，美轮美奂，却片片都带着杀机，从四面八方朝他袭来。饶是大魔头打的架再多，也被这阵仗惊到了。6界种族他基本都打过架，还真是头一回跟没有灵智的花打，不，准确的说是花瓣，无穷无尽的花瓣。那花瓣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脱落后便自动生长，一遍遍循环往复。宁清堂腾空而起，直扇抵挡，纵然稍微动用些灵力就不会被伤到，但架不住数量太多，扇子都快挡花瓣挡冒烟了。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除了与之缠斗，竟然再无他法，硬是撑不起结界一劳永逸的隔绝那些花瓣。这还他娘的有禁制！大魔头气得直瞪眼，那设禁制之人修为如何他不知，但他知道那人人品绝对不怎么样。这种时候不让撑起结界也太缺德了些，是打算把闯进来的人活活累死吗？大魔头有些被惹怒了，直接收了乾坤扇不打了。禁制是吧？限制灵力是吧？那就别怪老子赶尽杀绝了。纯黑色的魔气丝丝缕缕渗出体外，眨眼间便形成了浓厚的一圈黑雾，所到之处空中的花瓣尽数被裹入，连点点粉末都未曾留下，全部侵蚀殆尽。魔气还在继续汇聚，正要四散开来，将那些恶心人的花也侵蚀了。一柄长剑突然从远处的虚空中刺出，宁清堂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慈渊的本命剑，眼看剑尖已经从上往下开始划破，封住他来实路的屏障，他呼吸都停滞了一瞬。这王八蛋怎么来了？大魔头赶紧手忙脚乱的去收魔气，因为事发突然，不少魔气还在侵蚀花瓣，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一点不敢耽误时间，直接强行收入体内。噗，还咳，被自己的魔气呛得直咳，甚至都差点岔了气。大魔头气得几欲吐血，边咳边看着罪魁祸首的本命剑自上而下斩碎了屏障。清堂，慈渊从那裂痕中现了身形，见他捂着胸口没命似的咳，还以为他是受伤了，踏空而来，落在他身边，一手执剑斩落源源不断的花瓣，一手小心的将他搂入怀中。还好吗？具体伤到了何处？宁清堂抓着他的衣服，在他怀里直翻白眼，恨不得一巴掌拍在他脸上。你要是不来，老子可好了。真他娘的晦气，还没伤到师尊就来了。一抬头，宁清堂就光速变脸，大魔头秒变娇弱美人，一脸的依赖和惊慌。这些都是什么？师尊我好怕。那表情和柔弱不能自理似的语气，要不是知道他打架有多狠，关心有多准，
慈渊就信了。莫怕，慈渊动作温柔的在他背上拍了拍，放柔声音安抚，有师尊在。呜，师尊你一定要抱紧我没有灵力掉下去一定会摔死的。两人对着演，一人装柔弱，一人顺水推舟的关怀保护，一个比一个演得真。慈渊就这么在飙戏中抱着他执剑，将周围的花草树木都砍了个干净，而后单手结印施法，一片叶子都没放过，尽数将其化为灰烬，随风而散。宁清堂骂归骂，看到这一幕也不得不承认他是真的配得上被6界尊称一声剑尊。虽然速度不比他用魔气侵蚀，但这可都是实打实一件一件砍出来的，修为都压在了灵虚境，还能这么厉害，这王八蛋简直逆天了。周围都成了一片空地，确认没有任何危险了，慈渊才落地，但并没有放开他，而是将他从头到脚仔细用神识查看了一遍，发现真的没有受伤，才松了口气。为何要偷跑出来入这考核秘境，还不听那些弟子劝阻，独自一人闯进被列为禁地的秘境深处？他倒是没指望宁清堂能跟他说实话，只是这时候于情于理都应该质问，否则怕是要引起怀疑了。你怎么知道我不听弟子劝阻？宁清堂呼吸一滞，立刻低头往自己身上看，想找出他是不是还在自己身上放了什么能监视人的东西，这重点抓的生怕别人不发现他有问题似的。慈渊暗暗叹了口气，只能努力装听不出。此处秘境做考核用，为防有人作弊，外界有水镜可供监察。宁清堂，那现在我们在这秘境深处看不到，这下宁清堂放心了，没人看到他动用灵力和魔气就好，不然找到碎片之后怕是跑不了了。归心灵细微的响声他听不到，慈渊作为主人可是有神魂感应的，听得清清楚楚，抱着他的手猛地一用力。你还没说为何如此任性妄为，又在谋划逃跑，怎么就如此不乖呢？疼！宁清堂抗议的去拍他的手，发现拍不开，气愤的瞪了他一眼。日日在落剑峰憋着太无聊，你又不让我下山喝花酒，我就到这来玩了。明明是祸事，他却说得理直气壮，连个像样的借口都懒得编。慈渊想就此不问了，都替他找不到理由，只能哭笑不得的继续追问，那又为何跑入深处？他都追来了，今日这本命剑肯定是找不到了。大魔头心里憋着气，持续摆烂。我看见这里面花好看，想进来摘些带回去，以为随口解释完就该被抓回去了，结果他话音刚落，头顶就传来了男人认真的声音：想要什么花，师尊带你去摘。你……大魔头不可置信的抬起头，盯着面无表情却神色莫名温柔的男人看了许久，最后眼神复杂的问道：你不是说我任性妄为吗？怎么不抓我回去受罚？你方才说想要这里的花，不回答问题，反而没头没脑的说这些。大魔头表情逐渐疑惑，却在下一秒又听到了一句话：清堂想要，那便摘。慈渊知道他要的不是花，但其实他要的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我的清堂想要的东西，师尊都给你取来。宁清堂愣愣的盯着他，嘴唇动了动，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走吧。慈渊没指望他能有什么回应，说完就带他继续往深处走。师尊带你去摘花，想要哪朵该往哪里走，你指路便是。宁清堂还是没出声，过了许久才自言自语似的，声音极其细微的不自觉骂出了声：傻子，蠢死了，王八蛋。慈渊时刻注意着他的动静，哪里会听不到，一字一句都听得真切，听着他明明是在骂自己，语气却充满了动容和不知所措，嘴角微微扬了扬，口是心非罢了。即便身处归元宗几千年，这考核秘境深处慈渊也从未来过，他年少时还没有此处秘境，后来以他的身份也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些琐事了，可从踏入起一种深深的违和感便始终萦绕在心头。就算没进来过，在他的印象中一个正道宗门的秘境也不该如此诡异。宁清堂修魔感受不到异常，但他却越往深处走越能察觉有什么东西在排斥他靠近，似乎迫切的想要将他驱逐出去。清堂还没找到喜欢的花吗？问的是花，但慈渊想要试探的却是那东西与宁清堂，这太关键了，直接关乎一会儿他出手之时该不该放水。他是来帮忙的，万万不能好心办了坏事，再多被记恨一笔。宁清堂哪里知道他一句话有这么多深意，真以为他脑子不好，相信自己要摘什么花，还认真的编了一下。刚才你毁的那一片就挺喜欢的，就是太危险了，反正也不急，再让我好好挑一挑嘛。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慈渊不动声色地留意着他的神色，缓缓说道：我不再压制修为，待着秘境坍塌之时，自然一眼望得到所有花草，也省了你走这许多路去找。宁清堂听得目瞪口呆，不是，你一个正道魁首，做事这么简单粗暴，这么赶尽杀绝的吗？我就要摘个花，你嫌麻烦，竟然想毁了整个秘境。考核的弟子不管了，这里面的天才地宝灵兽灵只也自生自灭，我一个大魔头都干不出这么离谱的事，你不去当魔尊可真是屈才了。关键是我的婴儿怎么办？你他娘的别给老子砸得更碎了。不必这么兴师动众。大魔头疯狂摇头，就当是看风景了，这里景色秀美，
多看看挺好的，就当是游玩了。慈渊微微颔首，心中有了数。那东西于清堂很重要，应当是清堂的自己人，不能真动手。宁清堂一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看得透到不能再透了，还在心里默默骂他耽误事呢。正想找个什么机会甩掉他，脚下的地面突然一阵晃动，对危险的条件反射让大魔头下意识想动手，但这想法在看到身边的男人时就彻底散了。有这傻子顶着呢，我躺平就行了。然后下一秒，两人双双被不明丝状物缠住，缠着向后倒飞出去。宁清堂砰，本来就有点猛，看到慈渊连那号称绝世神器的本命剑破天都落在了地上，大魔头彻底傻眼了。大冰块怎么这么菜了？他一个字都没说，但那眼神充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慈渊看得心头一颤，意识到自己好像放水放过头了，默默移开目光，手上快速结印。地上的破天剑感受到主人召唤，死而复生似的跳起来，对着缠住两人的丝状物一边一剑，轻轻松松全部斩断，甚至还来得及接住了坠落的宁清堂。反转来得太快，宁清堂头顶全是问号，所以明明能搞定，刚才为什么不反抗？慈渊被他盯得心虚了一瞬，轻咳一声解释道：事发突然，方才险些忘了压制住修为，耽误了时间，清堂可有伤到？也是，修为压制一大半肯定不会太适应。宁清堂觉得有道理，柔弱的摇摇头，贴在他身边。师尊，我没事，就是有点害怕。他一说害怕，慈渊还没开口，得了空的破天剑就凑了过来，剑柄轻昵的蹭了蹭他的胳膊，就跟用手拍他的胳膊安慰他似的。宁清堂，本命剑不是都随主人的吗？大冰块性子淡漠，怎么这本命剑这么不正经？谁家正经本命剑主人在场还和别人亲近？你要是我的本命剑，我肯定一巴掌给你抽飞。大魔头嫌弃的躲了躲，破天剑动作一顿，剑身不解的朝慈渊歪了歪，不太明白主人的心上人为何嫌弃自己。慈渊要怎么跟自己的本命剑解释，其实自己也一样被心上人嫌弃，场面过于尴尬。还好刚才袭击两人的东西被斩断后又不死心的卷土重来，打破了这份尴尬。地面颤动得更强烈了，还伴随着巨响，一下接着一下，似乎是什么巨物的脚步声一样。空气中也开始弥漫阵阵花香，很快便香气扑鼻。宁清堂看着不远处缓缓靠近的庞然大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师尊，这玩意是花吗？红色他很喜欢，花他也喜欢，但头一回这两种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他看得想吐。几乎有5人高的花朵，花瓣层层叠叠，因为太过巨大，所过之处毁了不少东西，全都粘在了花瓣上，还有一部分掉进了花蕊中，正在被花蕊上牙齿一样的东西慢慢咀嚼。而刚才缠住他们的则是花药和花丝，此时正水蛇一般扭曲着迎风舞动，上面裹着的全是口水似的粘液，有的还带着不知什么灵兽的血肉内脏，腥臭味和花香夹杂在一起，闻的人几欲作呕。师尊，快弄死他！宁清堂已经不忍直视了，边说边脱了身上的衣服，光速换了件新的，好像那件被缠过的衣服是洪水猛兽一般，一脚踢出老远。看他这反应，找的应该不是这东西。慈渊将他护到身后，应了一声好，话音还未落，就直剑飞身迎了上去，并不急着打斗，而是先将那句花引远了些，免得再脏了他的眼睛。慈渊剑尊能问鼎正道魁首，修为固然高深，但那一手剑法也比修为不遑多让，说一句出神入化也不为过。就算修为压制在了灵虚期，凭着剑法也依旧将那句花打得节节败退，不过片刻就几乎要把花药砍没了，最后更是一剑笔直的插入花蕊之中，刹那间鲜血似的花枝喷涌而出，尽数被慈渊撑起的结界挡住，未曾沾染到宁清堂一丝一毫。呜，巨花受了重创，空中却传来了类似女子哭声的声音，听着很模糊，但依稀能听出些凄惨意味。师尊，慈渊正要将其斩杀，突然听到宁清堂叫自己，方才还让他快些动手的人眸中藏着明显的焦急。我觉得他就挺好看的，你能不能将他制服了带回去？明明之前恶心到想杀之后快，却突然变了主意。慈渊很难不联想到那隐约传来的女子哭声，使了些手段，用神识仔细查看巨花，果然在其中找到了些许微弱的魔气。这哪里是什么变异的灵植，分明是被一缕魔族女子残魂占了躯壳。魔族的女子，一个让清堂即便有可能暴露身份，也要不惜以身涉险的女子。回想起宁清堂说过的找道侣要找姑娘，还具体描述过姑娘的性格和容貌，慈渊执剑的手微微颤了颤，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涌上心头。向来古井无波的眸中缓缓染上墨色和点点猩红。师尊，他迟迟没有回应，宁清堂等不及了，生怕他动手赶尽杀绝，快步想要上前，却猝不及防感受到了一股强悍的魔气，而那魔气的源头竟是背对着他的慈渊。慈渊和魔这个字联系在一起，他简直想都不敢想。可再仔细感受一下，那魔气竟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大魔头眉头紧皱，怀疑方才是自己感受错了，但又无论如何都难以打消怀疑，正想试探一番，四周的树木突然动了，枝桠疯狂生长，盘根错节，眼看就要封闭住这一方天地。而本该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的男人不仅没有动手，反而身体一颤，缓缓从空中落下，落地时地上还多了点点血迹。师尊你怎么了？宁清堂大步走到他跟前，亲眼目睹了他唇边还在往出溢血，直接震惊到瞳孔地震。什么情况？大冰块竟然受伤了？无碍。慈渊努力压制着肆虐的心魔，执剑将被树木枝桠封闭的空间砍出一道缺口，搂住他的腰身，想要把他带出去，却仿佛撞上了一道什么屏障。宁清堂出入自如，他却寸步难行。果然是烟儿，本命剑绝不会叛主，所以才能将自己当作是一伙的，轻易放出去。宁清堂眼睛一亮，殊不知他所有的反应都落入了慈渊眼中，让本就醋意大发的男人更加控制不住心魔，几乎要不管不顾的将他带回落剑峰，锁入那地下宫殿。清堂，你先出去等。噗！他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捂着胸口，神色痛苦。宁清堂终于反应过来，盯着他满眼不可置信，这哪里是受伤，分明是心魔发作。不是已经无情到大成了吗？这大冰块怎么会有心魔，还发作的如此厉害？大魔头愣愣的看着即便这样也想要将自己先送出去的男人，眸中闪过一抹纠结。受伤了还无所谓，定然不会有事，可心魔无法估量，发作之时能否清醒自保都未可知，若是将他留在这里，怕是要凶多吉少。树木还在疯长，眼看就要把这唯一的缺口堵死。宁清堂咬了咬牙，转身就走。死了正好，他死了，待我恢复修为，这世上便无人再能那般压着我打。次次害我重伤，我一个作恶多端的大魔头，没有趁人之危一剑捅死他，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让他听天由命，自生自灭，也算是报了这些日子他做我师尊对我的疼宠。最多等他死了，我来给他收个尸。国外传他生了心魔之事，毁他名声，我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救他？没错，绝对不能救，绝对不！我护你便是护你，无关于你为难的是谁。不论清堂如何，师尊都会护你周全。只要是我的清堂想要的东西，师尊都给你取来。往日里慈渊说过的话一句句响在脑海中。宁清堂脚步顿了顿，拧眉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又猛地停下。烦死了，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蠢钝之人，傻得要死。心念一动，新月剑握在手中，大魔头飞身便往回赶。暴露就暴露了，我堂堂魔尊还能怕了他不成？慈渊你他娘的最好是有点良心，我救你出来帮你稳定了心魔，你要是因为我是魔头又要杀我，老子就是自爆了神魂也要拉你一起死。今天也是痴汉剑尊有了自主意识的树木完全封锁了一片小天地，宁清堂赶回去看到的便是一个巨大的绿色球体，里面已经没了和他一本同源的魔气，他也感受不到烟儿的存在了。这下他算是没了顾虑，灵力和魔气一同灌输到星月剑中，凌空斩下，生生将那个大绿球斩成两半，露出中间闭目调息的男人。嗨嗨，今时不同往日，这一剑引得旧伤复发，大魔头死要面子，要咳血也硬把喉间的心田压下，只干咳了两声，飞身去拉慈渊。你！慈渊几乎怀疑自己是入了什么幻境，他方才还在努力压制心魔，控制着不要大开杀戒，免得杀了那个对清堂很重要的女子，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怎么一转眼清堂就回来了？在他的认知里，宁清堂没趁机杀他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丢下他才是正常的。虽然他知道他的心魔只是求而不得为情所困才产生的，但宁清堂不知道，按理说应该是以为他会心魔发作九死一生的，完全没道理回来拼着暴露身份和旧伤复发的危险来救他。我什么我不想死就跟我走！宁清堂一把将人拉起来，周身魔气暴涨，将又来纠缠的树木裹住后，也不等魔气完全吞噬他们，催动灵力直接带着慈渊冲出重围，一路跑进能勉强容得下他们落脚的一处山洞，才彻底松了口气，放开男人的胳膊，用力按住胸口，抬起袖子抹了一把溢出嘴角的血迹。他正想装无事发生，掩饰住自己吐血的尴尬，一转头正对上男人不太对劲的眼神，还不等开口，那人便扑了上来，直接将他压在身下。大魔头一点不惊讶，躺在地上，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笑。没错，我就是魔头宁。那女子是谁？宁清堂没说完的话直接卡在了喉咙里，愣了半天才吐出两个字：什么？他不是要质问我的身份吗？不是因为发现我是魔族要跟我打架吗？他这是在问什么？那女子是谁？慈渊又问了一遍，语气比方才还要重得多，眼底猩红更甚。他想到的可不是宁清堂暴露身份，而是宁清堂装了这么久，甚至不惜认他做师尊，竟然为了一个女子暴露了身份。被心魔干扰的男人哪还能讲什么道理和逻辑？满脑子都是宁清堂很可能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子，完全跟他对不上脑回路的大魔头一脸懵。女子？哪里有女子？你他娘的该不会是入了心魔的幻境了吧？心魔反噬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引本体入幻境，他
怕他下一秒就让心魔得了逞生死道消。宁清堂赶紧抬手按上他后心处，把最后一点灵力输给他，助他恢复神智。我也真是手欠。他边说嘴里边往出一血，就不该救你。这下我灵力耗尽，你在心魔幻境，生死难料。一会儿随便来只灵兽，估计就能把我们俩全吃了。以为他在幻境中听不到自己说话，宁清堂疯狂吐槽：你说你一个正道魁首，怎么就不长脑子呢？非得对我那么好干嘛？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趁机捅死你，真是蠢钝如猪。难怪你那些徒弟都是傻子，全随了你了。听着他的嘟嘟囔囔，慈源发丝上已经开始从发梢往上蔓延的白色倏然停下，眸中的猩红也缓缓消散了些许。清堂是为了救我，他说他舍不得杀我，人家明明说的是不好意思，到他这一理解就成了舍不得。不仅如此，宁清堂说随便来只灵兽就能吃了他们，他也脑补成了宁清堂情愿跟他同生共死，连心魔都被他自己脑补出的甜蜜给压了下去。为情所困才生出的心魔本就与那些走火入魔的心魔不同，在他以为得到了心上人回应时，哪里还猖狂了起来，一时间唯唯诺诺地退回了他给自己打下的封印之中。清堂，慈渊剑尊情难自抑，两只手揽住心上人不盈一握的腰身，正要俯身在那嫣红的唇瓣上吻一吻，腰间突然一痛，下一秒整个人就倒飞出去，撞在了石壁上。人刚落地，一柄长剑便到了眼前，剑尖直指眉心。老子就知道你们正道没有好东西，救你一命，你清醒了第一件事竟然还是想除魔卫道，杀了老子。真以为老子没有反抗能力了是吧？竟然还想光明正大的动手，我呸！只是以为单相思有了回应，想一清方泽的某剑尊，虽然被踢了一脚，现在腰上还隐隐作痛，但是不得不说，宁清堂算是把他给彻底踢清醒了，白日梦也不做了，瞬间就认清现实了。人家只是看在他这些日子的疼爱上出手救他，压根就没想跟他谈什么情谊，更不知道他图谋不轨。慈渊毫不怀疑，如果宁清堂现在知道了那些疼爱有多不单纯，这一剑绝对会立马刺下来。估计想起曾经被轻薄的事，还得怕他死不透，再给他补几剑。看什么？宁清堂哪知道他在想什么，狠狠的又把剑往下移了一点。本尊先挖了你这双眼睛如何？从前重伤本尊19次，次次都是下的杀手，你除魔卫道不成，不如我这个大魔头先除了你。慈渊似乎清堂坦白的身份并不是什么好事，反而情况更糟了。从前还能维持表面的师徒情谊，如今又把我当作死对头，可如何是好？清堂，方才我并非想要与你动手，只是想查看你的伤势。呵，你以为本尊会信你的鬼？轰隆，一道灵力从眼前划过，整个山洞瞬间坍塌，飞扬的尘土却未曾沾染两人身上一丝一毫，全都被慈渊撑起的结界隔绝在外。方才还想放狠话的大魔头嘴角一抽，默默改口，语气难掩尴尬：我信了，师尊你真不愧是正道魁首，好厉害啊，哈哈哈！他娘的，他为什么还这么能打？这状态想杀我易如反掌，还真就不用动两只手跟我接触，直接隔空就能取我性命了。大魔头恨啊，变态果然是变态，心魔发作都奈何不了他，早知道就不暴露身份救他了啊！现在可怎么办啊？感觉自己离死不远了。大魔头迟来的求生欲直接拉满，又想起了利用自己这张脸和撒娇的那一套，凑过去试探着放柔声音跟他商量：师尊啊，虽然我以前是魔头，但是我刚才也是拼了性命去救你的。都说一日夫妻啊呸，关键时刻嘴还不好用了。大魔头赶紧改口，我是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不指望你顾念什么情谊，但是至少今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有没有可能先放我离开，他日再遇上，再与我不死不休。果然这种时候跟他解释是没用的，只有武力上碾压了他，才肯心平气和的与自己说话。慈渊也是无奈到了极点，分明是想把他放在心尖上疼宠，最后偏偏闹成了这番糟心的景象。清堂，我说过无论，他是想伸手像从前在落剑峰时那样把人抱进怀里哄一哄，结果手刚抬起来，就看到宁清堂满脸防备的一下跳出几步远，顿时整个人都僵住了，抬到一半的手在空中颤了颤，默念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我说过无论何时何地，师尊都会护清堂安好。慈渊缓缓起身，语气尽量柔和，甚至他都在里面加了不少卑微恳求的意味，只是天生嗓音冷淡，出口时便不太听得出来了。旁人听着依旧仙风道骨，平静淡然。你是魔是妖都无妨，都是师尊的清堂，是师尊最宠爱的小徒弟，别怕师尊，可好？宁清堂眉头紧锁，不太敢相信他这番话，毕竟他从前可是多次想要杀了自己这个大魔头，可转念想想他这2月来对自己的疼爱，又有些摇摆不定了。你当真不介意我是魔尊宁刹，在师尊这里你就只是清堂，前尘过往皆是过眼云烟罢了。慈渊边说边试探着朝他迈步，宁清堂注意到了，下意识想跑，
余光看到手中握着的星月剑，又生生止住了脚步。他这2个月对我如此疼爱，还亲手为我铸剑，万一真的是很在意这仕途情分呢？你说前尘过往，那你可还记得那些年你如何追杀我，又是如何用你的破天剑重伤我19次？大魔头记仇着呢，什么正邪不两立还能放在一边？但吃过的亏绝对不能一笔勾销。慈渊脚步一顿，心道该来的还是来了，很快又脚步坚定的继续往前走。那清堂今日便还回来，师尊绝不还手。还回去？大魔头傻眼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自己主动提出这种要求。对，慈渊在他面前站定，伤在何处，伤了多少次都尽数还回来。今日过后，你我前尘恩怨便一笔勾销，日后师尊带你回落剑锋，尽心为你养伤，依旧疼你护你，如何？只做了2个月师徒而已，他就能心甘情愿让自己把那些伤都还回去？就是傻子也没有这么傻的。这话怎么听怎么假。大魔头对此嗤之以鼻，非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可。提剑就捅，好啊，那我就都还回去了。利刃入肉，鲜血喷溅，白衣染了血，而那衣袍的主人却眼都不眨一下，甚至还自行往前又迎了一下，让长剑在腹部没入的更深了，都捅了个对穿了他，还嗓音温柔：清堂，你刺得轻了，师尊帮你。你疯了？宁清堂收了剑，拿出一瓶丹药，直接粗暴的往他嘴里灌。你是傻子吗？不知道躲吗？他以为慈渊肯定会躲的，一点也没收着力气。他眼底的慌乱太过明显，慈渊知道他这是以为自己刚经历了心魔发作，很可能受不住这一剑，眸光微微闪了闪，快速用灵力逼出一口血，惨兮兮的吐了出来，而后抓住他的胳膊，声音虚弱的问道：现在可是信了？师尊当真是诚心悔过，剩下的清堂继续还给我就是了，不必。还可。说着又是一口鲜血溢出。信了，你别说话了，你要是死在这本尊绝不会给你收尸的。宁清堂手忙脚乱的帮他擦血，慈渊压着眼底的笑意，整个人越发虚弱起来，最后直接无力的靠入他怀中，边吐血边嗓音温柔的问道：清堂，日后师尊欠你的都会还的，给师尊一次悔过的机会可好？大魔头已经被套路懵了，满脑子都是他可别死在自己怀里，想都没想就点头，给，好。套路得逞的某剑尊闻言偷偷勾了勾嘴角，往他身上靠得更紧了。清堂身上当真是好香，他窝在那就不动了，还在努力给他吊命的宁清堂吓得不行，该不会是昏过去了吧？这一动不动的还能救活吗？而且他这心魔到底是有多厉害？怎么人晕了反而身上越来越热了？难怪无数大能都死于心魔反噬，连慈渊这修为逆天的变态都被折腾得这么惨，当真是够可怕的。慈渊，大冰块你可别死在我这啊！你这样我怎么跟你那几个徒弟交代啊？某人温香软玉在怀，说什么也不肯睁眼了，装晕装上了瘾。宁清堂把能试的方法都试了一遍，实在是看不出他到底还有哪里有问题，最后直接一拳捶了上去。你个王八蛋，赶紧醒醒，老子不想再多被3个人追杀。确认了身体没问题，他这一拳是一点也没收着力气，甚至还公报私仇的裹了灵力在拳头上，这一拳差点把慈渊真给打吐血了。慈渊见尊再不做人，也不敢继续装了，慢慢悠悠的睁开眼。清堂，师尊当真不介意你的身份？知道了，你要是介意我早捅死你了。大魔头洒脱的一摆手，颇有些一笑泯恩仇的意思，这事先不说了，我急着去找本命剑碎片，你是在这等我还是自己先出去？本命剑碎片，对啊，当年我险些生死道消，只剩下一缕残魂，本命剑4分5裂，其中一部分就在这秘境里，反正都已经摊牌了，宁清堂也不跟他藏着掖着，一口气都说了，我不拿你送我的剑当本命剑，就是因为我的本命剑还在，只要碎片都找到了再重铸一下就好了。刚才那朵大红花上就有我本命剑的气息，一听只是他的本命剑碎片，某人本就压制的差不多的心魔这下彻底消停了，醋也不吃了，血也不吐了，当即从他身上起来站得笔直。你身上还有旧伤，一人前去寻找太过危险，师尊与你同去，刚才还看着要不行了似的，现在又能跟自己一起走了。宁清堂都看懵了，你真的没事了？只是头还有些晕。慈渊凑过去又整个人都靠到他身上，路上你扶着师尊血，那你还跟着去个屁啊，这不是耽误事吗？宁清堂直翻白眼，你还是在这等，待遇到危险师尊自会替你化解。好，大魔头当场改口，老老实实的服他，师尊当心脚下，用得上就叫师尊，用不上就凶巴巴的直呼名字，态度也大相径庭。慈渊还能说什么？只能心甘情愿的被利用了。当然了，该占的便宜也不能少占。然而好景不长，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一块石头，宁清堂好巧不巧的就带着他往那小石头上踩，然后又不小心脚滑了一下，将他给绊倒了。哎呀，师尊你没事吧？大魔头赶紧担忧又惊慌，
得去扶。对不住啊，师尊，一时不察，竟然没扶住你。堂堂剑尊跌坐在地上，看着他眼底的恶趣味和幸灾乐祸，哭笑不得的暗暗叹了口气。不愧是清堂，他就知道没这么容易冰释前嫌。无碍，你没摔倒就好。我没事。宁清堂把他扶起来，一脸无辜。师尊你没摔断腿，真是太好了。慈渊，怕是巴不得我摔断腿吧？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说某人这大魔头做得相当不称职，要使什么坏都光明正大的，一点不遮掩。待他平地摔跟头后，又跑去撞树，撞得他肩膀都疼得麻木了，还拉着他走去河边，不小心将他撞入了河中。慈渊湿透了衣裳，站在水里，已经数不清是今日第几次叹气了。清堂，不如你再赐师尊一剑吧。哎呀，师尊你说什么呢？宁清堂做作的捂了捂嘴，我怎么会如此不是东西，竟然因为正邪不两立就胡乱拿剑捅人。你又没得罪我，我虽然是个大魔头，但我可没有那么禽兽不如，被指桑骂槐的某剑尊罢了。被折腾就被折腾吧，清堂高兴就好。慈渊就这么浑身湿漉漉的上了岸，也不避讳，当着他的面就开始换衣服，脱了外袍又去脱里衣。本以为他会回避，万万没想到里衣刚解开，边上就伸过来一根葱白似的手指，用力在他身上戳了戳。穿着衣裳还真没看出来，你这正道魁首不仅修为还行，练体练的竟然也还不错。何止是不错，慈渊穿着衣裳便是宽肩窄腰，长身玉立，脱了衣裳那胸肌腹肌线条可不是一般的紧实漂亮。在如今只看重修为并不关注体魄的修真界，这不瘦弱又不过分魁梧的身材简直堪称完美。然而大魔头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羡慕的，只默默用力挺了挺胸膛，试图让自己比女人还细的腰身看起来稍微魁梧一点。慈渊哪有心思在意这些细节，满脑子都是他主动碰自己了，被戳过的腹肌都觉得有些发烫，看他的眼神也变得幽深起来。日后师尊带你一同练体。大魔头豪迈点头，放心吧，本尊绝不食言。虽说他少有不食言的时候，但到底是得了他的承诺，慈渊还是很满足的。就这么在他的注视下慢条斯理去解腰带，手刚搭上，方才还大方观赏的某人突然别开了眼，又欲盖弥彰的转过了身去，原来也是知道害羞的。慈渊眼底染了笑意，你快点换，别耽误本尊寻本命剑，不能再斗了，再斗下去就要恼羞成怒了，这可不是暴露身份前呐师徒情深的时候。慈渊不太甘愿的闭了嘴，眼底的笑意却并未退散。师徒情深有师徒情深的好，坦白身份自然也有坦白身份后的乐趣，只能说是各有各的甜蜜。换好了，身后传来这句话，宁清堂立刻转身，却猝不及防撞进了男人怀里，被抱住才没有摔倒，一时间满头问号。你站这么近做什么？想吓死谁吗？吼归吼，但并没有被推开，慈渊心中便有了数，看来这些日子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平日里亲近习惯了，如今坦白了身份，再如往日那般搂一搂抱一抱也不会被怀疑。以为你等急了，一时间没收住脚步，他随便找了个借口，然后又被瞪了一眼，那揽在腰身上的手依旧没有被注意。宁清堂不仅没注意，反而还把心思都放在了坑塔上。我看你活蹦乱跳的，应当是没什么事吧？不知道他又要怎么折腾自己。慈渊没太敢把话说死，只模棱两可道，还好。话音还没落，他没敢太放肆，搂进怀里的人直接自己扑进了他怀里。那该换你抱我了，我本来就重伤未愈，又因为就你引发了旧伤，早就快累死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慈渊求之不得，当即俯身将他横抱起来。大魔头也不客气，熟门熟路的搂住他的脖子，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享受人肉教撵，嘴里还抱怨本尊在魔界出门都有教撵跟随，还有侍女服侍左右，你那落剑锋什么都没有，本尊穿个衣裳都得自己动手，还正道魁首呢，寒酸死了。此等小事师尊便可替你做，这可是你说的。宁清堂捏着他一缕头发，眼冒金光，以后我可就拿你当侍女了，就当是你为昔日伤我之仇赎罪。这哪里是赎罪，分明就是天大的好处。慈渊当即点头应下，还生怕他会反悔，赶紧转移话题，该往那里走？我也不知道，从方才开始便一直感受不到音儿的气息了，这才是大魔头不肯在自己走路的原因。还不一定要走多久呢，他身上是真的有伤，反正有现成的苦力在，他可不受这份罪。你随便走吧，把这秘境深处走遍了，总能找到的。这小聪明慈渊一眼就看透了，无比庆幸他做魔尊时养成了这爱享福的习惯，不然哪轮得到自己多出这许多福利。然而刚走了几步，右侧就有了异响，不等他查看，怀中的人猛然跳下，直奔那异响而去。一儿，宝贝一儿我来了。方才还累到走不动的人跑得比兔子都快，甚至不顾旧伤，还调动灵力用了瞬移术。宝贝一儿。慈渊听着这称呼，再看着空空如也的怀抱，以及他急不可耐的背影，皱眉照出破天剑。待清堂寻得了本命剑，你多将他拐出去玩乐，莫要让他多缠着清堂。
破天剑哪知道他是连一把剑的醋都吃，还以为主人终于做个人了，竟然给自己找了媳妇，高兴的在空中直转圈。清堂，小心些！慈渊追上去时，宁清堂已经追着那时有时无的气息许久了，一想也毫无规律，似乎是从四面八方而来，又似乎来自身边。宁清堂停下脚步，最后一丝耐心已经耗尽，一把抓住慈渊的胳膊。你把这方圆几里夷为平地不难吧？不难，但慈渊有些犹豫，若是你的本命剑碎片藏匿其中，怕是也会一同化为灰烬，一定要无差别神形聚散，没有别的办法。我未曾修魔，无法像你一样精准判断它的位置，你若想快速解决，我一旦动手就只能……后面的话慈渊没说完，因为宁清堂看他的眼神已经不对了，刚才还是好师尊我就指望你了，现在则是满眼失望和嘲讽。那我带着你有什么用？让你给我摇旗呐喊，加油助威。我修为高有什么用？关键时刻还不是指望不上。宁清堂嫌弃的白了他一眼，随手往旁边一指，站远点，小心本尊的魔气吞了你。剑尊最后2个字他咬得极重，全方位嘲讽某剑尊修为高也是白费。被嘲讽的男人面色僵了僵，想说出了意外自己可以保护他，但最终还是一个字也不敢反驳，默默退到了一边，心中暗自琢磨，现在修魔还来不来得及？刚有了这个想法就被自己给否决了，现在好歹是修为高深，但用不上被嫌弃，若是转去修魔，怕是要因为不如清堂而被嫌弃了。总归是要被嫌弃的，自然还是要取轻一些的，何况这还只是开始，日后慢慢追七路，免不了还要因为各种理由被嫌弃。年纪和自己是个男子，便首当其冲。慈渊剑尊看得相当透彻，想着想着就释然了。罢了，习惯就好了。他在那都大彻大悟了。某大魔头还满脑子打打杀杀，执剑凌空而立，周身魔气弥漫，将灵力和魔气都灌输到长剑之上，手腕轻转，魔气和剑招便开始大面积清除吞噬周围的景物。他将魔气修炼到有吞噬能力，慈渊是知晓的，但看着他手上那似曾相识的剑招，慈渊再如何知晓他天资卓越，也依旧被惊到了。那套剑招正是方才慈渊用来扫除花海的，宁清堂既然光是看了一遍便学了个七七八八，且完美与魔气结合，融会贯通为己用了。这天赋难怪300余年便能修炼到渡劫期，若是自己少时便遇到清堂，那他们2人如今谁会修为更高，只怕是不好估量。慈渊并未有什么危机感，而是满眼的欣慰和与有荣焉，甚至忍不住开口指点1、2，试着气沉丹田，灵力3分游走经脉，7分凝于剑上。大魔头一身反骨，但该听话好学的时候他是真学，一点没犹豫，当即按他说的做，下一秒长剑扫过，所过之处灰烬都比方才多了大半。宁清堂震惊回头，看他的眼神带着些欣赏的意味。大冰块还真的挺厉害啊，以后不光可以骗他的宝贝，连剑招也可以骗一骗。慈渊现在已经光看他眼冒金光就能猜中他的想法了，十分淡定的接受了他那眼神的意思。看来是除了攒下的宝物，如今又多了一种鱼饵。大魔头丝毫不知道自己被当成了鱼，带着那套剑招疯狂输出，没一会儿周围就只剩下一块平地，然而依旧没有切实的找到婴儿的气息到底在何处，连一根草都没有了，那就只能2人齐齐看向地面，不等宁清堂动手，慈渊直接瞬移到他身边，揽住他的腰身道：我来，你身上的伤还是少出手的好。哦，那你来吧，绝地3尺可以，千万别伤了我的宝贝音。腰上突然一疼，大魔头当场变脸，你那么用力做什么？你叫本命剑一直这么亲昵吗？没头没脑的被问了这么一句，大魔头愤怒的表情一顿，什么？无事。醋意横飞的慈渊剑尊不敢再多问了，怕说多错多，暴露了心思，把人吓跑了。由于对那儿醋意太浓，他甚至连剑都不用，直接凌空一掌下去，方圆几里的地面瞬间4分5裂，露出地下的景象。那是一片红色的花海，乍一看很漂亮，但里面夹杂着许多灵兽的尸骨，其中还有刚被花丝脱下来的灵兽，不过片刻便失去了生息，化作一堆白骨。方才宁清堂和慈渊还说过，这秘境深处灵兽少得出奇，现在才明白，原来都是被拖入地下，给这些花做肥料了。怎么没有那个大的？宁清堂话音刚落，朵朵红花全部朝上开放，露出了带着牙齿一般的花蕊，疯狂朝2人袭来。慈渊正想动手镇压，胳膊突然被打了一巴掌。你想做什么？婴儿肯定就在这里，别伤了婴儿。被吼了一通的男人只能默默拔剑，一剑一剑的砍，一点灵力也不敢用。宁清堂被他护在身后，仔细用神识查探熟悉的魔气，片刻后一把拉住还在和花海缠斗的男人。找到了。慈渊都来不及询问，猝不及防的被他拉着跳入花海之中。2人一路下落，最终撞上一层浅红色的结界，顺着结界朝脚下看，便能看到那朵巨大的红色花朵残败的躺在地上，正中间的花柱中困着一道虚影，
只有简单的轮廓能依稀看出是个女子。一儿，宁清堂相当激动，不管不顾的打碎结界冲进去。慈渊跟在他身后，脸色比那虚影还要黑。清堂的本命剑竟是修出了剑灵，还当真是个女子。我的花，你们毁了我的花！虚影嗓音凄厉，操控已经残败不堪的巨花还想袭击他们。那是小姐最喜欢的花，你们毁了花，那就都去做养料。小姐最喜欢的花。听到这句话，宁清堂身体一僵，再看到那让他作呕的巨花，心中五味杂陈。大红色的花，他最喜欢的花。他站在那里不动，眼看就要被花丝缠住。慈渊执剑想砍，却被他徒手接住了剑刃。别伤了花！清堂柔一般的手已然渗出了血迹。慈渊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立刻将人抱住，丹药都不用，直接输送灵力为他处理伤口。周围有慈渊撑起的结界，虚影剑伤不到他们。声音慢慢变成了怒吼：花没了，小姐找不到路了，你们赔给我，把花赔给我，都该死，全都该死！一儿，怀里的人声音颤抖，缓缓释放魔气，朝虚影靠近。慈渊方才忙着担心他的伤口，这时候才反应过来，那虚影口中的小姐是在说谁。昔日凡间界的宁清堂以女装示人，周围侍女便都是唤她小姐。感受到熟悉的魔气，巨花动作变得迟缓起来，疯狂嘶吼的虚影也慢慢安静了，甚至身形清晰了一些，声音也不再凄厉，变成了一个脆生生的女声：魔族。一儿，是我。宁清堂放柔了声音：我找得到路，我看到你为我种的花了，我来接你了。你是？一儿的轮廓越发清晰，虽然还是虚影，但已经分辨得出衣裙与发丝了。只是前一秒说魔族时还颇为友好，下一秒就厉声呵斥：臭男人不配看我的花，花是种给小姐引路的，只给小姐看。臭男人！宁清堂眼泪都快感动出来了，硬生生被他这一句话给噎了回去，哭笑不得的问他：你再好好感受一下那魔气的气息，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你家小姐？不可能，我家小姐可是会穿女装的，别以为你变得像小姐我就会上当。无论宁清堂怎么说，因儿就是认定了他是臭男人，不是他家小姐。你这种臭男人我见多了，定是偷藏了我家小姐的什么贴身之物，才染了小姐的气息。我家小姐是神仙下凡，倾国倾城，国色天香，才不会看上你们这些臭男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明明他骂的是宁清堂，但某剑尊莫名有了一种心虚的感觉，盯着宁清堂头上的发带，表情微微有些不自然。宁清堂现在哪有心思管他，根本没发现他的异常，还在那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我都知道你是一儿，魔气更不能作假。你……哎，他说到一半，一儿突然像刚看到他似的，歪头疑惑地问道：你是谁啊？长得好像我家小姐。我就是你家小姐。不可能，臭男人不配看我的花。我家小姐神仙下凡，倾国倾城。似曾相识的对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第4遍时，宁清堂放弃了，转头去问身侧的男人：你知道一儿这是怎么回事吗？似乎是残魂不稳，影响了记忆，暂时只能记住片刻之内发生的事，过了时间便又忘了。宁清堂无奈扶额，都没来得及叹气。对面又想起魔咒似的话：哎，你怎么看着有点像我家小姐？大魔头已经快疯了，破罐子破摔的去问慈渊：你能给我弄个幻境，让我在幻境中换上女装，梳女子的发髻吗？无需幻境，慈渊心念一动，手中便多了一件艳红色的女子衣裙，甚至还有一套流光溢彩的红色珠钗。大魔头瞳孔地震：你啊，这不是吧不是吧，大冰块竟然还有这种癖好。那日你要红衣太过匆忙，有店家误会了，便有了这些。慈渊淡定的给了他解释，完美掩饰了这些东西的来历，并不想提自己连心上人不是女子都不知道，收藏了不知多少漂亮的女子衣裙和珠钗，等着他日在相见时讨人欢心。结果在相见时发现心上人是男子，收藏了几百年的东西，硬是今日才有机会拿出来冰山一角。啊，这样啊，我还以为你真是变态呢。大魔头失了撞破堂堂剑尊见不得人癖好的乐趣，开始拿着红裙认真思考女子发髻怎么梳来着，好像是我来吧。慈渊直接解了他的发带，大魔头再次震惊了，这手艺你也会？我没梳过，但也见过女子梳好的发髻是何模样，求个形似应当没问题。说是求形似，但他梳好的发髻简直漂亮的不像话。宁清堂对着水晶看了好一会儿，最后不自觉的喃喃了一句：我少时也曾梳过一模一样。话说到一半，他才反应过来不对，赶紧闭了嘴去看旁边的人，发现男人面无表情，应当是没听见，这才放了心。慈渊哪里是没听见，他听得再清楚不过了，只是看着又扮作了女子模样的宁清堂，不由有些感慨，那一模一样的发髻也是他受心魔煎熬时日日夜夜练过无数次的，就想着有朝一日能为他的清堂画峨眉李云鬓，如今这也算是阴差阳错的得偿所愿了吧。面前的姑娘红裙飘荡，容色倾城，即便跨越了300余年时光，依旧令人惊艳到见之难忘。
一颦一笑都毫无变化，灵动与娇气也丝毫不减。几百年的魂牵梦萦，现实与记忆重叠，慈渊眼底的深情与笑意缓缓荡漾开来。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对他来说并无不同，都是他的清堂，是他未来唯一的道侣。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在死对头面前穿女装，还被盯着看。宁清堂尴尬的都想找地缝钻进去，却说什么也不肯，输了气势，硬着头皮瞪他。情况特殊，本尊这是迫不得已。你要是敢出去乱说，小心小心本尊。他是想放点狠话的，可搜肠刮肚想了一大圈，愣是没想出有什么能威胁人家的。大魔头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自己扭头生闷气去了。放心，绝不会告诉旁人，他想不出威胁的话。慈渊倒是替他补上了，若是让人知道我收的小徒弟是你，我这正道魁首也是难辞其咎，免不得要落一个勾结魔族的名声。你我已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师尊怎会害你？他这么一说，大魔头瞬间被打开了新思路。对，就是这样。你若是惹恼了本尊，本尊便与你玉石俱焚。反正我一个魔头也没有什么名声可言，不过就是再多被些人追杀而已。师尊不敢惹你。慈渊一点没有被威胁到的表情，反而纵容又宠溺。日后清堂说什么便是什么，师尊都听你的。他这么配合，反倒把宁清堂给整不会了，眼神古怪的看了他好一会儿，最后只能归结为他是舍不得名利，然后还嫌弃了一句沽名钓誉，虚伪。慈渊不开窍是能多占些便宜，但有时太过不开窍也不是什么好事。宁清堂已经懒得理他了，整理好仪表便去给嫣儿看。来，你自己看，我是不是你家小姐？小姐。他一露面，嫣儿就语气欢快又激动的叫了他一声，然后当场开哭。小姐你回来了，你没死，真是太好了。呜，我还以为小姐找不到我了，我给你种了好多花，都被臭男人给毁了。您臭男人，清堂。行了，别哭了，赶紧跟我走，回去给你稳固一下残魂。小姐我出不去。嫣儿怔了两下，越怔越被那花柱锁得越紧，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我都在这里10年了，一直出不去。呜，出不来就出不来，你哭什么？只一道虚影就要往宁清堂怀里扑。慈渊眉头一皱，手上快速结印，赶在他抱上之前将他封入了宁清堂随身的玉佩中。已经张开手臂准备迎接熊抱的宁清堂，他娘的，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只是权宜之计，不等他吼完，慈渊就先给了解释。秘境坍塌在即，带着他诸多不便，你先带他出去，我去寻一寻考核的弟子，带回了洛剑锋再叙旧也不迟。也是，这么带出去被人看到也不好解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宁清堂没再说什么，看周围飞沙走石天崩地裂的架势，赶紧扯下那一身女子红裙，用最快的速度换回男装。你磨蹭什么呢？不是要去救人吗？他站在原地不动，宁清堂手上忙着换衣服，嘴也不闲着，没好气的催他。你们正道不都说什么3思而后行吗？动手之前也不先通知我一声，不做好准备。现在好了，手忙脚乱的，你还不动？你还指望我跟你一起救？大魔头动作一顿，隐隐有些咬牙切齿。本尊告诉你，绝不可能。等回了洛剑锋，看我怎么跟你算账。他说了一大堆，落在慈渊耳朵里只剩下了寥寥数语。等回了洛剑锋再看我。好，人都走了，大魔头还边系腰带边骂骂咧咧，还指望老子跟他去救人？老子不顺手杀几个就不错了。考核秘境坍塌，即便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景象，但也都能猜得到原因。除了慈渊放开修为，再无其他是可因此动荡了。陆风玄正要带几位长老峰主进去救人，还未踏入，便在入口处看到了缓步走出来的宁清堂。清堂师弟，里面发生了何事？哦，没什么大事，师尊说要给我摘花，结果没收住手，不小心把秘境给弄塌了。大魔头一脸淡然，不必担心，师尊已经救人去了，用不了一时半刻便出来了。因为摘花弄塌了秘境。陆风玄嘴角抽了抽，清堂师弟，这秘境存在了近1000年，经历了无数次精心布置，才成了考核秘境。此次考核半程都未过，就出了这种事，实在是……那怎么办啊？大魔头无辜摊手，我劝师尊了，师尊不听啊，他弄他的，你找他去吧。陆风玄感情不止给旁人甩锅，连剑尊他都不放过。剑尊这徒弟不白收啊，有事他是真让剑尊一个人扛，把自己摘干净了。大魔头急着回洛剑锋问嫣儿前因后果，也不打算等善后的某人了，无视众人的注视，迈步就走。刚走了2步，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急切的传音：小师叔。声音和称呼都有点耳熟。大魔头仔细想了想，才想起这是又被自己坑了一次的文彻。顺着传音的方向看过去，正看到文彻藏在一棵柱子后，鬼鬼祟祟的朝他招手。找我有事？大魔头走过去不明所以。我不是给你留了丹药当做赔礼，全是高品丹药，你这锅背的也不亏啊，何况你师尊也不会重罚你。我没背锅。文彻急急忙忙的拉着他往外走。宣陈师叔一人成了所有罪责，正在执法堂受罚呢。
怎么可能？我大师兄跟这件事根本没关系。大魔头脚步一顿，一个字都不信。而且刚才我还遇到宗主了呢，我看他态度挺好的，平日里他跟我大师兄关系又那么好，他能罚我大师兄，就不怕惹怒了我师尊吗？不是我师尊罚的，是子虚真人。大魔头还没想起来子虚真人是谁，听说宣尘真在受罚，都不用他拉了，直接自己朝执法堂飞奔而去。虽然没受过罚，但宁清堂也听说过，进了执法堂一律封印修为，无法用灵力抵抗刑罚，怎么着也得脱层皮才出来。他是胡作非为，也找人背锅，但都是小打小闹，因为他知道慈渊罚徒弟从不重罚，从未想过会有什么子虚真人横插一脚，抓了宣尘去执法堂受罚。小师叔，他那速度快的文彻用了几分灵力也追不上，在后面看得目瞪口呆。小师叔你等等我啊，我是让你找剑尊去救，不是让你大闹执法堂，感觉肯定要出事。文彻都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自己也是急糊涂了，怎么就找了小师叔来帮忙呢？每次遇到小师叔他不是在惹祸，这下好了，自己怕是要罪上加罪了。宁清堂哪管他在后面喊什么，这世上就没有大魔头不敢闯的地方。到了执法堂被拦在门外，直接拿出乾坤扇，一扇便将执法堂大门劈得四分五裂，拦他的弟子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慈渊剑尊竟然给了他乾坤扇这般神器，只这一愣神的功夫，人就闯进去了。大师兄，进门后便是正殿，宁清堂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正殿受罚的宣尘。往日里风神俊朗的人，此时衣袍上透着血迹，额头还有冷汗滴落，即便这样也跪得笔直。听到声音转头看过来，见到是他，还费力地扯出一抹笑。小师弟莫急，师兄无碍，只剩13鞭便好了。还剩13鞭，在这之前是已经打了多少鞭？宁清堂大步跑过去，直接将他从地上拉起来，小心地扶着往出走。我们回落剑锋，找师姐给你疗伤。小师叔祖留步。行刑的弟子分列左右，将两人拦住，刑罚未毕。宣尘师叔祖还不能离开，不能离开。宁清堂冷笑一声，我今日偏要带他走，谁敢拦我？什么正派宗门，不分青红皂白就动用刑罚，若不是碍于身份，按照大魔头的行事准则，早就掀了这执法堂了。弟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开口。归元宗上下谁不知道慈渊剑尊宠爱小徒弟，借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得罪。僵持不下之际，一道苍老的男声由远及近，话音落下时，人也出现在眼前。清堂失职，老夫可能拦得住你，拜见子虚真人。弟子们纷纷行礼，连宣尘都叫了一声师伯，唯有宁清堂头都不曾低一下，看他的眼神充满厌烦与不喜。就是你下令罚我大师兄，那你倒是说说，我大师兄犯了哪条门规？大魔头毕竟也是做过魔尊的，动了真格的要给宣尘讨说法，也懒得装什么懵懂无知了，气场上完全不输活了几千年的子虚真人。子虚真人不急不缓，身为大师兄，未曾管教好你，让你偷入考核秘境，引起这诸多事端，事发后又不劝阻师尊，众目睽睽下还想一同压制修为入考核秘境，两罪并罚，已然与门规无关了。说得好听，可你这话经得起推敲吗？宁清堂站在宣尘身前，冷眼与子虚真人对视。我顽劣闯祸，我入的考核秘境，你不抓我，却把罪责归给我大师兄。师尊入秘境寻我，那是师尊的事，你却怪我大师兄不劝阻，还是趁我师尊不在之时罚我大师兄。你扪心自问，难道不是你抓不来我，也不好去怪罪我师尊，才拿我大师兄当软柿子，定那些子虚乌有的连坐之罪吗？道理大家心里都清楚，也习惯了默认这种连坐之罪，但还是第一次有人当众戳破其中的隐秘。宁清堂可不管他是什么辈分，在大魔头眼里不过就是个讨人嫌的白胡子老头，别说是白胡子老头，就是黑胡子也休想欺负他大师兄。宣尘还在偷偷握他的胳膊，让他说话不要太过。大魔头全当没发现，搀着宣尘就往出走。今日这罚我大师兄绝不可能继续受，人我也要带走，若是要按门规处置，那就上落剑锋抓我师尊，我闯的祸，该受的罚我自己会受。他当时想的是从秘境出来就离开这里了，未曾考虑周全，也没想过会牵连宣尘被人欺负，他的错他认。但是宁清堂顿了顿，又盯着子虚真人郑重道，我大师兄那些鞭子不能白受。他没放什么狠话，但就说了这么一句，也够吓人的了。子虚真人可是比慈渊剑尊辈分还要大，他为宣尘讨说法，讨到子虚真人那里去，还明目张胆的记仇，怕不是疯了？小师弟，你莫要胡言乱，就是不能白受。宁清堂打断宣尘的提醒，眼神坚定。宣尘对他好，他不是不知道，这几个师兄师姐对他都是真心疼爱。今日之事，若是慈渊回来了不去讨说法，日后他恢复修为也一定要亲自去讨。大魔头自认不是好人，但他不止记仇，他也记别人对他的好。他这辈子遇到真心对他好的人不多，可每一个他都牢牢的记在心里，也会想要真心回报。
归元宗表面上是宗主陆风玄执掌，但他身后还有2位绝世大能，一位慈渊剑尊，一位紫虚真人，这才是归元宗被默认为正道第1大宗门的原因。外界都传这2位大能不和，也确实有人见过慈渊剑尊曾提剑刺中紫虚真人肩头，但近几百年2人都各自闭关，见面也和和气气，且慈渊剑尊的徒弟都对紫虚真人恭敬有加，是以不和传闻已然散得差不多了。然而今日这表面的平静，硬是被慈渊剑尊新收的小徒弟打破了。执法堂的弟子们一个个恨不得化作空气才好，连看热闹都不敢，有机灵的准备去禀报宗主。还未出门，文彻就已经带着陆风玄匆匆赶来。紫虚真人，清堂师弟。陆风玄心里苦啊，要不是身份不允许，他都想给宁清堂磕一个，求求这祖宗可别惹祸了。这小祖宗来这2个月，归元宗就没消停过，现在又一下惹出2个大祸，怕不是想要了他的老命。他一开口就带着点大家给我个面子的意思。然而紫虚真人目视虚空，不言不语。宁清堂横眉冷对，宗主师兄，你也要拦我？大魔头一指自己扶着的宣尘，你自己看，我大师兄被他们折腾成这样，我到底该不该闹？就是我师尊来了，他看见大师兄一身的伤，他能不心疼？宣尘前胸后背皆是鞭伤，说一句皮开肉绽也不为过，平日都是称兄道弟的关系。陆风玄看着哪能不揪心，一时间也有些愣住了，不明白紫虚真人为何如此苛责，突然管起慈渊剑尊的人了。此事陆风玄捋着胡子满眼为难，不如此事等剑尊回来再行定夺。听着是打圆场，但是他说这话时全程看着宣尘，示意宣尘给点提示，如何安抚某个做天做地的小祖宗。宣尘哪能看不明白他的意思，给了他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我小师弟闹起来，除了师尊还有谁能管？你看我现在敢说话吗？陆风玄，你确定剑尊来了能管他，不是给他撑腰？宣尘。两相沉默之际，虚空中一道裂痕缓缓出现，白衣剑尊从中踏出，无视满殿众人，直奔宁清堂。清堂何事？边说边放出神识往他身上探。刚才还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大魔头秒变一脸委屈，嗓音也不冷了，又软又娇，生生能将人溺死在这撒娇之中似的。师尊你终于来了，我跟大师兄已经快被人欺负死了。用神识确认了宁清堂没受伤，慈渊这才抬手按在宣尘肩头，不过眨眼间那一身鞭伤便完好如初。宣尘正要开口道谢，下一秒腿就不受控制，自行带着他离开宁清堂几步远。别说是被扶着了，就是看都看不着了，被他那好师尊挡得严严实实。宣尘面色古怪了一瞬，很快便想通了。小师弟顶撞紫虚真人，师尊应当是怕小师弟受伤，确实该贴身护着。师弟，徒弟顽劣，该好生管教才是。师兄替你小惩大戒了一番。许久不出声的紫虚真人终于再次开口，语气不像发难，倒更像别有深意。慈渊冷眼回视，嗓音无波无澜，本座的徒儿自然由本座亲自管教，不劳师兄费心。两人表面上像是在说宣尘，可紫虚真人的目光却望向了宁清堂一瞬，听了慈渊的回答，也只是高深莫测的微微颔首，而后转身离开，一个字都不再纠缠，就像是之前种种都只为等慈渊这一句话。气氛一时间安静的诡异，旁人都在深思这2位大能的意思，猜想日后可会彻底不和。某人却气愤不已，这就完了？你怎么这样？哪有你这么做师尊的？大魔头爱憎分明，魔界中人也都是一言不合就动手，若是换他站在慈渊的位置，他定然要甩紫虚真人几鞭子给自己徒弟出气的。现在只几句话就把事给了结了，虽然是公然维护了，大魔头也依旧觉得亏了，面子和实打实受的伤成的痛哪个重要？在大魔头眼里，面子一文不值，痛可是真的痛。谁痛谁知道，他不光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还气愤地推了慈渊一把，不让他近身了。众人眼看着方才还气场十足的慈渊剑尊跟个不倒翁似的，被推完又淡定地凑上去，语气柔和，还带着些哄人的意味。先回落剑锋可好？不好。大魔头没好气地瞪他，连徒弟都护不住，那么多鞭子全白挨了，你别回去了。说完直接拉着宣尘往前走。大师兄我们走。宣尘莫名觉得被他拉住的胳膊一阵发凉，疑惑地看了看周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最后无奈又踉踉跄跄地被拉走了。两人走没了影慈渊才把目光收回来，眼神缓缓在执法堂扫视了一圈，看那些弟子一个个拼命屏住呼吸，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陆风玄身上。考核秘境混入魔族，本座已将其斩杀，那魔化的巨花尸首还在主峰广场，本座除魔未到，尽数救出参与考核的弟子。2个徒儿却在执法堂受了欺负，宗主觉得此事该如何收场？陆风玄欲言又止，剑尊，你光说秘境坍塌是因为除魔未到，清堂师弟混入考核秘境的事你是只字不提啊。此事秘境坍塌实属无奈之举，自然是除魔未到更重要。至于执法堂内发生的事，紫虚真人下令，我也不好阻拦啊。
本座会自行与子虚真人解决，今日只问你，宣臣受罚，分明是你先遇到清堂，为何不说？陆风玄一愣，我当时急着入秘境救人就给忘。清堂与子虚真人对峙，为何不传音通知本座？今日若是子虚真人与清堂动了手，后果宗主打算如何承担？听到这，陆风玄算是明白了，他这哪是问责，分明就是提点，不光是提点自己，也提点执法堂，日后无论何事都要先护着他那小徒弟，出事也得第一时间给他通风报信。饶是陆风玄平日里再怎么疼爱文彻，也还是被他宠爱宁清堂这近乎溺爱的方式给惊到了。就这个宠法，也难怪宠出个胡作非为的小祖宗。是我考虑不周，日后定然谨遵剑尊教诲。他是聪明人，听懂了词渊便不多为难了，只提醒了一句清堂喜欢红色。陆风玄一脸懵，袖口突然一重，感觉里面似乎多了2瓶高品丹药，不由更懵了。走吧。眼看词渊剑尊迈步，应当是让他跟着一起走。陆风玄眼里的疑惑都快溢出来了，表明并不是剑尊不护着徒弟，想以此哄小师叔别气了。陆风玄瞳孔地震，不能理解且大为震惊，这是什么道理？这世上哪有师尊想方设法哄徒弟的？眼看词渊剑尊走的方向真是落剑锋，陆风玄有点麻了，还真是，剑尊真让我帮他去哄徒弟，这成何体统啊！宗主，走快些！前方传来词渊的催促，陆风玄心中想着是，一时不察，下意识回了一句什么？走快些！词渊语气无奈，清堂气得越久越难哄。陆风玄，剑尊你确定你这是在养徒弟？你快把他宠上天了，你知道吗？另一边，被宠上天的某人浑然不觉有什么不对，回了落剑锋还气得不行，50鞭，你都受了35下了，他竟然一鞭子也不抽那白胡子老头，护徒弟都护不住，还当什么剑尊？他很少守什么礼数，尤其是对词渊。宣臣最初还会劝几句，后来发现词渊自己都不管，现在也就习惯了。小师弟，子虚真人与师尊的情况有些复杂，轻易是动不得手的。正到那些弯弯绕绕大魔头懒得理会，只没好气的追问什么情况，有多复杂？那老头能跟他争剑尊之位？那倒不是，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过一次子虚真人与师尊不欢而散，临走时对师尊说，宣臣认真回想，应当是说让师尊不要再执迷不悟。执迷不悟？大魔头突然想起秘境中词渊心魔发作的模样，试探着问道，为何这么说？是师尊道心受损了吗？还是生出了心魔？怎么可能？宣臣仿佛听了什么笑话一般，笑着摇摇头，师尊修无情道，已然是无情道大成的境界，怎会道心受损或生出心魔？除非什么？他说到一半突然不说了，宁清堂急切追问，无事，这种情况更不可能了。宣臣只随意提了一句，我也是修无情道，除非是动了凡心，有了心上人，否则绝不会生出什么心魔。师尊一心想道，小师弟你就别胡乱猜想了。大魔头愣住了，动凡心，有了心上人，他就是修魔的，无比确定词渊当时那模样就是心魔发作，那这心魔的来源岂不就是陆风玄来赔礼，讲了一大堆大道理，什么规矩，什么礼数，总之全是宽慰他。词渊剑尊并非不是护着徒弟，宁清堂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多看了2眼他送来赔礼的赤色灵珠，拿了就往嘴里塞。清堂，词渊本来是在旁边听宣臣说前因后果，见到他张嘴就吃，直接隔空将灵珠取来，施了2个清洁术后才还给他。陆风玄在旁边表情僵硬，我那是极品灵珠啊，他一口一个当糖豆吃，剑尊你还嫌脏？这地方陆风玄便随他去了。宣臣讲完了过程，正嘎嘣嘎嘣咀嚼灵珠的大魔头动作一顿，赶紧从嘴里吐出还没咬的那一刻，拿着往词渊身上蹭了蹭，擦干净口水才递给他。那这赔礼，大师兄你拿着吧。宣臣都没顾得上看他手里的灵珠，而是眼皮狂跳着去看自家师尊素来纤尘不染的白衣，袖口处明晃晃的沾着些湿痕，关键是师尊竟然没嫌弃，也没立刻换了，就淡定的继续穿着。大魔头放肆惯了，根本不知道这举动有多大逆不道，见他不接就直接给他塞怀里了。今日是我连累大师兄了，你收着吧，以后我也不会往回骗，往回要的，放心吧。啊，还是给小师弟你吃吧。宣臣这才回神，满眼欣慰的看着他，昨日你给师兄师姐都送了礼，小师弟懂事了，师兄知晓就够了，不必如此见外。本来是准备跑路的，才给这几个经常替自己背锅的人留了东西，现在被他提起来，大魔头莫名有些心虚，回头一看，果然某人正直勾勾的盯着他。宣臣说完就走了，留下他站在那等着承受盘问。大魔头眼睛一转，先发制人的转身质问，词渊剑尊，你可是有了心上人，本尊跟你说话呢，你走什么神啊？得不到回应。大魔头又问了一遍，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词渊不是走神，没听见刚才他问的话，只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毕竟以他的榆木脑袋，
想要发觉自己的龌龊心思，应当是不太可能。你从哪里听来的话？慈渊没正面回答，心里慌得直颤，脸上一星半点也看不出来，板着脸特别能唬人。大魔头被他唬住了，说话底气都没那么足了，下意识想把宣城给卖出去。转念一想，宣城刚因为他挨了一顿鞭子，良心上实在过不去，只能自己把事给扛了。你管我从哪里听来的？你就说有没有吧。你那心魔我可是看见了，发作起来那么凶，也就是本尊不愿与你计较，不然当时一剑就能捅死你。看来是没发现，不知是从哪里捕风捉影，还想诈我的话。慈渊心中有了数，慢条斯理的反问道：我修无情道，若是真的有心上人，定然是要为其封魔，对其言听计从，宠若心肝。如此，你觉得我现在有心上人吗？言听计从，宠若心肝。大魔头一听，当场悟了，那应当是没有。一个正道魁首，堂堂剑尊高高在上了几千年，哪能对人言听计从？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后面的话他都没说出来，但看他的表情和眼神，慈渊就能猜得差不多了。心道果然不能指望一块木头开窍，明明已然身在局中，自己也宠他，宠得人尽皆知，他却毫无察觉，当真是将情都传给了瞎子看，甜言蜜语也说给了聋子听，坦白些表了情意，他肯定要跑，隐晦暗喻他又听不懂，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生生将活了几千年的剑尊难住了。最后只余下一声无奈又纵容的叹息，罢了，看紧些牢牢守着就是了，总归是跑不了的，就是多等个几百年也无妨，人待在身边就好。事实上宁清堂何止是听不懂，甚至都开始盘算着怎么拿心魔的事要挟他了，毕竟相比宣尘，还是他对无情道更了解。大魔头觉得听他的准没错，谁说生出心魔就只能是因为有心上人了，就不能他是修了什么邪功或者走了歪路吗？既然不是有了心上人，你堂堂剑尊生了心魔，若是被世人知晓，只怕要身败名裂，晚节不保了吧。大魔头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笑，伸出葱白似的指尖，轻佻的在他高挺的鼻梁上戳了戳。昔日里身为魔尊的气场毫无保留，就差在脸上写着我要作恶4个大字了。本尊知道你们正道中人都在乎名声，我也不管你是修了什么邪功，还是走火入魔，总之这秘密我可以答应替你保守着，但让本尊守口如瓶，你也该付出点代价，对吗？纯真撒娇的宁清堂惹人怜爱，暴露恶劣本性张扬邪气的大魔头也风情不减，落入慈渊眼中都是一样勾人的景，他甚至都得心中默念清心咒，才能勉强控制住想抓住那在自己鼻尖放肆的手指亲一亲的冲动。清堂想要什么，慈渊剑尊心中比海浪还荡漾，面上却八风不动，一本正经许诺，只要是师尊有的，定然都满足你。你先道歉。宁清堂比他矮了半头，硬是垫着脚去凑气场，勉强能撑着居高临下一点点朝他扬下巴的动作，得意的质问：昔日你见了本尊就追着打，知错了吗？他自以为恶劣报复，趾高气昂，殊不知他那漂亮的狐狸眼轻挑，配上一张精致绝美的脸，冷艳又邪肆的表情，简直美得不可方物，生生要把人魂给勾走了。慈渊看得根本移不开眼，不等他话音落下就诚恳道：知错，本尊又没惹到你，那帮伪君子找你除魔味道你就来，拿着把破剑砍了本尊19次，4次下杀手，你自己说你有理吗？没有。慈渊语气甚至带了些隐晦的心疼，是我的错，不该伤你，这2个月都是自己花式认错，难得听他认一次。大魔头激动不已，声音都高了些，学着他的语气装模作样的教训，以后还敢吗？在外高高在上，甚至让世人不敢直视的慈渊剑尊老老实实的摇头，不敢了。爽，这感觉真他娘的爽。大魔头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不让自己欢呼出声，几百年了，老子都打不过他，有朝一日竟然能这么跟他说话，训他也乖乖听着，这感觉都快赶上称霸修真界了。光口头占便宜可不是大魔头的性格，趁机狮子大开口，理直气壮的命令：你们正道不是最讲礼数吗？道歉都不用赔礼吗？灵石灵玉灵珠灵果都往出拿，还等本尊亲自动手抢吗？说完又加重语气强调一句：每样都不能少了，至少得赔给本尊。大魔头扫视了一周店内的景物，最后把目光落在身后的屏风上，至少得赔屏风那么大的一堆，不2堆。好。慈渊应了一声，大手一挥，刹那间整个主店除了2人站的位置，其他地方都铺满了他要的赔礼。灵石灵玉灵珠皆是赤色且品质万里挑一的极品，连灵果也每一颗都是熟透了后玲珑剔透的艳红色，林林总总加起来何止有2堆，怕是10倍都不止。宁清堂发誓，他是真的想在死对头面前扬眉吐气一回的，就想端着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狠狠打死对头的脸，但是这么多宝贝谁还能装得下去啊？这他娘的是什么人间仙境啊！大魔头彻底上头了，别说是翻旧账，几乎连自己姓氏名谁都要忘了，盯着那些宝贝双眼放光，生怕某人反悔似的。
毫无形象可言的往储物戒里收。他是真的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宝贝，多到什么程度？他疯狂收入囊中，都收了大概半颗钟。慈渊送他的储物戒都装满了，看他这贪财的模样，慈渊眼底满是笑意，深知自己单凭这一点就足够将他套牢了，却还装模作样的问，这赔礼可还算有诚意？大魔头快跟太阳肩并肩的嘴角一僵，这才想起收了自己这副不值钱的模样，背着手勉强点了点头，也就凑合吧。可那个，你别以为破财免灾就没事了，还有呢。感觉自己有点太贪了，但大魔头转念一想，他一个魔头有必要讲道德吗？完全没有，他就是坏，就是要作恶多端，贪得无厌，怎么了？他可是大魔头。这么一想，那小细腰都挺得更直了。本尊要给一儿稳固神魂，你得寸步不离的守着本尊，给本尊护法。正常情况，稳固神魂这种小事是根本不需要人护法的，但他自己重伤未愈，在秘境中又就伤发作，此时受不得一点闪失，稳固神魂完全就是强撑，不得不让人护法加一层保障。慈渊对他的情况心知肚明，并未答应他这件事，而是有些强势的说道，不必你动手，我来就好。你，大魔头满眼质疑，你会给魔族稳固神魂？慈渊没多解释，只认真道，左右也有你在一旁看护，我会不会？你一看便知。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宁清堂摘下腰间的玉佩，小心翼翼的放到他手上，婴儿已经沉睡了。你小心些。那极为爱护的模样，看得慈渊又是一阵吃味。做法前以公谋私，特意问了一句，我看他不太像是普通的剑灵，可是与你有何渊源？宁清堂是不愿与旁人提起自己过往的，但或许是他问的语气太温柔，又或是两人并肩坐时气氛太和谐，大魔头不自觉地收了流于表面的张扬邪肆，语气轻飘飘的，婴儿原本是我的侍女，我那时没用，护不住她，甚至连自己的命都留不住，救了我一命。短短几句话，字字句句都带着化不开的哀伤和自责。慈渊甚至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无助和崩溃。追问的话脱口而出，何时何人如此害你？在他的立场是心疼和想要得知那恶人是谁，方便日后寻仇，但在宁清堂的立场，这却是他的越界。两人没有熟悉到可以毫无保留分享不堪回首的过往和秘密的地步。从下界飞升本就是修真界的禁忌，被视为打破修真界与凡间界屏障的祸事。宁清堂眼里都是防备，冷声回应道，与你何干？4个字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瞬间将慈渊颇清醒了，也意识到自己方才的话踩到了宁清堂的底线，顿时有些慌了。我只是随口一问。清堂不想说便不说，当我什么也没问过可好？不然呢？你还打算让本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魔头朝他翻了个白眼，少在这给本尊假惺惺的套话。6界都想窥探本尊的身世过往，没想到你堂堂剑尊也不能免俗。我不问便是了。知道他生气，慈渊又拿出了10几颗灵果放入他怀中，果然看到他脸色当即缓和了不少，拿起灵果开始咔嚓咔嚓的啃。说是不问，但慈渊怎么可能不想知晓那让他不愿回忆的过往？如今只能心疼，却不知如何安慰，更不知能为他做些什么。慈渊心中也不好受。趁着稳固神魂之际，慈渊到底是暗地里做了些手脚，在不伤害婴儿的情况下，窥探了些许婴儿的记忆。那画面转瞬即逝，却让慈渊僵硬着身体，心脏抽疼。漫天火光下，宁清堂浑身浴血，只见跪在尸横遍地的庭院中，眼角缓缓落下2行血泪，满地的尸体有男有女，两鬓斑白的老者有之，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宁清堂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但却是悲痛到了极致的无声痛哭，甚至死死的捂着嘴，像是怕惊扰了谁，一点声音都不敢泄出。慈渊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场景到底具体是哪里，又意味着什么，但他能确定，那肯定和宁清堂做了魔尊就大开杀戒有关，不是滥杀无辜，而是报仇。至于给谁报仇，慈渊多看了一眼婴儿残破不全的魂魄，似乎不只是给婴儿，那个一闪而过的画面，明显不是清堂图别人满门，倒像是那遍地横尸中有不少能让清堂落泪的人，不是悲痛欲绝，又怎么会流下血泪？被封印的记忆下了禁止，不能说师承何人，莫名出现在考核秘境中的本命剑碎片。宁清堂身上显然是有太多秘密，慈渊隐隐有些担忧，却又无法说破，最后只能再三叮嘱清堂日后安心养伤，无事不要乱跑，若是要去寻其他本命剑碎片，切记带上我，我会帮忙。这还用你说？宁清堂白了他一眼，白来的苦力我为什么不用？你不去我都得威胁你去好吗？自己在他那就只落下一个白来的苦力的名头，慈渊很难不扎心，但至少算是可以放心了，不用整日担心他不告而别，就是在宗门内也要多留意，尽量不要靠近子虚真人住处，若是他想见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他知道了知道了，那是你师兄，你不想惹他。宁清堂敷衍的摆摆手，放心吧，我看见他就烦，懒得理他。不是不想惹他，是怕他为难你。慈渊认真解释，
今日之事，我会再与他相商，保证不再发生。我门下弟子，就是惹了天大的祸，也轮不到他来管。说的好听，那你带我去拿鞭子抽他。慈渊，大魔头专业抬杠，硬是对着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哼，痛快嘴谁不会啊？大魔头一脸鄙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又不是君子，等个100年1000年也是可以的。总之，他欠我35鞭，我记住了。你就祈祷他以后别落在我手里吧。又是被嘲讽，又是被不待见。慈渊微微皱了皱眉，虽然其中许多细节不能与他说，但犹豫片刻，依旧承诺道：若日后有机会，不用等100年1000年，此事我定然帮你实现。这下轮到大魔头傻眼了。不是，你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出来唬人啊？我是魔头，又不是傻子，他是你师兄，你们才是一伙的，你帮我不帮他，骗鬼呢？慈渊没解释，只理所当然似的吐出2个字：帮你。宁清堂一愣，盯着他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一点说假话的迹象，最后嘟嘟囔囔道：像我会信一样，真能装，还帮我呢，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差点杀我19次。此王八蛋冤，35鞭都要记仇1000年，我这张怕是要记得更久了，还是要多哄啊。为了能将功赎罪，慈渊帮伊儿稳固神魂相当用心，不止消耗灵力，甚至连自己的神魂都动用了，以神魂之力填了几块养护神魂的魂玉进去，供伊儿快些苏醒。刚开始宁清堂还没怎么注意，只盯着他别出错就行，直到看他以魂玉养护神魂，忍不住疑惑出声：你这给魔族稳固神魂的手法是不是太熟练了点？这一模一样的动作，慈渊整整10年日日重复，填进去的魂玉不计其数才换来他的苏醒，何止是熟练2个字能概括的。如今正是邀功的好时候，却又因为自己那见不得人的心思会吓跑他而不敢说。慈渊都快愁死了，板着脸语气含糊：书中有记载，多看书便会了。2人几乎就这样守了一夜，翌日天边渐亮，伊儿那缕残魂才勉强苏醒，依旧没有实体，只是个能看出女子轮廓的虚影。慈渊再厉害也只能养魂，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凭空帮他补全了。给宁清堂都是借助了鸿蒙石，那鸿蒙石世间可也再无第2块了。小姐，看得出来伊儿是个性子活泼的姑娘，明明魂魄虚弱，一声小姐愣是喊得声如洪钟，虽说是脆生生的嗓音，但声音着实是太大了些。宁清堂本来守了一夜有些乏了，硬是被他这一声给喊精神了，揉着耳朵一脸嫌弃：你能不能小点声，这里可不比魔界那么吵闹。再说了，小姐这个称呼不是几百年前就改了吗？早就说好了，在这里不能接老底，要好好当剑灵的。哦，伊儿瞬间蔫了，换了和寻常剑灵一样叫了他几百年的称呼。主人，光这几句话，慈渊就察觉到了关键信息。伊儿确实是宁清堂在凡间界就有的侍女，而献祭做剑灵应当也是在凡间界发生的事。他正不动声色地试图理清所有关于宁清堂经历的线索，因而看到他却突然惊呼出声：他小啊，不是主人，他不是那个。那震惊又不可置信的语气让慈渊心中一喜，眼底也浮现出些许期待。若是凡间界的侍女，说不定还真的会记得自己历经结识的事。宁清堂则是一脸淡定：对，就是他，之前差点把你打碎那个啊，对。伊儿醍醐灌顶，语气也变得气愤起来：他就是主人常骂的那个王八蛋，道貌岸然一肚子坏水的老王八蛋。这2句一出口，整个落剑峰仿佛都安静了，空气中只剩下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尴尬是宁清堂的，沉默是慈渊的。道貌岸然和一肚子坏水还有王八蛋，这几个词慈渊都无所谓。宁清堂现在当着他的面也能骂，但是一个老字听得简直比让他受一顿9天雷劫还难受。不是普通的王八蛋，是老王八蛋。老慈渊剑尊想起心上人年纪还不够自己零头的事，周身气压瞬间低得堪比后山冷泉。那个宁清堂哪知道他是因为一个老字，还以为是因为被骂了才突然冷脸，还在那试图狡辩。因而应该是记错了，我怎么会经常骂你呢？我做魔尊可忙了，忙着赏舞听曲，喝花酒看美人，魔界美人如云，我哪有闲工夫骂？怎么回事？这脸色怎么更难看了？我这解释多完美无缺啊！大魔头不明所以，还信誓旦旦的试图证明。不信你问伊儿，我在魔界是不是最爱看美人跳舞？伊儿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解释，但依旧第一时间配合他，疯狂点头：对，我家主人看见美人都移不开眼。轰！原本用来给伊儿稳固神魂的法阵用完了，还没来得及收，伊儿话音还没落就炸了个粉碎。大魔头一脸懵：你至于吗？你好歹也是正道魁首，我就是真骂你2句，你也至于气成这样？你们正道中人的气度呢？风度呢？都让狗吃了。慈渊眸色暗的都堪比他的魔气了，嗓音悠悠：今日明日你一口灵果灵石也不许吃。大魔头，凭什么？我不就是骂你几句吗？我骂你怎么了？我现在也敢骂你个王八蛋，凭什么不让我吃？慈渊冷着脸：美人秀色可餐，你看便能看饱了，
还要林时林果做什么？说完拂袖而走，留下骂得正欢的大魔头表情逐渐迷茫。不是，他什么意思啊？他是嫉妒我有美人可看，不是因为我骂他才生气。问出去的话没得到回应，宁清堂拍了婴儿悬在空中的虚影一巴掌。问你呢，他是不是嫉妒我？婴儿根本没听清他说什么，敷衍的点点头，盯着慈渊的背影出神了好一会儿，才疑惑出声。主人，他是一直都这样吗？我怎么记得他应该是穿着盔甲，什么时候见过来着？感觉他好像穿着盔甲给你送过许多零嘴。什么穿着盔甲送零嘴？宁清堂没怎么听清，好奇的追问，谁啊？就是他啊，那个老王八蛋。婴儿指了指慈渊离开的方向，他给你送零嘴。好像是他，但又好像不是，是个穿着盔甲的男人，长得跟他简直一模一。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画面，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模糊了。婴儿懊恼的拍了拍脑袋，我记不清了。他说的不清不楚，颠三倒四，但大致意思宁清堂是听明白了的，可从自己的记忆里搜寻却一无所获。穿着盔甲的男人，待我出征回来便三查六理。一道模糊的几乎听不清的男声从脑海中划过，宁清堂愣神一瞬，下一秒那些记忆就变成了空白，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熟悉的头痛。他捂着头龇牙咧嘴，一儿见状赶紧凑过来想帮他揉揉，可以一道虚影哪能触碰到他，最终也只是指尖从他身上穿过。屠刘婴儿焦急又心疼的询问，怎么又疼了？不是说已经养好了吗？主人你别吓我，没事，疼一下就好多了，不像从前那样受不住。宁清堂放柔声音安抚他，把所有疑虑和隐忍都藏进了眼底，这是他当年不惜一切代价做的交易。至于交易的内容，他却只记得他得以修魔报仇，偶尔神魂受限，头痛难忍，但那人让他做了什么，或者给他开了什么条件，他完全没有印象了。从前他以为头痛发作是因为伤得太重，所以每次被慈渊重伤都头痛欲裂，但今日这头痛来得毫无征兆。发作前他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是有什么事跟慈渊有关吗？大魔头看着没心没肺，遇到正事该藏的比谁藏的都好，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答案，半个字都没透露。真的没事，我活蹦乱跳的，现在还有慈渊那王八，反正就是有他帮我养伤，他还能帮你找其他的残魂，你放心睡就行了，不用担心我。伊儿点点头，片刻后彻底消化了他的话，猛地一愣，不对啊，主人，他凭什么帮你啊？他是老王八蛋，他总追着你打，你说过要把他捅成筛子的，因为他傻。宁清堂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任何人才凑到他耳边，那王八蛋有把柄在我手里，我能威胁他，而且他们正道的人都是傻子，一个比一个好骗，我在这做2个月徒弟他就舍不得我了，都不介意我是大魔头。伊儿表情逐渐呆滞，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离谱啊？做2个月徒弟就舍不得了，师徒情分有这么重吗？他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主人你不要再被正道中人骗了，我只听说过1日夫700日恩，可没听过师徒相处几日就舍不得的。宁清堂，什么1日夫700日恩？那老王八蛋是无情道，他就是单纯的呆，认死理，认他做师尊他就真掏心掏肺的护着你。可是什么可是？我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还能被修无情道的呆子骗了不成？大魔头表情太过自信，伊儿虽然还是怀疑，但到底习惯了听他的，也就没再多说。那主人你小心点，要照顾好自己啊。知道了。大魔头自信的摆摆手，甚至表情都透着骄傲，我在这谁都不敢惹我。慈渊那大冰块对我可好了，他特别护短，他那些徒弟也傻，放心吧。婴儿还是有些担忧，又嘱咐了好几遍才放心回去沉睡。他一走，大魔头信誓旦旦的表情就垮了，掏出块零食一边啃一边琢磨。那大冰块又生气了，我现在都已经暴露身份了，堂堂魔尊再像之前那样去主动跟他说话，是不是太丢人了点？但是不理他就不能继续骗零食了，我现在又不能再到处去抢，以后伊儿的残魂消耗的零食也不会少了，还要重铸本命剑，我自己也要吃。有什么秘密有什么关系都不要紧，至少一时半会儿不会撕破脸，但是可不能耽误我骗零食啊。要怎么不那么丢人又自然的去跟那大冰块说句话，不动声色的把这事接过去呢？他正想办法呢，店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哈哈哈，小师弟果然从来不让人失望。严琦快步走进来，走到离他2步远的位置就疼得忍不住了，捂着腹部眉头都拧成麻花了，还在那笑。听说小师弟你把紫虚真人那老头给顶撞了，干得好，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现在都知道为师兄讨公道了，我们小师弟真厉害，真没白疼你。说完又拿出一叠红衣，师兄又给你做了几身款式不一样的，你换着穿，都是天蚕丝和鲛人纱做的，普通衣料哪配得上我小师弟的美貌。怀玉慢一步进来，正听到这句话，照着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又偷偷讨好小师弟，我看你是没挨够师尊的揍。去，没大没小。严琦往边上躲了一步，
又掏出一堆红色灵石制成的玉佩塞给宁清堂。小师弟维护大师兄，不得鼓励一下吗？来，拿着，戴在身上或者直接吃都行。6界最能敛财的梧桐楼楼主，他手里的东西哪有不好的？宁清堂看得眼睛直放光，谢谢二师兄。颜齐盯着他的脸，表情陶醉，别跟二师兄客气。小师弟你只要笑一笑，二师兄什么都能给。啪，后脑勺又挨了一巴掌，颜齐陶醉的表情一僵，回头瞪了怀玉一眼，然后当场半个身子就都被毒没了知觉。你个母老虎，你给我把毒解了，毒死你算了。怀玉一脚踢开他，转头就塞给宁清堂10几瓶丹药。小师弟你别理他，这是师姐给你押金的，可不是奖励啊，就是维护大师兄，下次也千万别这么冲动了，万一伤着了怎么办？有事都找师尊，师尊最疼你，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你伤着了师尊还不得心疼死？前面的话都挺正常，听到最后一句，宁清堂莫名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具体哪里不对，就是总觉得怀玉的笑容里带着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深长。师姐，师尊当年对你们也是这么，我们可没有这待遇。他话还没说完，颜齐就顽强又兴奋地爬了起来。小师弟，我跟你说，师尊当年根本不管我们，都是大师兄把我们养大的，师尊就管传授修炼的心法和剑招，只演示一遍，学不会就得挨罚，那可是出了名的严厉，更不让旁人近身，只你一人是特例而已。哦，那师尊对我可真好啊。宁清堂表面笑得开心，心里却直犯嘀咕，原来是只对我好吗？那他怎么宠徒弟宠得这么熟练？他装得好。怀玉一直盯着他看，也没看出他有一点开窍的迹象，越看越着急，忍不住加了一句，小师弟，师尊也只对你一人有耐心，纵容疼宠。哦，宁清堂认真点头，知道了。怀玉就没有别的想说的了吗？宁清堂也是一脸懵，那谢谢师尊。谢什么谢？小师弟你这般的美人，师尊宠你不是应该的吗？也就是师尊不许。你若跟我回梧桐楼，别说是逛青楼，师兄直接给你弄来几百个美人日给你唱曲跳舞，大魔头都快感动哭了。还是二师兄你对我最好。怀玉，颜齐你个傻子，就活该被师尊打死。最后是怀玉把颜齐给直接毒得说不出话带走了，不然宁清堂差点又跟他下山喝花酒。两人打打闹闹的走了，宁清堂看着他们的背影，要是平时就该跟着下山了，今日却没什么心情出去玩，脑子里不自觉地回想起慈源负气儿走时说的话，美人秀色可餐，你看便能看饱了，还要灵石灵果做什么？起初他以为是嫉妒，现在结合去逛青楼，总被抓回来一想，大冰块是不是不太喜欢我看美人啊？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大魔头醍醐灌顶，原来是在生这个气。我就说我骂他几句他不至于发火，又不是没当面骂过。想明白了关键，大魔头抬腿就往山下走，边走边念叨，今日是去点花魁，还是点上次的红蕊姑娘？要不就都点了。他连山腰都没走到，面前就多了一道人影，冷脸盯着他，看着像是要气死了似的。大魔头挑挑眉，哟，你不是不理人了吗？慈渊嗓音阴沉，你又要去喝花酒？对啊，大魔头一脸理所当然，我一个人待在这无聊，也没人理我，不去看美人跳舞，难不成要面对一个大冰块看他放冷气？快要猝死了的某个剑尊一愣，脸色变换了许久，依旧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所以不是要去喝花酒，是故意引我出来，因为我不陪他，怕自己又是自作多情。慈渊试探着问了一句，那我来陪你解闷，你还去吗？大魔头盯着他的脸仔细打量片刻，轻佻地感叹了一句，慈渊剑尊可比花魁好看多了。他是带着点逗弄和调戏意味的，想看慈渊有什么反应。结果刚才还表情冷硬的男人不仅没有被逗弄的不好意思或者觉得受了侮辱，反而表情柔和了不少，直接亲身将他横抱起来，语气认真，好看便多看看，师尊抱你上山，回去慢慢看。大魔头，不是，不太对劲吧？他是没听出来我在拿他跟花魁比吗？慈渊哪里是没听出来，是听出来了，并且相当高兴，满脑子都是心上人夸自己好看。再深入分析一下，那不就是清堂眼中我的容貌最能入眼？慈渊剑尊对此十分满意，还是有进展的，至少清堂看我顺眼了，不如随我去冷泉。温香软玉抱了满怀，慈渊剑尊心思相当活络，你的伤在冷泉中经灵气滋养，大有裨益，你舍得给我用，那是他自己留着调息修炼的地方，从前进过一次还没什么，但现在大魔头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宁清堂做梦都没想到他还会带自己去，为何舍不得？我的便是清堂的。大魔头一听，嘴角都快上扬到头顶了，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去，不过你得陪我啊，我怕冷，自己用灵力驱寒多累啊，现成的火炉不用白不用。某剑尊本就是这么想的，遮住眼中的意味深长，淡定点头，上一次进冷泉满心的不愿意，鬼哭狼嚎着要往出爬，这回一到岸边，宁清堂就自己跳下去了。进去之后一边疯狂吸收灵气，一边转身招手，
下来啊，借我抱一会儿，太冷了。好。慈渊缓步踏入水中，边朝他走边抬手托了一头，肩宽腰窄的完美身材，加上紧实漂亮的腹肌，顿时全都暴露在空气中，明晃晃的勾引某人来看。宁清堂爱看美人，但绝不是只爱看美人，他就是喜欢一切好看的东西。慈渊的脸好看，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也爱看。现在这身材更是，不仅因为好看，还因为他没有，自己没有的还这么好看的东西，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想抢，但身材这东西又抢不了，最后就只能带着满心的羡慕嫉妒，毫不客气的上下仔细打量，看得挺满足，嘴上还一副嫌弃的语气。你脱衣服做什么？不是说怕冷吗？慈渊走到他身边，这样抱着应当更暖和些。谁能想到一个无情道剑尊会脱了衣服用美色勾引人呢？反正大魔头是想不到，一听他这么说，当场扑上去把人紧紧抱住，还趁机到处乱摸，越摸越喜欢他的身材，可真好看啊！这大冰块到底怎么练出来的？炼体之术也已经登峰造极了，我要是也练，算了吧，肯定特别苦。嗓音低沉又带着不易察觉的蛊惑，你伤得太重，若是借由外力会好得更快些。你想帮我疗伤？大魔头瞬间满眼警惕，疗伤至少要我入定，我入定后不能感知外物，谁知道你会趁机做什么？无需入定，你开放识海容我神魂进入即可。识海，识海可是一个修士最容不得外人侵入分毫的地方，神魂便是宿在其中，就是道侣都少有能做到进入识海神交的，毕竟这东西也讲究缘分、气息、天命、神魂，这些因素都要互相选择才行，全部合适才有机会进去，更别说他们一正一邪。大魔头压根没当回事，大方方开放了识海。来啊，你试试。这大冰块可真敢想，一个正道魁首，一个曾经的魔尊，怎么可能匹配得上？还想进入我识海帮我疗伤，他要是能进去，我就……原本布满红色雾气的识海中，突然出现一缕刺眼的白，不过片刻那白雾就化成了一道人影，赫然是慈渊的神魂。大魔头猛地睁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闭目侵入他识海的男人。不等他消化这惊人的消息，慈渊的神魂便靠近了他的神魂，抬手揽住他的腰身。大魔头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一时间只知道靠在男人身上努力平复这种异样，压根就没发现神魂腰间被某人打上了印记，还心机的用手段藏了起来。清堂，可是有哪里不舒服？耳边响起男人关切的询问。平日里宁清堂也知道他声音好听，可不知为何今日竟然尤其悦耳，听的人不自觉想多亲近一点。大魔头修魔都全靠打架，也没有过正经的师尊教导，理论知识不是一般的匮乏，哪里知道这是神魂上被人留下印记的原因，所以才对那印记的主人更有好感，只以为是两人神魂匹配，算作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没有不舒服，大家都是男人，又当他修无情到修成了呆子，现在神魂还这么有缘，大魔头一点不避讳，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缓一缓。你跟我神魂意外的契合，对我影响太大了，印记都打上了，慈渊也就不再多坚持了，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点点头，语气自然道，要帮忙吗？不用，还是我自己慢慢养伤吧。大魔头都不好意思了，用最快的速度跳上岸，我去换衣服。扔下一句话就跑没了影。慈渊盯着他离开的方向，收了擦手的锦帕，眼中笑意缓缓漾开，原来也是会害羞的。清堂似乎并非如想象中那般讨厌我，虽然现在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神魂印记在，让他意识到的方法。慈渊剑尊轻轻勾了勾嘴角，那方法可太多了，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大魔头感慨一句，又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他觉得太丢脸，一整天都躲着不见人，自己找了棵灵果树躺在树枝上，枕着胳膊仰面朝天，拼命催眠自己赶紧忘了这事。小师弟，原来你在这啊！宣尘差点找遍这个落剑峰才找到他，笑得有些无奈。你偷吃灵果便偷吃了，怎么专挑没成熟的摘，不酸吗？深知慈渊对他的宠爱，现在看他偷吃灵果，宣尘已经相当淡定了，不仅不会帮忙顶罪，还会当作无事发生，有时候甚至帮他挑一挑树上哪颗灵果灵气最充裕。反正就是惹了天大的祸，师尊也不会罚小师弟，倒不如让小师弟吃个痛快。没成熟吗？宁清堂一脸迷茫地看向自己手里啃了一半的青色果子，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牙酸，表情瞬间龇牙咧嘴起来，呸，好酸！边说边用力把咬了一半的果子一扔出老远。宣尘无奈地摇摇头，心道他可真是小孩子心性，又主动开口问了一下，师兄知道哪里有已经成熟的灵果，要帮忙给你摘几颗过来吗？帮忙？不用。大魔头现在一听这两个字，就条件反射地想起某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当即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需要帮忙。这表现太过反常，宣尘沉思片刻，可是又与师尊闹别扭了，师尊还没来哄你吗？他的语气太理所当然。大魔头怔愣一瞬，表情逐渐古怪起来，师尊为何要来哄我？每次你闹脾气不都是师尊来哄你吗？
宣晨被他给逗笑了。小师弟你怎么了？是刚睡醒还未彻底清醒吗？也不是，就是大魔头自己也认真想了想，好像确实是某个剑尊总来哄他，还不是口头哄一哄，每次都要搭上不少宝物才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骗宝物，现在这么一看，好像真的是慈渊那大冰块每次都自己跑来哄他。大师兄，师尊的脾气一直都这么好吗？脾气好？宣晨仿佛听了什么笑话一样，边笑边摇头。小师弟，你怕是误会了什么？我和你师姐受罚，你二师兄隔几日就挨一顿揍，你都亲眼看着的，师尊像是脾气很好吗？确实不像。大魔头回想了一下六界对慈渊剑尊的忌惮，似乎就是因为早些年一言不合就开打，硬生生打出了如今的正道魁首位置和德高望重的名头。师尊就只是太过疼爱你，所以才只对你一人脾气好而已。宣晨一语道破真相，大魔头欲言又止，过来好一会儿才跳下树，神神秘秘的凑到他耳边。大师兄，你说师尊对我这么偏爱，是不是不太正常啊？宣晨被他给问住了，毕竟第一次见面就误会了他可能是师母。后来宣晨仔细想了想，觉得完全没可能。师尊修无情道，境界已然高到不需要渡情劫了，除非是想杀妻正道，但这就更不可能了。古往今来杀妻正道者，即便一时风光，最后也都不得善终。但你说师尊偏宠小师弟正常吧？这话又着实说不出口。师尊又不是二师弟，会被美色迷了眼。因为小师弟你是先天灵体吧，性子率真活泼，十分讨人喜欢，连师尊都抵挡不住，不自觉对你偏爱了些。大魔头若有所思，虽然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但还是觉得他一句话也没说到点子上，就是总觉得自己现在跟慈渊那大冰块的关系不再单纯了，奇奇怪怪，不清不楚。离谱的是那大冰块还是个男子。唉，大魔头重重叹了口气，愁眉苦脸，看得宣晨不明所以，试探着问道：小师弟，你可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什么风言风语？严其离得老远听到这句话，直接拔腿狂奔过来凑热闹。谁的风言风语？我和小师弟的吗？大魔头，我劝你别太离谱。宣晨2日没挨揍，看来是又皮痒了。两人谁也没搭理他。宁清堂接茬往下问：大师兄，你指的是有人说师尊拿我做炉鼎吗？你……宣晨倒吸了一口凉气，小师弟你都听到了，我已然再三嘱咐文彻严查严惩，怎么还会被你听？所以你说师尊有可能有这个心思吗？大魔头打断他的话，满眼都是好奇，仿佛这件事其中一个主角不是自己一样。当然不，我觉得有可能。宣晨还没否定完，严琦就一脸认真，甚至有些义愤填膺地打断了他的话。小师弟，你美若天仙，师尊日日与你相对，生出什么心思都是正常的，你可千万不要被师尊诓骗了。唉，你们怎么都不说话，没得到回应。严琦不明所以，都看我身后做什么。我跟你们说，食色性也，师尊也是人，这世上能有人对美色无动于衷，我觉得师尊也。大师兄你眼睛怎么了？宣晨疯狂朝他使眼色，最后只换来了这么一句话，彻底无语了。二师弟，你还真是没有一顿揍是不该挨的。师尊也什么？身后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严琦身体一僵，很快又恢复了正常，转头无比坦然地问什么答什么。我是想说，师尊你也不能免俗。说完又认真问了一句，师尊你有这个意思吗？宣晨，宁清堂，不是，你真敢问啊？兄弟，你是怎么活这么大还没被打死的？本座已然无情到大成，为何要圈养什么炉鼎走那旁门左路？意料之外的，慈渊竟然没动手收拾他，反而认真做了解释，若真是有了什么心思，自然会昭告六界结为道侣。偶剑尊借着这个由头表明心意，可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没听出来。严琦放心的点点头，不是就好，那我还有机会。宣晨拱手行礼，文彻已然严查此事，且都加以重罚了，此等谣言日后绝不会再出。宁清堂更离谱，直接笑出了声，结为道侣？哪家姑娘敢跟你结啊？不愧是小师弟。严琦当场给他竖起大拇指。慈渊相当淡定，清堂确实顽劣了些啊，这就宠得太过分了吧。这场面宣晨已经习惯了，熟练的把人从坑里拉出来，边扶他边皱眉，不妥，这样下去万一小师弟对师尊有了不寻常的心思。不可能，嗨嗨。严琦吐着血还不忘反驳他，你还不如担心师尊对小师弟图谋不轨，我早就跟你们说师尊就是外冷内热，你们都胳膊都快被拧折了。严琦叫的鬼哭狼嚎，我不说了不说了，师尊仙风道骨，超脱世俗，师尊就是9天神起，大师兄你快放手。宣晨勉强放了手，又冷声呵斥一句，再胡言乱语编排师尊，后半月你就都给我跪香去啊！行行行。严琦敷衍的点点头，回想着慈渊对宁清堂的态度，眼神相当耐人寻味，绝对不对劲。另一边两人都走了，只剩下慈渊和宁清堂面对面。大魔头看天看地，就是不看人。慈渊心知他还在害羞，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大魔头垮了脸，索性破罐子破摔了。对，我一个大魔头跟你讲什么道义？我就是故意使坏，想让你丢人，你能怎么样吧？我可是有你把柄的，还能怎么样？慈渊拿出一堆红彤彤的灵果放入他怀中，语气宠溺，自然是破财免灾，哄一哄我的清堂。你……大魔头愣住了，完全没想到还能出现这种情况。慈渊掩住眸中的幽深，日后我若有事相求，清堂也会帮忙的，不是吗？谁说我会？又是一堆零食放入怀中，大魔头口中的话一顿，当场改口，那是自然，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日后定然要还你的。慈渊微微颔首，又拿了个隐蔽气息的法器给他，所以清堂别再别扭了，可好？好。大魔头直接把法器往储物戒里装，像是怕他反悔似的，还不忘顺嘴夸一句，说我大方，我知晓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大魔头疯狂点头，一脸乖巧。慈渊剑尊松口气，心道他可真是好哄，日后定然要看紧了，免得被旁人给些什么宝物骗走了，不用再想方设法隐藏身份，又有慈渊尽心帮忙。宁清堂每日专心养伤，偶尔骗宝物，跟怀玉学制毒解毒，日子过得相当充实。不过虽然是慈渊的3个徒弟轮流陪他最愿意跟着一起玩的也还是颜齐和文彻。颜齐向来不着调，一些想法跟他不谋而合，能玩到一起去。文彻则是以傻取胜，不管怎么忽悠，2句话之内绝对能忽悠得明明白白，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唯一一点可惜的就是陆风玄不让他来跟自己玩，甚至已经严防死守到了文彻路过洛剑峰都要被陆风玄急匆匆赶来抓回去的地步。最后宣臣都看不下去了，特意来劝宁清堂，小师弟，师兄师姐随你折腾，文彻一个小辈，你就给他留条活路吧。那孩子已经要被你忽悠傻了，我都没怎么忽悠他，是他自己太傻了，还又菜又爱玩。大魔头满嘴是理，明知道每次都被忽悠还不长记性，我这是提前帮他见识世俗险恶。小师弟，宣臣无奈的又叫了他一声，行，下回我不忽悠他了。大魔头不耐烦的摆摆手，嘴里嘟嘟囔囔，老父亲似的笑着叹了口气，你就知足吧，我将你师兄师姐养大的时候，他们俩可是时不时就要挨我一顿说教的，偶尔也得罚去跪香。师尊对着这小师弟严厉不起来，宣臣作为大师兄，自然就下意识的多督促些。不过督促归督促，该宠的也没少宠。说着又从储物戒中拿出几盒糕点放在桌上，今日山下的一口酥卖完了，明日轮到你二师兄，我让他多买些给你补上。嘿嘿，还是大师兄你最好。有了好吃的，大魔头瞬间眉开眼笑，毫不走心的夸了一句，又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瓷瓶扔进他怀里。最近他经常拿些稀奇古怪又极为珍惜的玩意孝敬师兄师姐，不收就不高兴，宣臣已经习惯了，也没推辞。打开瓷瓶看了一眼后直接愣住了，6品突破丹。突破丹不稀奇，有的是修士卡在瓶颈处服用才丹药借力突破境界，但品阶如此之高的突破丹，别说是外界，就是在怀玉那宣臣也没见过。小师弟，你从哪里骗来的？哎，你别冤枉我啊，这可不是骗的。一听不是骗的，宣臣便松了口气，然后下一秒又听他说道，这是我偷的。宣臣，从前还只是骗，现在怎么还变本加厉的开始偷了呢？小师弟，你是在哪里偷的？只这一瞬间，宣臣脑海中就闪过了好几位宗门内可能有此丹药的人，连子虚真人和陆风玄那里他都想到了。结果听到大魔头一脸无所谓的说，师尊呐，昨日他炼丹，趁他回头，我就顺手去丹炉中摸了一把，一炉才8颗，我没好意思多偷，就只偷了7颗，都在那瓶子里了。没好意思多偷？宣臣嘴角抽了抽，师尊没发现吗？大魔头表情讪讪的指了指他身后，之前不知道，现在应该是发现了。宣臣，虽然很离谱，但发生在小师弟身上，好像就一切都变得合理了。慈渊踏入书房后，只淡淡扫了一眼他手上的瓷瓶，拿去分给颜齐。怀玉近10年，应当是用不上6品。是，接下来是伐是哄，那就都不是自己能参与的了。宣臣相当有自知之明，只是离开的时候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一眼。8颗丹药拿了7颗，就算是丹炉开启之前，无法知晓一炉能成丹几颗，以师尊的经验，也不该不对仅剩的1颗丹药起疑。估计是有意不与小师弟说破，毫无底线的疼宠。宣臣眼底染上了些许担忧，这样下去真的不会出事吗？感觉最近小师弟似乎与师尊越发亲近了，哪里是似乎啊，就是实打实的越来越亲近，而且还是在无人时越发越界的那种亲近，也是大魔头自己毫无察觉的亲近。神魂印记使然，原本3分的好感都能硬生生加到5分，何况早就习惯了跟慈渊有肢体接触的大魔头，几乎是见到慈渊就习惯性的往上扑。师尊啊！大魔头直接扑进人家怀里，连狡辩找借口都相当敷衍，透着股恃宠交的劲。那丹药你又用不上，留着也是浪费。几颗丹药而已，何况本来就是给宣臣他们炼的，
慈渊任由他把这事糊弄过去，动作熟练的把人抱去冷泉，准备一起泡。到了岸边，大魔头也不下去，就把脚放进去踢了踢泉水，没踢几下，被慈渊抓住一双脚放入怀中帮他暖着。这动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魔头习以为常，还又把脚往里伸了伸。今日不泡了，我想下山。下山做什么？慈渊眼神微微暗了暗。喝花酒。喝什么花酒？大魔头一脸不高兴。我都多久没去喝过花酒了？说好你静心帮我养伤，我就不去了的。你在这跟我故意找茬呢？说着就把脚往回收，被按住了，还气呼呼的用力踢了一脚。放开，本尊要喝花酒去了。是我说错了。慈渊任由他踢，见他这样，反而眼底染了笑意，放柔了声音去哄。清堂莫气，我陪你下山散心，想去哪里都听你的，可好？大魔头有些心动，但也没立刻答应。这就完了。慈渊的手微微紧了紧，语气越发宠溺。清堂还想要什么？大魔头一扬下巴，慈渊顺着那方向看去，正看到对面岸边2只仙鹤在梳理羽毛。你养的仙鹤可真好看，整个归元宗无人不知洛剑锋的仙鹤，堪比半个慈渊剑尊的灵宠了。就是跑去别的峰糟蹋灵植，也没人敢说什么。灵气充裕的和行走的灵果没什么区别。大魔头惦记那些仙鹤不是1日2日了，半眯着狐狸眼角上微微用了些力。慈渊剑尊，给吃吗？给。慈渊片刻都未曾犹豫，别说是区区仙鹤，此时就是他要自己这一条命，慈渊都能双手奉上。他答应的这么痛快，反倒把大魔头给整不会了。愣了一下，才试探着继续说道：我要烤着吃。好。慈渊从水中踏出，先仔细帮他擦净脚上的水珠，然后才把目光转向对面那2只仙鹤。心念一动，仙鹤便到了眼前。1刻钟后，堂堂剑尊亲自动手拾柴起火，将处理好的仙鹤放上了烤架，又拿出几颗灵果放入身边人怀中。半个时辰应当就能吃了，先吃些灵果。哦。宁清堂拿起灵果慢悠悠的啃，看他掌握火候，耐心烤仙鹤，眼神中多了些探究意味。这火是你平时炼丹用的吧？他就是不会炼丹，也听过炼丹师的火与寻常火种不同，都是要耗费灵力甚至神魂之力维持的，相当珍贵。此火火候能掌握得更好些。慈渊不以为意，还柔声哄他，应当会与你平日吃的味道有所区别。今日清堂先尝尝，若是觉得好吃，日后便都用此火给你烤。你大魔头叼着灵果欲言又止，慈渊疑惑抬眼，你觉不觉得你对我太好了些？果然他都是知道的。慈渊眼底笑意更甚，面上却一本正经的疑惑，是吗？我看你对别人也没有这么好。大魔头语气认真，难得的想跟他开诚布公谈谈，所以是为什么？这些天宁清堂想了很多，方才也是有意试探他的底线，可惜已经过分到了这种程度。他依旧和往常一样纵容，看得出他是真心想知道答案，只是这答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都是要仔细思虑一番的。慈渊没有回答，只是不慌不忙的反问他，清堂觉得呢？宁清堂盯着他看了许久，最后把目光转向了正在烤的仙鹤，语气轻飘飘的，我不喜欢什么心机手段，你若想利用我什么，直说就是了。虽说正邪不两立，但至少现在你我没有什么值得起冲突的事，你堂堂正正的说出来，交易或是合作都可以谈。若是寻常的好，他可以相信是什么师徒情分，但慈渊对他太好了，好的他不得不多想。与其日后突然翻脸兵戎相向，发现自己被利用了什么，倒不如今日就把一切都说开了。没有利用，慈渊声音也放轻了，这世上不是所有的好都是要利用或者交易什么，我对清堂好便是好，无关什么心机手段。至于缘由，早已费尽心机布局的男人转过头，语气带着些蛊惑的意味，不如清堂自己慢慢猜，若哪日猜对了，这世上无论什么宝物，只要清堂说得出名字，我都取来送给你。猜对了的奖励确实让人很心动，但问题是真的很难猜，不是想利用或者交易，那自己还有什么值得他图谋的？大魔头想不出来，最后干脆不想了，啃着灵果轻飘飘的说道，无所谓了，你再怎么故弄玄虚，我也打不过你。若是哪日你真惹怒了我，无论生死道消还是魂飞魄散，我都拉着你一起就是了。说着还转头勾唇一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豁出一切自爆神魂，你也无法独善其身不是吗？慈渊剑尊的命可比我这无恶不作的大魔头值钱多了，拉你一起死，说起来还算我赚了。那笑容透着毫不掩饰的恶劣，却不会让人反感，反而格外的张扬美艳又潇洒肆意。可惜转瞬即逝，慈渊还没来得及回应，大魔头就收敛了本性，又成了落剑锋中不谙世事的小弟子，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嗓音娇软，师尊，烤仙鹤好香啊，我觉得一只不够吃。饶是慈渊也被他这变脸速度惊了一下，片刻后淡定点头，那便再烤一只。说完就动手又抓来一只仙鹤准备烤，这反应太过平静。宁清堂眼神复杂的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把手里的果核扔到了他脚边，还毫不避讳的大声嫌弃，真能装，烦死了。
果核上的汁水脏了衣角，慈渊看都没看一眼，只转头好脾气的问他：加一只够吗？可要再多烤一只。你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大魔头没好气的瞪他：够了，一只就够了。你手里那只我不要了，你自己吃。他越气，慈渊眼中笑意越深。好，我吃。生气归生气，但用炼丹火烤养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仙鹤，那味道简直香得过分。大魔头气着气着就忍不住要流口水了，直勾勾盯着烤到开始冒油的仙鹤，还没好吗？很快，慈渊嘴里回应着，动作却慢条斯理，修长的手指骨节分明，一下一下转动串着仙鹤的木棍，自成一道风景一般赏心悦目。大魔头目光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一点，然后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大冰块不光脸好看，手竟然也挺好看的。这么想着，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片刻后默默把自己的爪子往身后藏了藏。我还没有他高，修为也不如他，他娘的，真是什么也比不过。这大冰块就是专门来克我的吧？果然是死对头，本尊称霸修真界的绊脚石。清堂，慈渊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反应，最后这一声才看到他回神，把烤好的仙鹤递过去。尝尝好吃吗？啊，哦，好看，挺好看的。什么好看？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自己的手，慈渊先是一愣，然后忍不住轻笑出声，好看便多看看，要摸一下吗？大魔头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表情尴尬一瞬，一把抢过仙鹤，拍开他的手。本尊就是随口一说，好看什么好看，鬼才要摸，当别人都没长手吗？本尊自己也好烫，现成的木棍他没抓，不小心直接抓住了刚烤熟的仙鹤，烫得直咧嘴，烫烫烫！慈渊，这迷糊的性子到底是如何做的魔尊啊？给我，给你什么？大魔头已经反应过来了，抓着串仙鹤的棍子，一脸警惕，只把仙鹤往身后放，语气相当凶，这是本尊的，不仅不讲理，他还护食。慈渊又无奈又好笑，明明是被凶了，却越看他凶巴巴的模样，越觉得娇气可爱，语气都不自觉更温柔了。我是说把手给我，我看看方才可有烫伤。哦，大魔头多少有点尴尬，当场表演了一个倒打一耙。那你倒是早说啊，话都说不明白，还正道魁首呢。是我没有说清楚。慈渊边哄边朝他伸出手，清堂把手给我，我看看有没有烫伤，可好？看吧看吧。大魔头一脸无所谓的把右手递过去，见他认真又仔细的一寸寸检查，心里触动，嘴上又开始别扭，区区仙鹤怎么可能烫伤？本尊的手剜人心动，手突然被捏紧了，他口中的话一顿，下一秒耳边就传来男人带着规劝意味的声音，日后莫要再动手剜心了。哼，猜他是要劝自己从善，说教什么大道理。大魔头冷笑一声，我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剜人心怎么了？你看不惯就除魔卫道啊？何必？脏，手上并没有烫伤，只是沾了些油污。慈渊给他用了清洁术，确认那柔一般的玉手不染纤尘了才放开。剜心很脏，别脏了清堂的手。明明他嗓音总是清清冷冷的，宁清堂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那嗓音烫了一下，收回手，拿着仙鹤起身就走。手是本尊的，本尊想脏就脏，用不着你管。看着像是负气儿走，可那背影却透着些许慌乱。慈渊没有追上去，只是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慢慢被心疼和怜惜填满，嘴上总说自己无恶不作，受人善意便无所适从，下意识逃避分别的这些年，清堂也不知是受了多少苦才会养成此等习惯。修真界本就危险重重，更何况他去闯的是最凶险的魔界，火架上还剩一只仙鹤。慈渊控制着火候将其烤好，也不见宁清堂回来，心知他这是又要别扭好一会儿了，也不敢再去烦他，最后只能烤好仙鹤放入储物戒中，留着下次再哄他。切，无情道的呆子也想骗我。后山树林中，大魔头倚在树边上嘟嘟囔囔，装什么好人啊，还说怕我脏了手，分明就是嫌我作恶，别以为我不知道，王八蛋就会挑好听的说。他边骂边啃仙鹤，骨头也吐得老远，周围偶尔有一两只仙鹤路过，看到这场面，一个个吓得全都扑棱着翅膀逃得远远的，生怕自己也丧命于他口中。他们逃得太慌乱，掉下的羽毛都飘到大魔头脚边了。大魔头正愁没处发泄呢，用灵力隔空捡起石子就扔，跑什么跑，跟那大冰块一样，烦死了，以后把你们全吃了。无辜的仙鹤又不会说话，被他吓得逃命更快了，扑簌簌又掉下不少羽毛。王八蛋！大魔头又骂了一句，也不知是在骂仙鹤还是在骂那养仙鹤的人，低头恶狠狠咬了口烤肉，凶巴巴咀嚼几下，别别扭扭的哼哼两声，还挺好吃。又是几口下肚，大魔头咂巴咂巴嘴，确实比普通火烤出来的好吃啊。那大冰块还真挺利。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大魔头一顿，呸，老王八蛋！他一个人骂还不过瘾，硬是耗费灵力把沉睡的婴儿唤醒了。怎么了怎么了？要打架了吗？婴儿一出来就严阵以待，拼命想要画出本命剑，结果叫他出来的人气愤的来了一句，
不打架。来来来，陪我骂那老王八蛋。一儿，他做什么了？又伤你了吗？那倒没有。一儿愤怒的表情一僵。那主人啊，那老王八蛋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值得你把我唤醒陪你一起骂啊？他大魔头被问住了，下意识看了看手里没吃完的仙鹤。他给我烤了仙鹤啊，这一儿有点懵了。然后呢，他还劝我不要剜心。一儿瞬间精神了，他肯定是嫌弃主人是魔。他说剜心会脏了手。一儿没说完的话硬生生噎在了喉咙里，头顶一片问号。那你骂他做什么？他也没惹你啊，他对你还挺迎着某个大魔头警告的眼神，一儿声音越来越小，却坚强地说完了整句话。挺好的。好个屁，这都是套路，都是他骗人的手段。大魔头愤怒反驳，他总跟我故弄玄虚，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谈，他根本不搭茬，还让我猜。说完又咬了一口手里的烤仙鹤，好吃到眼睛都满足的眯了一下。一儿，主人啊，你这烤肉好吃吗？好吃。大魔头兴奋点头，我跟你说，这是慈渊用炼丹火烤的，仙鹤也成灵气滋养许多年，比从前吃过的所有烤肉都好吃。说着还撕了一块肉递过去，你吃吗？我忘了，你现在还魂魄不全，吃不了。大魔头自顾自的把肉收回来，塞进自己嘴里。我先替你吃了，等你残魂收集全了，能吃了我再让慈渊给你烤。一儿有好多话想说，但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了。人家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你说让他烤怎么跟使唤我一样顺口啊？说好的死对头呢？这是死对头该有的关系吗？是死对头该有的待遇吗？憋了半天，最后一儿仔细斟酌了一下，试探着问道，主人，他经常伺候你吗？对啊，大魔头被伺候习惯了，一脸的理所当然。这又没有侍女，他不伺候我谁伺候我啊？我来到这里开始就都是他亲手伺候的。一儿小心脏一颤，不对劲啊，主人，我有一个大胆又离谱的猜测，就是主人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图谋你什么啊？想过啊。大魔头吃着烤肉不怎么走心的点点头。最初我以为他要拿我炼丹，可这都几个月了他还不动手，那就应该不是图谋先天灵体。我也问了他是不是想利用我，但仔细想想，我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打不过他，会的也没他多，好像也没什么值得他利用的。何况他都无情到大成了，就是养我当个炉鼎也用不上。他那个境界，我现在重伤未愈，修为都不如他徒弟，在他眼里大概也是和废物没什么区别。我觉得他要么是藏得太深，要么就是纯傻子。他还让我猜，我猜个屁！大魔头一脸不耐烦，反正正邪不两立，早晚是要开打的，这都无所谓，享受当下就行了，管他图谋不图谋。现在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养伤的地方了。他又乐意装，乐意对我好，宝贝还多。我准备榨干他就跑路，重回魔界夺下魔尊之位。因而迟疑许久，还是觉得那个大胆的猜测很有必要说出来，试探着追问，主人你从前也没少被男人纠缠，你这张脸就挺能惹祸的，有没有可能？其实答案特别简单，只是你想的太复杂了，他就只是单纯贪图你的美貌，想与你。后面的话一儿没说完，但他知道宁清堂能听明白他的意思，毕竟这种事宁清堂没少经历，不然也不会一直以面具示人。大魔头一愣，很快又笑出了声，笑得整个人都在颤。你想什么呢？他可是修无情道的呆子，再说了，他自己长得也不差啊，还有那么多女修哭着喊着要嫁他。不可能不可能，我又不是女子，话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吧，万一他就偏爱男子呢？好男风在修真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见他还是不以为意，因而顿了顿，换了个思路问他，主人你没发现他总跟你动手动脚吗？没有啊，大魔头否认的相当干脆。因而无语住了，可是我见过他抱你啊，你是说这个啊？大魔头无所谓的摆摆手，我自己懒得走路，使唤他抱我下山很正常啊，他就是个教撵。那他搂着你的腰呢？谁家教撵会搂腰啊？搂了吗？被亲近习惯了，肢体接触早就不注意了。大魔头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似的，是搂了。一儿双眼放光，这还正常吗？从前别人碰你一下都想把人弄死的，他可是搂腰啊，那么暧昧的地方。你这么一说，大魔头后知后觉的想起了更多亲密接触，脸上的笑缓缓僵住。他娘的，那王八蛋是不是占老子便宜了？一儿，你才发现啊？嘴里的烤肉瞬间就不香了。大魔头认真回想了这些日子的相处，最后悲催的发现，大魔头整个人都不好了，魔气一个劲往出钻，身上都开始有杀气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有什么大阴谋，他很可能就是想跟我双休。他脸色实在太难看，像是下一秒就要杀人了。一儿有点慌了，主人你别冲动啊，这可是人家正派宗门，你现在还有伤，千万不能冲过去跟人家拼命啊，不然拼什么命？大魔头直接起身往山下走，现在又打不过他，魔头报仇千年不晚，当然是先逃命啊。
有阴谋还能虚以委蛇，缠老子身子绝对不行。他娘的死变态！伊儿已经懵了，这主人你以前也不这样，真的不跟他打一架吗？打个屁，除非同归于尽，不然他一招我都难接住。大魔头边跑边嘟囔，以前就是太要面子了，能不能打都硬着头皮打，最后才差点魂飞魄散。我都这样了，我还逞什么呢？那死变态什么都会，再死一次可没有鸿蒙石给我夺舍了。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因而也不跟他捣乱了，自己默默回去接着睡了。出落剑锋容易，想出宗门就有些难度了。宁清堂正想找个办法出去，离得老远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赶紧疯狂招手。文彻，文彻你过来。脚步匆匆的文彻听到声音，还没看到人就一哆嗦，也不管自己要去做什么了，转身就往回走，走了2步直接改跑了，一路狂奔。唉，大魔头一脸懵，不是，你跑什么啊？我今日不骗你，你回来。小师叔安好，师尊找我有事，我先过去了。文彻头都没敢回，发觉他在身后追自己，脚下速度更快了。躲我是吧？大魔头奋力狂追，你给我回来，我真不骗你，我给你丹药。两人一个跑一个追，文彻直奔主峰，想回去找陆风玄求救，宁清堂哪能让他进去，都准备偷偷用些手段了。面前突然凭空出现一道结界，师尊，小师叔又要骗我。文彻进了主峰边求救边往身后指，小师叔已经追来了，师尊你快救。哎，小师叔呢？他身后哪有宁清堂的人影？陆风玄一巴掌拍上他的脑袋，你怎么又去招惹他了？不是让你离他远点吗？我没惹他，我就是路过被他看见了。文彻欲哭无泪，师尊我不敢出门了，你帮我出去看看他走没走吧，我怕他在门口堵我。陆风玄表情一僵，又拍了他一巴掌，我出去我就敢惹他了吗？文彻，那怎么办啊？在这躲躲吧。陆风玄带他躲进后殿，还传音给整个主峰的弟子关山门，无事不要外出，你们小师叔族可能在门外，都自己机灵点，别被他骗了。慈渊还不知道某人要跑，那日被宁清堂顶撞后，子虚真人便闭关去了，他数次想找其谈谈都没见到人，今日收到子虚真人的传音，当即撕裂空间前去。子虚真人端坐殿中，笑着指了指对面的位置，坐。听闻师弟近日来找我数次，是有何事啊？慈渊没动，只站在他对面，表情冷硬。清堂拜师那日，我已然与师兄说得很清楚了，清堂是我徒儿，自有我亲自教导，师兄何必再费心去伐宣尘，引清堂与你冲突来试探我的态度。他总是开门见山，一点迂回都懒得有。子虚真人笑着摇摇头，师弟，我并非试探你态度，只是心疼清堂那孩子，你对他千般疼万般宠，日后不还是要用他去钻研起死回生之术，救你的心上人。先天灵体如此难得，师兄是不忍心看你执迷不悟，也不忍看那孩子因此丧命。慈渊眸光微敛，心知子虚与自己师尊都是一路人，最忌讳无情到动情。当年封印记忆，抹去自己在凡间界所有痕迹之事，子虚便参与其中，心中百转千回，最后到底是没有说出真相。他再能护清堂安好，也不想多生事端。此时清堂还不信任他，不知哪日就要出去乱跑，让其知晓清堂便是那让他心心念念了300多年的姑娘，只怕会给清堂带去麻烦。我说过此事无需师兄挂心。慈渊什么都没解释，甚至有意引他继续只关注姑娘。我与那女子如何都是我的事，当年师门上下都拦不住我，如今只剩师兄一人，师兄还想再引我心魔失控一次吗？以他如今的修为，心魔失控可不只是归元宗的事，几乎可以说是整个修真界的一场浩劫了。子虚真人面色僵了僵，语重心长道，师弟，人死不能复生，你搭上清堂的性命又能如何？你钻研300年都无果的事，何必？师兄安心闭关就是，日后无论是我还是我落剑锋弟子，都不劳师兄费心了，我只想留那孩子一命。子虚真人加重了语气，你将那孩子交由我教导，先天灵体只要用心教导，日后定是。师兄，慈渊打断他的话，周身气息都冷了下来。清堂是我弟子，此事没得商量，日后莫要再提了，这情况怕是再多说一句就要动手了。子虚真人重重叹了口气，没再开口。慈渊转身离开，不过几步后背影便开始虚化，很快便没了踪影。子虚真人看着他离开的方向，又是一声叹息，都听到了吧？屏风后，被困在结界中的宁清堂面色冷凝，周围结界消散，他便迈步走了出去，脸色也随着脚步缓和了，又恢复成了懵懂无知的先天灵体。听到什么？大魔头丝毫不领情，态度不耐，你把我抓来就是为了听你和我师尊说这些，此乃无奈之举。子虚真人一脸悲天悯人的慈悲表情，清堂，你师尊为了他的心上人已然魔怔了，我规劝几百年无果，实在不忍心看他多伤一条性命，搭上你这无辜的孩子。宁清堂猜过太多可能，唯独没猜到会是这样。慈渊剑尊真的有心上人，而且那姑娘已然不在人世，所谓心魔便是因那姑娘而生。
甚至为其钻研起死回生之术，自己也是其中的一枚棋子，或者说是药引。慈渊想要复活心上人的药引，真相太过惊人，大魔头不仅气愤，甚至还有些莫名的心寒。从前还只是猜测，现在真的确定了那些疼宠都是有目的的，他实在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接受。想起那些护你周全的承诺，比起只是想利用他，这样变相的想取他性命，更让大魔头反感和厌恶。可不管心里怎么想，他都没有表现出来，反而表情越发不耐烦。师尊养我宠我，即便是留我有其他用处又能如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若师尊需要，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子虚真人怔愣一瞬，即便是取你性命去救他的心上人，你也愿意？为何不愿意？大魔头一派天真无邪的表情，还带着些气愤。能帮师尊我高兴还来不及，你这老头怎么回事？怎么故意挑拨我与师尊的关系？子虚真人沉默地盯着他看了片刻，最后平静又淡然地摆摆手，既是情愿，那便当我今日什么都没说过吧。若是日后反悔了，想要逃命，看在你这先天灵体着实珍贵的份上，你若来找我，我可救你一命。这次宁清堂没有回应，只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虽然觉得这白胡子老头也不是什么好人，而且有故意挑拨的嫌疑，但话也不能说得太死，万一以后他真的肯帮忙，也算是一步退路。出了子虚真人住处，宁清堂就受了那天真的做派，面色凝重又有些咬牙切齿。好你个慈渊剑尊，你这老王八蛋动了凡心死了道侣，竟然让老子去做冤大头，拿命救你道侣，难怪不肯说为什么对我好，还他娘的让我猜，要不是今日亲耳听到真相，老子还真就只把你当普普通通的变态了。不行，这破地方一日也不能待了，必须得想个办法彻底摆脱那老王八蛋。慈渊回了落剑峰，才发现他不在，正想放出神识查看他在何处，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喊声：师尊，师尊啊，师尊我走不动了，快抱我上山呀！明明是偷跑出去，还作威作福的让人抱着上山，听到慈渊耳朵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想法，竟然不用抓就自己回来了。清堂今日怎么如此乖巧？师尊，是搂住他的脖子晃了晃脚，师尊我受伤了，好疼。一听他伤到了，慈渊心脏猛地收紧，立刻去查看伤口，脱了鞋袜一看，那如玉的脚踝上果然染了丝丝血迹。谁伤了你？慈渊边问边动手，用灵力帮他治好了伤，语气不仅透着冷意，还带着不易察觉的杀气。不是被人伤的，是磨破了。大魔头又晃了晃那只脚，试图让脚踝上的红绳和铃铛吸引他的注意。我不小心崴了一下脚，脚没怎么疼，反而是脚踝被磨破了，都流血了，特别疼。这东西能不能先摘下去啊？讨厌死了。慈渊抓着他脚踝的手一顿，很快就点头应下。好，是师尊没有考虑周到，害清堂受伤了。边说边动手解了红绳，连同铃铛一起摘下，收入袖中。过程意外的顺利，他痛快的都把宁清堂给看懵了。这就完了？这么简单的吗？我后面还准备了好多套路没用上呢。虽然容易的离谱，但好歹是把那些随时能找到自己的东西摆脱了。大魔头见好就收，一点没再多做，老老实实的被抱上山，又跟着他一起去泡了冷泉。等晚上夜深人静，清点了一遍自己这些日子骗的宝物，又把慈渊寝殿里能带走的东西都搜刮了一遍，连昨日没喝完的一小包灵茶都没放过，通通塞进储物戒。等他搜刮完，整个清源殿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了，一点摆件都没剩，只剩下墙壁和桌椅之类的东西，符合他审美的屏风都让他给带走了。站在殿外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杰作，大魔头想着明日某个老王八蛋看到这一切时的表情，自己嘿嘿笑了两声，连夜跑路。这回他也不找人带自己出去了，直接靠着一张无往不利的脸，费了些口舌把守结界的弟子忽悠的找不着北，大摇大摆出了归元宗，想取本尊性命，我呸！恢复自由的大魔头嘴角疯狂上扬，狠狠的在心里开骂：你个老王八蛋，做梦去吧，活该你死道侣！老子祝你尽快心魔发作，早日身死道消，不，早日魂飞魄散。怕被追上，又怕遇到危险，大魔头特意吃了一颗易容丹，顶着张平平无奇的脸赶了一夜的路。他有伤在身，不敢过多消耗灵力，全程靠两条腿走路。天快亮时才找了家客栈住进去。他想得很清楚，慈渊发现他跑了，肯定以为他会尽力跑远，就算找他也应该先去远处找，怎么着也不会想到他根本就没着急跑，而是在附近的小镇先住下，等慈渊找完了远处，他再离开这里去被找过的地方，简直完美。带着对未来自由生活的美好向往，大魔头美滋滋的在客栈住下了，天刚亮时睡的，黄昏时分才睡醒。醒了，抬手来穿衣裳。大魔头半眯着眼睛，睡眼惺忪的抬起手，习以为常的任由男人帮自己穿好衣服，又转了个身，等着人给束发。那一头黑丝刚被动作熟练的梳了一下，他猛然发现有什么不对，一脸惊恐的转头，
果然对上了慈渊那张俊美却冷冰冰的脸。你！大魔头不可置信地指着他，你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你怎么在这？这老王八蛋怎么这么快就找来了？阴魂不散，我能不能一剑捅死他？心里刚闪过这个想法，熟悉的铃铛声就传入了耳中。大魔头先是一愣，随后一把握住脚踝，摸到了2个硬物时还不死心，又手忙脚乱地脱了鞋袜，直到看到脚踝上的红绳和铃铛，他才彻底傻眼。他娘的，难怪能这么快找来，这玩意根本就没摘。大魔头咬牙切齿地抬起头，抓起旁边的枕头就往面前的男人身上砸。你他娘的竟然骗老子！他悔啊，后悔自己太相信这正道魁首的人品，连查看真假都忘了，竟然被区区障眼法骗得这么惨。他提起这引魂绳和归心铃时，慈渊就猜到了他要跑，只是不知道原因，所以才顺着他由着他，想要试探出自己哪里惹到他了。可即便是守了他一整天，慈渊也没得到任何一点有用的信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就只能直截了当地问了，为何要跑？可是师尊哪里惹到了你？呵呵，真能装，给老子比谁更能装是吧？行，你等着，我们要跑啊，我就是出来散散心。你们正派宗门无聊死了。大魔头一脸娇嗔，早就说了我不喜欢那铃铛，跟拴灵宠似的，好不容易忽悠你给我摘了，你竟然骗我。听着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但鉴于他前科太多，慈渊肯定是不敢全信的，心里存着疑虑，嘴上顺着他说，带着此物，你遇到危险时我才能及时赶到，就你最危险，你要拿老子的命换你心上人呢。听他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大魔头越想越气，直接抬腿给了他一脚。被踢得退了一步的男人不明所以，清堂，怎么了？大魔头理不知气也壮，坐在床上朝他瞪眼睛，我就想踢你，不行吗？不服也给老子忍着，现在老子的命就是你心上人的命。行，自然是行的。虽然不知道他为何发脾气，慈渊依旧点头附和，还上前一步又站了回去，认真询问要再踢一脚吗？你他娘的！行啊，为了心上人你也是拼了。你心上人是天仙吗？那姑娘知道你为了她被一个大魔头如此欺辱吗？大魔头快要气死了，一眼都不想多看他，起身就走。慈渊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心中将近日发生的事想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件值得他如此闹脾气的事。难不成真是不满带着那引魂绳和归心铃，别的事都能答应他，这件事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摘了这2样东西，修真界这么大，人跑了便不知何时才能找到了。想来想去也没找到什么能折中的方法，慈渊无奈地叹了口气，认命地跟在他身后哄，可要在此处逛一逛，想买什么师尊都买给你。逛！大魔头恶狠狠地点点头，出了客栈也不管人家是卖什么，有店铺就进去就一顿买，就差把败家子3个字写在脸上了，明摆着故意糟蹋某人钱财。慈渊也不拦他，他买什么都默默付钱，甚至淡定地看着他买了2口金丝楠木的棺材。师尊，这棺材挺好看的，送你吧，你和你道侣一人一个，做你的死鬼鸳鸯去吧。慈渊看着他嘴角恶劣的笑，抬手将2口棺材都收入储物戒，微微颔首，确实很好看，师尊很喜欢。气人没气倒，反而差点被他这八风不动的态度气死。大魔头牙都要咬碎了，出了棺材铺忍无可忍，回头一把抓起他的手放到嘴边狠狠咬了一口，等他放开，虎口都已经被咬出一圈破了皮的牙印。他发泄完就走，刘慈渊站在原地，见牙印有消散的趋势，赶紧用灵力将其保存下来，盯着那牙印越看越满意。闹脾气竟然还有此等好处，清堂亲口送我的，甚是好看，等您清堂买够了，慈渊才商量着带他回落剑锋，结果竟然意外的顺利。就是人回去以后脾气还没消，说什么也不愿意搭理自己，猜他应该是对脚上的铃铛不满。慈渊绝口不提此事，只耐心的哄，宝物零嘴都拿出来哄他开心，可惜给什么收什么，收完还是一样翻脸，一点也没哄好。从前闹脾气都是这么哄的，这次竟然不管用了。慈渊见尊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归结为他这次气得比较狠，还需更耐心的哄，急不得。他是不急了，宁清堂快急死了，坐以待毙可不行，老子就是死也绝不给他人做嫁衣，一命换一命，就那王八蛋的什么道理？跑又跑不了，慈渊还好脾气的各种哄，现在那些红宠在大魔头眼里跟催命符没什么两样，只觉得虚伪到了极点，看他都不想看，几乎见了他都要绕路走。清堂，昨日你追的兔子我给你捉来烤了。慈渊把烤好的肉送到他面前，要尝尝吗？不要。大魔头没好气的摆摆手，转身就走。真的不要？慈渊瞬移过去拦住他的去路，把烤肉在他面前晃了晃，一时间烤肉的香味拼命往鼻子里钻，闻得大魔头下意识吞了吞口水。真的好香啊！不行，老子绝不再吃这老王八蛋给的东西。不要，你离我远点。慈渊也不说话，更不走，就默默催动灵力，
让烤肉的香味越发浓郁。片刻后，刚才还恶狠狠说不要的某人快速伸出手，眼底藏着尴尬和心虚，表情理直气壮，一把抢走了烤肉，抢完转身就跑。慈渊轻勾着嘴角，不紧不慢地嘱咐道：吃完了还有？有也不要。大魔头相当有骨气地回了一句，随便找了棵树上去躺着，悠闲惬意地开始吃烤兔肉，没一会儿就吃完了，咂巴咂巴嘴，满脸的意犹未尽。这应该只是半只，另外半只，不行，不能去要。但是真的没吃够，好想再吃点，烦死了，那老王八蛋烤的肉怎么这么好吃？大魔头纠结的不行，坐立不安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跳下树找烤肉去了，边走边在心里默念：不吃白不吃，这都是老子拿命换来的，凭什么不吃？吃，想吃多少吃多少，累死那老王八蛋。慈渊根本就没走，一直站在原地等他回家，离得老远，看到那气呼呼的人影，又无奈又好笑，也不知道清堂还要气多久，好歹是还有点手艺能哄他的，不然怕是更要遭嫌弃了。两人之间气氛不太对，这种事一日两日还好，时间久了很难不被经常接触的人察觉。宣城几人全都发现了异常，一个个便招法的问：小师弟，你与师尊可是闹了什么别扭？这是宣城委婉又不偏不倚，就只是询问情况。小师弟，师尊是不是惹你生气了？要不你跟我走吧，我保证把你当祖宗供着。你生气我都自己扇自己，这是言齐不遗余力的趁机挖墙脚。小师弟，师尊还没哄好你啊，这是怀孕，完全看透了本质，前因都不用问，直击后果。但不管是谁用哪种方法问，宁清堂每听一次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慈渊那老王八蛋是为了要我的命就心上人，那他这几个徒弟呢？他们知道吗？会是一起骗我吗？这种事实在难试探出真假，大魔头心里不痛快，又不想盲目迁怒别人，只能把火都转给慈渊，更加用心跟怀玉学习制毒，然后全往慈渊身上用，美其名曰为了学解毒，他就是不找借口。慈渊也是万事都由着他闹的，每日兢兢业业充当工具人，手上不是青子就是红肿，偶尔还得承受些奇痒难耐或控制不住想要狂笑的奇葩毒药。明明什么事都顺着，一点怨言也没有，大魔头反而更生气了，说什么有了心上人必定宠若心肝，言听计从。这老王八蛋还真是说到做到，为了救道侣性命什么都豁得出去。除了生气，大魔头更多的还有好奇，他实在太想知道把一个无情到剑尊迷魔怔了的姑娘是什么模样了，到底是天仙下凡还是有其他过人之处。总之脑海里关于那姑娘的猜测越来越多，让他每日抓心挠肝，时不时的就要走走神。小师弟，小师弟啊，喊了好几声他才有反应。怀玉抓着他的手腕，把下方已经开始冒黑烟的药炉解救出来，语气无奈极了：小师弟，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叫你都听不到，今日已经废了3炉药了，这1炉你方才又加错了比例。姑娘，大魔头没过脑子就回答了这么2个字。怀玉不可置信地盯着他，手中没来得及放下的药炉咣的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块。姑娘，完了完了，小师弟到底是在想哪家的姑娘？这可不行想啊，你看上了姑娘，师尊怎么办啊？啊，不是，师姐你听错了。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大魔头赶紧找补，我是说姑娘一下用药比例。这解释怀玉一个字都不信，但也没表现出来，只带着满心的震惊点点头，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教他，自己默默考虑要不要把此事告诉某人。小师弟几乎算是师尊一手养大的了，事事亲力亲为，日日疼宠呵护，虽说动机不纯，也并非光明磊落，但是对小师弟是真的好的没话说，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可见用情之深。若是日后知晓小师弟与哪家姑娘私定终身，以师尊那一板一眼，万事不入心，只对小师弟一人倾注所有偏爱疼宠的性子，怕不是要被刺激疯了。古往今来修无情道者只有2条路，一条追求无上修为，无欲无求，一条渡情结斩心魔，先动情再绝情，魔力到心后彻底超脱凡尘。两者最终都是成就大道，但后者明显比前者艰难得多。无情道大成的慈渊剑尊，世人都以为他走了第一条路，成就大道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他走的却是第2条。这么大的秘密，后事如何，怀玉此时还管不了那么多，纠结了一夜，不断权衡利弊，不知揪掉了多少头发，最后到底是没忍住，第2日瞒着所有人，单独去找了慈渊。宁清堂没来时，除了宣尘待在归元宗，他和延期几年也不见得回来一次。现在他突然面色凝重的来找自己，慈渊相当意外。何事？就是小师弟他。一听到和宁清堂有关，方才还语气平静的男人立刻加重语气追问：清堂出了何事？小师弟，师尊觊觎小师弟本就是挺尴尬的事，自己作为徒弟，这是怀玉实在是不好开口，支吾了好一会儿才尽量委婉的问道：小师弟是喜欢女子吧？
慈渊面色一冷，你如何知晓？话是这么问，但眼神已然凌厉的，仿佛自己是情敌一样了。怀玉赶紧解释，我没有觊觎小师弟，我就是问问，我感觉小师弟是喜欢女子的。我昨日见他走神，问他在想什么，他脱口而出说是在想一位姑娘。我是来通风报信的，师尊你要相信我啊。话音未落，怀玉便明显感觉到周围空气开始变冷了。他那仙风道骨的师尊依旧站在原地，表情看着没什么变化，但身上威压却在不断向外扩散。不过片刻便压得他喘不过气，腿不受控制的开始打颤，得扶着柱子才能勉强站稳。是，师尊，我就是猜测，不一定是真的，只是提醒你一下，你冷静点啊。慈渊不语，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下一秒身影便消失在原地。恐怖的威压消散，怀玉长舒一口气站直身体，很快就察觉到袖中沉得过分，手伸进去一抓，抓出来2张高品丹药的丹方，还有好几颗珍稀的灵果啊！这怀玉表情有些一言难尽，这是在鼓励我以后多通风报信吗？这可不行啊，我不能对不起小师。他又仔细看了看丹方，最后深吸一口气，对不住了小师弟，师尊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更何况被师尊盯上了是肯定跑不掉的。师姐日后一定多给你炼制活血化瘀的药膏，帮你保养好身体。宁清堂哪里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离谱的程度，他正琢磨今日要给慈渊用什么毒呢，腰间突然一紧，下一秒眼前场景就变了样，到了他常去的青楼。此时还是上午，青楼中一片寂静，姑娘们也还在休息。宁清堂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搂着他的男人指尖微动，楼上的姑娘们便一个个双目无神的从房间中出来，走到他面前，整整齐齐的站成了排。哪个？慈渊的声音还是那般清冷，但两人相处了这么久，宁清堂不难听出那其中的怒意和压抑的杀气，一时间满头问号。什么哪个？他平日里接触到的人不多，常接触的还是姑娘的，除了怀玉便只有此处的人了。慈渊目标十分明确，闻言还以为他是故意装傻，嗓音又冷了几分，几乎是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了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咬得极重，让你魂牵梦萦。心心念念的姑娘是哪个？我魂牵梦萦心心念念的姑娘。大魔头都被问傻了，谁？哪来的？慈渊揽着他腰身的手收得越发紧了，眸色也暗得吓人。你就如此护着他，他有什么好？能给你养伤，还是能护你周全？一个女子抱都抱不动你，也值得你被勾了魂。什么女子？谁被勾了魂？大魔头一脸懵，但比起他这没头没脑的话，更让大魔头生气的是他的态度。你个老王八蛋，凶什么凶？你有什么脸跟我发火？老子就是真有了心心念念的姑娘，怎么了？许你为了心上人生出心魔，千方百计算计我性命，不许我有心上人，老子他娘的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大魔头怒气上头，解释都不解释了，直接跟他硬刚。对，老子就被勾了魂，怎么了？老子乐意。猜测是一回事，听到他亲口承认又是另一回事。慈渊眼中泛起点点猩红，声音仿佛淬了寒冰一般。谁？心魔快要不受控了。可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对宁清堂发火的想法。清堂怎会有错？定是那女子百般勾引，清堂只是一时被迷了心窍而已。是谁关你什么事？大魔头脾气上来了，哪还管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把推开他，插着妖气势汹汹的跟他吼：老子见一个爱一个，是美人老子就爱，明日老子就一个个全娶了。他要是真说出是哪个姑娘，慈渊怕是能当场心魔发作，弄不好还要大开杀戒。但他一这么说，慈渊反而找回了些理智，这话一听就是在赌气，心知他做不出这种事，但那姑娘他应当也是上了心的。慈渊努力压制着心魔，阴沉着嗓音又问了一遍：到底是哪个？都是。大魔头两只手画着圈，把满屋子的姑娘都比划了进去，老子全都娶，明日就娶。你！慈渊被他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还在那连吼带骂，本尊做事轮得到你质问？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个不要脸的老王八蛋，只许你正道魁首放火，不许老子点灯。还他娘的有脸抱老子腰，你以后再碰老子一下，老子他娘的一剑捅死你。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骂，慈渊都被他骂懵了，沉着脸看他不断叫嚣，还豪言壮语的说要娶了整个修真界的美人，眼神越来越危险，上前一步掐住他的手腕，举过他头顶。你试试。男人几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自己身上了，气息也危险的过分。大魔头别的可能反应慢半拍，但对危险的感知相当敏锐，即便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也能想到那后果自己应当是承受不起。不过大不了就是死，反正他早就想取我性命，就他心上人了，老子怕个屁啊！是就是，你现在放开老子，老子马上取几个给你看看。慈渊呼吸加重了几分，眸中猩红更甚。看什么看？你放开啊！还他娘的威胁老子！你当老子是……没说完的话被男人堵回口中。宁清堂微张着嘴，
瞪圆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滚！你他娘的在干什么？他都已经把魔气淬炼到能够吞噬万物了，被魔气缠身可不是闹着玩的。饶是慈渊也免不了要分神抵挡一二，这一分神抵抗魔气，理智微微回笼几分，动作也不再那么不管不顾，总算给了宁清堂一点机会，一掌打在他胸前，借力闪身退开2步，勉强脱离了那般受制于人的境地。呸呸呸！大魔头一恢复自由就疯狂吐口水，吐完了又使劲擦嘴，嫌弃都写在脸上了。要不是实现不了，看他那模样大概能直接把嘴给扔了。他这反应都快把看着这一幕的男人心给扎透了。被心上人如此嫌弃，慈渊一手捂着胸口，一手垂在身侧握紧成拳，指尖越收越紧。事已至此，亲都亲了，再用分身做借口定然是行不通的，倒不如就此坦白，日后将人锁在身边，管他到底是哪个姑娘，清堂再没机会见他。时间久了自然就……你他娘的脑子有急吗？不等慈渊做下决定，大魔头便擦完了嘴，又开始骂，因为太过气愤，脸和脖子都是红的，声音也比之前高了1倍。谁教你的这么威胁人啊？气疯了就自己找地方发疯去，禁言术都学狗肚子里去了，那么高的修为不用灵力，蠢成这样还做什么正道魁首？就是普通修士都比你聪明1000倍100倍。慈渊以为他生气是因为被轻薄被占了便宜，可听了他这一通骂，已经准备摊牌的男人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清堂似乎没察觉到我对他的心思，只当我是太过生气，怒不可遏的忘了用灵力。有那么一瞬间，慈渊真想看看他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怎么脑子里也没有一丝怀疑别人心思龌龊的想法。他不说话，还盯着自己看。大魔头一想到他还有个等着拿自己性命去救的心上人，瞬间又抬手狠狠擦了好几下。脏死了，脏死了！光擦还是觉得不够干净，大魔头都顾不上自己还有伤，一连用了10几次清洁术。慈渊就站在他对面看着，心情相当复杂，又扎心又无奈，甚至还有点不愧是他。但好笑，离谱吗？当然离谱，但这是发生在宁清堂身上，好像就有了那么几分合理了。慈渊真的很怀疑他借由鸿蒙石重塑肉身，是不是脑子也和石头有了什么关联？不然怎么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如石头一般，不开窍到这种程度？方才还想着一不做二不休，现在突然得知事情还有转机，而且不用自己费尽心思编借口就能糊弄过去。这反转属实把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慈渊剑尊给整不会了，站在原地神色复杂，迟迟不知该如何开口。骂了半天人家也不回应，继续骂还有点累，不骂又气氛莫名有些诡异的尴尬。大魔头气愤的表情顿了顿，快速分析了一下如今的形势，心中百转千回，觉得这是个趁机跑路的好机会。很快又指着他的鼻子恶声恶气，今日起你我桥归桥，路归路，你回你的落剑锋，老子回老子的魔界，日后再相见，谁都不必手下留情，什么师徒情谊都他娘的是骗！你与我回落剑锋。大魔头一愣，什么？慈渊面无表情的又说了一遍，你随我回去。凭什么？大魔头怒吼出声，都闹成这样了，这老王八蛋到底是怎么有脸这么淡定的说出这句话的？哪怕是打一架再把老子抓回去也行啊，他就这么直接说，还说的理所当然，太他娘的欺负魔头了。怎么不随我回去？你还打算与你那拼命相护的姑娘双宿双飞？大魔头要骂出口的话一咽，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他不是跟我吵架，而是有点阴阳怪气？他光愣神了，还没想好接一句什么呢，手腕突然一紧，不等他反应就被拉走了。哎，你，他是想回头骂人，却被误会是想回头看那些姑娘，舍不得其中某个人。慈渊脸色一冷，另一只手直接盖住他的眼睛，撕裂空间带他回了落剑锋，到了寝殿手腕才被放开。大魔头赶紧揉了揉被抓得生疼的手腕，正想开口再骂两句，抓他回来的男人神色莫名的盯着他，身影就这么消失在了原地。大魔头，他这是什么意思？不会是去准备提前取我性命救他心上人了吧？迟来的求生欲终于压过了愤怒，大魔头也顾不上生气了，撒腿就跑，然后还没跑出寝殿就被门口里3层外3层的结界挡住了。大魔头瞳孔地震，这算什么？老子被慈渊那老王八蛋囚禁在这了。越想越觉得慈渊这是要动手了，大魔头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当即拼了命的去破那结界，好不容易破开一道，还没迈步，大魔头心中郁结，气呼呼的把自己摔在床上，盯着床幔眼神放了空，也不知能不能活过今晚。要不要先跟烟儿道个别？算了，还是等自爆神魂的时候再说吧，到时我拉着那老王八蛋一起死，他那几个徒弟肯定来不了太快。婴儿虽无实体，但好歹能先为我哭一哭，我死了有人哭，那老王八蛋没有，也算是终于有一件事比得过他了吧。他在那天马行空的想着身后事，想着想着，突然觉得身边的位置一沉，转头一看，竟是某个老王八蛋躺到了他身边。大魔头转身满脸防备，甚至还往后退了退，
退到后背贴在墙上，才开口质问：你做什么？慈渊起身，慢条斯理的脱了外袍，一起睡。谁要跟你一起睡？大魔头直接一脚踢过去。你自己没地方睡吗？慈渊抬手轻飘飘的抓住他的脚踝，这是我的寝殿，那你在这睡，我走。宁清堂把脚往回抽，抽了2下也没抽动，反而被抓得更紧了。你也在这睡。慈渊迎着他要杀人的眼神，淡定开口：日后如非意外，你我都要同吃同睡，形影不离。宁清堂，凭什么？这是什么新的取人性命方法吗？你说凭什么？慈渊欺身而上，将他从床角拉回来，不费吹灰之力便钳制住不停挣扎的人。若离开我视线，你想去找谁？清堂，日后你与那姑娘不必再见了。他又提起了那个莫名其妙的姑娘。大魔头虽然不理解，但也听明白了关键是什么，挣脱不开，又不想跟他一起睡，只能压着脾气跟他解释，根本就没有什么姑娘，我去喝花酒也只是喝酒听曲，连姑娘手指头都没碰过，哪来的心心念念，魂牵梦萦。慈渊盯着他看了许久，没看出真假，但这都已经不重要了，既然没有，那便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今日起与我形影不离，清者自清。行，今日起我就大魔头赌气的重复了一半，才反应过来不对，这叫什么证明？这不是和你刚才说的一样吗？慈渊应了一声，抬手不紧不慢的去脱他的外袍。等等，你给老子把手收回去。慈渊停了动作，不仅不拦他，反而伸手把他又往怀里按了按，淡定发问：为何？他还好意思问？宁清堂想抬头瞪他，却被按着出不去这严严实实的怀抱，气得仰头张嘴就咬。慈渊除了最开始的抽泣，之后的反应相当平静，只是眼底翻涌着某个大魔头看不懂的情绪，语气依旧无波无澜。清堂，很疼。疼不也是你自己做的吗？你不按住我不让我出来，我能咬你吗？明明自己满身都是理，大魔头却莫名其妙的觉得有些心虚，虽然也是在吼，但多少带着点虚张声势的意思。你根本就是蛮不讲理，我又不是你的灵宠，凭什么要听你的？慈渊冠冕堂皇的说了借口，不等他反驳，就抬手按住他的肩膀，悬空虚虚的将人压在身下。此事不急，还是先说说方才你咬我那口要如何偿还？偿还什么？大魔头里不知气也壮，我就咬了怎么了？是你先惹我的，我还不能反抗吗？有本事你就咬回去。他是随口一说，赌着气蛮不讲理，哪成想这话听在慈渊耳朵里就如同天籁的一般。他自己有心上人，难不成还能故意占我便宜吗？我又不是香香软软的姑娘，就是个臭男人而已。现在互不相欠了吧？我去偏殿睡，你就在这里睡。慈渊揽住他的腰身，自己躺在床上，面对面将他抱进怀里。日后你都要与我同床共枕。清堂，你需要早日习惯。仗着他那石头一样的脑袋，慈渊现在连借口都不找，就直接通知他，然后让他自己去脑补原因和理由。反正不管做什么，他都不会多想，总能完美的替自己找到借口。果然，大魔头当场骂骂咧咧，真没有什么心上人和姑娘，老子到底要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口说无凭，做给我看。慈渊抱着他闭上眼睛，与我同吃同睡些时日，你不偷跑出去见他，证明了清白，我自然会还你自由。他这完全就是独断专裁，全靠武力压制自己了。大魔头气得在他怀里直喘粗气，你他娘的，这是仗势欺人！仗势欺人！慈渊语气意味深长，还不到让你体验仗势欺人的时候，还是要再等等，等习惯了同床共枕，相拥而眠，日日形影不离，再循序渐进的一步步攻城略地才是正道。温水煮清汤，急不得。他态度太过强势，宁清堂知道自己反抗不了，气愤之余只能暗戳戳的折腾，一会儿不小心头撞了他的下巴，一会儿无意压到他的胳膊，甚至装睡把2条腿都搭在了他身上，试图用重量压得他知难而退。然而不管他怎么折腾，慈渊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抱着他，甚至还伸手将他的腿往上抬了抬，让他搭在自己身上搭得更舒服。可惜这暧昧大魔头是一点也感受不到，还在那暗暗较劲，试图加重腿上的重量，憋着鼓劲祈祷直接把他压死算了。就这么一个满脑子胜负欲，一个面上淡定非常，一直折腾到后半夜，大魔头实在抵挡不住困意，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发觉他呼吸越来越均匀，慈渊还惋惜了一瞬，觉得自己不能有更多福利了。哪成想不过一刻钟，怀里的人就2只手全伸了过来，软乎乎的抱住他的腰，还把头埋在他胸口蹭了蹭，又软又娇，生生把慈渊剑尊的魂都勾走了。不过脑子就低下了头，温柔缱绻的在他额头落下一吻。清堂，好梦。把2人这姿势看了一遍又一遍，慈渊剑尊才满意的勾了勾嘴角，撤了让宁清堂睡得更沉的法术。明日清堂睡醒，看到此番场景，也不知会作何反应，带着无限期待。慈渊剑尊抱着心上人，满足的闭上了眼睛。宁清堂这一晚上睡得意外的安稳，
第二日日上3竿了，才舒舒服服的睡醒，习惯性的想伸个懒腰，却刚动一下就发现了不太对，怎么这么暖和，还这么舒服？大魔头诧异的睁开眼睛，入目的竟然不是殿中景色，而是男人的脖颈。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嘴贴在上面。大魔头人都傻了，怔愣过后，第一反应就是悄无声息的逃离案发现场。可惜他都没来得及动作，那脖颈的主人就动了，贴着他的耳朵，嗓音低沉又带着刚睡醒的慵懒，比平时还要好听。清堂醒了没有？大魔头没过脑子，欲盖弥彰的大声否认，然后耳边传来一声轻笑，那便继续睡，只是可否让我将衣裳穿好？什么情况？我睡觉这么不老实吗？大魔头这辈子头一回对自己的品行产生了怀疑，他知道自己是魔头，没什么人品可言，但那都是站在正邪的立场上，怎么突然作风上还出了问题呢？睡着了就放飞自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不应该啊！慈渊这老王八蛋又不是美人，他一个大男人，我怎么会？大魔头看了看某人那张过分俊美的脸，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已经好色到只看脸好不好看，不分男女的地步了吗？还是说平日对美人不好意思下手，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所以都只是欣赏，到了男人这里就没了顾忌，所以下意识为所欲为了。谁能想到堂堂正道魁首会干出这么缺德的事，自己扔了脸和清白制造案发现场，就为了嫁祸人呢？宁清堂打死也想不到，还以为不外乎就是自己刚才想到的2种可能，一时间被自己无语到生无可恋。宁清堂啊，宁清堂，你说你怎么偏偏就选择了这个老王八蛋呢？他还有心上人，还打算拿你的命去。想到慈渊的心上人，大魔头醍醐灌顶，脑海中迅速浮现出一个摆脱囚禁的好办法，也不慌了，甚至还扬起头勾着嘴角，恶劣又嚣张的笑了笑。穿衣裳，你非要跟本尊一起睡，被扒了衣裳怨得了谁？这下轮到慈渊愣住了，心上人就在怀中，温香软玉勾人魂。他这一夜基本没睡，想了无数种今日人睡醒的反应，害羞、慌乱、暴怒，各种可能都想了个遍，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种景象。但怔愣也只是一瞬，虽然这反应让人意外，但他毕竟是宁清堂，那就做什么都不奇怪了。他不仅不奇怪，还将计就计的演起来了，皱着眉头，脸上缓缓带了些愠怒的表情，语气严肃，强词夺理。我强词夺理？哈哈哈哈！大魔头像是听了个笑话，笑得直颤。慈渊剑尊，你以为本尊是谁啊？我一个大魔头，你跟我讲道理？你说你一个正道魁首，这要是传出去，慈渊剑尊恐怕要晚节不保啊！慈渊巴不得他真来亲，也省得自己伪造，心中期待不已，面上却眉头皱得更紧了。你成何体统？哼，老子管你什么体统！大魔头看到他这模样，顿时笑得更欢了。你若是坚持与我同吃同睡，今日之事定然日日都要发生，本尊肆意惯了，得了去只会变本加厉，怎么样？还要与本尊同床共枕吗？你最好是知难而退，否则人多眼杂，被看到什么不该看的，老子看你日后怎么跟心上人交代。他胸有成竹，自以为威胁得很卑鄙很无耻，殊不知一听说还能变本加厉。某剑尊拼命控制着，才没让自己露出过分期待的神情，努力做出纠结的模样。你，男人皱眉沉思，迟迟做不出决定。大魔头等得着急，忍不住又给他加了把火。本来以为自己要嫌弃的，大魔头都做好了忍着不擦嘴的准备，没想到真的吻了一下，竟然没什么恶心的感觉，反而觉得唇间都沾了些他身上那乌木沉香味道似的。这老王八蛋身上还挺香，怕不是整个人都被那种冷香烟入味了，难怪刚才睡醒就觉得鼻子里都带着点宜人的香气。大魔头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但他也没当回事，时刻牢记自己的目的，又自以为十分无耻的威胁了一句：想好了吗？要是再不做决定，本尊下次可就不一定是亲在哪里了。说话间眼神若有似无的往男人嘴唇上打量，意思再明显不过。慈渊抗拒的身体往后退了退，头却没动，甚至还因为这个动作不小心把嘴唇又往前凑了一点。大魔头把他的动作都看在眼里，差点直接笑出声。这是吓傻了吧？不然怎么蠢笨成这样？生怕我亲不到吗？果然是呆子傻子，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有的心上人。该不会是人家看不上他，被他给纠缠烦了才自杀而死的吧？无论如何，你与那女子都不可能再见，我看着你与你形影不离，同吃同睡之事也不会改变。慈渊万分纠结的做了选择，大魔头还真没想到他会牺牲这么大，一时间不知道该先说他脑子有疾，还是该真去再亲一下吓吓他。只是思索再三，大魔头实在是没勇气往上亲，不为别的，就因为他这辈子都没干过这种事，女人都没亲过，更别说主动亲个男人。不管是威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都觉得别扭，下不去嘴。行，那就走着瞧。大魔头放了句狠话，
退后些许，抬腿就是一脚，直接把人踢下了床榻。慈渊毫无防备，上一秒还在等他主动吻上来，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中无法自拔，下一秒就跌落在地，坐在地上，先是不可置信，随后眸中满是失望。不是说好啊要亲我，怎能如此食言？宁清堂哪管他什么表情，看都没看他一眼，把人踢下床后，直接坐在床边，张开双臂，习以为常的等着他给自己穿衣服束发，心里还在冷笑，等着吧，看本尊怎么折腾你，形影不离，早晚让你求着本尊与你分开。他带着雄心壮志，慈渊却是满心惆怅和失望。都给他穿好衣服，梳好头发了，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平白消失了的吻，为何不再多欺负我一些？慈渊剑尊十分不理解，甚至开始怀疑是自己装的不够好，不能勾起大魔头更恶劣的一面，看来还是要更努力才行啊。两个人并肩走出寝殿，刚出去就遇到了前来照看宁清堂的宣臣。今日轮到他了，他一大早就来过一次，却没见到人，殿外有结界进不去，这才先回去了，等到这时候再过来看看。师尊，宣臣恭敬行礼，抬头的瞬间，突然在自家师尊脖子上看到一块十分显眼的红痕，表情瞬间惊恐起来。师尊你这……宁清堂一脸的幸灾乐祸，对这场景喜闻乐见。被徒弟看见了吧？老子看你怎么解释。他以为慈渊肯定要慌，不曾想身边的男人依旧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不仅丝毫不见尴尬，反而淡定不已，连声音都平静无波。清堂咬的，宁清堂，不是，你真敢实话实说啊？你这个做师尊的不用维护在徒弟眼中的形象吗？老子就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师尊。宣臣比他还震惊，平日里的谦谦君子，此时惊的都顾不上什么礼数了，张着嘴都能塞进去一个鸡蛋。小师弟，咬的。宣臣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不敢去找慈渊求证什么，只能用眼神示意宁清堂。宁清堂接收到了他的眼神，眼睛一转，当即决定抹黑慈渊的形象，让他堂堂剑尊在徒弟心中形象彻底崩塌。师尊昨晚与心上人共度春宵去了，回来时衣衫不整，我觉得不成体统，才气的咬了他一口。宁清堂一句话，宣臣收获了一堆让人如遭雷劈的信息。本就表情僵硬的人赶紧求救似的去看慈渊。师尊，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么离谱的消息怎么可能会是真的？慈渊压根连嘴都没打算张，昨晚的确是跟心上人在一起，他想承认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去解释？他什么都不说，不只是宣臣傻眼，宁清堂都看懵了。不是，你是没长嘴还是懒得搭理我？这都不否认，你那脸真不打算要了？那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太过明显。宣臣注意到他的表情，停止运转的脑子才缓缓有了反应。不可能，师尊怎会做如此出格之事？更不可能有什么心上人，定是小师弟又在胡说八道。小师弟顽劣惯了，整日作弄师尊，今日应当也是如此。他自己把自己给劝明白了，表情很快就恢复了自然，还摇摇头，无奈的朝宁清堂笑笑。小师弟，你又胡闹，知道我胡闹你，方才还震惊成那样。大魔头理直气壮，是你自己太好骗。是，都是师兄的错。两人有说有笑，旁边的慈渊脸色在宣臣不再震惊，而是说宁清堂胡闹时便沉了下去。宣臣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细节，光速收了笑，眸中满是不解，怎么我没有被小师弟骗到，也没有误会，好像师尊反而不满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在某剑尊不断外放的冷气中话都不敢多说，给宁清堂留下些糕点零嘴，就赶紧行礼告辞了。师尊今日心情不好，我得告诉师弟师妹都不要来触霉头，免得挨揍。他这个大师兄简直为了师门操碎了心，出了落剑锋就找来颜齐和怀玉反复叮嘱，你们今日和明日都不要去找小师弟，有小师弟在，2日应该足够师尊平心静气了。听说慈渊心情不好，颜齐和怀玉哪敢上赶着去挨揍，一个个都开始考虑先回自己的地盘躲躲了。结果还没出归元宗，就收到了传音，是慈渊让他们过去。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怀玉边往回走边言语忐忑，不会是小师弟惹怒了师尊，师尊要揍我们杀鸡儆猴吧？自信点，师尊完全能干出这种事。颜齐一脸的无所谓，反正师尊不会揍小师弟就是了，我们挨揍就挨揍吧，替小师弟挨揍是我的荣幸啊。怀玉，我劝你舔的别太离谱。他那表情太过无语。颜齐吊儿郎当的用肩膀撞了他一下，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别说是替小师弟挨揍，就是替小师弟挡刀我都义不容辞，荣幸之至。怀玉打他都懒得打了，翻了个白眼，快走几步把他甩在身后。你没有一顿揍是白挨的，早晚得被师尊打死。颜齐小跑着追上他，你是不是嫉妒小师弟与我关系更好？不用你回答，我知道，肯定是。你给老娘滚！两人吵吵闹闹了一路，见到慈渊才正经了一点。怀玉上前行礼，颜齐手都没抬一下，眼神直接粘在了旁边的宁清堂身上，嘴里问慈渊，师尊，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啊？宁清堂也好奇，
跟着他们俩一起去看慈渊。可被围观的男人就面无表情地站在那，一点也看不出要开口说什么事的迹象。直到怀玉也忍不住问了一句：“师尊，你……”慈渊伸手欲盖弥彰地拢了拢衣领，青糖咬的。他这么一动，怀玉和颜齐才注意到他脖子上的红痕。颜齐目光呆滞，不可置信；怀玉则是无语到了极点。我问了吗？我压根就没看见。师尊，你说实话，你叫我们来是不是就为了炫耀？他看透了本质，颜齐却是备受打击，生无可恋的听慈渊交代他们几件不痛不痒的事，憋到最后到底是没憋住。师尊，你跟小师弟怎么了？噗！旁边忙着啃糕点的大魔头直接一口糕点喷了出去，抓起茶杯就去砸他。你能不能正经点？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我可是男的。他这么一砸，颜齐瞬间眉开眼笑，哈哈哈哈，没有就好，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啊！他笑都没笑完，直接被一道灵力打得倒飞出去，一路飞出落剑锋，砸在山脚下。怀玉在旁边看得直叹气。我说什么来着？是揍得好。慈渊微微颔首，怀玉更无语了。小师弟你清醒一点啊，再不聪明点就要被叼进狼窝吃干抹净了。然而不管他内心如何哀嚎，石头就是石头，开窍难如登天，只能眼睁睁看大魔头往人家不好的圈套里跳，还拿着盒糕点倚在美人榻上让人喂。服了，这是真的没救了。怀玉彻底放弃了，实在看不下去这场面，赶紧找借口下山，准备去山脚下把颜齐从地上抠出来。他一走，大魔头更放肆了，吃着慈渊投喂的糕点，大爷似的一伸手，我要喝茶。说完就在那等着慈渊给他倒茶送到手里。不是要形影不离吗？形影不离就得伺候老子，老子折腾不死你。他眼里的折腾在慈渊这里可全都是福利。满眼宠溺的男人不仅给他倒了茶，还没放到他手中，直接小心的亲手喂他喝。大魔头边喝茶边心惊，这老王八蛋可真行啊，不愧是能做正道魁首的人，还真是能屈能伸，被这么欺负都能忍，是个狠人。这个方法不行，大魔头又开始想别的折腾人的主意。吃饱喝足，想着想着就困了，最后果断决定先睡一觉再继续想。等他睡醒，他睡之前就在旁边打坐的男人还待在那里，看情况应该是一直没动，就在这里守着。真说到做到形影不离，宁清堂真服了他了，不耐烦地踢了他一脚。你每天没有正事做吗？不闭关不修炼吗？慈渊睁开眼睛，守着你便是正事。他说的是心里话，听在大魔头耳朵里却是快把人给气死了，只当他是为了看着自己，就跟看囚犯似的，心情更不美好了。我要下山，我要出去玩。方才还岁月静好的男人眸光一凛，语气也冷了下去。死心吧，那姑娘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让你见。哪有姑娘？大魔头实在是受不了了，从美人榻上爬起来，站在上面叉着腰跟他吼，到底是哪来的姑娘？老子哪来的心上人？你听谁说的？你看见了吗？怀玉通风报信有功，慈渊还指望他再接再厉做好卧底，哪能出卖他？只冷着脸沉默不语，明明一句解释都没有，但那表情那气质那气场就是莫名的有一种我掌握了所有证据的感觉。要不是自己是当事人，宁清堂都要怀疑真有这么一个姑娘了。你少在那给老子故弄玄虚，老子没有心上人，没有什么姑娘，老子身正不怕影子斜。他说完还挺直了后背，气呼呼的跺了跺脚，意在展示自己有多身正。然而他忘了自己站在美人榻上，动作一大，直接踩空了，赶紧侧身抓住边缘稳住。这就是你说的？慈渊上下打量他一遍，身正不怕影子斜。大魔头一只手扶着美人榻，半个身子都倚在上面，两只脚侧歪着。听到他这么问，又注意到他的目光，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现在的姿势，然后悲催的发现，这姿势身子简直斜得不能再斜了。一时间四目相对，沉默蔓延，大魔头无语住了。要不要这样巧啊？被冤枉就算了，解释还出了差错。大魔头气呼呼的喘了回粗气，怒气上头，为了证明清白，什么话都往出说。我说没有姑娘就是没有姑娘，老子没有心上人，老子不喜欢姑娘，老子喜欢男的。来啊，你在质问啊，你在管着我啊？正道魁首没见过男人搞基吧，吓死你。他以为慈渊会花容失色，结果人家只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走了2步，突然冷声道：此处怎会有美人跳舞？美人跳舞？大魔头直接冲过去，哪呢哪呢？边问边上下左右花式变换视角寻找，恨不得借一双眼睛帮忙找，语气急切又兴奋。哪有美人跳舞？有多美？跳得好看吗？问出去的话没得到回应，大魔头赶紧转身去拉他，到底在哪？快快快，你只给我看一下。慈渊冷着脸，语气微沉，几乎一字一顿。喜欢男人？大魔头仿佛被人泼了盆冷水，看美人的兴奋劲彻底凉透了。先是心虚和尴尬了一瞬，紧接着就是气愤不已。你不是正道魁首吗？怎么还在骗人的？要拆穿就拆穿，非得用这种方式吗？
老子不要面子的嘛。对，我就是喜欢男人。大魔头坚决不肯在死对头面前丢了这个面子。平时就算了，这次绝对不行。什么心上人，什么姑娘，这个话题可把他给坑惨了。最基本的自由都没了，他今日必须还自己清白，证明没有什么姑娘。我们魔界向来民风彪悍，你自己孤陋寡闻，古板认死理，凭什么不相信本尊喜欢男人？他不光谎话张口就来，还说出这么离谱的谎话蒙自己，甚至被拆穿了还死不悔改。慈渊都快被他给气笑了，刚想问他曾经口口声声说道侣一定要是姑娘的是谁，话要出口时又停住了。喜欢男人，我孤陋寡闻。在此世上比他聪明了不知多少倍的男人沉默许久，最后眼神幽深的开口道，既是喜欢男人，那便证明给我看。行啊，大魔头一叉腰，理不直气也壮。怎么证明啊？喜欢男子自然是要与男子亲近。慈渊暗示了一句，上前一步，满脸淡然，等着他动作。为了重获自由，摆脱什么心心念念的姑娘，老子豁出去了。大魔头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慈渊应了一声，眼底期待更甚，继续站在原地等。然后某人压根没打算亲近他，转头就跑去抓仙鹤了，抓来一只直接扔进他怀里。给我烤一下，烤那一点。慈渊剑尊眉头一拧，盯着他的脑袋，眼神不解。他的脑袋里面到底装的都是何物？此处只有我一个男子，为何不来找我亲近？拿我证明。大魔头不仅完全没有考虑他，甚至片刻后还拍了拍大腿，恍然大悟似的指向他怀里的仙鹤。只见方才还云淡风轻的男人突然脸色一黑，下一秒手上的仙鹤就一命呜呼，连毛都没了。这场面和男人身上的气息都太过危险。大魔头倒吸一口凉气，两只手交叉着搓搓胳膊，打了个冷战，转头看风景，装作无事发生。这大冰块又变态了，还真是喜怒无常。惹不起，我还是先装哑巴躲一躲吧。也不知那仙鹤是怎么惹着他了，可别殃及我这个池鱼啊。一直到仙鹤烤熟，慈渊都没再说一句话，寒冰似的眼神始终盯着那仙鹤。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何他宁肯亲一只仙鹤，也不肯亲自己。仙鹤能抱他上山，能帮他养伤，能给他宝物，还是能给他灵食灵果？仙鹤能帮他烤仙鹤吗？越想越扎心，好好一个仙风道骨的剑尊，都快被气得背过气去了。然而罪魁祸首还毫无察觉，闻到香味立刻凑过来，是熟了吗？好香啊！慈渊眼神复杂的看了他一眼，默念几句清心咒，平心静气，把烤好的仙鹤递过去，小心烫手。知道了。大魔头摆摆手，接过仙鹤，先打量了一番，晃了晃仙鹤的头，问他，你说我现在亲他一口，是不是也算正我的烤肉？话还没说完，手里的仙鹤就当着他的面化为了灰烬。大魔头人都傻了，还保持着拿仙鹤的姿势，一脸的不可置信。烤肉没了，就这么没了，一口都没给我上。大魔头心如刀割，颤抖着嘴唇去看让他没了烤肉的男人。你凭什么杀我的烤肉？慈渊不语，只眼神危险的盯着他，努力压制心中各种会吓跑他的想法。烤肉都没了，还是拿在手里快吃进嘴里的时候才没的。大魔头合理怀疑他是故意的，怒气上头，踮起脚对着他的脖子就是狠狠一口。他娘的！此时肉眼可见的温和起来，老老实实的烤肉。宁清堂边看边翻白眼，还敢克扣老子烤肉？你还得用老子救你心上人呢，你心里没点数吗？不知道对老子客气点，非得做泥痛你才老实，就是欠收拾。这次仙鹤烤好了，慈渊都没直接给他，而是分解成一块一块，恰好一口可以吃下的烤肉，极有耐心的慢慢喂他。等他吃完了，还特意问了一句，够了吗？要不要再烤一只？不用了，我想出去玩。吃饱喝足的大魔头又待不住了，不出宗门，我就在宗门内待着，总可以吧？慈渊也是想出去走一走的，闻言立刻应下，恰好我要去找宗主，你与我一同前去吧。行，只要能不整日憋在这落剑峰，随便去哪里，大魔头都相当积极，立刻起身往山下走，走了2步又折返回来，张开双臂一脸坦然，你抱我下山。慈渊习惯性的想答应，手要抬起来时才想起有什么不对，平日这种时候自己的待遇可不是这样的。手有些疼，慈渊剑尊举起手露出手上的牙印，面无表情的说出这句话，看起来是一点也不想抱人，不想充当人形教念。宁清堂一愣，这可不行啊，他不抱我，难不成让我自己走下去？自己走多累啊？大魔头能屈能伸，当即拿出了平日里惯用的伎俩，伸出2根手指夹住他的袖子，边轻轻晃悠边嗓音娇软道，师尊啊，你抱我下去吧，我走不动。好，套路得逞的男人1秒都没犹豫，直接俯身抱起他，稳稳当当的往山下走。大魔头搂着他的脖子靠在他怀里，又无语又嫌弃，真能摆谱，非得撒个娇球一球才肯抱。还好老子不要脸，换个人还不得跟他打起来，就这样还能有心上人呢？他心上人肯定也得嫌弃他，就是救活了也不能接受他，
最好是那姑娘使劲做他折腾他，日日气得他要死，一路都在疯狂诅咒他被心上人嫌弃。一出落剑锋，大魔头立刻从他怀里跳下去，自己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根本不管还有人是跟他一起下山的，把翻脸不认人和过河拆桥这2个词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这变脸速度，慈渊早就习惯了，默默跟着他走，直到他走向出宗门的那条路才开口：清堂，走错了。没错，肯定是你看错了。大魔头快速回答一句，撒腿就往前跑，结果没跑上2步，人就被隔空拎住衣服后领抓了回去。放开我！慈渊，老子说了多少遍不许这么拎！他边挣扎边骂。去主峰的路上弟子繁多，却人人都对这一幕司空见惯，甚至还有人偷偷聚在一起谈论，小师叔祖师又偷跑出宗门被抓回来了吧？也不一定，可能是又骗了哪个倒霉蛋，回回被抓，回回都又踢又骂，下回还往出跑。剑尊可真不容易啊，这哪是徒弟，简直就是个祖宗。众人谈论归谈论，却没有一个人敢直视慈渊剑尊。结果就是慈渊走了一路，弟子们也一路见礼，却愣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他脖子上和手上的牙印。宁清堂明显感觉到男人身上的气压越来越低，慢慢的也不敢挣扎了，就黏黏的让他拎着，一路拎进主峰，直到见到陆风玄才被放下。听说慈渊剑尊来访，陆风玄赶紧迎了出来，一路迎到山门口，还未站稳就客套的笑出声：剑尊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让弟子们知会一声，我去落剑峰找剑尊就是了。无事，只是许久不曾与人对弈了。慈渊抓着宁清堂的胳膊往里走，宗主可有空？话是有商有量的问句，却一眼也没看人。陆风玄嘴角抽了抽，我敢说我没空吗？明明有一堆事务要忙，他却一个字也不敢提，拿出了极品灵石制成的棋盘棋子，恭恭敬敬地陪慈渊剑尊对弈。以他对慈渊剑尊的了解，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与人浪费时间。琢磨着应该是有什么事不方便直说，估计还是要事。陆风玄严阵以待，精神高度集中，结果一局棋都快下完了，愣是没发现一丝蛛丝马迹。除了慈渊剑尊往日都是右手执棋，今日却换了左手，感觉这一定是关键线索。陆风玄不动声色地多看了几眼，然后猛地发现了一处痕迹，耀武扬威似的印在慈渊剑尊虎口处。剑尊，你手上那是？陆风玄屏住了呼吸，等着慈渊剑尊指点一二。牙印。慈渊语气淡然，清堂咬的。原来是清堂师弟咬的，看来这不是重点。那还有什么？方才一直关注棋局寻找线索。陆风玄此时才抬起头，猝不及防看到慈渊剑尊喉结上也有个牙印，表情猛地僵住。这剑尊你脖子上也是清堂咬的？陆风玄手里的棋子都吓掉了。剑尊虽修无情道，但也不至于不通晓风月，就是在疼爱清堂师弟，也不该如此毫无底线。陆风玄开始发愁了，我要不要提醒一下，这么越界以后要是出事了可怎么办啊？清堂师弟性子顽劣，万一带坏了剑尊，扰乱了剑尊的无情道。他在殿内发愁，文彻却是在山门外发愁，徘徊了一刻钟，也硬是不敢进门。听闻小师叔在里面，要是被小师叔撞见，又找我背锅就糟了。可是我找师尊也有要紧事啊，但是剑尊也在，应该能让小师叔收敛些吧？也不一定，剑尊似乎也拿小师叔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几位师叔就是被剑尊带着一起毫无底线的宠小师叔的。他正踱步纠结着呢，右侧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一回头正对上一张过分美艳的脸，当即张大嘴巴愣在了原地。小师叔！文彻惊慌的喊了一声，转头就要跑，却还没来得及迈步就被拉住了胳膊。跑什么？我吃人吗？宁清堂拉着他翻了个白眼。文彻吓得话都说不利索，却还坚持把话给说完了。不吃人也和吃人差不多了。小师叔你放过我吧，我今日真的不能替你背锅，我还有好多事要忙。谁说要让你背锅了？我又没惹祸。宁清堂上下打量他一圈，重点在他脸上多看了2眼，是个男子，容貌也勉强能接受。就你了，你替我证明一下。看他眼睛滴溜溜的转，就觉得事情不简单。文彻声音都有些抖，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你不用管，你配合我就行了。大魔头把他往面前用力拉了拉，你跟我来。去我师尊那让我亲一口。让你什么？文彻被惊得都破音了，满脸的不可置信，严重怀疑自己听错了。让我亲一口，帮我证明一下就行了。大魔头语气无所谓的解释了一句，本来想先给他演示一下，却盯着他的脸迟迟下不去口，最后只能放弃了，继续把他往里面拉。算了，进去凑合亲一下就行了。咬咬牙一闭眼就忍过去了，毕竟暂时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陆风玄一把年纪胡子都那么长了，更下不去口了。不行！文彻反应过来自己没听错，他确实是要亲一口，一把抱住门框，声音都带了哭腔。小师叔你饶了我吧，我不是那几位师叔，我不抗揍啊，剑尊一掌会把我打得魂飞魄散的。谁让你挨揍了？你让我亲一口就行。大魔头越发用力的拉他，
文彻都快把门框抓变形了，愣是没稳住身体，生生被他拉了进去，感觉自己离死不远了。这时候文彻脑子难得的好用，反其道而行，自己大步跑进了正殿，进殿就对着陆风玄一跪，大声哀嚎：师尊救我，小师叔要亲我一口，救命啊师尊！陆风玄还没说什么，殿内便响起一道冷冰冰带着杀气的声音：你说你小师叔要对你做何事？剑尊手下留情啊。陆风玄就这么一个养在身边继承衣钵的弟子，平日里对文彻就跟对亲儿子一样。发现慈渊起身，赶紧把文彻拉到了身后。文彻哪敢招惹清堂师弟，就是借他100个胆子，他也连想都不能敢想啊。慈渊沉默不语，脸色越来越难看。陆风玄都开始考虑要不要找紫虚真人求救了，却猝不及防看到一道红影张牙舞爪的飞入殿中，正好落入慈渊手中，被抓住后拼命挣扎。放开！慈渊你个老王八蛋，你又抓我做什么？慈渊都不用他解释，用头发思想都能想到他为什么要亲文彻，无非就是要证明他自己喜欢男人，自己费心铺好的路没收到想要的效果，反而险些为他人做嫁衣。慈渊都不知道是该后悔给他机会跑出去闹腾，还是该无语他这石头一样不开窍的脑子，后者算是无药可救了。至于前者，慈渊冷着脸从储物戒中拿出一截红绳，指尖轻点，那红绳便捆住了宁清堂瓷白的手腕，另一边如法炮制缠在了自己手腕上，一共也就不过半米长的绳子，这么一拴，日后宁清堂就是想离开他一步远都难。你大魔头傻眼了，瞪圆了眼睛盯着那绳子。这别说是他，旁边围观的陆风玄和文彻都懵了。要是没看错的话，那绳子是天蚕丝淬炼的吧？一般天蚕丝除了做衣服，淬炼成绳索不都是用来拴品阶奇高却不服管教不肯认主的灵宠的吗？大魔头虽然没有灵宠，但是不耽误他看别人养灵宠啊。魔界抢灵宠都是常有的事，这种绳子他可看过太多了，正愣过后人都要气炸了，一脚踢上慈渊纤尘不染的衣袍。你给我解开，这是拴灵宠用的，老子又不是灵宠，你他娘！刚骂出几个字就光张嘴出不了声了。意识到自己被用了禁言术，大魔头愣了一下，然后直接往他身上扑，又踢又打，也不管是会打到哪儿，连脸都不打算放过。最后还是慈渊把他2只手都钳制住了，才勉强躲过，没有被他挠花了脸。拴灵宠用的只是天蚕丝，我这绳子是加了灵石淬炼成，寻常刀剑都砍不断，又是你喜欢的红色，怎能一概而论？慈渊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大魔头更气了。什么叫更结实些？你怎么不说更能拴住老子啊？他不能说话，但那眼神都快冒火了，刀子似的往人身上戳，怒气和杀气都混成一团了。慈渊就这么看着，见他还想挣扎，淡定的拿出一条赤色锁链，足有2根手指那么粗，你若实在不喜欢，换成他来代替也未尝不可。大魔头挣扎的动作一顿，他娘的他竟然还有锁链，这老王八蛋从前到底是养过什么灵宠，这种东西竟然背得这么齐全，受制于人还这么窝囊的被拴着。大魔头恶狠狠地朝他瞪眼睛，结果刚瞪2下就看到慈渊真把锁链摊开了，准备替换绳子。不用换，那个还不如绳子呢。大魔头疯狂摇头，边摇头边往后退，把绳子抻到最长后发现退无可退了，咬咬牙扯出一抹笑，眼泪汪汪的，还带着点讨好，看着又乖又可怜。虽然知道是假的，但美人红唇轻咬，欲哭欲泣的画面着实太诱人。慈渊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手上就给他解了禁言术，一发现能说话了，大魔头立刻卯足了劲撒娇求放过，凑过去拉住他的胳膊使劲晃。师尊我错了，你给我解开吧，我以后一定不惹祸也不乱跑了。师尊。慈渊不为所动，面无表情的与他清算，算上今日你拜师一共127日，认错369次，保证不惹祸132次，说再也不乱跑98次。说完这些才转头去看他，语气悠悠，你的话还有一句可信吗？大魔头尴尬住了，甚至有点怀疑人生。不是，你一个正道魁首，是有多无聊才会连这种事都要记得这么清楚？你是每日没有正事可干嘛？2人都不出声了，宁清堂蔫蔫的坐在慈渊旁边，摆弄着手腕上的红绳，生无可恋，快要被他极有针对性的威压给压趴下了。得扶着陆风玄才勉强站得住。师尊救我啊！文彻实在扛不住，又不敢乱说话，只能传音求助陆风玄。陆风玄拿着棋子，愁的眉头都拧紧了，给他传音时还直叹气，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因为谁得罪了剑尊，那就找谁求情去。你这孩子怎么被坑这么多回了，还分不清形势啊？文彻这才反应过来，谁能劝得动慈渊剑尊，赶紧给宁清堂传音，小师叔，你替我求求情吧，看在我替你背了不少锅的份上，你不能不管我啊。大魔头疑惑抬头，你怎么了？抖什么啊？还出那么多汗，你热啊？文彻，
我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说，特意给你传音了，你一定要直接说出来吗？小师叔，你是不是怕我死得不够惨？看他表情也不太对，还怂兮兮的，连朝慈渊的方向看都不敢。宁清堂这才反应过来不对劲，抬手扯了扯那绳子，扯得慈渊的手都跟着晃了，都已经罚我了，你还吓他干什么？他就是个傻子而已，你少折腾他。文彻，一定要当着我的面说吗？陆风玄，你是真会求情，一点不考虑别人死活啊！我这个师尊还听着呢。他们俩又尴尬又无语。慈渊听说文彻在宁清堂眼里就是个傻子，当时就把威压收敛了，脸色也缓和了不少。文彻终于能站直了，刚站好就迎面飞来一瓶丹药，他下意识抬手接了一下，只听对面的宁清堂认真道：“这是悟道丹，你多吃点。悟道丹有助增强悟性和天资，相当珍贵。虽然平时被坑了他也会给些东西做补偿，但今日刚被说完是傻子，又被嘱咐多吃点悟道丹。”文彻拿着那丹药，心都快被扎透了。我真的不是傻子，不都是小师叔你给忽悠的吗？宁清堂哪管他怎么想，给了他丹药，又朝慈渊伸手，我的给他了，我没有了。那高品阶的悟道丹慈渊一如也就能练出几颗，之前练的全被他拿走了，手里哪还有现成的？闻言抬手放到他掌心，把他的手按了下去，回去再给你练。道理宁清堂都懂，但是这人按着他的手就不拿开了算怎么回事？还给握住了，老子都被你拴住了，还能上手抢吗？至于让你防我跟防贼似的吗？大魔头更生气了，见他一本正经的在那下棋，目不斜视，直接上手抓了颗棋子吃，反正都是零食做的，就当零嘴了。他都吃了一堆了，吃到慈渊没有黑子可用了。陆风玄看着他去棋盘上拿棋子，才反应过来他在吃什么，一口气差点上不来。清堂师弟，不可再吃了，那可是极品零食做的棋子啊，我也就只有这一副，眨眼你就给我吃了快一半了。陆风玄肉疼的都快哭了，却一点没劝动宁清堂。大魔头依旧一颗一颗往嘴里塞棋子，嘎嘣嘎嘣的咀嚼。起初陆风把棋子洗干净了才入的口。剑尊，陆风玄声音都开始抖了，你不管就算了，你怎么还帮他？对，你都找他。大魔头边吃边指向身边的男人，他都能赔给你，这要是不赔，那他也太不要脸了。陆风玄，你在那吃你就要脸了，你都快要我的命了。被当成了冤大头，慈渊淡定颔首，明日宣臣给你送一副新的来。棋子都被吃了，这棋还怎么下？陆风玄又不好赶他们走，只能用眼神示意文彻跟自己说正事，希望他们识趣些赶紧走，可别再在这祸害人了。这种时候文彻可一点也不傻，当即行了一礼。师尊，徒儿来是想禀报，近日琼阴宗附近发现的魔气越发浓郁，至今还未找到有魔族作乱，那魔气范围还在扩大，隐隐有侵蚀周围花草的迹象，有侵蚀能力的魔气。宁清堂猛地抬头和慈渊对视了一眼，陆风玄表情也瞬间严肃起来，难不成是那魔头宁杀？琼阴宗宗主也是如此猜测，已经广发请帖，请各宗派人前去商议。文彻顿了顿，试探着询问，师尊要去吗？若真是宁差，只怕会是一场恶战。陆风玄还没做决定，宁清堂就自告奋勇，我去，既是他的魔气，那一定就是本命剑碎片在附近。你要去？陆风玄眉头紧皱，清堂师弟，此事非同小可，并非什么好玩的事，你若前去，恐怕无法护你周全，太过危。本座带清堂前去吧。一直未曾开口的慈渊突然接茬道。陆风玄一愣，剑尊，你的意思是想要前去参与此事？除非是有危及整个修真界安危的大事，否则慈渊剑尊从不露面，这是慈渊自己定下的规矩，人尽皆知。慈渊仿佛不知道那规矩一般，语气相当自然。清堂不喜拘束，一直想出去，本座便趁此带他去散散心。陆风玄僵硬的点点头，剑尊你这是真宠的毫无底线啊，就为了带人出去玩便破了自己定的规矩，你也不怕失了威信？剑尊遍地情敌，慈渊剑尊要带小徒弟出山的消息传得比想象中还要快，两人还没来得及动身，琼阴宗来接他们的人就到了，还是宗主带人亲自相接。琼阴宗皆是女修，法器也以乐器为主，人人精通音律，且宗门上下都将驻颜当作一大要事，个个貌美如花，端庄大气者有之，柔美娇弱者也不在少数。总之环肥燕瘦，各有各的美法。宗主许英更是其中翘楚，也算是6界有名的美人。听说许英也来了，宁清堂的积极性直接翻倍，要不是有绳子在，他都能自己先跑出宗门。快，人家都来接了，别让人家久等啊！任由他怎么用力拉，慈渊就是不跟着他走，始终不紧不慢地走在他身后，偶尔看他要跑起来就扯一下绳子，直接把人拉回自己身边。1次2次还好，次数多了，大魔头哪受得了这窝囊气，根本不管周围还有弟子们朝慈渊行礼，举起拳头就往他身上捶。堂堂慈渊剑尊，正道魁首，就这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吗？人家来接你，你拖拖拉拉的不肯快走是什么意思？
慈渊看着他气愤的模样，嗓音阴沉：“你是气我不懂礼数，还是气我耽误了你看美人？”“当然是耽误。”大魔头一顿，险些把实话说出来。片刻后，继续义愤填膺的说道：“当然是气你不懂礼数。怠慢了，人家丢的只是你自己的脸吗？我们这些徒弟，还有整个归元宗，全都要因为你丢人。你懂不懂什么叫顾全大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平日把正邪不两立挂在嘴边，没事就骂正道宗门和修士。这回为了看美人，他也不骂了，还反过来替归元宗考虑，说起荣辱与共来了。”慈渊面色更冷了，又用力扯了一下绳子，这回直接让他一步都不能领先自己，就只能跟自己并肩慢慢走了。大魔头，这老王八蛋是真不是人啊！自己不看美人，还不让别人看，嫉妒心真他娘的强，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等两人好不容易要走到出宗门的结界处，离得老远就听到一阵悦耳的琴声，紧接着管弦丝竹声此起彼伏，带他们走近。无数花瓣飘飘扬扬，还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先是4个白衣女子身影缓缓显现在空中，随后一道紫色的身影从天而降，容貌未曾看清，便听到了女子清脆动听的声音：“许英见过慈渊剑尊。”许英一袭紫衣，娉娉婷婷的招慈渊行礼，一颦一笑都带着女子特有的柔美，明眸皓齿，雪肤红唇，当真是不可多得的美人。只是落落大方中带了些刻意，不是特意凸显气质，而是有些刻意吸引某人目光的意味。从这出场方式就可见一斑，说是早就等候在此，却直到慈渊和宁清堂出现才现身，又弄这么大阵仗，排场如同仙女下凡一般。明眼人谁能看不出他的用意？反正宁清堂是看出来了，没办法，他想装看不见都不行。许英的目光就跟粘在了慈渊身上一样，眼波流转间全是女儿家暗传的情意。慈渊仿佛没看到一样，不仅自己往后退一步，还把宁清堂推到了自己身前。这是本座的小徒弟清堂，拜师大典时远远见过的。许英垂眸一笑，很快就从储物戒中拿出一只玉箫，凌空送到宁清堂面前。听闻今日清堂也要一同前去，我特意备了见面礼，还望清堂不要嫌弃。琼英宗出来的乐器，那绝对都是法器。大魔头见了宝物就双眼放光，一边道谢一边伸手去拿，却还没碰到就被一只大手把他的手给拍开了。见面礼就不必了，你与本座无亲无故，不必为本座徒儿破费。慈渊冷漠拒绝，把那玉箫还了回去。宁清堂就站在旁边看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气愤的给他传音：“那是给我的，你凭什么替我决定不要？无功不受禄。”“放屁，我怎么没功了？”大魔头牙都要咬碎了。我要是不提议去他们宗门，他能见到你吗？能有机会朝你暗送秋波吗？老子功劳大了。原来他知道许英对我有意。慈渊眸色暗了暗，对他这看到宝物就不管自己被人觊觎的反应十分不满意，沉声警告：“他的东西不许收，若是敢许关于我的什么事给他，我保证日后你再也没机会去找叶儿残魂。”宁清堂，他怎么知道我准备靠他去许英那片宝物？慈渊多了解他，见他一脸震惊，又用力拉了拉两人之间的绳子，可听清了。啊！大魔头干巴巴的回了一句，不甘心却又不敢不听他的，整个人都透着生无可恋。被拒绝了礼物，许英也不尴尬，毕竟慈渊剑尊冷漠是出了名的。等两人上了他让人准备的马车，他也跟了进去。留那4位白衣女子御剑催动灵力，弓马车凌空而驰，前往琼英宗。此茶日日以琴音和灵力滋养而成，剑尊尝尝可还入得了口。许英亲手给慈渊倒了杯茶，放到他面前才去管宁清堂。清堂也尝尝，还没入口，光是闻着那茶香和听他说这茶如何制成，就知道绝对是好东西。宁清堂端起茶杯就喝，一饮而尽后还有些意犹未尽。真香啊，灵气也足够充裕，堪比100年份的灵果了。清堂可还喝得惯？许英含笑询问。有便宜可占，大魔头哪还管事借了谁的光，当即笑着点点头，喝得惯，特别好喝。他都说了好喝，许英立刻接下话茬去劝慈渊：“剑尊不尝尝吗？”清堂都说好喝，便把师尊这杯也喝了吧。慈渊打断他的话，直接把茶杯放到宁清堂掌心。好好好，大魔头仰头又是一杯，动作豪放。许英脸上的笑容微微僵了僵：“剑尊，本座不喜喝茶。”宁清堂刚放下茶杯，就听到这句话，想都没想就接了句：“你不喜喝茶？平日在落剑峰不是都跟着我一起？”话都快说完了，他才发现有点不合时宜，尴尬的闭了嘴，生怕再伤了美人的心。本来气氛就够冷了，偏偏慈渊还回应了：“那是陪你喝。”这下许英脸上的笑容彻底维持不住了，过了许久才不太自然的恭维了一句：“剑尊与清堂师徒情谊如此深厚，当真让人羡慕。”这幅场景就是宁清堂都知道不该再说什么了，慈渊却好像毫无察觉似的，一本正经开口道：“清堂很喜欢这茶，本座可否用丹药或灵果交换些许？”3句话不离这小徒弟，对之疼宠的比外界传言更甚。许英都有些怀疑人生了，却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拿出一罐茶递过去：“剑尊拿去便是。”
何须谈什么交换，就当作是许英的一点心意了。慈渊不语，只拿出2瓶丹药放到他面前，然后就不理他了，将那灌茶收入储物戒，才转头去看宁清堂。若是喜欢，回去后师尊在后山也给你种些灵茶。若是平时，宁清堂肯定要激动的说好，还得说些好听的哄他。今日却只是低调的点点头，毕竟旁边的许英已经尴尬到脸色都有些变了。见殷勤不理会就算了，还冷漠到让人下不来台。这大冰块也太不解风情了吧，你都让人家尴尬的要死了，你自己看看。他实在看不下去，又传音给慈渊。慈渊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淡，与我何干？什么叫与你何干？人家给你倒茶你不喝，暗送秋波你不看，献殷勤你也不接，你要不要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慈渊动了动2人之间的红绳，避嫌。什么？宁清堂还没反应过来，那之前被他引了身形的红绳便露了出来，恰好被许英看到。许英怔愣一瞬，头一回见到用绳子绑住彼此的师徒，满眼的不解和不可置信。剑尊，你们这是？清堂习惯与本座形影不离，第一次带他出门，以防他乱跑惹祸，便只能出此下策。许英表情僵硬的点点头，越看这一对师徒越觉得哪里透着古怪，却又说不上来。这时候宁清堂还哪有心思看他的表情，满脑子都是慈渊的那句清堂习惯与我形影不离。谁习惯与你形影不离？你他娘的还要不要脸？分明是你强行拴着老子。慈渊目不斜视，全当听不见他传音骂自己，随便他骂，反正他不敢明着骂，毕竟他的身份不能暴露，他还得指望自己帮他寻找一儿残魂。明明他一个字都没说，却不知为何宁清堂就是从他面无表情的脸上看到一种特别欠揍的气质，就是那种生气吗？生气你又能拿我怎么样的感觉？一这么想，大魔头更气了，眼珠一转，立刻把目光转向许英。许英宗主，你那茶还有吗？1罐可能不够，能再来几罐吗？他连交换都不提，张嘴就管人家要，拼命给慈渊丢脸。老子不顺心，你也别想好过。他以为这是很恶劣的报复，却不知自从上次被他造谣不举被6界广为流传后，慈渊现在对他怎么败坏自己名声都能坦然接受了，在旁边不阻拦也不打圆场，只拿出10几瓶丹药，一字排开摆到许英面前。许英看看他，再看看宁清堂，心中那种古怪的感觉更甚，正想说些什么，马车便落了地。到了。大魔头对琼英宗的美人十分向往，都等不到下车了，直接掀开帘子往外看。马车前方密密麻麻的全是人，看衣着是各个宗门都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排场不对，每个宗门的队伍里都放着一大堆系着红布的箱子，他们这是做什么？大魔头疑惑出声。慈渊闻言立刻凑过去，还没看清外面景象，便听到一个恭敬的男声：拜见剑尊，望星宗少主柳星言欲与剑尊小徒弟清堂结为道侣，还望剑尊成全。他话音还没落，周围求亲声接二连三的响起。听风宗少主风阳玉与清堂结为道侣，还望剑尊成全。观海宗宗主玉与清堂结为道侣。程序宗乌泱泱的一堆人，除了欲求娶之人行着大礼，他们身后的人全都退开，露出后面一箱箱准备好的聘礼。这场面把宁清堂都给看懵了，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马车从中间炸开，4分5裂，碎片飞在空中，还没落地就化作了灰烬，在某人疯狂外放的威压中随风而散。宁清堂不是没见过慈渊发火，平日在落剑锋，他一日能把慈渊惹火8回，但那都是小打小闹，最多就气息危险一点，脸更冷一点，可从来没像此刻这般威压和杀气齐飞，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对面那些人全杀了。一个正道魁首竟然有这么危险的一面，杀气如此浓郁，大魔头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到底我们俩谁是魔头？他一身反骨，这时候都有点怕慈渊了，更何况这些正派宗门弟子，一个个不止被威压压得直不起腰，甚至腿都有些软，即使都要向清堂求亲。慈渊缓步走向众人，身上白衣无风自动，光是一个眼神就看得人心脏一缩，求本座成全。尔等拿什么求？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做这出头鸟。这轻视慈渊剑尊是不同意的，是个人就看得出来，这时候接了话，惹了剑尊不快，难保不会跟那马车一个下场。他们不出声，不代表慈渊会让此事囫囵过去。冷眼扫过方才说要求亲的每一个人，一个个如此胸有成竹，大张旗鼓的求亲。本座倒是要问问，你们当中是有人修为通天，能护先天灵体不被觊觎，还是珍宝无数，能拿得出让本座认可的聘礼？看似质问，但却清清楚楚地说出了要求娶宁清堂的条件，一个是修为通天，一个是珍宝无数。放眼整个修真界，别说是年轻一辈，就是把年纪大些的都算上，也难有人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在慈渊剑尊面前说自己修为通天，珍宝无数，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要真说有谁符合这条件，那就只有慈渊剑尊自己了。众人心知此事算是彻底没得商量了，一个个灰溜溜的告罪，
说是自己未曾思虑周全，冒犯了宁清堂。却有一人看着这场面，心中泛起了惊涛骇浪。两个只有自己符合的条件，对着小徒弟千疼万宠，许英瞳孔震了震，总算明白了他方才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感来自何处。师尊觊觎徒儿，还是最德高望重的无情道剑尊？这若是真的，怕是整个修真界都要为之动荡。明显宁清堂此时还对此事毫无察觉。许英心知他被慈渊盯上，只怕是插翅难逃，一时间对他那最适合做炉鼎的先天灵体身份，还有那比6界第一美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美貌，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连出门都要用绳索拴着。倘若此时这先天灵体借机脱身，自己还能搭救一二，若一直留在剑尊身边，那日后怕是要彻底成为剑尊的所有物了。既是向清堂求亲，剑尊何不问问清堂的意思？许英斟酌再三，才试探着开口道：剑尊作为师尊，再爱护徒儿也要考虑徒儿的意愿，不如听听清堂怎么说吧。再爱护徒儿也要考虑徒儿的意愿。旁人听不懂他的意思，慈渊可是听得明明白白，既有表面的意思，也是委婉的劝他不要强迫宁清堂。慈渊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眼神中的警告毫无保留。待许英默默移开和他对视的目光，他才看向宁清堂，是师尊考虑不周了。清堂觉得如何？可要在其中选一位做道侣。宁清堂一直没出声，此时被问到也没有立刻回答，他是真的在考虑此事的可行性。慈渊要取他性命去救心上人，平日他根本无法逃脱，若是选一个势力足够大的正道宗门，让他们去跟慈渊斗，那他保全自身的几率可比留在慈渊身边多得多。鹬蚌相争，他这个渔翁能得多少利，全看他自己的能耐。宁清堂想跑，一直都想这件事慈渊清清楚楚，看到他没有马上拒绝，而是认真思考，慈渊也不觉得奇怪，只是眼神平静地盯着他，暗地里给他传音：清堂，想好了再说。没有任何威胁，只有这一句看似关心的话，但那嗓音却阴沉又危险。宁清堂毫不怀疑，若是他此时答应了任何人的求亲，慈渊会做的事绝不是他能承受的。大魔头是最懂能屈能伸的，几乎是瞬间就拉住了他的胳膊，语气不舍：我不要什么道侣，我只想陪着师尊。师尊不要我了吗？他都这么说了，其他人算是彻底死了心，不管求娶他是为了什么，总之都不可能实现就是了。许英眉头微皱，有心再帮帮他，奈何他拉着慈渊不放手，一副全身心依赖的模样，最后也只能叹气作罢。诸位远道而来，先到我琼英宗歇息些时辰，那魔气要日落之后才有迹可循。所有人都去了琼英宗招待客人的别院，只有慈渊和宁清堂是例外，被许英亲自带路，一路带到主峰，安置在自己隔壁。等许英离开，慈渊直接抬手设下结界，一步步走向把两人之间绳子长度扯到最大的宁清堂。明明是仙风道骨的白衣剑尊，此时却眸色幽暗的将人逼到了墙角，嗓音如鬼魅般：清堂想与师尊分开？没有啊，师尊你怎么会这么想？大魔头坚决不承认自己有过这种想法，一脸的无辜和委屈：我不是说了吗，不会离开师尊的，师尊待我这么好，不计较我的身份，还帮我养伤，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是吗？慈渊凑得极近，近到两人距离不过咫尺，说话间温热的呼吸都能落到宁清堂脸上。清堂，这世上除了我想不到第二个人还能护你周全。魔尊宁杀为6界忌惮，若是有人知晓你并未魂飞魄散，只怕还要继续结盟为杀。如今魔界已有了新魔尊，你大师那些求亲之人，哪个能是想真心实意与你结为道侣？要么是垂涎你的容貌，要么是觊觎你那先天灵体的身份。你重伤未愈，若是被用些什么手段制服，做了旁人的炉鼎，清堂也甘愿吗？宁清堂哪能不知道那些人在打什么主意？他只是觉得比起慈渊，还是那些人好对付些，他能活命的几率也更大。但让他去做炉鼎，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宁清堂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无论如何也不会以色示人，看得出他眼中的抗拒。慈渊语气中的蛊惑更深了些：只要你愿意，你便永远是我落剑锋的小徒弟清堂，不用受人觊觎，不会被人追杀，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捅破了天也有师尊护你周全。清堂，只有我护得住你。宁清堂盯着他古井般幽深的眼眸，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语气平静，心中却没来由的一阵发毛，总觉得此时的慈渊莫名有些偏执和危险。可若是仔细去看，又看不出任何问题。面前的男人什么都没有变，容貌气质依旧俊美清冷，是那高高在上的正道魁首，如神似仙。我知道啊，师尊对我最好了。人在屋檐下，不管心中怎么想，大魔头都不得不低头，笑着扑进面前的男人怀里。他们都是坏人，只有师尊真心对我好。慈渊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和往常一样抱住他，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眸中闪过一抹猩红。清堂，我的清堂，你怎能为了离开我，不惜考虑与他人结成道侣？你乖一些，不要逼师尊，或许是自己暴露了还没死心想跑的事。
宁清堂明显发现慈渊对他的态度有些变了，当然不是变得不好了，而是更变态了。不止用绳子拴他，还不许他走出这道门，根本不给他逛琼英宗的机会，别说是看美人了，他就是想看看风景都不被允许。偏偏他刚惹了人家，现在还不敢闹，只能时不时的叹口气，坐在桌子上生无可恋，偶尔拿吃灵果剩下的果核往旁边扔，去砸闭目调息的某人。直到傍晚时分，他明显感受到了熟悉的魔气，激动的从桌子上跳下来，慈渊才睁眼起身，带他走出房间。两人刚出门，一转头就遇到了隔壁站在门口的许英。许英正盯着正南方，眉头紧锁，见他们出来才收回目光，嗓音带着些疲惫。便是这股魔气频绕，气息强大，四处弥漫，却无论如何都寻不到源头，近日来愈演愈烈，已然侵蚀了宗门内外不少灵职，相邻的一些小宗门也不堪其扰，损失惨重。慈渊没说话，只看了宁清堂一眼。宁清堂微不可察的朝他点点头，示意这就是自己的魔气，源头定然是本命剑碎片，也就是烟儿的残魂。剑尊可有什么发现？会是那魔头凝沙卷土重来吗？更遑论如此不加掩饰的作乱，本座怀疑是什么凶兽盘踞此处，魔气如此磅礴，只怕打斗起来会伤及不少无辜。他都说起打斗时的事了，许英有些震惊。剑尊的意思是要亲自动手？慈渊微微颔首，端地是一派悲天悯人的正道魁首模样，让其他人都撤出去，莫要留在此处添乱。白衣剑尊迎风而立，除魔未到护苍生，仿若一人撑起了天地，这如同救世主一般存在的俊美男人，哪个女子看了能不心动？许英也心动，但不得不压下那心动。慈渊剑尊好是好，就是对他那徒弟的心思太轻，太荒唐了些。许英办事很快，不过一刻钟就带着所有人撤出了宗门5里之外。慈渊也紧接着就设下了结界，保证不会再有人闯入。外人都传慈渊剑尊一心除魔未道，正道魁首名不虚传，甚至怕打斗波及无辜，还如此细心的设结界。然而知道真相的宁清堂只想翻白眼。慈渊剑尊，你这沽名钓誉的本事还真是炉火纯青啊！大魔头阴阳怪气，斜睨着嘲讽，明明是帮一个魔头寻本命剑碎片，还骗世人是斩杀凶兽，你这正道魁首该不会就是这么骗来的吧？小没良心的惯会倒打一耙，慈渊都已经习惯了，只悠悠反问，我这是在帮谁？是，你是在帮我，但你自己听听，你谎话张口就来，说的天衣无缝又名利双收，这是你堂堂剑尊该干的事，大魔头有理有据，你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吧？骗人骗得这么熟练，脸不红气不喘，我怀疑你也没少骗我。这下慈渊终于认真的看了他一眼，他那石头脑子竟然还能猜到这些。慈渊剑尊表示相当意外，但也不至于被个石头脑子的大魔头给炸出什么，依旧满脸淡定，骗你我能得到什么？你吃穿用度都是我来供应，还日日从我这里拿宝物丹药，我可曾要过你任何东西？心机城府比海深的男人慢条斯理的反问，就是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免得现在撒谎说没骗他，日后不好解释。大魔头哪能想到还有这种套路，他一问思路就跟着他跑偏了。听他提起自己搜刮宝物，赶紧岔开话茬，那个我感应到具体方向了，我先去找烟儿。说完撒腿就跑，还没跑出2步就跑不动了，绳子已经抻到了最长，他再用力就直接弹了回去，把他也给拉回去了。慈渊指尖轻轻动了动，大魔头正被拉进他怀里。宁清堂，要不要这妖巧啊？四目相对，大魔头尴尬的扯了扯嘴角，哈哈，还是我们一起去吧。慈渊揽住他的腰，目不斜视的看路，在何处？在。大魔头认真感应了一下，就在这附近。说了跟没说一样。慈渊又耐心的问了一遍。1刻钟后，魔气几乎笼罩了方圆几里，每走几步，宁清堂耳边就能传来一句询问：是此处吗？此处可有感应？宁清堂不停摇头，最后又被按了按头，仔细闻一闻，莫要错过了。这下大魔头彻底忍不住了，张嘴就骂：你他娘的差不多得了，还闻一闻，老子又不是狗。这时候他反应倒是快，慈渊顺手给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发尾，然后才收回手看向那还在不断扩散的魔气。你说就在这后山范围之内，你我已将后山走遍了，若还是感应不出，只怕是有人刻意藏了婴儿的残魂。宁清堂眸光闪烁一瞬，没出声。上次在秘境中，婴儿被困在巨花中便疑点重重，只是婴儿什么事都记不清，无法问出太多线索。慈渊不紧不慢地分析了事实，像是随口一问一般。清堂可能想到会是何人如此大费周章，我哪知道啊，我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仇家遍地，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可太多了。大魔头一脸的无可奈何，真像什么也不知道一样无辜。你我师徒情谊深厚，我尽心帮你，便是认为你我已是一体，可如今看来。慈渊顿了顿，语气透着些失望。清堂似乎对我毫无信任可言。废话，我们又不是一路人，我信任你？信任个屁，还师徒情谊深厚，厚得过你跟你心上人吗？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个老王八蛋，留我是要做什么用？我怎么会不信任师尊啊？师尊对我这么好。大魔头内心疯狂吐槽，嘴上一如既往挑好听的说，我是真的不知道，若是知道怎么会不告诉师尊？师尊可都是为了帮我感激师尊还来不及呢。日后若是师尊有难，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一定会毫不犹豫为师尊走一趟的。慈渊都懒得说什么，只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他的脚踝处。龟心灵叮铃作响，若是放到从前，大魔头肯定要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了，他现在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任由龟心灵想的再欢，他也依旧面不改色，还好意思信誓旦旦的点头，真的，我最信任的人就是师尊了。慈渊巴掌大的一张脸，难怪怎么吃也不见长肉，怕是光长了脸皮了。他不肯配合，慈渊便不问了，但也不帮忙，只跟着他走。见他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找不到具体位置，又舍不得自己动用灵力去找，就站在他身侧淡定旁观。确实是要温水煮青蛙，但也不代表这水温一直不加热。让名为清塘的青蛙适应了这么久，也该慢慢用些手段了解更多秘密了。发现他不管自己了，大魔头也是彻底不要面子了，凑过去嗓音娇软，师尊啊，你那么厉害，就用灵力帮我找一下嘛。此处定是有了什么禁制，我重伤未愈，破不开。其实他自己也是能破开的，只是动手了会牵扯旧伤，更何况有免费的冤大头在这，要是不用他，总觉得算是亏了。慈渊由着他拉着自己的胳膊晃，语气冷淡，清塘既是不信任我，又何必让我帮忙？宁清塘撒娇的动作一顿，这大冰块该有脾气的时候没脾气，不该有脾气的时候反倒摆上谱了，真烦人。行，你不就是想从我这打探消息吗？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大魔头甩开他的胳膊，语气不耐，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只是怀疑应该是当初引我修魔之人，并非打探消息，我只是想帮你。大魔头没说话，但那快要翻到头顶的白眼已经说明了一切。你看老子信你的鬼话吗？这种事没必要解释，反正日后暴露了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慈渊不再多纠结他信不信，只继续追问，那人可有什么特征，是男是女？不知道，我没有那段记忆了。想想那让他无法说出师从何人的禁制，慈渊便知道他这次没说假话。那人既然能给他下禁制，顺手封印了记忆也是正常的，毕竟他看着可不像什么会遵守承诺的性子。怎么，你又不信？说了实话他也没有反应。大魔头不乐意了，直接给了他一脚。那纤尘不染的白衣几乎每日都要有2个脚印在上面。慈渊看都没看，直接动作熟练的放了个清结束。清塘说的，我自然是信的。哼，说的好听，方才也不知道是谁，怎么也不肯帮。阴阳怪气的话说到一半，面前突然多了一只烤仙鹤。大魔头话锋一转，我可真有福气，竟然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师尊。师尊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声音又娇又甜，话听起来也是费了些心思编的，至少后面那句是从前没听过的，可那最后一个字还没落下，他就已经拿着仙鹤开始啃了，有点诚意，但不多。他不走心，慈渊却是认真承诺，不会没有我。清塘，日后你可是要与我日夜相伴的。大魔头有了好吃的烤肉，哪还管他说了什么，啃了好几口，发现他就在那盯着自己，才出声催促了一下，师尊你不帮我破开禁制吗？不急，等你吃完，我自己慢慢吃就行了，不耽误你。大魔头直摆手，你快去破禁制吧，辛苦师尊了。慈渊盯着他多看了2眼，当着要现在破开。当然了，越快越好。他话音未落，慈渊手上便开始结印，不过几息的功夫，灵力四散开来，2人面前的景象便与方才完全不一样了，哪还有什么亭台水榭，取而代之的是一处有些荒芜的院落。依稀可见院落后别有洞天，古木参天，像是一片树林。小心！慈渊一边出声提醒，一边抬手把人拉过来揽在身侧。宁清塘看着空空如也的手，还有空中那一缕被魔气腐蚀了半寸长的发丝，一脸的不可置信。他不是不知道有危险，而是知道那是自己的魔气，根本没打算躲。然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我的魔气侵蚀我的头发，因而要伤我。他还没反应过来，耳边又听到一声兽吼，由远及近，明明声如洪钟，却不知为何有些飘渺，仿若来自远古一般。大魔头一脸懵，这是什么？这玩意光听声音就相当不好惹。凶兽！慈渊神色平静，声音都不急不缓的。饕餮！大魔头，不是真有凶兽啊，还是4大凶兽之一？我以为你都是随口胡编的。此处应当是琼阴宗的禁地。慈渊目光扫过面前破落的院子，仔细回忆，万年前饕餮作乱，最后似乎是被琼阴宗的空灵乐声吸引，为当时的宗主所封印。只是那位宗主不久后便死于与魔界的一场恶战中，此后便无人知晓饕餮被封印在何处了。宁清塘全程认真听着，听完还点了点头。慈渊正想问问他有什么想法，只听他嗓音气愤地说道：4大凶兽之一的饕餮竟然抢老子烤肉吃，他娘的！
老子必须捅死他，把他烤了尝尝。慈渊，你是会抓重点的。好，慈渊见尊有求必应，待师尊将饕餮斩杀，便烤给你吃。大魔头气愤的表情一僵，你是真的什么都敢答应啊？我就是痛快嘴，那可是饕餮啊，上古凶兽，一共就俩人，你心魔未除，我重伤未愈，你个老王八蛋你他娘的清醒点啊！宁清堂是痛快嘴，随口一说，慈渊可是当真了。饕餮肉好不好吃先不管，给心上人表忠心的机会他可不会放过。他已经等不及了，从宁清堂被那么多人求娶，还考虑答应时他便快疯了。什么温水煮青蛙，今日起他偏要用热水去煮。石头脑子不开窍，那他便自此不遮不掩，一次两次不开窍，次数多了，慢慢就知道自己察觉不对了。已经适应了这么久，疼爱偏宠，有求必应，任打任骂，该给道理的待遇他都给够了。他相信摊牌后情况不会太糟，即便是人跑了再抓回来就是了，最多就是被记恨些时日，或是被捅几剑，总好过他日再有人求娶，清堂真的答应跟那人走。宁清堂哪知道面对求娶时他就那片刻的犹豫，竟然彻底把一个无情道剑尊给逼变态了，还在那一个劲的劝你可千万别作死啊，我现在真的不太行，只能你一个人上，你少惹那饕餮，我们找到一儿就走，你要是惹怒饕餮跟他打起来，我绝对自己先跑，别指望我会帮忙。大魔头不会劝人，更别说是劝死对头，嘴里说着过分的话，以为这警告足够了，却没想到走在他身边的慈渊认同的点了点头。若有危险，清堂自然要以自保为主，无需管我，保全自身便好。宁清堂，死去的良心突然攻击我。慈渊，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若作死被饕餮吞了，我连个医官种都不可能给你立。立医官种太过辛苦，清堂怎能吃这种苦？这下大魔头彻底说不出什么没良心的话了，再怎么想故意说他也张不开这个口，互相呛两句还能吵起来，他一个人自说自话。慈渊一点脾气没有，别说是吵架，就是打架也不好意思动手啊。大魔头低头啄边走边踢路上的树枝石子，看似心情十分不爽，可慈渊却看得明白，他这是心软了，嘴上说着难听的话，心却比谁都软。从前对宣臣等人是如此，如今对自己亦是。穿过破落的院子，两人便彻底踏入了禁地，周围都是参天古树，却丝毫不见生机，死气沉沉，满是灰墨色，地上的花草更甚，不止灰败不堪，全都带着被腐蚀的痕迹，还有魔气在周身萦绕。魔气弥漫间带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听起来十分瘆人。那魔气还妄图爬上慈渊的白靴，还没来得及靠近，就被慈渊用灵力挥散了，又顺手在两人周围撑起一道结界，隔绝所有魔气。他觉得此处环境恶劣，也不喜这阴森的氛围。宁清堂却是跟回了自己家一样，还满意的点点头，可以啊，还真有点魔界的意思，挺像。慈渊也是去过魔界的，却看不出有何处相似。我记得魔界与人界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少了些秩序而已。你说的是魔界城池中，主城当然与人界没什么区别，这里像的是魔界荒无人烟的地方。大魔头翻了个白眼，你不知道，除了入魔的修士和生出灵智化成人形的魔物被统称为魔族，还有许多低等魔物，连最基本的神智都没有，见人就啃吗？那种魔物随便一个修士就能斩杀，根本用不着劳烦慈渊剑尊。慈渊还真的没见过，更没去过他们生长的地方。我知晓，但未曾见过。清堂见过。废话，我不止见过，我还打过。终于有一样比他强了。大魔头胜负欲上头，耀武扬威的挥了挥拳头，那低等魔物大的能有2人高，当年本尊一拳能打死8个，他是在那炫耀。听到慈渊耳朵里信息可就太多了，用拳头打说明当时应当没什么灵力，不然不会用这种费力的方法下界飞升。没什么灵力便要面对低等魔物，想来是飞升后直接入了魔界，无依无靠，最初连城池都进不去，只能待在荒山野岭与低等魔物抢地盘。有人引导他修魔，从下界飞升便目标明确的进入魔界，拼命往上爬。做了魔尊出人头地，第一件事就是大开杀戒，屠戮10几个大小宗门，再结合从婴儿那里看到的那个横尸遍地的场面，慈渊心中已然有了数。宁清堂不是作恶，是在报仇。慈渊看着他那白皙的手，就算攥起拳头都还是娇娇嫩嫩的模样，实在难以想象他要如何面对2人高的魔物。一拳打死8个应当是随口忽悠人，但即便是几拳打死1个，在这之前呢，他的清堂又被魔物伤过多少次？疼吗？洋洋得意的大魔头一愣，什么？慈渊不语，只满眼心疼的看着他。大魔头脸色僵了僵，很快又恢复了没心没肺的模样。开什么玩笑，本尊可是让6界都忌惮，拼命想要弄死的大魔头。宁清堂勾着嘴角，张开双臂，看着魔气笼罩的一方天地，畅快的舒了一口气。有魔气的地方，那就是本尊的天下。这番豪言壮语，配上他那自信张扬的笑容，还真有几分睥睨天下的气势。但看在慈渊眼里，
无非就是强撑着面子，不肯跟人诉苦罢了。慈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开口道：饕餮来了。他娘的，这么快就遇上了。大魔头骂了一句，直接把身边的人往前一推，自己躲在他身后，连饕餮的影子都没有。慈渊站在他身前，嗓音悠悠，有魔气的地方就是本尊的天下。宁清堂，你个正道魁首怎么这么欠呢？大魔头生气了，白眼都懒得给他，直接大步往前走，刚走一步就被拉回来抱进怀中，然后感受到额头一阵温热，耳边响起男人清冷的嗓音，虽然清冷依旧，却带着些明显的温柔。我是想说，在我面前，清堂不必逞强，疼了委屈了都可说与我听。这种无限包容的话，他不是第一次说。宁清堂已经习惯了，但道理他都懂。刚才额头上那一下是什么？大冰快凑过来，嘴贴着他的额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大魔头瞳孔地震，挣扎着从那怀抱里退出去，满脸不可置信。你刚才在做什么？心疼你。慈渊连师尊的称谓都不提了，当真是一丝一毫也不加掩饰自己的图谋不轨。心疼我的清堂。虽然话说的直白，但他那表情实在太正派了。大魔头神色古怪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心中觉得这行为太亲密，却又不敢确认什么。难不成正道师徒之间私下里都是这样？但是这也多少有点变态了吧？本尊用不着你心疼。大魔头冷言冷语地吼了一声，心中也存了疑。不对劲，这老王八蛋不会真想试试拿我做炉鼎吧？不行，我得跟他保持点距离。现在是这么想，过了没有1刻钟，前方有异响时，慈渊揽住他的腰，把他护在身侧。他又习惯性地由着人家了，平日里总是这样举止亲密，他实在是太习惯了，根本没意识到这举动不对。要不是亲额头之后，慈渊没冠冕堂皇的解释，而且还只说心疼他都不会多想。听声音怎么不像是前面？大魔头专心用神识感受周围一切未知事物，我怎么觉得像是脚下？慈渊先他一步说了结论，把他抱进怀里，带他飞身落在一棵树上。几乎是两人刚站稳，地下便密密麻麻的浮现出一堆圆圆的黑乎乎的东西，在地面停留片刻后，缓缓伸出细长的带绒毛的腿，背上也浮现出类似于人脸的图案。鬼面蛛。宁清堂眉头轻轻皱了皱，这东西在魔界很常见，但大多只生活在魔界，靠吸食死去魔族的尸身残骸存活，出现在这里，还是从地下钻出来？难不成此处地下有魔族尸身？慈渊对魔界不如他了解的多，只知道鬼面蛛是魔界特有，也是低等魔物。见他这么重视，也跟着表情严肃起来。可是有什么异样？我下去看看，用魔气感应一下，你在这等我。这里是他的主场，做什么都比慈渊方便，以免打草惊蛇。宁清堂难得愿意亲自动手一次，可惜他愿意，慈渊却不愿意了。扯了扯两人之间的红绳，一起，你我分不开，你给我解开不就行了吗？解开让你逃跑，还是让你去答应旁人的求亲？慈渊满眼不信任，那模样看着甚至像是光拴着他还不够，还想直接把他贴身拴着，最好是寸步不离，一直贴在一起才好。大魔头相当无语，行，那就一起。你收了护体灵力，在旁边看着，别捣乱。魔物只认魔气，见不得你们正道中人的灵力。好，慈渊应了一声，和他一起跳下去时还认真嘱咐，那就要麻烦清堂保护我了。说完灵力一收，直接贴在他身上。正道魁首秒变柔弱书生，一副全身心信任宁清堂的模样。你能不能别抱这么紧？宁清堂清理了脚下的鬼面蛛，又用魔气将两人笼罩起来。做完这些才不耐烦的去推他。慈渊没动，依旧贴着他，甚至连嘴唇都从他耳边擦过，用气声感叹了一句：清堂为何总是这么香？咔嚓，大魔头手一抖，灵力打歪了，没打到鬼面蛛，直接轰倒了对面的一棵树。不对劲，这绝对不对劲。这话太熟悉了，青楼里那些男人就总这么夸姑娘们的。他娘的，这老王八蛋绝对是对老子见色起意了。发现他失手，慈渊心知是因为自己说了那句话，却还一本正经的问他：清堂怎么了？没事。大魔头这时候可机灵了，想着他还有用，心里都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了，连烟儿都不用自己帮忙找了。但回想着方才他那句话，又觉得一切都合理了。看来子虚已经找过清堂了，还刻意挑拨了一番。只是他们是何时见面的？思来想去，也就只有自己去找子虚那日最有可能，说不定还是宁清堂亲耳听到的。慈渊眉头微微皱了皱，心道此事有些麻烦了。清堂误会了这么久，若不是今日我有意暴露些心思惹他怀疑，只怕他是打算一直装作不知道的。以清堂的性格，应当是早已深信不疑了，否则绝不会是此等反应。虽然是临时起意，但宁清堂做的一点也不仓促，甚至还仗着慈渊不是魔族，遁入地下前用魔气将入口封死了。即便有夸大的成分，但有魔气的地方就是本尊的天下，这句话一定程度上还是算是真实的。其他方面他都比不上慈渊，和魔气魔物打交道这种事，
他绝对能甩慈渊8条街。地下的景象和宁清堂猜测的差不多，果然别有洞天，不知被谁挖通了一条长长的地洞。他刚落入，就看到了脚下的白骨，从白骨上若有似无的魔气，还能清晰地分辨出都是魔族。只是这些魔族死的似乎格外古怪，毕竟是做过魔尊的人。宁清堂对和魔有关的事都相当敏感，盯着那些白骨看了一会儿，缓缓蹲到其中一个身边，先用指尖敲了敲碎裂的肋骨，又掬了一缕魔气放到眼前，闭眼抽取那魔气中残存的零星记忆。人死了太久，这一缕魔气也只能勉强看到一点死前模糊的画面而已。滔天的魔气中，一柄长剑嵌着寒光，一剑荡平周围景物，紧接着便是一只修长的手朝胸口伸过来。画面在此处消散，但宁清堂可太清楚后面是什么了，是徒手掏心，手指穿胸而过，所以断了肋骨。这手法还真是似曾相识。宁清堂看了看自己的手，他虽然经常杀人挖心，但杀的都是正道那些伪君子，对魔族可从来没用过这种方法，大多是一剑捅死。有人模仿我，还是嫁祸？旁边还有几具不带魔气的白骨，应当是正派宗门的人。宁清堂认真想了想，实在是没想起来当年围杀自己的宗门里有没有琼英宗。他只记得有很多自己没有得罪过的宗门，那时他以为是正道团结一心共同除魔味道，现在看来或许是有什么隐情，比如他又被人给坑了，有人替他把那些宗门都给得罪了。大魔头嘴角抽了抽，真心觉得自己死的有点冤，被余墨算计，抢了魔尊的位置和魔尊殿内那么多宝物，现在连被围杀都不清不楚，这他娘的也太窝囊了吧！好不容易夺舍重活一回，还遇上慈渊那老王八蛋，不仅要我的命，还想拿我当炉鼎。一想到慈渊，大魔头更气了，直接抬手把那些白骨全化成了灰烬。这样还嫌不解气，又用灵力全给吹散了，真晦气。这要是慈渊那老王八蛋就好了。大魔头边骂边往前走，还顺手把旁边的石壁打塌了一块，整个地下石洞蜿蜒曲折，越往前走路越窄，到最后他都得侧身才能勉强通过，一身红衣也沾了不少尘土。然而越是这样，大魔头越兴奋。根据他抢了几百年宝物的经验，这地方大概率是藏着宝物的，至于是什么，抢了就知道了。管他是什么琼英宗什么禁地，我找到了，就是我的。沙沙沙沙，走过最窄的一段路，隐约可以看到前方是一汪碧波荡漾的湖水，湖边草丛中还有兔子在跑跑跳跳，连他们蹦跳时踩到草叶的声音都能听清。地下有湖，大魔头相当震惊，试探着走过去，每走一步都密切用神识关注周围的景物，生怕此处有什么异样或埋伏。他还没走到湖边，吃草的兔子突然受了什么惊吓似的，一路朝着跟他相反的方向狂奔。宁清堂正想把那兔子抓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突然听到一阵阵马蹄声由远及近，竟是躲过了他的神识查探。从右手边疾驰而来一群士兵模样的人，最前方那人看不清容貌，身披盔甲，看着该是个将军，光气质就不是后面那些士兵能比的。一队人马迅速靠近，像是看不到他一样，都不用他隐去身形，便从他身侧过去了。只余下士兵和那将军的一段对话回荡在空中。少将军，此次大获全胜，还未整顿兵马，怎么如此急着先带我等回朝啊？回去学做藕粉糖糕。做什么糕？您这双手是用来舞枪弄剑的，怎么还去学那厨娘的东西？学会了亲手做一份带去求亲，光带着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他怕是不会同意。藕粉糖糕他很喜欢吃，什么将军什么求亲跟宁清堂都没关系，但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那看不清容貌的将军身形和声音都跟慈渊有些像，而且此处是修真界，又是琼英宗禁地内，怎么会有一队这样的人马穿行？根本不像修真界中的人，倒像是来自凡间界。这些是被困在其中的游魂，还是有人跟我一样从凡间界飞上，死前将记忆封存于此处，被我闯入触发了？那跟慈渊有点像的将军又是怎么回事？宁清堂不自觉地想起了嫣儿说过的话，说慈渊好像不该是那样披麻戴孝的白衣穿着，应当是身穿盔甲。慈渊去过凡间界吗？这问题现在自然是找不到答案的。没有结果的是，他实在是懒得纠结，用灵力试探了湖水没有异常，其中也没有宝物，便慢慢悠悠地继续往前走。走了大概1刻钟，神识终于得以覆盖了整片草地，宁清堂才停下脚步。这里应当是走不到头的，若是全盛时期，他的神识能这么快覆盖此处还算正常，可他此时重伤未愈，哪里做得到？这里明显不对劲，要么是一处幻境，要么是谁的梦境，不管是哪种可能，此处大概率都有第二个人在。宁清堂拿出一个之前跟慈渊下山时买的狐狸面具戴上，然后才执剑单手结印，印成剑落，直直劈向面前的虚空。星月剑划过，面前景物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宁清堂表情严肃了些许，破不开的，那便不是幻境，该是梦境。只是这会是谁的梦境？为何能将我带入其中？另一边，慈渊凌空而立，闭目几息，便缓缓睁开眼，
看着面前1人高的黑紫色独角灵兽，眸光冰冷，语气不屑，区区野兽，妄想以造梦之术困住本座。野兽呆在原地不动，即便慈渊斩杀他的灵力已经到了眼前，也毫无察觉一般，神情呆滞，如同入定，明显还在造梦。自己未曾入梦，那是谁在？清堂。慈渊垂在身侧的手一僵，破天剑冲天起，直直斩上自己打出的灵力，在灵力撞上野兽的前1秒，勉强将其打散。会是清堂吗？慈渊也不敢确定，但他不敢赌不是。若真是宁清堂入了他的梦，那这野兽一死，宁清堂再想出来就难了。两人之间结了魂气，虽说还未生效，但也有了无法斩断的联系，入梦也不是不可能。慈渊犹豫片刻，到底是放弃了先去找人，而是分出一缕神魂侵入野兽体内，强行进入他正在造的梦中。哗啦，最先入目的是一片湖水，平静无波的湖面随着一只柔一般的手从水下探出而缓缓荡漾开来，紧接着便有一人从湖中冒出，一头墨发进了水，湿漉漉的披散在雪白的肩头和颈窝处，精致绝美的脸庞缓缓有水珠滴落，红唇微勾，指尖轻轻点着湖面。不知此处是谁的梦境，宁清堂也不敢贸然靠蛮力打破，若对方比他修为高出太多，打草惊蛇了，只怕会将他困死其中。往前走不一定会遇到什么，有危险他现在也不想耗费精力去抵挡。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往回走。回去时走的明明是同一条路，景象却与方才有了出入。方才都是绿油油的草，此时却多了些花，大多含苞欲放，偶尔1、2朵娇艳欲滴，不能说不好看，但莫名的有点色气。不对啊，我也没想什么不该想的。他正疑惑着呢，离得老远看到之前试探过的那片湖，目光猛地一顿，瞪圆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湖中央的一幕。白衣墨发，肩宽腰窄的男人泡在水中，那不是慈渊吗？这不会是慈渊的梦境吧？大魔头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至于慈渊要非礼的人是谁，那人是背对着他的，大魔头没看到，但他觉得应该是慈渊那个心上人。看身形长得还挺高，肤白胜雪，青丝如瀑，美人在骨不在皮，看那漂亮的蝴蝶骨，估计得是个大美人。大魔头当即引了身形和气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打算偷看一下慈渊那个等着自己拿命救活的心上人长什么样。结果他刚走近，就听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师尊为何不抱我，还不许我亲近？是嫌弃我了吗？这是我。大魔头大脑被冲击的一片空白，僵在原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是谁的梦？慈渊梦到我勾引他吗？还是其实这是我的梦？我被那老王八蛋气的梦到这么离谱的画面了。大魔头开始怀疑人生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两只手烦躁地扯了扯头发，最后直接拔剑砍了过去。不管是谁的梦，这么离谱的画面，老子都绝不允许它存在。两人共梦，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一体了。慈渊哪能察觉到他靠近，是听到长剑落下的破空声时才察觉不对，正要动手挡一下，那长剑却直接越过他，刺入了宁清堂的幻象体内。咔嚓，幻象破碎，慈渊都来不及说些什么，这一缕强行侵入的神魂便被排斥出了梦境。慈渊，宁清堂，不是，怎么都没了？我一剑碎了2个幻象。不对啊，刚才我看见慈渊警觉的还手了，那他不该是幻象，这应该就是他的梦境。怎么他都出去了，我还在这里？他哪里知道慈渊压根就没入梦，是为了他才强行侵入进来的。愣了半天才想起来重点，慈渊做梦梦到我勾引他，他不是有心上人吗？这种事为什么要让我顶上？做个梦都不肯放过我吗？大魔头更气了，这时候也不嫌累了，硬是跑遍了梦境边界的8个方位，每个方位都留下一大堆魔气，最后自己站在正中间，周身魔气暴涨，边施法边往嘴里灌恢复灵力的丹药。给老子破！砰！他话音还没落，整个梦境就生生被魔气腐蚀撕裂，破碎的瞬间震得他脑子嗡嗡直响，扶着石壁才勉强站稳。老王八蛋，做个梦差点把老子累死。大魔头骂骂咧咧，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珠，仰头又是几瓶丹药灌下去，盯着空瓶感慨了一声，幸亏骗得足够多啊。他正想再吃2瓶，突然察觉到有些不对，什么东西奔着他手里的丹药瓶来了。大魔头立刻汇聚灵力，然后一只断了脚，浑身乌漆麻黑冒着烟，还带着些焦味的灵兽站在了他眼前，四目相对。大魔头没认出这是个什么东西，只嫌弃的往后退了2步。你怎么这么丑？不知为何，他硬是从一只灵兽眼中看出了些许幽怨。那灵兽呜呜的叫了一声，伸出舌头卷走了他手里的丹药瓶，嘎嘣嘎嘣全给吃了。虽然他丑了点，但他又没惹到自己。大魔头认真想了想，你是受伤了，想吃丹药恢复？呜呜，灵兽又叫了一声，大魔头听不懂，但觉得他应该是在回应自己，拿出2瓶品级不算太高的丹药送到他嘴边。那灵兽刚想吃，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小师弟！宁清堂抬眼一看，颜齐正踏空而来，
瞬息间便落在了面前。小师弟，你怎么在这里？师尊呢？宁清堂，我戴着面具，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师尊他……小师弟，你快把面具摘了！都不等他说完，颜齐直接动手摘了他的面具。这东西可不能乱戴，你在洛剑锋怎么戴都行，在外面绝不能又穿红衣又戴面具，那是大魔头宁杀的模样，传言他可能没死透，又要作乱。虽说还只是传言，但也要小心些。你这打扮太容易让人认错你是宁杀了。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他？大魔头有点无语，不想再继续跟他说宁杀的事了，上下打量他一遍，问道：你怎么在这？慈渊不是让所有人都撤出去了吗？梧桐楼接了委托，说是此处有能造梦的野兽，旁人进来怕是会被师尊打死，我就只能自己来了。正好追到此处，这野兽……颜齐边说边看向旁边的灵兽，这一看直接看懵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大魔头一脸无辜的把丹药喂给了野兽，可能是师尊打的吧。我和师尊突然入了梦境，等我醒过来，师尊就不见了，只看到了这野兽。师尊入梦境，以他的修为还能扛不住野兽的造梦？颜齐有些不敢置信，片刻后又恍然大悟一般，朝着他挤眉弄眼：小师弟，你说师尊会不会自己把持不住着了道，所以才把野兽打成这样？我早就说他只是看着高冷，其实心里想的可花了，说不定他是梦到逛青楼了呢。宁清堂还是那句话，颜齐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他这哪像徒弟编排师尊编排的，比他这个死对头还起劲，也不一定，还可能是去小官馆。传闻师尊不近女色，这么多年也确实没见过他身边有女人，保不齐他就是喜欢男人呢。颜齐说完自己就开始笑，笑得前仰后合，可这话听在宁清堂耳中却一点也不好笑，甚至有些惊悚。慈渊那老王八蛋要是喜欢男人，这个假设宁清堂都不敢深思，他现在只想快点甩掉颜齐，赶紧找到一儿跑路，搞不好这里面水深得能淹死他，他不能再跟着掺和了，一定要远离慈渊，那老王八蛋简直就是他的克星。哎，小师弟你怎么不笑啊？师尊要是喜欢男人，那可就什么？冷冰冰的男声响在耳边，紧接着便腰身一紧。宁清堂心一凉，心到这下算是跑不了了。颜齐是真的一身反骨，背后说坏话被抓包都不怕，还硬是把那话给说了，就太有意思了呗，估计六界都得震荡一番。慈渊不语，只在手中慢慢汇聚灵力。颜齐一看，赶紧动手去收那野兽，等我把它收起来再打，我梧桐楼接了委托的，带回去就是10万块灵石，我砰！他刚勉强收起野兽，慈渊便一掌把他打了出去。宁清堂估算了一下，这一掌应该是能直接把颜齐送出琼阴宗，这老王八蛋是真狠啊。清堂没什么想说的吗？来了，又来跟我算账了。大魔头秒变一脸柔弱和委屈，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怎么不解释啊？子虚真人说你留下我就是为了取我性命，去救你的心上人，死道友不死贫道。大魔头果断把子虚给卖了。慈渊抬手帮他擦了擦那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语气平静的询问：是他说还是你亲耳听到？大魔头表情一僵，看来是亲耳听到了。慈渊放柔了些语气，盯着他的眼睛，认真又缓慢的解释：子虚真人与我在某些事上不合，当日所说只是为了让他不要为难于你，我若真想取你性命，去救什么人，只需将你囚禁在洛剑锋便好，何必收你为徒，陪你寻剑，心甘情愿被你骗宝物和灵石灵果。这么说也确实是有道理，但还是有些地方说不通。那你为何看我看得这么严？大魔头晃了晃脚上的铃铛，你对其他徒弟都不这样，因为怕你跑。慈渊又将他抱紧了几分，嗓音悠悠：清堂方才不就是一有机会便迫不及待离开我吗？我那是以为你留着我是要取我性命。大魔头理直气壮：我生气了，不想看见你，不行吗？清堂生气了，是我的错，本来还想跟他再狠狠闹一闹，最好是能闹来更多线索，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留着自己。结果他这么好脾气，还认了错，硬生生把大魔头给整不会了，嘴张了半天，最后只犹豫着问道：那个，我们从前很久之前，我还没做魔尊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他以为不一定会有会回应的，因为从前慈渊一个字都不曾提起此事，但男人点头承认的速度比他想象中快得多，几乎是他话音还没落便有了回应：是，剑尊准备强人所难，我们从前真的认识。自己的记忆里完全没有慈渊。宁清堂半信半疑：那你怎么一直不说？慈渊神色复杂的盯着他，迟迟不出声。宁清堂急得直接上手往他身上拍了一巴掌：说啊！最初是不敢说，后来慈渊顿了顿，语气无奈：说了你也记不住。宁清堂一脸你撒谎都过于离谱的表情，满眼都是对他的质疑。我记不住？怎么？你是要跟我说什么天机会被天道干预吗？来，你现在就给我编，我今日非听听不可。不是编，都是事实。慈渊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收紧，明知道没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想说出来试一试。300余年前，我渡情劫去了凡间剑，
被一位沈姓将军养大，化名沈慈渊。当时我封印修为和技艺与凡人无异，籍贯之年，那位将军战死，整个将军府只剩我一人。出殡那日，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过分高大的姑娘，那姑娘从家中偷跑出来，被贼人盯上，看到我便求我帮忙，缠着我让我救她。慈渊从不信什么缘分之说，但遇到宁清堂后，他便信了。街上那么多人，宁清堂为何只纠缠他？清堂，你可知那姑娘？他想说出全部，可听他讲述的人却盯着他，神情恍惚，眼神空洞。他停了口中的话，才看到宁清堂恢复正常神态，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般，犹豫着问道：那个，我问你啊，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我没做魔尊之前。慈渊没说完的话就这么被堵在了喉咙里，迎着他疑惑的目光，过了许久才释然地叹了口气，沉默着没有回答，因为回答了也毫无用处，不过就是一次次被忘记，又被一次次重新问同样的问题罢了。抹去记忆，种下静志，除非自身冲破束缚，否则旁人说什么都是徒劳，记不住，想不起，自己当初便是这般，已经亲身经历过了，又何必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心存侥幸，倒不如不去回答，哪怕留下一丝怀疑也是好的，说不定能引清堂主动去探寻。不说就算了，谁稀罕听是的，没得到答案。大魔头绝不承认自己失望，故作轻松的嘟囔一句，转身迈步往前走，走了2步又折返回来拉他去帮本尊找印儿。不管你有什么目的，现在都给老子憋着，大不了就同归于尽，你以为老子怕你啊？大魔头嘴上放着狠话，满脸不在乎，心里却气得要死。行啊，你还真不说，等回落剑锋的，老子折腾不死你。这些事老子早晚能自己查清楚，以后再也不问你个老王八蛋了。谁稀罕你说啊，就你长嘴了，老子啊，气死老子了。越想越气，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大魔头停下脚步，把人放开，直接转身拔剑，打一架吧。慈渊一点惊讶都没有，毕竟他那急性子和暴脾气，能提出这种事十分正常。说的好听是要打一架，其实就是想打人罢了。清堂为何想打我不想打别人？定然是我在他心中位置与旁人不同，自己把自己忽悠得明明白白。慈渊剑尊果断颔首，可以，不过要回落剑锋之后，此处有饕餮在案，你我在明，不宜闹出太大动静。行，那就回去再说。大魔头收了剑，心里暗暗规划回去之后的事，首先要打一架，然后使劲折腾他，最后再把密室禁地之类的地方都找一遍，找齐了老王八蛋的秘密和把柄再跑，到时候好好威胁一番，说不定真的能有机会彻底跑了。他又在盘算跑路，脚上的铃铛都快响成一整首曲子了，他听到了也不心虚，还示威似的挺着胸脯去看那铃铛的主人。慈渊什么都没说，只是眸底的暗色愈演愈烈，盯着他的背影时，脑海中已经开始盘算回去后再淬炼出几条红色的锁链了。宁清堂哪里知道他已经变态到准备付诸行动了，只是气呼呼的在前面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后背有些发凉，却又不知原因，回头看他也只看到他那万年不改的冷淡脸，最后只能归结为是地下可能有些寒凉。地下的石洞比他想象的还要长，两个人又走了1刻钟还没走到头，反而越往前越难走，地面凹凸不平，原本只有零星几块的白骨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不只有人族和魔族，连妖族都有。看来前面的东西绝非凡物啊，这种混战死了一大片人的情况，绝对是夺宝无疑。大魔头这时候也不气了，满脑子都是即将到手的宝物，眼底全是兴奋的光芒，保命才是最要紧的事，怕他要宝物不要命。慈渊赶紧提醒了一句，宝物若是没拿到，回去我自会给你补上，莫要眼中只有宝物。哼，大魔头冷笑一声，你那宝物只怕我有命要，没命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彻底崩塌，慈渊有苦说不出。清堂，我手拿开，他又想去搂腰，却被单方面与他决裂了的大魔头一把拍开。你自己没长腰，搂你自己的去罢了，日后有的是机会。慈渊不再纠缠，就默默跟在他身后。两人又走了1刻钟才走到石洞尽头，2扇漆黑的大门出现在眼前，还透着丝丝寒气，不难分辨出是由用来炼制兵器的玄铁制成。造门之人显然是不希望任何人踏入，这么强行闯入是不可能了。宁清堂从上到下仔细打量，试图找到入门之法。看到第2遍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句话，清堂可是想进去？废话，不进去我在这站着做什么？宁清堂没好气的回了一句，正要让他跟着一起找寻蛛丝马迹，突然被他拉着后退数步，又被护在身后。白衣剑尊长身玉立，手腕一转，本命剑便出现在掌心，一手执剑，一手快速结印，一道一道术法加持在剑上，手起剑落，轰隆，2扇门应声倒塌。那号称坚硬无比的玄铁如同木头一般，生生被拦腰斩成2段。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造成这一切的男人云淡风轻，仿佛只是随手一砍，看着像是3成力都没用上，
大魔头心脏缩了缩，再一次被他的修为刷新了认知。然而心里忌惮也好，嫉妒也罢，嘴上却是阴阳怪气。哎呦，年纪大就是好，比旁人多了几千年时间修炼。他就是随口找茬，哪成想一发入魂，精准打击到了慈渊的痛处。慈渊剑尊直剑的手抖了抖，满腔的郁闷无处发泄，最后又挥手斩了一剑，将玄铁大门斩成了4截。哎，大魔头吓了一跳，赶紧按住他的手。你这人怎么回事？干嘛跟宝物过不去？边吼边把那巨大的玄铁门收入了储物界，连被灵力震碎的边角都没放过。此处玄铁品级不高，炼不出高阶法器。慈渊委婉地提醒了一下，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无异于破铜烂铁，毫无用处。然而宁清堂不这么想，他想重夺魔尊之位，招兵买马哪里不需要给人好处？修为高的用不上，修为低些的手下用这玄铁淬炼本命剑正好。他那副捡到宝了的不值钱样，成功把慈渊给看心疼了。低阶玄铁都如此珍惜，想来清堂就是做了魔尊也过得并不宽裕，难怪要到处抢夺宝物。然而这想法只持续了不到半刻钟，门内是一个简单的宫殿，算不上奢华，甚至透着些许寒酸。两人进去后，宁清堂连烛台上的照明法器都没放过，真真正正做到了雁过拔毛，自己拔还不行，还指挥他，你把地中间嵌的那2块灵石给我抠出来，快点。慈渊眉头微皱，十分不理解，清堂，那是下品灵石，下品灵石不是灵石吗？这几块都够买1盒桂花糕了。慈渊应当不是过得不宽裕，他就是单纯的贪，本来就有些寒酸的宫殿，被他搜刮一番后彻底没法看了。大魔头摸着储物剑，看着几乎就剩下地面和墙壁的宫殿，满意的点点头。离开落剑峰之前，慈渊那老王八蛋的清源殿就照这个标准抢，不对，应该比这更狠一点，屋顶必须给他掀了。他正美滋滋的想着呢，余光突然看到角落里探头探脑的钻出来一只毛茸茸的红色小猫仔，圆圆的脑袋上还带着2个小鼓包似的角。大魔头瞬间被戳中了萌点，这是什么灵兽？本尊要了。边说边汇聚灵力准备抓。这时慈渊按住他的手，轻轻吐出2个字：饕餮。最后1个字还没落下，巴掌大的红色小毛团猛地张开嘴，那嘴足有1人高，而且还在持续扩大，都不等宁清堂有反应，整座宫殿就都被吞了进去，包括殿中的他和慈渊。他娘的！大魔头骂了一句，赶紧去拉慈渊的胳膊，却猝不及防拉了个空。你清堂自己也有胳膊，拉你自己的就是了。宁清堂，这老王八蛋真能记仇啊！饕餮腹中漆黑一片，都是未知的危险。大魔头能屈能伸，咬着牙主动去拉他的手放在自己腰间。这样行了吗？慈渊没回答，手上微微用力，直接将人揽入怀中。此处危险重重，清堂抱紧些，免得走远了，师尊保护不周。饕餮看着也就是个巴掌大的红色小毛团，可那腹中却大得离谱，不只能装下2个大活人，还残骸杂物遍地，一眼望不到头。毕竟是上古凶兽，照明法器在他腹中根本没用。宁清堂全程窝在慈渊怀里，借着慈渊用护体灵力撑起的光亮观察四周。你能不能再亮一点？这根本看不清啊！我总觉得我好像感受到了阴儿的气息。饕餮十分警觉，再多耗费灵力恐怕就要被察觉了。被发现两人毫发无伤，饕餮定然要再发难。现在开打又不是时候，慈渊只能尽量小心些。不如你试试用你的魔气照明，他是凶兽，对正道灵力敏感，魔气应当无碍。有道理啊！大魔头觉得自己又行了，光速把某个照明工具人退开。平日里努力收敛的护体魔气再无顾忌，张牙舞爪的破体而出，然后一个又黑又亮的光圈从身后将他围在了中央。亮是挺亮的，就是照不出东西，因为太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大魔头一脸懵，愣了半天才认真发问：你看的书多，你说我这个魔气日后有机会重新练成白色吗？慈渊欲言又止，过了片刻才一本正经的建议道：不如你随我学学正道功法。宁清堂，不能就说不能，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吗？他娘的，这根本就不公平，凭什么正道能照明，魔头就不行？大魔头越想越气，周身魔气涨了1倍，层层叠叠的往那光圈上堆，也不为照明了，就为了争口气。这么关键的时刻，老子就不信魔气一点用都没有，哪怕是能探探路也行啊，绝不能被这死变态比下去。红衣烈焰的美人一笑能倾城，此时却冷着张脸，身后又黑又亮的魔气越聚越多，到最后如同背了一口大黑锅一般。这场面饶是慈渊都有些忍不住，憋笑憋到嘴角不受控制的抽了抽。清堂当真是越发帅，真可爱了。宁清堂胜负欲上头，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表情，试探着把魔气向四周扩散去探路时，突然发现饕餮腹中有什么东西在吸收自己的魔气，不是明目张胆的吸收，而且一丝一丝，一缕一缕的偷。那边宁清堂指了指和两人原本打算走的相反的方向，那里有东西，
在偷我的魔气。他转身就往那边走，想要查看一番，丝毫没注意到转身时身后的男人朝他伸出了裹着灵力的手。唉，一大块魔气被强行拘住，还直接被扯走了，不再受自己控制。大魔头不敢置信的回头，你个正道魁首也偷我的魔气？慈渊当着他的面把魔气收起来，淡定道，以防万一，若是你我不慎分开，也好凭此魔气寻找对方。这么说倒也是说得通，想从饕餮体内出去还要他出力。宁清堂没再多说什么，算是默认了他的做法。他一继续往前走，慈渊便将骗来的魔气分成了两半，一半如方才所说留着寻人，另一半捏在手中探入衣襟，缓缓没入胸口。从决定把人锁起来时便一直躁动不安的心魔，感受到属于宁清堂的魔气瞬间就变老实了。没有人比慈渊更清楚那心魔有多痴迷宁清堂。他不仅靠宁清堂的魔气安抚心魔，还暗暗用外力将几缕魔气渗入了心魔之中。融入的瞬间，大步往前走的宁清堂脚步突然一顿，下意识捂住胸口。刚才那是什么感觉？仿佛魔怔了似的，突然特别想得到什么东西，而那东西似乎是个人。那念头只一闪而过，甚至连想得到谁都不清楚，但宁清堂无比确定那是一种近乎疯魔的偏执又变态的占有欲。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大魔头有点慌，我不会是生出心魔了吧？不可能啊，我怎么会有心魔？我自己就是魔头啊，除非是对谁执念太深才。这一刻，大魔头突然脑子一抽，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某个老王八蛋，看着那张俊美禁欲的脸，看看那肩宽腰窄的完美身材，表情裂开了。最近也没接触别人了，他又长得比女子还赏心悦目，我该不会是……这猜测大魔头简直不敢细想，硬生生用力往自己胸口捶了2拳，把自己捶得直咳嗽，还不肯停手。不能生出心魔，听到没有？就算要生，也不能因为他生，否则老子就自己剜了自己的心。他都快把自己打出内伤了，暗中搞出这一切，故意让他与自己心魔共感一瞬，因他怀疑人生的男人才慌忙拦住他。清堂这是为何？怎能伤害你自己？又没经验，又没理论知识。大魔头吃了知识储备不够的亏，眼中慌乱都没藏干净，就抓住他的手放到他胸口。你那个心魔，你试过剜心斩心魔吗？试过。慈渊反客为主，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压着他的手按上自己胸口，没什么效果。心魔不就是由心而生吗？心都剜出来了，还能除不掉心魔？大魔头不信，觉得他一定是在忽悠自己，甩开他的手不问了。最后一步保险也做好了，连那无法控制的心魔都与他有了联系。慈渊眼中终于有了些名为满意的情绪，引魂绳、道侣魂气、同心结，再加上融合的魔气，这下不管我心魔彻底发作与否，清堂都跑不掉了。如今只等回落剑锋了。怎么会有水声？越往前走，环境越潮湿，甚至隐约能听见滴滴答答的水声。宁清堂放慢了脚步，却不知为何，方才一直跟在他身后充当照明法器的工具人，突然走到他前方，拉着他快步朝水滴声走去。怎么回事？他不是一直慢慢悠悠、云淡风轻的吗？怎么突然比我还急了？你这么着急做什么？万一前面有危险呢？扫平危险就是了，早些确认婴儿是否在此处，早些出去也能早些回落剑锋。他急着出力，宁清堂自然不会拦着他，只是心里疯狂吐槽，一个正道魁首竟然如此急着回家，当他自己是没断奶的孩童吗？他哪里知道，慈渊可不是急着回去喝奶，而是急着回去吃人。滴答滴答，水声越来越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时有时无的恶臭。大魔头已经快闻吐了，正要封了嗅觉，有人先他一步，不仅封了他的嗅觉，还将他拦腰抱起。你前方的路，清堂应当不会想自己走。顺着慈渊的目光看去，宁清堂转头就开始干呕，那哪里是水声，分明是饕餮腹中分泌的腐蚀食物的液体。上方滴答滴答缓缓滴落，下方一片一片的，全都是黄绿色冒着泡的粘液，中间还夹杂着些灵兽尸体，血肉模糊的混在其中。恶心2个字都不足以形容这场面了。别听，别看，别闻。慈渊又封了他的听觉，一只手蒙住他的眼睛，就这样抱着他，凌空一步步踏了过去，怕撑起结界惊动饕餮，便用自己的衣袍和身体替他挡着那粘液。差不多半刻钟的路程，他身上的衣袍都被腐蚀了大半。落地后放下宁清堂解开封印的听觉和嗅觉，一下退出几米远，默默给自己用清洁术，又换了身白衣。慈渊不止洗净，更洗净，一身白衣总是纤尘不染，即便能用清洁术，也依旧日日沐浴更衣，看不得他的清源殿有一丝脏乱。这些宁清堂都相当清楚，然而方才慈渊那举动，他却看不清楚了。明明已经摊牌了，为何他还对自己这么好？慈渊还在不紧不慢地换衣服，一手穿衣，一手清洁术不停。以他的修为，他完全可以想别的方法避开那些脏乱，但是他没有。一道清洁术从远处砸过来，虽然带着些私人恩怨，夹杂了灵力，砸得有些疼，
慈渊眼中的笑意却如何也压不住。宁清堂不止放了一道清结术，之后接二连三，直到他停手才跟着停手。看他从远处走回来时，还在认真检查衣袍是否整洁。大魔头紧皱着眉头，表情别别扭扭。刚才算你讲义气，回去我赔你身衣服。听到只是赔一身衣服，慈渊难免有些失望，但想想他那句讲义气，又自行释然了。赔身衣服也总比要跟自己结拜好得多。走过那段最艰难的路，再往前就好多了。地面越来越干净，环境也越来越暖和，而且明显能感受到一些灵力波动。前方应当是饕餮的心脏。慈渊放慢了脚步，若烟儿真在此处，应当就是在那里。不可打草惊。他还没嘱咐完，身边的人早就没了影。只听前方传来一声惊呼，听得出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欣喜。烟儿宝贝，我救你了。宝贝两个字一出来，慈渊立刻黑着脸快步走过去，还没转过转角，便听到里面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愤怒不已，哪来的臭男人，只有我家小姐可以这么叫我。这场面似曾相识，慈渊瞬间就不急了，走过去淡定地拿出一套女装，比上次那套还要繁琐，款式也更加漂亮。若是有心之人看到，绝对一眼就能发现那是新制成不久的，还是量身定做的。可惜某人没那个脑子，看看他再看看那套女装，心里直犯嘀咕。虽然他面无表情，是在积极帮忙。抬手，他平日穿衣束发都要人伺候，慈渊早已轻车熟路，帮宁清堂穿衣时动作轻柔又干脆利落，即便是如此繁复的女装，也依旧有条不紊的一件件帮他穿戴，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宁清堂怎么看怎么觉得违和，这女装怎么一次比一次布料轻薄了？从外表看不出什么，但穿在身上宁清堂再清楚不过了，全都是薄薄的一层纱，轻的跟没穿似的。大魔头有些别扭，想抬手舞一舞，又怕被慈渊嘲笑，故作轻松的嘲讽一句：你这衣服不会是从哪个青楼偷来的吧？慈渊帮他束发的手微不可察的顿了顿，目光肆无忌惮的在他身上流连，语气却听不出任何异常。我没逛过青楼，不如清堂了解的仔细，只是店家随手给拿的，便买了。怎么，青楼女子都是如此穿着？宁清堂本意是嘲讽两句缓解尴尬，听他这么说，哪还敢继续往下接？啊，我也不太清楚，就是随便说说。回逛青楼被抓，你以为老子傻啊？休想从老子这套话再借机罚老子抄书。衣裙穿戴整齐，慈渊束发也很快。等宁清堂自己照镜子一看，被他那精致的垂鬓分消髻惊得眼睛都瞪大了。不是吧，这么复杂的发髻烟都不会，他一个大男人竟然弄得这么好，这身打扮可比上次更像女子了，不施粉黛便平添了女子的柔美。等慈渊撤下结界，露出宁清堂的身形模样，被困在饕餮心脏中的婴儿愣是看了半天，才敢试探着询问：你是小姐吗？就知道慈渊给自己打扮的太好了，反而不像了。宁清堂没回答，只快速把袖子往上撸，又把发簪弄歪两个，还扯了几缕碎发下来。做完这些，灵动精致的美人直接变成豪放嚣张的大小姐，都不用宁清堂再问，婴儿瞬间眼泪汪汪。果然是小姐，小姐你还是这么没规矩，白瞎了一张漂亮脸蛋。呜，宁清堂突然就不太想救她了呢。一片寂静中，本该是旁观者的男人突然开口维护道：清堂如此模样也是好看的。哎，你不是那个？婴儿被锁住手脚也没耽误他一惊一乍，挣扎着想要上前仔细看。你怎么追到这来，给我家小姐送藕粉糖糕了？他还真的认识慈渊。宁清堂脸色一变：婴儿你说什么？他给我送过？要问什么突然想不起来了，连刚才婴儿说了什么都忘了。宁清堂面色古怪的按了按脑袋，很快就恢复如常，显然是把刚才的事给忘了的干净。婴儿也是相当迷茫，即便只是道虚影，透过轮廓也能看出他的疑惑不解。奇怪了，我方才说什么来着？小姐，你方才问我什么？宁清堂一愣，我没说话，我问你什么了？婴儿倒吸一口凉气，小姐我都没跟你说话，你怎么自言自语？小姐你怎么了？呜！围观了全程的慈渊一个比一个忘得快，没一个能指望上的。什么我怎么了？是你怎么了才对，我感觉你精神不太正常。宁清堂有些担忧，等我救你出来好好给你检查一下，弄不好是神魂出了问题。小姐我没事，是你有问题啊。你不可能，老子好得很，你还想不想出来了？两个人互相觉得对方不正常，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慈渊看着这荒谬又离谱的场景，暗暗叹气，伸手拉住宁清堂：你先退开些。婴儿被困在饕餮心脏中，想救他必然要与饕餮动手，别伤了你。我退开。宁清堂指了指1人高的黑红色心脏，婴儿是被困在那心脏之内，手脚被团团黑雾锁住，几乎混为一体。他本身也是魔，周身带着魔气，你的灵力撞进去，那不就连婴儿一起伤了吗？你别动，我自己救。不可。慈渊用力握住他的手腕：你重伤未愈，即便你全盛时期与饕餮动手，也必定2败俱伤。不是还有你吗？饕餮动手你
还能帮忙？你在外围与他交手，叶儿这里我扛着。宁清堂安排的明明白白，慈渊却迟迟不肯放手。我尽量护着他的神魂，你若被饕餮打伤，伤了根基，不止影响日后修炼，就是身体也。你也说了，只能尽量护着。慈渊，连你都不敢保证叶儿安然无恙，你觉得我会放手不管，拿他性命去赌吗？一向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大魔头，此时冷眼与他对视，属于魔尊的气场毫无保留，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如今只是一缕残魂，以他的修为，神魂残缺一缕，必死无疑。若这缕残魂被打散，什么根基，什么影响修炼，比得上嫣儿的性命吗？慈渊指尖僵了僵，却还是没有放开。当年他能用血肉祭剑护我，如今就是要拿我性命换他安好，我也心甘情愿。宁清堂甩开他的手，语气越发冷淡。我是无恶不作的魔头，但我也有我想护着的人，你若理解不了，那就别管我了。慈渊确实理解不了，他修无情道，对世间万物平等淡漠，活了几千年，也就把宁清堂一人放入了心中。在他眼中，嫣儿的性命甚至比不上宁清堂的发丝。要让他如何理解宁清堂拼着伤了根基，影响修为和寿命，也要确保嫣儿安好，甚至用他那对旁人不带丝毫感情的观念来分析。此时此刻，嫣儿几乎可以算得上他的仇人，因为嫣儿的存在会让宁清堂受伤。杀念一闪而过，但杀气却是实打实的流露了出去。慈渊满脑子都是宁清堂的安危，自己都没有察觉，却被宁清堂准备的捕捉到了。漂亮的狐狸眼彻底冷得没了温度。慈渊剑尊，你想做什么？星月剑出现在那柔仪式的手中，剑尖直指自己。慈渊眼中闪过些许慌乱，这便是无情道吗？宁清堂手里握着他送自己的剑，语气嘲讽。慈渊剑尊，无情道大成，不近人情才是正常的，倒是本尊太过自作多情，竟还指望你来帮忙。不管眼前的男人留着自己有什么目的，此时的宁清堂都不在意了。他和嫣儿已经算是穷途末路，前有饕餮，后有慈渊，无论如何都是胜算渺茫。你我本就正邪不两立，真有了些交情也好，互相算计也罢，打得你死我活的前尘过往暂且不提，只说今时今日入这琼阴宗之前，我从未想过与你撕破脸，也是真心相信你会帮我救嫣儿。宁清堂收了剑，挺得笔直的腰背也随之弯了些许，再不见张扬傲气，只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语气渐弱。慈渊剑尊，我宁清堂这辈子没求过任何人，今日算我求你，放过嫣儿，你帮我救回她，日后你是拿我炼丹，还是取我性命救你心上人，我都心甘情愿，绝不反抗。他不想让嫣儿听到，察觉慈渊有了杀气时，便在两人身边设下了结界。话音落下，便化指为剑，割破掌心，准备立下天道誓言去换慈渊的信任。清堂，慈渊未曾想到他竟会为了旁人放下一身傲骨来求自己，等反应过来时，他掌心已有鲜血渗出，被他吓得都顾不上什么体统和形象了，急切地按住他的手，边帮他疗伤边慌忙解释，我怎会不帮，无需承诺任何事，清堂直接与我说明便好，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会帮你做。说完又拉起他的手，在刚刚复原的掌心处轻柔又充满怜惜地落下一吻。清堂，日后莫要再弄伤自己了。宁清堂瞪圆了眼睛看着他的动作，方才所有的无可奈何和视死如归，如今尽数化为震惊和不可置信。你在做什么？慈渊抬眼看了看他，又低头在他掌心相同的位置亲了一下，然后直起身，姿态自然地与他对视。清堂受伤流血，我在心疼。宁清堂看看他，又举起手看了看被他吻过的掌心，这大魔头已经被惊到语无伦次了，这绝对不是师尊对徒儿该做的事，就算是要利用他算计他，让他放下戒心，慈渊做到这种程度也有些过了，难不成是要我心甘情愿献出性命，所以才这么拼命？可我立下天道誓言，结果也是一样的，也是心甘情愿，他何必？左手已经不敢握拳了，甚至不知道该往哪放，就这么悬在空中不是，若无其事的放下也不是，总感觉被亲过的地方还带着温热的气息，特别别扭。他的情绪都写在脸上，慈渊看得清楚，也不急着与他说破，只等他自己猜透。毕竟旁人说的他根本就不会信，还会觉得是要算计他骗他，已经开始觉得不对了。他自己猜透，那日也不远了。慈渊知道不该着急，但那张嘴就是忍不住，又给他添了把火。我方才不想让你与饕餮动手，也是心疼你，怕你伤了根基受苦，怕你影响修炼难过，更怕你折损了寿命，不能与我长久相伴。至于对嫣儿那般，只是控制不住有些迁怒。迎着大魔头几乎呆滞的眼神，慈渊上前一步，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怀中。你说的对，我修无情道，我不近人情，所以我理解不了为何救嫣儿就要你去承受那些苦楚。你下山多走一步路，累了些我都要心疼，凭什么为他受苦？可若是清堂与我说清楚，你与嫣儿要同生共死，如同方才那般，不是要我与兵戎相向，便是要用你的性命换嫣儿的性命，那我无论如何都是要应下的，即便我此刻还是不能理解。慈渊盯着他的眼睛，
几乎一字一顿。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有我的清堂重要，哪怕是我自己。宁清堂脑子有点乱，这番话的意思如果深究起来，那结论怕是放在整个修真界都是要天崩地裂的程度。大魔头天不怕地不怕，平时认怂不是有求于人就是偷偷算计，这回却是真的怂了，一个字都不敢接茬。那个先救一儿，有什么事回落剑锋再说。向来行事高调张扬的人，此时说句话都支支吾吾，还看天看地，就是不看自己。慈渊盯着他的眼神幽深一瞬，头一回没顺他的心意，而是不依不饶的追问。我说了那么多，清堂没什么想回应的吗？回应？就是你说的挺好的。大魔头点头如捣蒜，对他表示深切的肯定。对，你说的特别好，作为师尊就得这么对徒弟。哈哈哈哈！那欲盖弥彰的笑声要多尴尬有多尴尬。慈渊身体又往前凑了几分，手刚抬起来，还没碰到他。平日里甚至会主动往怀里钻的人，这次猛地往后退出好几步，表情还带着没有完全掩饰住的惊恐。不容易，石头脑子终于想了些正常人该想到的事。慈渊心中有了数，嘴上却疑惑发问：清堂为何要躲？师尊还会害你不成？哈哈哈，没躲。大魔头连连摆手，我是想说先救一儿，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凡事都得分个轻重缓急吗？不能再回去了，不管这老王八蛋是什么意思，他要跟老子双修是肯定的。再回去跟往火坑里跳有什么区别？装傻充愣加要跑路，他这反应慈渊看得明明白白，根本没当回事，还能淡定地顺着他回答道：好，先救一儿。说完便双手结印，在一儿左右两侧各布下一道护魂阵，有阵法加持，你不必太过分神照看一儿，保护好自己。宁清堂根本不敢看他，背对着他应了一声，手却悄悄按了按胸口。这老王八蛋为什么暴露了龌龊心思也不慌？他不会是给我下蛊了吧？不然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生出了新模式的感觉？从前太过相信他的无情道，这种事上从未设防。现在宁清堂才知道自己有多蠢，简直就是没长脑子。周身魔气翻涌，化作丝丝缕缕，试探着包裹住饕餮的心脏。宁清堂趁着这一点间隙，偷偷回头看了一眼，正对上慈渊幽深如古井似的眸子，那眼神完全让人看不透情绪，比方才带着杀气时更让他觉得吓人。吼！毕竟不是同源的魔气，饕餮发觉得很快，腹中骤然山崩地裂似的开始摇晃，那散发着恶臭的粘液也从远处奔涌来，连带着许多未曾消化的白骨。小姐小心啊！一儿担忧地喊了一声，话音还没落，所有粘液便都被慈渊挡在外围，一滴也没有碰到宁清堂。我没事，你尽量别动，我进去带你出来。有魔气掩护，宁清堂咬牙调动所有灵力，新月剑狠狠朝饕餮心脏斩下，留下一道不过巴掌大的伤口。清堂，回来！他提剑时，慈渊就发觉了不对，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眼睁睁看着他整个人都化作缕缕黑雾，强行钻入饕餮心脏中，刚落入便被数道灵力追赶，最后困在了包围圈内。饕餮腹中本就是饕餮占优势，饕餮内视时可随意调动灵力到任何地方，他为了救婴儿竟然如此舍身犯险，看得慈渊心都快跳出来了，一边在外围阻拦粘液和不知堆积了多少万年的那些受饕餮驱使的无数白骨，一边缓缓朝宁清堂靠近。你别过来，你的灵力一儿，可一儿受不住，受着一道道灵力不断冲击，宁清堂感觉自己化作的魔气都快被饕餮给撕碎了。此时这魔气便是他的本体，每被打中一次就五脏六腑一阵生疼，若是化作人形估计早就哇哇吐血了。即便如此，他也不放弃朝一儿靠近，明显是拼了命。慈渊停在原地不敢再动，手上灵力却不断汇聚，时刻准备放弃一儿救下他。清堂不能有事，不能再离开一次了，绝对不能。噗！上古凶兽修为深不可测，生生把宁清堂给逼回了人形，还没站稳就喷出一口血，手上的新月剑都差点被打飞出去。小姐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婴儿都急出了哭腔，却怎么劝也没用。宁清堂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转头安抚的朝他笑笑，放心，你家小姐可不是纸糊的，小姐一定带你回家。新月剑腾空而起，宁清堂咬咬牙逼出一滴心头血，本就不堪重负的身体猛地一晃，硬是被他给强行稳住了，手上结印以心头卸击了剑，飞身抓住剑柄狠狠一斩，给老子破！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算准了角度，破开了饕餮灵力的包围后，自己倒飞出去，刚好砸在一儿脚下。嗨！宁清堂一边咳血一边挣扎着爬起身，调动魔气去解一儿的束缚。本来想安慰一儿两句，结果刚解开一只手就被一儿抓住了胳膊。小姐，他一儿见鬼似的看着外面，宁清堂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这一看差点被吓死，他光顾着拼命，根本没往外看。慈渊周身魔气若隐若现，竟是不知何时发作了心魔，正在满身杀气的一步步朝这边走，身后围攻他的白骨早已尽数化为了粉末。没事，
别怕。宁清堂没敢直接说，而是传音给嫣儿，我把你救出来，你就马上抱紧我。慈渊特别危险，我先带你跑，随便找个地方躲一躲，再回魔界。嫣儿点点头，最后一只脚也恢复自由后，刚要抱他，突然看到他身后又有数十道灵力汇聚成饕餮的模样，杀气腾腾的袭来，立刻扑到他背后。小姐快走，胡闹什么？你不要命了？宁清堂一把将他拉回来，护在胸前，明知此时自己抵挡不住，也豁出去了一条手臂，右手提剑去挡，不曾想却有人先他一步，一剑生劈了饕餮的心脏，几乎斩成两半。饕餮吃痛疯狂嘶吼，再也顾不上攻击宁清堂。宁清堂愣愣地看着这一幕，再一次直观地见识了慈渊到底有多强。看他和饕餮幻化出的灵体缠斗在一起，打得难舍难分。眸光微微闪躲了一瞬，拿出几瓶丹药灌进嘴里，还没咀嚼完就拉着嫣儿往出跑。打吧打吧，两个老妖怪旗鼓相当，好好打，别耽误老子跑路。他也不知道自己拉着嫣儿跑到了什么地方，反正再跑肯定是跑不动了，只能拼上最后一点灵力，直剑往上砍，试图从饕餮腹中破开一条口子逃命。他自己灵力不足，星月剑也不如嫣儿化作的本命剑好用，一连砍了2下也没破开，反而引得饕餮吼声阵阵，咆哮着要追来。清堂，用这个。耳边传来慈渊的传音，不等宁清堂反应，慈渊的破天剑便凌空飞来，围着他绕了2圈后，试探着落入他手中。破天剑可是神器，上面又有慈渊设下的阵法加持，这回宁清堂一下就砍开了口子，也顾不上伤口中如瀑的鲜血，放开破天剑，拉着嫣儿就跑。因而只是一道虚影，沾不上血迹。宁清堂却是浑身浴血，有他的也有饕餮的，两人眼看要一口气跑出了禁地，宁清堂才敢松了这口气，一个趔趄往地上摔去，堪堪用星月剑刺入地面，才撑着没有倒下。小姐，小姐，你背上全都是血，还在不停的流。嫣儿已经许久没见过他这么狼狈了，边哭边试图帮他止血，可一道虚影终究什么也帮不上，最后哭得越来越大声，都怪我，小姐对不起，我太没用了，我说什么傻话，我们相依为命几百年了，分什么你我啊，我就剩下你这个亲人了。宁清堂想伸手摸摸他的头，奈何满手都是血，伸到一半又藏回了身后。嫣儿，我若是再连你也护不住，那我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义了，还不如下去找爹娘和妹妹，跟他们团聚。别说这种话，你答应我会好好活着的。嫣儿哭得更凶了，小姐你不许再寻死了。不能寻死。好，不死。宁清堂扯出一抹笑，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点伤根本死不了，我吃点丹药，再找个地方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又拿出一大堆丹药往嘴里灌，仰头时余光扫过旁边的草丛，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剑柄，玄铁和灵玉雕刻出的阵法，尾端红穗飘扬，那不是慈渊的，慈渊的本命剑。他记得跑路之前明明把这剑给慈渊扔回去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周围根本没有慈渊的气息，人还在饕餮肚子里，那这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破天，猜测他可能是自己跟来的。宁清堂试探着叫了他一声，果然破天剑能听懂，刚才还拼命往草丛里藏，现在直接转着圈飞出来，飞到他身边，黏黏糊糊的东蹭蹭西蹭蹭，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的本命剑呢。你不跟着你主人，跟着我做什么？宁清堂一把推开他，你快回去啊，你都不管你主人死活的吗？破天剑又不会说话，不能回答也不走，只一个劲往他怀里钻，赶了几次也没效果。宁清堂看着饕餮所在的方向，眉头越皱越紧，饕餮被开膛破肚，定然是要发狂的，慈渊还没出来，免不了要血战一场。他心魔发作，本就充满了变数，现在本命剑还不在身边，万一……嫣儿你过来，来了，小姐你……刚靠近就被收入了一个瓷瓶中，嫣儿吓了一跳，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好嫣儿，你先在里面睡一会儿，我得回去看看慈渊，他的本命剑跟我跑了，弄不好会让饕餮给撕了吃了，他死了不是正好吗？嫣儿有些懵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慈渊的性命，不是你说他很危险，我们要离他远一点吗？他死了，小姐你就可以称霸修真界了。宁清堂狂奔的脚步一顿，我是希望他死，但是他刚才不是还救了我们吗？没有他我们也出不，他以前好多次都差点打死你，小姐你忘了吗？而且你现在自己还伤得这么重，你走路都不稳了。宁清堂当然没忘，只是那他不是没打死吗？我不喜欢欠人情，我把剑给他送回去就走，我盼他死，要么是死在我手里，要么是死的跟我完全没关系，不能是因为我拐了他的本命剑害死了他。大魔头表情纠结的解释了一通，说完也不等嫣儿再开口，直接把瓷瓶收入储物戒，边跑边继续往嘴里灌丹药。嫣儿对着一片黑暗满脸呆滞。